末日爆发后，女孩为了穿上漂亮的小裙子，竟不惜让哥哥冒着生命危险给她搜寻，一切只因母亲临死前嘱咐哥哥要照顾好妹妹。哥哥便奋不顾身地满足妹妹的一切要求，可她非但不领情，反而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变得更加无理取闹，而哥哥也因在给她收集裙子时被丧尸包围而死。最终失去哥哥保护的女孩，被忍无可忍的队员们推入了变异兽群，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而因实验爆炸而亡的几黎，刚好穿书到这本末世文里，吸收完原生记忆后，他沉默了半天，最后才勉勉强强接受了事实。黎黎，一道清润的嗓音突然响起，几黎循着声音抬眸望去，就见一个男人从远处朝他快步而来。不是叫你在车里待着吗？外面这么危险，怎么还跑出来？几黎愣了愣，这不是原生的哥哥吗？反应过来的他立马低垂脑袋，乖乖认错，我错了哥哥。纪阳叹了口气，好了好了，没受伤就好，先回去吧。几黎抬头看向天空，只见灰蒙蒙的天空令人感到压抑。3个月前，一种未知的病毒通过空气迅速传播，而被病毒入侵的所有生命体都会在几个小时内会发生变异，变异的动物以及人类会丧失理智，他们闻到血肉气味便会不顾一切追逐撕咬，只有少部分被病毒入侵的人类能够免疫病毒，幸运的还会觉醒异能与之对抗。黎黎，你换衣服了。纪阳领着妹妹往前，忽然脚步顿了下，思绪被打断。纪黎呀了声，下一秒明白了过来，点了点头。在原文剧情里，末日爆发并没有改变原主骄纵任性的性子，反而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变得更加无理取闹，各种挑剔衣食住行。不仅如此，还吵着闹着让纪阳和小队其他人给他寻找漂亮衣裙和包包。纪黎低眸看了眼自己穿着的衣服，一件黑色连帽外套和宽松牛仔长裤，这是他没穿书前的穿搭。毫不知情的纪阳只觉得妹妹好像变得懂事了点，这让他有些欣慰。随后想到什么迟疑问，还需要收集裙子和高跟鞋吗？不需要了。纪黎摆手，这都什么时候了，高跟鞋那玩意要来干嘛？纪黎也想不通剧情里原主为什么会如此作妖。来到空旷地带，纪黎瞅见一辆黑色越野车停靠在道路边，车辆前面站着一个人。纪黎收回视线，脑海里浮过这人名字，裴寂，末日危基地男主。原书里裴寂对于小队成员纪阳的这个妹妹非常厌烦，原主被人毫不留情推入变异兽群时，他就站在不远处神情冷漠注视着这一切。纪黎垂着脑袋沉思，目前的时间线是末日爆发的第107天，这个时候原主还没有成为所有人厌恶的存在，一切都可以改变。回来了。裴寂站直起身，目光淡淡扫过两人，突然注意到了纪黎，他嗤笑了声，大小姐，你这是换风格了。纪黎听出了他的阴阳怪气，抿唇没有搭理。纪阳宠溺地看了眼妹妹，连忙打圆场，黎黎他这回知道错了，不会再乱跑。裴哥你别气了。裴寂扯了扯嘴角，他有什么可气的？这大小姐哪天不惹事都不正常，他都司空见惯了，要不是因为纪阳是他好兄弟，他压根不会多管闲事。裴寂从兜里掏出对讲机，按了下按键，情况怎么样？过了大概4-5秒钟，对讲机里传来到清冷淡漠的嗓音，安全。纪黎眨眨眼，没猜错的话，对讲机里出声的这人就是小队另一位成员谢巡。书里对于谢巡的描写不多，原主似乎挺怕他，任性骄纵指挥着其他人为他做事，却唯独不敢和谢巡说一句话。坐在越野车后排位置，纪黎靠着车窗安静等待车辆出发，不晓得以后会面临什么，但至少现在他还安然无恙地活着。黎黎，纪阳打开车门，从储物空间里拿出2包压缩饼干和矿泉水递给妹妹。在想什么呢？先吃点东西吧。纪黎瞅着纪阳凭空变出的压缩饼干呆了下。每个觉醒异能的人类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储物空间，纪阳觉醒的是精细异能，至于原主从始至终都没有觉醒出任何异能。想到关键问题的纪黎沉默了，毁灭吧，或许是过于悲愤。他恍然间看见蓝色荧光闪过，紧接着一块透明属性面板突然展示在面前。玩家纪黎，欢迎回到末日世界。文字出现几秒消失，面板再次切换，觉醒冰系异能和净化异能。纪黎倒吸一口冷气，怎么了？纪阳见状询问，我好像觉醒异能了。纪黎拿起搁在旁边还未打开的矿泉水，尝试收回储物空间里，下一秒矿泉水凭空消失。看见这一幕的纪阳很惊喜，是什么异能？冰系和净化。净化是什么异能？纪阳有些疑惑，但不管是什么，能觉醒出异能就已经很好了。纪黎坐在车里集中精神尝试使用异能，约莫过了2-3分钟，一块透明的冰凌慢慢凝结在手心里，他眨了眨眸子，觉得很是神奇。车外纪阳将妹妹觉醒双系异能的消息告知给了好友。裴寂闻言只是淡淡哦了声，挺好。纪阳沉浸在兴奋里，裴哥，你有没有觉得黎黎变得懂事了？刚才我拿压缩饼干给黎黎，竟然没和我闹脾气。平时这个妹妹都要哄着才会吃压缩饼干，在末日下食物短缺，一块压缩饼干也是千金难买，今天破天荒的没让她哄，这让她很是意外。裴寂淡淡看向好友，怎么不适应？纪阳诚实回答，是有点。他知道纪阳妹控，但属实没想到妹控到这种程度，你最好时刻看着他点，别又惹麻烦。孩子静悄悄，必定要作妖。车内差点就陷入睡梦的纪黎被突然的响动惊醒了，下意识的循着声音望去，就撞上一双黑色的眼眸。裴寂站在原地，目光落在他的脸上。说来也怪，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这么直观的看清楚这位大小姐的模样，少女清澈的眼神和精致的面容，让裴寂站在原地怔了2秒。回神后，他将车门猛地关上。纪黎被吓了一跳，什么情况？纪阳拿着洗干净的几颗果子走到车前，裴哥，你怎么不上车？裴寂却神色平静，走到驾驶位打开车门，不是今天轮到我开车了吗？换下，后天你开。裴寂坐在驾驶位启动车子，纪阳坐上后排，把洗干净的果子递给妹妹。黎黎，吃点水果。末世变异的不只是人类和动物，植物同样也发生了变异，就比如这几颗果子。纪黎捧着一颗深红色的果子，试探性咬了口，杏眸忍不住睁大，诧异瞅着这和苹果一样大小的樱桃。哇塞，好好吃，还吃吗？
纪阳又拿出一颗果子，哥哥你吃吧，我刚吃了饼干已经饱了。纪阳听到这话差点感动哭了，他竟然被妹妹关心了，谁来告诉他这是不是在做梦？哥不爱吃，给你留着。纪阳将剩下的3颗樱桃收入储物空间里。末日的水果来之不易，果树周围都有凶残的猛兽飞禽把守，这几颗果子也是费了很多异能才弄到的。很快夜幕降临，几人来到了兰江市，裴寂驱车来到汇合地点，将车辆停在隐蔽处，推门下车。随后几人步行来到一栋破败的楼房里，裴寂从储物空间内摸出手电筒照亮，来到一面墙前抬手敲了敲，随着和墙壁颜色一样的门缓缓打开。纪离借着倾洒出的光亮也看清了这人是谢寻，原身一直害怕的那个人。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他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对方就好了。跟随哥哥踏进去，纪离才知晓这是道隐形门，门内是个仓库，最里面堆放着各种纸箱，上面2个被打开过。这里面是什么？纪阳过去查看，映入眼帘的几桶泡面让他惊喜极了。这应该是家小型超市，因为仓库修的隐蔽，竟躲过了末日爆发后的洗劫。纸箱全部打开，摆放2排，食物种类并不多，但也够吃上很久的。裴寂站在顶光下分配食物，小队4人的异能阶级不同，储物空间面积同样也不一样。大部分食物由裴寂、谢寻2人携带。在吃饱喝足后，几人也开始了休息。很快时间来到了次日早上，简单洗漱完，小队4人乘车出发。越野车一路行驶至空荡荡的大道，天空泛白，显得异常寂静荒凉。纪离坐在后排位置上，透过车窗望去，内心莫名不安。心慌意乱间，他扯住纪阳衣摆，想说明情况，然而话音未出，越野车一个急刹。等重新坐稳，纪离就见前方一个异形怪物映入视线里，这就是被病毒入侵感染的人类，他们被称之为异化人。纪阳一声惊呼：“裴哥，怎么办了？”裴寂没有言语，当即掉头。那异化人自然也发现了他们，奔跑嘶吼着追上来。车子疾驰在大道上，油门踩到底才堪与怪物距离拉远，但这么追下去肯定不是办法。穿过狭窄巷口，裴寂将车辆停住：“你们先走，我和谢寻去解决他。”话音未落，作为小队异能阶级最高的2人已经消失在巷子里。纪阳急忙将车行驶到安全地方，拉住妹妹叮嘱几句：“离离，你乖乖躲在这里，别乱跑，我开车去接应他们，一会儿就回来。”纪离点了点头，站在原地注视越野车渐行渐远，他的心脏不由缩紧。也是从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这是末日世界，充满着各种危险和杀戮。忽然，一道独属于大型猛兽的低吼声突然间响起，纪离循着声音望去，就见一只体型巨大的棕熊缓缓从灌木丛里走出来，停在3米外的地面上，是变异兽。纪离瞪圆了眼睛，内心直呼卧槽。而此刻棕熊却歪了歪脑袋，他好奇地打量着纪离，他瞬间心脏一跳，这下真完了，这可真是太令熊感到震惊了。怎么办？好喜欢，好喜欢！棕熊眼底的热切几乎化为实质，他决定了，从今天起他要担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照顾抚养面前的仔仔。棕熊迈着粗短的4肢，兴冲冲朝对面奔去。听到那句仔仔，纪离瞬间懵了，什么鬼？他死死看着前方的巨熊，你说什么？仔仔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里很危险，你跟熊回家吧。纪离表情错愕瞅着这只棕熊，他好像听懂他说话了。变异兽不是疯魔失常嗜血成性吗？现在这是什么情况？纪离开启头脑风暴，虽然搞不懂，但能接受，毕竟穿进末日纹理这件事就已经很荒谬离谱了。这么想着他道：“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跟你回去。”啥子重要事情？棕熊不懂，但听到后半句明显很失落，他黯然神伤几秒，又重新打起精神。那仔仔你住哪？我送你回去。等送仔仔回到居住的地方，他就假装累了，然后赖着不走。嘿嘿嘿，他可真是一只聪明熊，我的家不在这里。说完这句，纪离本以为棕熊会离开，但没想到过了10分钟，他向着前方望去，就见一团鬼鬼祟祟的黑影徘徊不定。那团黑影见他望过来，立马将自己巨大的身子藏在树干后面。他或许不知道，那树干根本遮不住他的体型。纪离想了想，抬步朝树干方向走去。棕熊听到动静歪头探查，一双黑色小眼睛见到纪离锃一下变亮。纪离看向蹲坐在树干后的棕熊，疑惑询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棕熊晃动2下毛茸茸的耳朵，表示作为老父亲，他不放心自家仔独自外出，而选择悄悄跟随保护，这有问题吗？听到这个答案的纪离无言半晌，也不知是不是错觉，潜意识里觉得棕熊不会伤害他。棕熊闻言蹲坐在原地晃了晃脑袋，下一刻直接缩小到幼年时期，2只前爪抬起抱住纪离裤腿。仔仔变成这样可以吗？可以。又过了约莫7、8分钟，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而来，纪离急忙跑到纪阳面前，担忧询问：“哥哥，你们都没受伤吧？”纪阳微笑回道：“没受伤，那异化人没伤到，我们分好。异化人也分等级，像刚才那种属于 C 级异化人，不难解决。背包里是什么？”突然一道清冷疏离的嗓音响起，打断了接下来的话语。纪离愣了愣，他看向站在车辆前面的谢寻，这是他穿进末世纹里第一次听见他开口说话。谢寻死死盯着面前的女孩子，悄无声息地将精神系异能散发了出来。什么？纪阳不明所以。裴寂见状也看过来，纪离瞬间明白了过来，他抬手将双肩包转到身前，拉开拉链，把老老实实待在背包里的棕熊抱出来。这是我捡的小熊，变异兽。纪阳瞳孔地震，是变异兽吧？但他没有感染。纪离抱着小熊简单解释了下前因后果，而且他没有伤害我，能带上他吗？小熊努力扮演乖宝宝，一双黑色小眼睛看向他们，呜了声。纪阳从震惊中回神，不太确定地询问：“这真是没有被感染的变异兽？”不怪他怀疑，能让变异动物认可并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而很多异能者因为惹怒变异动物就此丧命。裴寂同样想到了这一点，他神情复杂注视着抱着小熊的纪离，沉思半晌，淡声说：“带上吧。”谢寻没有出声反对，
他用精神系异能试探，并没有感知到棕熊的任何危险性。纪阳倒没想那么多，他就只担心妹妹会不会受到伤害。短暂休息调整一番后，重新驱车出发。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根牛肉干递给坐在车座中间的小熊，吃牛肉干嘛？棕熊抬起爪子接过牛肉干咬了口，眼睛顿时亮了。仔仔给的东西香喷喷，好好吃。他开心地晃动着耳朵。纪阳同样很喜欢小动物，他忍不住问了句：离离，我可以抱一下它吗？棕熊停住啃牛肉干的动作，转过身用背影对着纪阳，非常明显的拒绝。纪阳只能无奈作罢。好吧，被嫌弃了。车子一路行驶在市区大道上，末日爆发后网络就连不上了，目前唯一能接收外界信息来源的只有收音机。前几天他们通过收音机知晓了希望基地正在招收幸存者，于是便决定前往。一路上车辆很多，很多得知这个消息的幸存者都驱车前往。兰江市有4个大型基地，每个基地都有自己的招收要求，只有通过筛选达到要求才能入住。现在希望基地缺人，提出的招收要求也很简单，只要没受伤就行。等再过些日子说不定就进不去了，因此所有人都在抢夺这些名额。堵车了，裴寂踩着刹车停稳，休息会儿吧。大概是车辆太多的缘故，导致交通堵塞，前面车子的人陆陆续续停下，幸存的人们从车上下来，3、5成群汇聚在一起。纪离坐在后排，刚打开车窗透气，随即就看到了危险的一幕，是变异兽。快跑快跑！此起彼伏的惊叫声在人群中瞬间炸开，光线似乎一下子变暗，只见灰蒙蒙的天空中数百只变异感染的乌鸦正来回盘旋着，它们冲着奔跑的猎物急速猛冲，锋利的爪子轻易就将人的头骨刺穿，惨叫声接连不断，根本来不及掉头。裴寂凝神用火蜥蜴能将车身覆盖，下一刻5、6只变异食人鸦便扑到车上，它们似乎不怕火，锋利的爪子竟然直接将车顶穿透。跑！车里不能待了！谢巡率先下车应对这些变异食人鸦，领先跑。裴寂面色冷然，握紧枪支对准这些食人乌鸦一枪爆头，顿时场面陷入混乱，人群尖叫嘈杂声响彻天空。纪离跟着哥哥纪阳往前跑，不知被谁拽倒，等再次爬起来，就见一只变异乌鸦朝他扑来。突然棕熊暴吼一声，恢复原样，直立起身，巨大的熊掌狠狠拍向变异食人鸦，而彼时距离大道不远，高大树木上10几只金雕站在粗壮的树枝上看戏。老大，我们站在这里干嘛？金雕小弟歪头疑惑，咱们要过去帮忙吗？救救那些两脚兽！金雕老大冷喝，救什么？一群愚蠢的人类！另一只金雕小弟立马出声，笨蛋！老大对两脚兽深恶痛绝，怎么可能会出爪相救？金雕小弟恍然大悟，扇动翅膀跃跃欲试。那我们现在可以趁机报仇雪恨了，把这些两脚兽都杀掉。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金雕的一致同意。等一下，伙伴们，刚才提出问题的金雕小弟往下探头探脑，看见朝他们这个方向跑来的人群里，其中一个身影格外吸引他的注意力。这个人类的气息让他好喜欢。金雕小弟内心控制不住欢呼雀跃，老大老大，我喜欢这个人类，能不能不要伤害他？金雕老大顺着小弟翅膀指的方向看去，敏锐的视觉轻易锁定住奔跑的小人，他突然愣住了。天哪，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人类完完全全长在了他的心巴上，让雕好喜欢。仔仔摔倒了，见到纪离摔到了地上，金雕小弟立刻飞了下去，金雕老大也立马回过神来，立刻扇动翅膀去查看仔仔有没有受伤，一边下达指令让金雕们解决掉那些变异食人鸦。从地上爬起来刚站稳的纪离，就见到一只比变异食人鸦还要大好几倍的金雕朝他飞来，他整个人瞬间惊住，不待他有所行动，就听金雕叫声透着担忧，仔仔，你有没有受伤？纪离愣了愣，反应过来的他发现金雕貌似和小熊一样没有恶意，于是他摇了摇脑袋表示没有，说完又看向周围，此时10几只金雕已经将周围的食人鸦解决。棕熊晃动着毛绒耳朵看着金雕老大，同为进化的变异动物，它们可以通过气息来分辨彼此是敌是友，很显然金雕是友方。纪离从口袋里翻出对讲机，尝试联系纪阳他们。刚才人群混乱，几人被冲散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找到他们。金雕老大疑惑询问，仔仔，你要找其他两脚兽吗？我帮你找。棕熊重新缩小回幼年时期，回到了双肩包里。纪离则是坐在金雕背上往人群里飞去，奔跑逃命的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呼，只见10几只变异金雕扇动翅膀飞向他们。就在众人以为要完蛋了时，没曾想金雕竟然朝那些被感染的食人乌鸦袭去。食人乌鸦发出凄厉怪叫，试图反击却根本不是金雕的对手。片刻功夫，所有食人乌鸦就全部被解决。任务完成，金雕们扇动翅膀头也不回，潇洒离去，只留下震惊不已的众人。我勒个豆，我这是被金雕救了吗？一个黄毛少年仰头看向金雕潇洒离去的方向。纪阳见金雕把那些感染食人鸦解决掉后，才喘了2口气。他刚回身想说些什么，可话还没出口，就被一个老大爷打断了。小伙子，谢谢你啊，我跑的时候差点被绊倒，多亏你及时拉住我。纪阳顾不上搭理大爷，他猛然松了手，焦急环顾四周寻找妹妹的身影。我去，我那么大一个离离呢？纪阳心急如焚，拿出对讲机边联系边往回跑。另一边谢巡刚从兜里拿出对讲机，就听一道温软声音从他上方倏然响起。谢巡握着对讲机缓缓抬头，就看到坐在变异金雕背上的纪离，他顿时愣了愣，你没受伤吧？纪离从金雕背上下来，看着谢巡担忧询问，谢巡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没有。对方话音落下的同时，纪离就看到谢巡手臂上鲜血直流，可是你的手臂流血了，无碍。谢巡并不在意身上的伤，他更疑惑为何变异动物会亲近女孩。他压下内心深处的疑惑，将银色长刀收回刀鞘里，就这么干流血啊？纪离迟疑几秒，不处理下伤口吗？会发炎感染的。他想了想，补充了一句，我刚觉醒了进化异能，或许能治疗。谢巡闻言抬手将破损的衣袖一把撕扯掉，几道被食人乌鸦利爪抓伤的伤口触目惊心，鲜血染红了整只手臂。纪离倒吸一口冷气，我咧个豆，这哥也太能忍了吧。他急忙集中精力抬手覆盖住对方伤口，微弱的白色光芒缓缓侵入皮肤，半晌原本触目惊心的伤口逐渐愈合，只留下几道鲜红色结痂。
谢寻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等伤口治疗完，他轻声说了句谢谢。不用谢，我们是队友吗？说完这句的纪离只觉得眼前发黑，下一秒身体就要往地上摔去。谢寻及时握住了他的胳膊，目光落在对方苍白的脸上，这是异能消耗过度带来的危害，身体负荷过大，严重者还会导致死亡。他连忙从储物空间里拿出2颗金核，递到纪离唇边，快把这个吃了。吃下金核的纪离感觉身体的异能在缓慢恢复，末世爆发货币也被统一默认为了金核。金核源自变异植物，而金核有8个阶级，红橙黄绿青蓝紫白，红阶金核是最高级的，白阶金核为最次等。金核不仅仅是货币，还能提升自身异能阶级。刚才谢寻给他吃的是蓝阶金核，寻哥听得到吗？对讲机里传来几阳的声音，谢寻拿出对讲机按了下，听得到。那边的几阳声音很焦急，我和李李跑散了，哥哥我没事。纪离急忙凑到对讲机前，你现在在哪？我们去找你。几阳悬着的心可算落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吓死我了。我在东街那条路上，很快一行人汇合成功。裴寂站在树下，神色复杂的看着变异金雕，你妹妹觉醒御兽能力了。几阳对此也不知，他摇了摇头，没有啊，黎黎不是觉醒了冰系和进化吗？而且御兽能力不是电视剧里才会有吗？要末世真有人可以觉醒御兽能力，那岂不是能直接主宰世界？裴寂看了眼乖乖站在纪离旁边的金雕，然后偏头看向好友，那这怎么解释？几阳尴尬的挠挠头发，可能黎黎比较招这些变异动物喜欢。说着说着，他开始坚信了，我们家黎黎这么乖，被变异动物喜欢不是很正常吗？闻言裴寂嗤笑了声，他和这骄纵任性的大小姐虽然只相处了半个月，但是这半个月他可没感觉到他哪乖了。一旁的金雕老大拔了自己一根羽毛叼着送到纪离手里，依依不舍地对仔仔告别，仔仔，这个送给你，作为金雕家族的头领，他不能独自离开家族，只能含泪不舍告别他的心上仔了。纪离把羽毛收好，抬手抱抱金雕，认真说，有机会我会去看你们的。金雕老大含泪点头，曾经因为人类非法狩猎金雕，将他们制作成标本肆意残害的行为，导致金雕老大对于人类深恶痛绝，直到遇到仔仔，他才觉得人类也不一定全是坏人。等金雕飞远，纪离才回到小队里，丝毫不晓得某人在背后蛐他。哥哥，我们要出发了吗？纪阳并没有回答，而是好奇问道，黎黎，你是不是觉醒御兽能力了？没有啊。纪离有些懵，为什么突然这么问？纪阳毫不犹豫出卖队友，是裴哥说你觉醒了御兽能力，我说黎黎你是招那些变异动物喜欢，裴哥还不信。裴寂看着少女奇怪的眼神，不由有些尴尬，他站直身子轻咳2声，没有吗？没有。纪离没有计较某人的背后蛐，偏头问纪阳，我们不走吗？寻哥去弄车了，咱们换条路走，那边太堵了。谢寻重新搞了辆吉普车，这回选择绕远行驶，一路上没有堵塞的情况了，大概用了2天时间，终于到达希望基地。车子停在基地大门外，排队等候检查的幸存者激烈讨论着，咱们这么多人，也不知道基地能全部留下不？可别白等一场。希望基地以前是个大型工厂，末世爆发后被高层领导征用，建造成了避难基地。此刻基地大门敞开，负责招收幸存者的人员正坐在桌子前登记，纪离则是坐在吉普车后排，拿着带果酱夹心饼干吃，边吃边思考以后估计回不去原来的世界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提升异能阶级，在这末日世界他不能永远被保护，必须提升自己实力。啃完最后一口饼干，纪离握拳为自己定下目标，努力成为大佬，日渐稀落。终于轮到他们登记，基地登记人员拿着笔和纸询问，你们谁觉醒了异能？异能等级是多少？裴寂低眸淡声，火系 C 级。裴寂和谢寻的异能等级都是 A 级，但末世绝大多数异能者是不会轻易透露自己异能阶级的，主要还是为了自保。登记完信息，一个戴着红色袖章的年轻小伙给几人检查起受伤情况，确认没有受伤后，便带他们来到了分配的房间。对于有无异能之人，基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简而言之就是能力决定一切待遇，所以基地安排的房间是3室1厅1卫的楼房。休息调整一番，纪离和哥哥出了房间，在基地周围闲逛。这个时间段外出搜寻物资的人已经回来了，他们背着搜寻回来的物资来到一处空地前摆摊，与其他人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彼时被纪离留在房子里的棕熊，迈着粗短的4肢从卧室里出来，面对新的环境，他先是谨慎地绕了一圈，等确认没有任何危险后，才趴在玄关处等待。不过等了半天，仔仔却还没回来，棕熊逐渐开始焦躁不安，迈着小短腿来来回回在客厅里徘徊。仔仔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作为老父亲，他非常担心自家仔。他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出去寻找一番。于是他从窗户攀爬到了外面。负责巡视基地安全的人看到一只动物从眼前跑过去，还以为是眼花了，直到听见同伴一声惊呼传来，是变异棕熊。什么？变异棕熊？他急忙道，你们快抓住他，我去汇报给副基地长。会议室里，一个男人翘着2郎腿笑道，哥，咱们基地现在异能者又增加了不少啊。坐在主位上的男人喝了口茶水，事情安排的怎么样？先开口的男人叫吕鹏，是希望基地的副基地长，是个精神系异能者，他能够驯服变异动物，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吕鹏一双精明凶狠的眼睛闪过暗芒，哥，咱们现在比那个什么红枫基地可强太多了，什么时候去把红枫基地给吞并？吕蒙喝了口茶水道，别急，再等等。吕鹏还想说什么，搁在桌面的对讲机忽然传来声音，听到下属汇报的重大情况，他疼得站起身，你确定没看错？绝对没有看错，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您能过来一趟吗？我马上就到。吕鹏按耐住激动的心情，那只变异棕熊也不知是怎么溜进基地的，但大几率是没有被感染的，要是自己能将它驯服就太好了。哥，我去看看。吕蒙自然也很诧异，他站起身，我和你一块去。不用，我先去看看情况。吕鹏很快就赶到地方，亲眼见到了那只变异棕熊。小棕熊被人拦住去路，他警惕地看着众人，真的是没有被感染的变异兽。吕鹏惊喜极了，往前迈了一步，小家伙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棕熊盯着说话的两脚兽，喉咙里发出低吼，警告他不许再靠近。他并不想伤害这些两脚兽，也希望对方别惹怒他。正准备转身离去，棕熊忽然感觉一股不明的东西侵入他的脑子，
难以忍受的疼痛让棕熊暴怒，瞬间增大的体型超过4米。他盯着面前这群人类，巨大的爪子拍落，吕鹏急忙收回异能躲闪，面色变得难看起来。是 A 级变异兽，根本不是什么棕熊幼崽，还他妈愣着干嘛？都上啊，杀了他！正闲逛的几黎听到熟悉的怒吼声微惊，几阳也被吓了一跳。理我们！他话还没说完，就见妹妹放下手里的东西，抬步往那边跑。几阳愣了下，也跟着跑了过去。暴怒的棕熊几乎杀红了眼，巨大的熊爪挥起落下，满地都是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吕鹏终于感到害怕了，他慌不择路，用异能试图控制暴虐的变异棕熊，争取时间等他哥带着人来解救。他根本不明白，越是这样只会更容易激怒变异棕熊。等吕蒙带人急匆匆赶到的时候，就见弟弟倒在地上不知生死。小鹏！吕蒙大喊，冲过去查看弟弟伤势。就在这时，一道嘶哑凶狠的叫声响起，不同于棕熊震天响的怒吼，这叫声充满恨意。只见一只体长2米的变异猞猁从远处跑来，他朝着倒在地上的吕鹏扑过去。吕蒙心惊，急忙抱着弟弟躲开。这只猞猁被吕鹏用精神系异能控制虐待了整整1个月，直到今天猞猁感觉意志控制他的那股力量彻底消失，他才重获自由，逃出牢笼的那一刻，报复心极强的猞猁疯狂寻找那个虐待控制他的人类，他要把那些人类全部撕碎。一旁的异能者们见到这凶残的一幕，纷纷起了退缩心思。吕蒙察觉到，怒喊：我看谁敢跑，都特么给老子上！杀了这只变异兽！拜托，你不要命你上啊！异能者们腹诽，见情况不对直接跑路。猞猁没管逃跑的异能者，他的目标是吕鹏和吕蒙这2个人类。想到遭受的虐待，猞猁更加暴怒，尖锐的爪子朝着前方狠狠抓过，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便在吕蒙身上留下。吐息异能避及的他压根打不过暴怒状态下的猞猁。几黎循着棕熊怒吼声跑到这里，就见一只猞猁在疯狂撕咬人类。蹲在角落里的棕熊闻到自家仔仔的气息，停下舔舐伤口的动作，低低吼了声。他有些局促不安，好像闯祸了，不知道仔仔会不会生气。小熊听到几黎叫他，棕熊动了动毛茸茸的耳朵，迈着粗短4肢走过来。仔仔，几黎巴拉着小熊担忧问，出什么事了？有没有受伤？棕熊晃晃脑袋，委屈呜呜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那股试图控制他的力量让他好难受，那群人类真坏。几阳好不容易追上妹妹，便看到一只巨大的棕熊，他顿时瞳孔地震。我了个擦，这是那只小熊吗？几黎摸摸小熊低下来的鬃毛大脑袋，我没生气。他轻声安抚，你先变小，我带你回去治疗。在干掉吕鹏和吕蒙2人后，一旁发狂的猞猁终于冷静，他浑身染血，冰冷的兽瞳盯住不远处的2人一熊。小熊待在几黎怀里，冲着猞猁呜了声，他们是能沟通的，只是猞猁从出现到目前都没有说过话。猞猁站在原地打量着几黎，他疑惑歪了歪脑袋，似乎有点不明白，这个人类的气息让他很喜欢，内心深处有种想要靠近的冲动。但是在经历被虐待控制以后，他对人类的憎恨已经到达顶峰。于是猞猁不再犹豫，转身快速奔跑。随着猞猁消失不见，几黎抱着小熊也回到安排好的房间。小熊受了皮外伤，对于自愈能力极强的变异棕熊来说不严重，只是被精神系异能袭击的脑子还绞痛难忍。几黎尝试用净化异能帮他治疗，很快一阵白光侵入棕熊的精神视海。10分钟后，几黎看向趴在地面的棕熊，现在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棕熊现在只感觉像躺在棉花糖上，浑身舒服的快飘起来了。他晃晃脑袋看向几黎，不难受了。仔仔你好厉害。谢巡和裴寂从外面回来就听说希望基地出事了，等回到房间听几阳把事情完完整整说完，2人陷入沉默。所以希望基地的基地长和副基地长都死了。隔天这件事在基地内迅速传播开，引起了各种讨论。昨天到底发生啥了？你们有知道的吗？我昨天看见那个副基地长吕鹏的变异猞猁跑了，身上全是血，那变异兽不是感染了吗？没有感染。我听别人说吕鹏那家伙经常打骂那只猞猁，吕鹏虐待控制变异动物的事情也跟着传播开，大家从先前的感叹变成了不解嘲讽，这不纯属活该吗？谁不知道那些变异动物报复心极强，简直是自寻死路。又过2天，新的基地长上任，名字叫严修，是个雷系级异能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所有异能者来参加，顺便讨论一下基地未来发展。裴寂自然也收到了邀请。当天傍晚，慢悠悠来到会议室，寻了个角落坐下。严修坐在主位，开始了讨论。在经历1个小时的讨论和演讲后，宴会结束，裴寂回了住处。刚打开门，就见3个人眼巴巴地看着他。裴寂有些疑惑，怎么集体犯病了？几阳解释道，我们就是好奇宴会上都说了什么。裴哥，你快坐下和我们讲讲。裴寂懒洋洋地坐到了沙发上，没仔细听，都是些废话。几阳顿时懵了，随后继续追问，那这个新上任的基地长怎么样？还行，人模人样。什么叫人模人样？几阳被噎住了。对了，裴哥，你们明天外出带上我呗，作为兄弟我也得为咱们队伍出份力啊，顺便提升锻炼一下自己。坐在旁边的几黎也跟着说道，我也想去。不行。几阳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他严肃看着妹妹，外面有多危险你知道吗？乖乖在基地等我们回来。裴寂闻言挺意外的，这大小姐竟然也想跟着一起去。以前对那些变异动物和异化人害怕的要死，现在突然就转性了。被拒绝的几黎垂眸哦了声，没有无理取闹着非要去。几阳以为妹妹死心了，然而次日8点，在他们驱车离开基地后，几黎背着双肩包也溜出了基地大门。徒步走了一段距离后，他将待在背包里的小熊抱出来。棕熊晃晃耳朵，恢复原来的体型，嗷呜呜发出兴奋的吼叫。仔仔，我们要去哪？几黎环顾一圈，确认好方向，往这边出发。要想提升实力，就得需要晶核，而晶核都是击杀变异植物获得，在野外是植被最多的地方，但稍不注意就会被变异植物残忍弑杀。几黎清楚获得晶核的途径很危险，所以非常小心翼翼，也不打算去植被很多的地方，只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刚到达目的地，几黎就听到几道惨叫声，他急忙朝前方看去，便看到远处一朵巨大的黄色花朵盛开。此刻大黄花正低垂花瓣注视着闯入领地的人类，在人类对他发起进攻时，他突然张开血盆大口，躲闪不及的倒霉蛋被瞬间吞噬。变异食人花也是有弱点的，
趁着他咀嚼食物的间隙，其他人纷纷使用异能，最后终于将这朵大黄花消灭。随着大黄花死亡，2颗绿色金核掉落在了地面上，花园已经被人捷足先登。几黎见状，准备换个地方，刚转身往前走了2步，突然察觉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什么人？出来！话音落下，一个黄发的青年速度很快朝这边冲过来，对方应该是觉醒了速度型异能。黄毛青年停下步伐，定睛看向前方的少女，突然瞪大双眼：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几黎有些懵，你认识我？黄毛青年点点头，我见过你，在希望基地排队的时候，我在你们后面。棕熊看到眼前的黄毛青年，眼神警惕起来，对着他低吼2声。黄毛青年先前只注意到几黎，完全忽略了一旁的棕熊，这会儿被猛兽突然响起的低吼声转移了视线。在看清楚棕熊的模样后，他心脏差点骤停，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太奶了。听到猛兽的低吼声后，一个绿毛男人匆匆赶了过来，随后便看到一只巨大的棕熊，他吓得一句卧槽脱口而出。几黎见状忙不迭解释，你们别怕，他不咬人的。黄毛青年颤颤巍巍指着棕熊说，他不咬人，但他吃人啊。他也不吃人，也不晓得是不是错觉。黄毛青年竟看到棕熊不屑地瞥了他一眼。绿毛男生从惊吓中回神，视线落在出声解释的几黎脸上。是你，我们那天在希望基地见过你，还记得吗？几黎眨眨眼，我们见过吗？绿毛男生一拍脑门大笑，哈哈哈，你可能没注意到，没关系没关系。他往前迈步伸出手，我们现在可以认识一下吗？我叫林耀祖。黄毛青年一把将弟弟推开，自我介绍，大佬你好，我叫林光宗。他神情认真又好奇问了个重要问题，冒昧问一下您是怎么驯服变异棕熊的？他真的好羡慕啊，他也想要一只会打架会保护他的变异动物。这个问题把几黎问住了，他自己也很懵，只能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林光宗不可置信，难道变异棕熊是自愿跟随大佬你吗？好像确实是这样。林光宗狠狠破防了，不是吧老天爷，他运气这么不好吗？怎么没有变异动物自愿跟随他？站在一旁的林耀祖开口，你也是来收集金核的吗？我们要不要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是火系异能，我很厉害的，绝对能保护你。林光宗毫不留情将弟弟一脚踹开，大佬您别搭理他，他就是个傻子，能让变异棕熊自愿认可跟随的人，实力能弱吗？也不动动脑子。几黎摇摇头表示没事，不用了，我和小熊去别的地方。在末世人心难测，不少人的道德底线早就沦丧了，压根不能保证别人会不会被刺你。时间来到傍晚，外出搜寻物资的幸存者们陆陆续续回来，几黎也背着双肩包，迈着开心的步伐回到了基地。今天收集了10几颗金核，距离成为大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明天继续努力。就在快要到达居住的地方时，他恍然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快步而来，是裴寂。几黎猛然调转方向，想装作没看见，结果身后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响起，几大小姐，你去哪了？几黎结结巴巴，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心虚什么，没去哪呀，就在基地逛了逛。基地门口的人说你出去了。裴寂想了想，还是说道，几大小姐，这是在末世，除了几阳没人在乎你的死活，能听懂吗？几黎却一脸平静，我没有惹是生非，我知道这是在末世，我会保护好自己。说完，几黎头也不回，直接转身离开。裴寂低头思考了许久，才从兜里拿出对讲机，人找到了。几阳松了口气，他急忙回到住处，就见妹妹安然无恙出现。黎黎，你去哪了？几黎乖乖认错，我去基地外面找金核了。哥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几阳对着妹妹柔声道，没受伤就好，明天和我们一起去收集金核吧。他今天思考反省了整天，觉得自己昨晚不应该反对，现在是末世，各种危机层出不穷，他也不可能做到时时刻刻保护在妹妹身边，所以应该让黎黎提升异能锻炼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只能依靠别人的金丝雀。吃完晚饭，简单洗漱一番，几黎抱着被子准备睡觉，小熊安静地躺在枕头边，仔仔晚安。次日，几黎是被基地广播声吵醒的，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还不晓得发生了啥，就听到广播一道急促的声音响起，全体注意，前方发现大批变异毒蛙正朝基地这边靠近，请所有异能者到基地门口集合，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共同迎战。急促的广播声反复回荡在基地内，所有幸存者都慌了神，如果失去这个避难基地，那他们将会再次陷入颠沛流离的日子之中。于是所有幸存者都开始准备起来，他们拿上自制的武器走向基地门口，准备迎接这场大战。几黎来到基地门口，就见到了新上任的基地长严修，看到抱着棕熊的几黎，严修转过身来，这是变异棕熊。是的，严修没有再问什么，转而看向前方，为了基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围墙上面架起自制火箭炮，众人严阵以待，看向前方，一个站在瞭望塔的异能者拿着一个大喇叭，他们朝着基地方向来了，目测有上百只，人群顿时炸开。天哪，上百只，咱们不会要完蛋了吧？几黎爬到围墙上，就看到一大群变异毒蛙正朝这边冲来。他回想起这段剧情，具体情况书里没有详细描述，只是最后写到希望基地遭遇重创，幸存者死伤无数，该怎么改变这个结局呢？几黎思绪混乱。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谢寻开口，是异化人，是他控制了那些东西。严修听到这个信息，脸色都不好了，他立刻召集一部分异能者准备前往解决异化人。几阳也准备和裴寂、谢寻两人去帮忙。他临出发前千叮咛万嘱咐妹妹保护好自己。我知道了。几黎将小熊塞到他怀里，哥哥，你带着小熊一起去吧。几阳忙不迭点点头，黎黎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他的。几黎有些语塞，不是哥，我是让小熊保护你。扎心了，他看起来很弱吗？好吧，是有点。几辆车开出基地，驶向异化人的位置，战斗一触即发。变异毒蛙进攻到了围墙下方，他们似乎受到了什么指示，发疯似的试图冲进基地。异能者纷纷使用各种异能阻拦，然而或许是书中的剧情不可逆转，基地还是不幸被攻破。而另一边，严修率领着众人赶到异化人的位置，就见一个青灰色皮肤的怪物站在前方，看见突然出现的人类，他喉咙里发出怪异沙哑的叫声，阴暗爬行飞快冲过来。异化人速度极快，在一个男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就伸出利爪刺穿了那人的胸膛，又消失不见。在树上，有人惊呼，下一秒那怪物又伸出利爪，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抓
抓起一人逃离。该死的！严修异能打了个空，脸色极其难看。这怪物速度太快了，只能想办法先将他围困住。谁是精神系异能者？我是。谢寻站了出来，严修目光落在他身上，快速将作战想法说出。话音落下，那异化人又突然出现，冲向人群。突然一股未知的东西将他控制，他爬行的动作停顿住，紧接着因为遭受攻击而发出刺耳诡异的怒叫。不好，他好像在召唤其他东西，快阻止他！但已经晚了。下一刻，几十只狰狞恐怖的怪物出现，冲向人群。纪阳面色有些难看，裴哥，现在怎么办？裴寂面色也不太好，还能怎么办？和他们拼了！我去引开他。谢寻神情依旧冷静，他握着银色长刀劈开一只扑过来的怪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血腥味弥漫，四周狰狞恐怖的怪物倒伏一片，直到最后一只怪物被棕熊撕碎，他才松了口气，然后背着异能耗尽昏迷的两个人往前跑去。纪离背着背包从外面返回到临时藏身处，推开厚重的铁门，然后坐到了小桌前。自从那天基地被攻破后，他就和纪阳他们分散了，也不晓得现在他们怎么样，应该都没事，毕竟是主角团 A。纪离算了算时间，他独自待在这个顶楼隔间已经5天了，期间他也返回去寻找过他们，但一个活人都没见到，基地也被破坏的一团乱。纪离拖着下巴呢喃，现在该怎么办呢？也不能长期待在这逼仄的隔间里，不然明天启程去红枫基地瞧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明天出发。次日清晨，收拾完东西，纪离独自踏上了新的征程。他找了一辆小汽车，根据兰江市地图的路线出了城区。等好不容易来到郊区，天色都黑了，夜晚开车很危险，寻了个位置停下，纪离决定在车里休息。彼时随着夜幕降临，远处连绵起伏的高山上，一只体型庞大、身姿矫健的黑豹出现。他站在山顶，一双绿油油的兽瞳四处张望，最后他看向一个方向，好似确定了什么，朝那个方向奔驰而去。车内纪离眼皮越来越沉重，就在他快睡着时，一样的声音突然响起。纪离瞬间惊醒，坐直起身，看向挡风玻璃外，漆黑的夜里，一双绿油油的光亮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什么东西？没等他试图看清，那抹绿油油的光亮便消失不见。纪离眨眨眼，开始思考自己是应该驱车换地方，还是等天亮再说。思考了整整10分钟，他决定等天亮再说。第二天天蒙蒙亮，纪离就醒了。他推门下车，深呼吸了口新鲜空气，拿出地图查看位置，应该没走错吧？他不太确定地环顾四周。然而当他目光落在10米开外的大树下时，突然被吓得肾上腺素飙升。只见远处一只体型庞大的黑豹伏低身躯在树下，绿油油的兽瞳紧紧盯着纪离，也不知在想什么。这只黑豹昨晚就出现了，不会在这里守了整夜吧？他要干嘛？现在驾车跑还来得及吗？一人一兽对视半晌，纪离往后挪动2步，也就是这2步让黑豹瞬间冲过来，庞大的身躯将他整个遮住。不待纪离有所反应，黑豹就飞快低下脑袋，伸出巨大的舌头舔了口眼前这个气息让他非常喜欢的人类。被迫呼了一脸口水的纪离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他欲哭无泪，默默从兜里拿出纸巾擦了把脸。等重新睁开眼睛，就见这只超大号毛茸茸把脑袋凑近拱他，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呼噜声，像只温顺的大猫猫。纪离被拱得站都站不稳，急忙伸出手借力扶住这只大黑猫，然后后退2步，盯着他试探性问了句：“你会说话吗？”变异黑豹盯着面前的人类好几秒，低低呜了声仔仔。纪离属实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棕熊金雕以及变异黑豹都叫他仔仔，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弱小吗？原本还想纠正下这个称呼，但好像不管叫什么都不太对劲。算了，就这样吧，他们开心就好。冷静下来的纪离坐在地上，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孜然烤饼，然后吃了起来。看见蹲坐在树下的黑豹，他招了招手示意黑豹过来，然后从空间中拿出一罐牛肉罐头，这是前2天从一个宠物医院里搜寻出的，本来打算带给小熊尝尝，但没想到遇见这只大猫猫。纪离将罐头打开递到黑豹嘴边，吃吧，这是牛肉罐头。黑豹抽动鼻子闻了闻，然后试探性的舔舐了口，一罐牛肉罐头很快被吃干净，天彻底亮了。纪离站起身，拍拍手，看向黑豹：“我要走了，大猫猫，我们有缘再见。”黑豹蹲在原地，低低呜了声，好像不想让纪离走。纪离转身准备离开，衣服忽然被一道力扯住，不能往前。回头看向咬住他衣服的黑豹，疑惑歪了歪脑袋：“怎么了？”很快纪离便猜到原因：“你想跟我一起走？”黑豹轻呜：“懂了懂了，那一起吧。只是你可以变小吗？”似乎没被感染的变异动物都可以自由变化体型，其中自然包括黑豹。回到车内，黑豹端端正正坐在副驾驶，一双绿色兽瞳盯着前方。车子重新启动，约莫开了2个小时，最后因为没有停在了路边。纪离推门下车，隔着500-600米就看见一栋建筑，我们去那边看下吧。黑豹跟着从驾驶位上跳下车，迈着毛茸茸的小黑爪贴近，要抱吗？准备步行走过去的纪离低头询问，黑豹没吱声，体型恢复至原来，巨大的身躯趴伏在地面，眼神示意纪离上来，没想到还是只高冷豹，一人一豹来到建筑前。纪离打量了一圈，乳白色的建筑经过风吹日晒变得发黄破旧，大门正上方的字样都有些斑驳，但也能看清写的是兰江大学这4个字。绕着这座空无一人的大学逛了逛，纪离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在这里暂时住下，比起去陌生杂乱的基地生活，独自待在这里也挺好的。这个想法刚冒头，一道机械音就在脑海里响起：末世领主令牌已发放至背包，恭喜玩家纪离成为苍冥大陆第6位领主。啥玩意？纪离顿时懵了。随着这段话落下，一块透明面板弹出，整个兰江大学的全景呈现在面板上，最下方有4个按钮，分别是房屋、建筑、工厂、耕种。纪离掐了把自己，竟然不是幻觉，可是原文里没有这种剧情啊。不过既来之则安之，这么想着他继续查看，一块金光闪闪的令牌映入眼帘，上面写着4个字：领主令牌。这令牌要怎么使用？他疑惑按了下，下一秒弹出文字：恭喜玩家纪离开启基地建设之旅，请为基地取个名字吧。纪离思考2秒，指尖触碰透明面板打字：桃园基地。机械音再次响起：桃园基地已成立。话音落下，只见周围被白光笼罩，大概过了2分钟，一栋20平方米的木屋矗立，而木屋周围围着一圈栅栏，栅栏外整个兰江大学都成了开阔平地，面板也发生了变化。桃园基地等级0级，人口1/5，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栅栏、
金币0，面板下方是需要完成的任务。任务1：新手任务，击杀怪物1只，即可获得田地1平方，金币50。当前剩余时间30分钟。任务2：升级1级基地所需房屋，初级仓库。任务旁边的白色小框里标注着需要用到的材料。木屋所需金币5，木材20，石料20。初级建筑仓库所需金币10，木材100，石料100。任务发布后，几黎便匆匆出了基地。新手任务很容易就完成了，剩下只差采集木材和石料了。他来到附近的一座山中，然后从空间取出一把斧头，任劳任怨开始干活。超额完成任务，几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基地。采集的木材和石料自动被收进了仓库里。桃园基地升级完成，面板自动弹出几条信息：恭喜玩家几黎任务完成，奖励田地1平方，种植指南1本，驱虫喷剂1瓶，已发至仓库，请注意查看，已解锁西红柿种子、玉米种子。画面一转，基地里一块肥沃的田地出现在不远处的空旷地上。几黎连忙走了过去，然后从仓库里拿出种植指南翻看。种植方法很简单，直接将种子埋进土地里，每天驱虫浇水1次就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也非常快，比如西红柿的生长周期只需要半个小时，玉米的生长周期就更短了，只需要10分钟。比起成为末世大佬，他现在更喜欢种田。作为华夏儿女，种地的基因深深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将种子拿出埋在田地里，驱虫喷剂喷洒，浇水完拍拍手心上沾染的泥土。几黎就这么蹲在旁边，眼巴巴瞅着种子发芽结果。10分钟后，玉米果然成熟了。几黎捡了堆干枯树枝，然后拿出打火机点燃树枝，烤了串玉米。大猫猫，吃玉米吗？举起烤好的玉米，他询问趴在旁边的黑豹。黑豹低头嗅闻2下，然后略带嫌弃地撇开脑袋。行吧，尊重理解美之兽的口味。几黎捧着热乎乎的烤玉米咬了口，玉米口感香甜软糯，果然游戏出品，必属精品。啃完玉米，再次调出面板。新的任务已经发布。任务1：升级2级基地，所需木屋、电厂、净化水厂。任务完成，奖励金币1000枚。采集回来的木材和石料刚好够用，一键将基地升到2级。只见白色光芒闪过，事务中心面积变为50平方米，栅栏升级成围墙。几黎带着好奇心在基地溜达2圈，又跑去看新建设的电厂和净化水厂。电厂和水厂的构建看着非常高级，自动运作模式很省心省事，但是每个月要消耗1万金币才能保证机器正常运作。兜里只有1037枚金币的几黎表示根本付不起。夜幕降临，几黎简单洗漱完，便躺在事务中心的沙发上准备睡觉。明天还有一堆事情要忙，晚安大猫猫。变回幼年时期的黑豹趴在地毯上，听到仔仔对他说话，他低低呜了声回应。次日清晨，几黎是被一阵提示音惊醒的，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见面板自动弹出，下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申请加入的东西，点进去查看7、8条申请加入基地的信息。几黎顶着满脑子问号走出事务中心，就听到基地外面杂乱的动静。他刚打开门，就见门口站着一群幸存者。你是桃园基地的领主大人吗？请问您这还缺人吗？为首的青年询问。这个称呼让几黎有些懵，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对方解释，我们是接到了一条通知来到这里的，这些人是从其他小型基地逃出来的，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磨难才走到这里，而在踏入这无比空旷的地带后，这些人全部收到了来自末日法则这个游戏的通知。幸存者们激动坏了，这可是游戏亲自发布的通知，告诉他们兰江市桃园基地已经建设，这代表基地受游戏保护，他们也许不用再颠沛流离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必须要去桃园基地。几黎听完表示压力好大，基地由他管理真的不会有问题吗？为首的青年见几黎不吱声，忐忑不安地问道，领主大人，请问我们能加入基地吗？可以，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基地目前缺少木材和石料，你们每人提供100块木材或者石料，就能成为桃园基地的居民。另外，目前基地正处于建设阶段，担心人身安全的可以去别的基地。幸存者们闻言并没有离开，反而目光更加坚定。领主大人，我们愿意为了基地共同努力。几黎带着一行人来到事务中心，他打开摆放在桌面上的电脑，依次录入这些人的全部信息并识别虹膜。信息录入完成后，几黎将电脑自动打印出的黑色卡片递过去，卡片类似身份证，最上面写着桃园基地居民证7个字，这是桃园基地的居民证，记得保管好，出入基地和消费都需要用到。幸存者们拿着属于自己的居民卡，神情都非常激动。太好了，我也是有基地居民证的人了，咱们先去采集木材和石料。先等等，领头的青年名叫曲靖，他看向与他结伴同行的众人，咱们得先找几辆车，不然木材和石料怎么弄回来？几黎录入完最后一个幸存者的信息，听到曲靖的话出声解释，基地和那座后山是一体的，你们采集的木材和石料会被自动收进仓库，不用担心。闻言，曲靖并没有选择多问，而是和众人结伴出了基地。几黎坐在椅子上调出面板查看，桃园基地等级2级，人口9/15。任务刷新，升级3级基地，所需建筑交易大厅、居民楼房1栋。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增加2平方，金币5000。关掉面板，几黎起身出了基地，也去采集木材和石料了。采集材料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等超额采集完所需材料，众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尽管如此，但谁都没有抱怨一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桃园基地的居民，为了基地能发展得更好，当然会加倍努力。临近中午，几黎先回到了基地，把任务给完成。等一切弄好，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回来。当看见基地大变样，都很诧异。吕阳指着矗立在远处的居民楼，瞪大眼睛惊呼：曲靖哥，这是什么情况？我没有眼花吧？曲靖摇头，反应平淡。你玩过经营类游戏吗？玩过呀。
我大学的时候天天玩那个部落冲突。吕阳恍然大悟，那咱们领主大人不就是天选之子，被游戏选定，好羡慕啊！曲靖不置可否，我猜这个世界上不止一个桃园基地，其他地方应该还有。这个游戏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谁也猜不透。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活着。领主大人，我们采集回来了。见几离从事务中心出来，幸存者们顿时激动起来。几离看向满头大汗的众人，辛苦大家了，木材和石料暂时足够了，下午不用去了，大家在基地里好好休息，明天再说。说完，目光移到曲靖身上，你叫曲靖是吧？等会儿你帮忙分配一下食物。曲靖忙不迭应声。火堆升起，幸存者们围坐一圈，曲靖依次将塑料筐里的玉米和西红柿分发。不仅如此，还有一瓶矿泉水。大家围着火堆边烤玉米边吃着新鲜的西红柿，感觉像是一场梦。而彼时兰江市城区内，纪阳用异能击杀了被感染的变异植物。他捡起掉落在地面的金盒，思绪万千。那天他异能消耗过度，陷入昏迷。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回基地寻找妹妹。可当他回到基地，看见满地干涸的血迹，差点又昏过去。他跑遍了基地每个角落，在没有看见妹妹的身影后，反而松了口气。纪阳看着一旁的裴寂，离离自己一个人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裴寂淡声安慰：“你不是说你妹妹特别招变异动物喜欢吗？”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还是有些担心。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对了，谢寻哥他这么久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会有事。也是，寻哥这么厉害，怎么可能会有事？不过咱们还是得快点找到他们。说完，纪阳转身又看向望向远处的棕熊，突然哎了声想到什么：“小熊，你能闻到离离的气息吗？”棕熊居高临下瞥了他一眼，仿佛在说：“你看我能说话吗？”休息调整一晚。次日清晨，幸存者们纷纷起来准备出门。哎，你们快来看，有人发现了什么？抬手招呼其他人来事务中心。昨天基地升级，交易大厅门外多了一块电子屏幕。此时屏幕上显示：收购木材100单位可换取100金币，收购石料100单位可换取120金币，招聘一位记录员，日结工资50金币。众人看向屏幕，七嘴八舌讨论起来：这个金币有什么用？你傻呀，金币就是钱，肯定是用来买东西啊！你们快进来看。交易大厅门敞开着，吕阳好奇逛了一圈，当看见电子屏幕上出售的泡面、吐司、面包等等，差点激动坏了。刚才还疑惑金币有什么用的人，看着屏幕上显示的各种食物，顿时馋得直流口水。老天呐，没想到都末世了，我还能有机会吃到泡面，那还愣着干嘛？咱们赶紧去采集木材和石料啊！对，快走快走，我来当记录员吧。人群里一个拄着拐杖的中年男人出声，他腿脚不便，采集木材和石料要比普通人更加费时费力。昨天也是有人帮助他才采集完成的啊。对，兄弟你就负责记录就行，别的啥都不用干。有了金币作为动力，大家采集木材和石料更有劲儿了。事务中心内，纪离坐在椅子上，拖着下巴调出面板，在查看新任务。桃园基地等级3级，人口9/20，建筑事务中心，木屋3间，初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金币5737。任务1，升级4基地，所需建筑裁缝店、便利店。任务2，提升净化异能阶级地级，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5平方。纪离有些懵，没想到当了领主还得提升异能阶级啊！这时消失一整天的黑豹迈着4肢出现，他嘴里叼着一个布袋，走到纪离面前，将布袋放下，冲着纪离呜了声：“大猫猫，你去哪了？”纪离抬手摸摸黑豹的脑袋，目光落在他叼回来的布袋上，这是什么？黑豹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扒拉布袋示意他打开。纪离打开布袋，几颗紫色的果子映入视线，他看向黑豹：“这是给我吃的。”黑豹点头，他捧着果子咬了口，突然杏眸睁大，是蓝莓，想不到这个世界还有蓝莓，而且是这么大一颗。仔仔喜欢吃吗？高冷豹第二次开口说话，纪离认真的看向黑豹，喜欢，谢谢你大猫猫。他忍不住抬手抱住黑豹亲了口，黑豹被亲猛了，一双圆溜溜的兽瞳愣愣的看着纪离，过了7、8秒，纪离才放开了黑豹。对了，你有名字吗？没有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好不好？一直叫大猫猫也不太好，取个什么名字呢？叫闪电怎么样？黑豹当然同意了，不管仔仔叫他什么都可以，只要仔仔开心就好。纪离带着闪电出了基地，准备收集金盒，因为提升异能阶级需要大量的金盒，而彼时距离基地5公里外，一群幸存者正不幸被变异鼠包围。天哪，这下该怎么办？他们是从遥远的村落里逃出来的，整个村子死伤无数，现在就剩下10几个人，没多余留给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时间。变异鼠便全部扑咬上来，老子和他们拼了！一个男人被愤怒冲昏头脑，拿着砍刀神情疯狂对着这群变异鼠乱砍，顿时场面一片混乱，惨叫声响彻天空。纪离听到动静出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血腥刺激的画面，来不及多想，纪离连忙用异能凝结出了一把剑。这些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来练习一些招式，现在终于可以实践下了。他握住剑柄径直跑上前，白色冰雾蔓延将变异鼠困住，冰剑趁机刺入，下一秒变异鼠轰然倒地。纪离惊呆了，握着剑柄眨了眨眼，是他变厉害了，还是说这些变异鼠太菜了？黑豹解决这些变异鼠比他还轻松，一爪一个简单粗暴直接拍碎。看样子是这些变异鼠太菜了，虽然菜，但对于没有觉醒异能的普通人而言就是一场灾难。被救的幸存者们看向突然出现的纪离，互相搀扶着往前一步，感激涕零的看向他，谢谢您救了我们。纪离收起长剑，摇摇头表示不用谢，举手之劳而已。你们这是要去哪？人群中一个少年抢先回答道，我们要去红枫基地。姐姐你呢？顺路的话我们能不能一起？少年名叫孟星，今年16岁，他是这些幸存者里唯一觉醒雷系异能的人。纪离闻言想了想，我是桃园基地的，你们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基地？桃园基地，孟星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他犹豫几秒，问了最担心的问题，姐姐，你们基地招收普通人吗？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觉醒异能，无论是不是普通人都招收。那太好了，我们去桃
桃园基地。几黎将他们送到了基地边界处，这片区域与基地是一体的，不会发生任何危险。你们从这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几黎叮嘱完，才转身与闪电离开。一人一豹来到了北郊鱼塘，这里植被茂密，是异化植的天堂，2米多高的杂草肆意生长，空气变得异常闷热难耐，夹杂着某种腐败的腥臭味直冲天灵盖，好难闻。几黎忍不住抬手捂住鼻子，小心翼翼地往里面走。穿过这片杂草，映入视线内的是很大一片紫色花海，几乎望不到尽头。走了几步，几黎隐隐约约察觉不太对劲，他屏住呼吸后退了2步。而就在这时，生长在边缘处的一朵紫花迅速膨胀到了2米高，这是 C 级异化植，不难对付，最后被黑豹一爪弄断。随着异化植死亡，2颗青色晶核掉落在地面上，捡起晶核揣进口袋里。几黎准备换个地方继续收集，而就在他目光不经意瞥到花海中央时，却发现了一道人影。没看错吧？他小心地迈步往前，当靠近过去看清楚样貌后，几黎倏然瞪大眼睛。谢寻，他怎么会在这里？几黎不可置信蹲下身查看，谢寻正躺在花海里，他的手臂血肉残缺了一大块，能清晰看见森森白骨，触目惊心的伤口让几黎心惊，但幸好对方还有气息，将谢寻弄到闪电背上。几黎先让闪电回基地，他准备驱车去找点消炎药之类的药品。闪电，你先把他背回去好不好？我还有事要忙。黑豹低呜了声，非常听话，转身往基地方向跑去。几黎也出了北郊鱼塘，准备找辆车搜寻些药品。突然异样的声音响起，几黎大惊，环顾四周，可还没看清楚，便被一道身影重重扑倒在地。要完了！几黎心脏骤缩，下意识地抬眼看向将他扑倒的身影，竟然是只狮子，体型巨大无比的黑毛雄狮居高临下盯着面前的人类。几黎呼吸一滞，目光落在他棕黄色兽瞳上，确认他没有被感染后，他才稍微安心了些，但随即又感到不解，这只狮子干嘛扑倒他？这时黑毛雄狮缓缓低头凑到几黎脖颈处闻了闻，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下。几黎只感觉头皮发麻，狮子没有继续舔舐，他挪开摁在人类肩膀的前爪，然后懒洋洋的原地趴下。几黎愣了片刻，从地上坐起身，发现大狮子并没有离开，他撑着身子往后挪动，准备站起身离开，只是刚挪动2下，狮子就低吼了声。几黎不解地看向他，双方大眼瞪小眼，半晌他才反应过来，狮子应该是不想自己离开，可是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忙啊。突然他眼前一亮，然后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罐牛肉罐头，小心翼翼地递到这只狮子嘴边。吃吗？黑毛雄狮甩了甩尾巴，嗅了嗅递到嘴边的牛肉罐头，确定没有危险，才埋头一口一口舔舐。狮子进食完并没有走，他懒洋洋地趴在地面舔着爪子打理自己，看见没有危险，几黎才小心翼翼地问了句：你能听懂我说话吗？狮子停下舔毛的动作，一双兽瞳注视着面前的人，然后对着几黎伸出了毛茸茸的爪子，表示能听懂。几黎一脸惊喜，捏了捏这只巨大的爪爪，你好乖只不过我还有事要先走了，你也快回家吧。大狮子垂下尾巴，表情明显很失落。仔仔，你不喜欢我吗？没有啊，谁会不喜欢超大号粘人的毛茸茸呢？听到几黎的回答，他乖乖嗷呜了声。那仔仔我跟你回去，既然不能养仔，那让仔仔养他。桃园基地内，中午返回基地歇息的幸存者们围坐在一起闲谈。也就是这时，孟欣带领着众人来到基地门口。哎，有人来了！曲靖率先迎上前，看着这些幸存者血迹斑斑的模样，忍不住好奇询问。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曲靖才对着众人说道：领主大人还没有回来，你们暂时先在外面等一下，只有申请通过才能进入基地。想要成为桃园基地的居民，需要每人交付100单位的木材或者是石料。几黎回到基地的时候，就见那些幸存者坐在门口，他快速调出面板将申请通过，让他们先进基地。姐姐，木材和石料的事。孟欣开口：不急，等下再说。几黎摆摆手，快步跑到事务中心里，环顾一圈便看见躺在沙发上的谢寻。他快步走过去，蹲下身，从背包里拿出医药品，结果刚打开盖子就发现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已经愈合，明明之前还很严重，现在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自愈能力？几黎搞不清，只能作罢，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就行。他拿出一条毯子盖在陷入昏迷状态的谢寻身上，然后又去忙活其他事情了。就当他刚走出门口，原本还趴在地毯睡觉的黑豹嗅闻到其他猛兽的气息，猛然睁开了绿油油的兽瞳。待在背包里的狮子大摇大摆钻出来，他同样也看见了趴在地毯上的黑豹，双方对视，战火无声燃起。黑毛雄狮率先出声：你身上有仔仔的气息。黑豹眼神冰冷，滚出去。狮子顿时瞪眼，你敢这么和本狮子大王说话？黑豹懒得废话，直接冲上来动手，打算把这只家伙赶出去。狮子见状，嗷呜一声也冲了上来，打着打着他们体型变回原来，怒吼声划破了整个基地。臭豹子，你敢打本狮子大王，你不想活了？黑毛雄狮骂骂咧咧。几黎听到动静推门而入，就见2只毛茸茸打得不可开交，怎么突然打起来了？他连忙阻拦，站在他们中间，你们怎么打起来了？不要打架呀，都好好说。2只毛茸茸互相怒吼，几黎只感觉耳朵快炸了，都闭嘴。见几黎似乎生气了，黑豹和狮子立马停下怒吼，2双兽瞳落在几黎身上。几黎拍拍黑豹低垂下的脑袋，又看向带回来的狮子，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大狮子委屈巴巴告状，仔仔，是他先动手，还让我滚出去。作为领地意识极强的黑豹而言，事务中心这片区域已经被他标记为新的领地，除了几黎，他不许任何兽以及人家靠近。将2只毛茸茸安抚好后，几黎终于能安心提升异能了。2天时间，他成功将冰系异能提升到 C 级，进化异能提升到 D 级，现在距离成为大佬又近了一小步。几黎对自己感到很欣慰，然后调出透明面板升级基地，桃园基地也升级到了4级，同时解锁了便利店和裁缝店，净化水厂和电厂也能正式工作了。当热水从盥洗台流出来的那一刻，几黎差点感动哭了。随后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换洗衣物，立马奔向浴室。这些天压根没办法正经洗澡，他都感觉自己快要发霉了。洗了2个小时，几黎才踩着拖鞋从浴室里出来。趁着午饭时间，基地所有成员都在，
纪离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主题就2个：第一，从今日起，每月根据不同房型向基地交纳房租，房租包含水电费；第二，便利店已经建设，以后有什么需要直接去购买。目前基地所有成员都住在居民楼里，居民楼的户型是40一厅一卫，暂时按每月2000金币收取房租，平摊下来每人就是500金币。食堂过段时间也会建造，到时候都在食堂吃饭，也是按金币支付。纪离说完补了句：大家有意见可以提。领主大人，人群里一个中年女人举起手紧张询问：我刚看见咱们基地新建造了裁缝店，我想问还缺人吗？我会些针线活，正准备招聘裁缝店店员的纪离应声：缺人了，月结工资50，等基地人多了，工资加倍涨。中年女人徐素梅闻言非常激动：那领主大人，我今天能不能开始工作？当然能啊。纪离不假思索点头。还有其他问题吗？梦欣举手：姐姐，我明天能和你一起去外面收集金盒吗？纪离想了想说道：你不怕死的话可以，我不怕。少年斩钉截铁回答：比起死亡，他更想努力提升异能阶级，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议结束，待纪离离开，围坐在火堆前的众人七嘴八舌讨论起来。领主大人真好啊，房租才收2000金币，还包含水电费。就是，咱们真幸运能遇到领主大人，有住的地方还能吃饱，这在几个月前我都不敢想。我说咱们领主大人年纪轻轻就被游戏选中作为领主，绝对有实力。那肯定啊，能收服变异黑豹和狮子，除了咱们领主大人还能有谁？那天2只毛茸茸闹腾打架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基地，他们也得知了基地内有2只变异动物黑豹和狮子。得知这件事，众人的反应震惊又安心，有变异动物守护在基地，安全问题得到了双重保障，自然安心了。也是从那天起，纪离不再限制2只大猫的活动范围，黑豹和狮子自由穿梭在基地内，给基地增加了不少热闹。就是这个热闹不属于人类，黑豹和狮子他们不吃人，但会撵着人到处跑，精力旺盛的时候，纪离都拦不住他们，对此只能带他们出去消磨精力打怪。傍晚有时，又是打怪回来的一天，纪离将基地异能者喊到一边，从储物空间里拿出10几颗等级不一的金盒递给他们。曲靖诧异：领主大人，您这是给你们提升异能啊？曲靖当然知道是提升异能阶级，他诧异的点是纪离竟然会将金盒给他们。在末世，金盒有多重要，根本不用他说，大部分人都会拼死拼活获得高级金盒。然而现在，吕阳摆摆手：领主大人，我们不能要这些金盒，他们2个大男人怎么能要一个女孩子辛辛苦苦打怪得来的金盒啊？梦欣同款诧异：姐姐，我也不要，我会靠自己努力提升实力的，你快收起来吧。纪离看向他们道：为了守护桃源基地，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身为领主，帮助你们提升异能理所应当啊。可是吕阳纠结，曲靖却是想明白了什么，他伸手接过那几颗金盒，神情非常认真：我会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守护基地。也是从这一刻，曲靖对于桃源基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他希望基地越来越好，也希望眼前的女孩子越来越好。天色渐晚，回到木屋洗漱一番，纪离坐在床头调出面板，规划了下基地。2只大猫趴在地板上，眼巴巴望向沉浸式规划的纪离。仔仔已经好半天没有理会他们，狮子根本受不了冷暴力，撒开4只爪子，哒哒哒跳到床上，扑通撞进纪离怀里。嗷呜！求摸摸！思绪被打断，纪离低头就见一团毛茸茸伸出舌头嘶哈嘶哈，屁股一扭一扭的，扬起脑袋去蹭他的手。黑豹蹲坐起身，那双绿油油的兽瞳盯着某个争宠的家伙，狠狠磨牙。狗东西，得找个时间再揍他一顿。摸摸狮子脑袋，纪离看向蹲坐在地板上的黑豹，闪电过来。即端水大师离抱起跳到床上的黑豹，挨个摸摸。黑豹抬起脑袋蹭了蹭女孩子面颊，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声。好了，都睡觉吧。关了灯，2只毛茸茸乖乖趴在床头闭眼，呼吸渐缓。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要继续努力。4日上午，照常带着2只大猫去打怪，等他们搁外面自己捕猎吃饱喝足，纪离才驱车准备返回基地。彼时，宽阔公路上，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向前方行驶着，车内坐着4个人，每个人的衣着都脏兮兮染着各种血污。咱们还剩多少食物？驾驶位上，棕色碎发的青年握紧方向盘，询问其他队员。坐在副驾驶的男生顶着一头黄毛回答：就剩1捆面条和4包压缩饼干了。他长叹：物资真是越来越难找，估计咱们这趟又白出来了。他们是从红枫基地出来搜寻物资的，基地粮食早就告罄，高层派出了一波又一波的人驱车搜寻物资，但几乎一无所获。后排的女人开口：实在不行就挖点野菜和葛根带回去吧。林耀祖一脸菜色吐槽：天天吃这玩意，我听到都想吐。丁彦冷喝：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3拣4，等哪天野菜和葛根也被挖没了，老娘看你还能吃什么。林耀祖背对的摸摸鼻尖：那就啃树皮呗，总不会饿死。哎我操，这是什么意思？副驾驶位的林光宗突然惊呼出声，瞪大眼睛瞅着毫无预兆弹出的游戏面板。兰江市桃源基地已建设，欢迎各位玩家前往，共同努力建设基地。请记住以下3点：1. 桃源基地由领主管理； 2. 桃源基地与领主共存亡； 3. 不可伤害领主。其他3人也同时收到了这个通知，皆是满脸震惊。桃源基地，梁景将车停在路边，盯着面板上的内容，蹙眉沉思。咱们去这个桃源基地瞧瞧不？林耀祖好奇心爆发，也行，没有其他意见。车子重新启动，距离桃源基地2公里，梁景看到一辆白色小型汽车行驶在宽阔道路上。坐在副驾驶的林光宗自然也看见了，前面那辆车也是去桃源基地的吧？他猜测。就这样，他们一行人跟着白色小型汽车来到了桃源基地。纪离打开车门下来，看向那辆跟随过来的黑色越野。耶，漂亮妹妹是你啊，我们也太有缘了吧，居然在这里碰见。顶着一头绿毛的林耀祖下来见到纪离，非常惊讶激动，他径直小跑过来，期待满满望着女孩子。好久不见，漂亮妹妹，你还记得我吗？记得。他记性看起来很差吗？纪离眨眨眼，有些好奇问：你们来这里有事？
林耀祖巴拉巴拉将收到游戏通知的事情说了遍。对了，漂亮妹妹，你现在住在这个基地吗？这基地情况怎么样？林光宗也走上前，大佬，好久不见，我们真有缘分。是挺有缘分的。基地升到5级，多了个临时游客，按一下，非桃园基地的居民也可以进入，但有时限，只能待2个小时。基地现在处于发展阶段，你们要进来看看吗？好啊，好啊。林光宗抬手招呼站在车旁边的队友，梁景哥、燕姐，你们过来啊！4个人进入基地，当看见远处种植的农作物，差点以为眼花了，那是玉米，竟然还有水稻！我勒个豆，这里竟然能种出粮食！就在他们震惊不已时，负责采集的队伍陆陆续续扛着各种工具回到基地。又来新人了，真好，咱们基地越来越热闹了。今天中午吃啥呢？去便利店瞧瞧有啥吃的。领主大人也回来了。领主大人中午好。几里有提出让他们不要喊自己领主大人，这个称呼听起来怪怪的，直接叫名字就行。但这个提议被大家驳回了，纷纷表示这个称呼代表对领主的尊重。几里闻言只能作罢，算了算了，听习惯就好。领主大人，林光宗十分诧异，大佬你就是桃园基地的领主？站在一旁的梁景有些意外，他默默注视着面前的人。讲真，见到少女，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女孩子不应该出现在末世，她与末世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就像凶残嗜杀的猛兽群里突然闯入一只弱小奶猫，后果可想而知。但是能够获得末日法则这个游戏的认可，成为领主，想来少女是有什么特殊能力，毕竟在末世以貌取人就是大错特错。申请加入这个基地的要求是什么？那条游戏通知最下方有个申请加入的提示，他刚刚已经点了申请。林耀祖瞪了瞪眼睛，梁景哥，咱们不回红枫基地了。丁燕也点了申请加入，早在看见那片农作物的时候，他就打算留在这个基地，还回去干嘛？回去继续啃野菜和葛根？不，林耀祖疯狂摇头，看向几离毛遂自荐，漂亮妹妹看看我，我会打架会暖床会做饭，求求你收留下我吧。几离，本来都打算同意申请的，现在需要慎重考虑一下。托塞斯考点 JPG。林光宗一个大巴掌干脆利落地拍在弟弟的后脑勺上，大佬，你别听他胡说。几离当然没当真，他摇摇头，将进入基地的要求告知。林耀祖不敢置信，就这么简单，采集100单位木材或者石料就可以加入桃园基地了。他忍不住热泪盈眶，漂亮妹妹，你真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几离再次无语凝噎，你们和我去登记下个人信息吧。信息录入完成后，几离将桃园基地的居民证发给他们，并例行叮嘱道，记得保管好，出入基地和消费都需要用到。林光宗接过居民证，问了个最重要的问题，大佬，我们住哪？基地目前有2栋居民楼，都是4室，你们就住1号楼203吧，房租每月2000金币。说着拿出前2天打印好的桃园基地生活手册递过去，这个你们拿回去看下。好的。几人离开事务中心，在基地逛了2圈，内心波澜起伏。当看到净化水厂和电厂，再次坚定了留在桃园基地的决心。等他们离开，几离调出面板，习惯性查看新任务。桃园基地等级5级，人口231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3、初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2、裁缝店、便利店、食堂。任务1：升级6，基地居民楼9层1，木屋3。任务完成，获得金币5000，快去升级吧。任务2：桃园基地人口达到100，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5，土地面积1米1米，金币2万。哦豁，这回任务有些繁重啊。叩，敲门声响起，进。梁景推门而入，对方换了身浅色衣裤，棕色碎发遮了前额，气质斯文温润。领主大人，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他走上前，基地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我打算回去拉些人加入，想问下可以吗？正愁任务怎么完成的几离闻言性模糊的亮起，当然可以啊，你什么时候去？需要我帮忙吗？梁景见女孩子反应如此激动，忍不住弯了弯唇笑道，明早就去，只需要带点农作物，让他们相信桃园基地可以种植就行。那带些玉米和西红柿吧，多带点分给他们，这样更能让人相信。梁景应声说好。临离开事务中心前突然问了句，领主大人您多大啊？梁景补充，您看着年纪不大。几离疑惑，我19岁，怎么突然问这个？没什么，就是好奇而已。出了事务中心，梁景回到居住的地方和队员把这个事情说明。林光宗听完赞同道，基地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肯定缺人，咱们多弄些人来，争取给大佬留个好印象。漂亮妹妹对我们印象本来就很好啊，还用得着争取吗？林耀祖瞪眼。林光宗对弟弟十分无语，什么漂亮妹妹，叫领主大人，大佬懒得跟你计较这些，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林耀祖哑口无言，他就是觉得漂亮妹妹不会计较这些啊，主要是几离给他的印象好乖。再说了，甜甜软软的女孩子谁会不喜欢啊？但他不敢将内心所想说出来，毕竟他哥打人贼疼。扯远了。丁燕看向林光宗，你们是怎么认识这个领主的？林光宗简单将过程述说了遍，就这样认识。说完他又想起什么，大佬他还能驯服变异棕熊，我的妈耶！你们是不知道那只棕熊有多大只，关键他还特聪明。哥，漂亮妹妹不止驯服了变异棕熊，我刚出门还瞅见基地里有只黑豹，就是没等我看清楚，那只黑豹就跳出去了。啥？变异黑豹？林光宗自动忽略掉那句漂亮妹妹，注意力全扑在黑豹上，忍不住伸出大拇指。我靠，大佬真牛逼！梁景诧异，但又不意外，领主大人能被变异动物喜欢很正常，咱们加入桃园基地是最明智的选择。对此，其他3人表示强烈赞同。次日8点，梁景便与林光宗驱车返回到了红枫基地。例行检查完，2人走到基地。红枫基地外围住的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觉醒任何异能，只能靠着去外面搜寻物资来换取居住地方。
这段时间物资越来越难搜寻，大部分人只能留在基地干些脏活累活，忙忙碌碌一整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居住地方，啃着野菜和葛根，艰难存活。中心区域是异能者居住的地方，这里房屋干净整洁，与外围的环境简直是天差地别。在这末世，普通人的命就是如此低廉，没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第7小队队长岳林看见他们，抬手打招呼：“梁哥，你们回来了。”哎，怎么只有你们俩回来？该不会是出事？没有。林光宗摆手，把岳林拉到房间里：“岳林哥，我们加入桃园基地了，你们第7小队也来吧。我跟你说，桃园基地可好了。”岳林面色透着3分怀疑，这桃园基地竟然能种出粮食，你们不会被骗了吧？我们亲眼所见，还能有假？林光宗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西红柿递给岳林，不信你尝尝，这是不是西红柿？岳林不可置信，拿起西红柿咬了口，神色变得激动起来。梁景补充，这桃园基地不仅种植了西红柿，还有玉米和水稻，我们今早就吃了玉米粥。领主大人还让我带些分给你。信息量太大，岳林吸收半天，注意到重点。你们是说这个桃园基地是游戏建设的？对啊，我们都收到了通知。林光宗有些着急，岳林哥，你还犹豫什么？趁着基地缺人，赶紧加入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岳林思来想去，我这就叫上第7小队去瞧瞧这个桃园基地。说服第7小队，梁景与林光宗又来到第6小队居住的地方，巴拉巴拉重复了遍这套说辞。第6小队的队长段毅也决定去瞧瞧。就这样，带着一行人驱车前往，到达桃园基地边界处，同样收到了游戏的通知：兰江市桃园基地已建设，欢迎各位玩家前往，共同努力建设基地。请记住以下3点：1. 桃园基地由领主管理； 2. 桃园基地与领主共存亡； 3. 不可伤害领主。第6小队与第7小队成员惊讶过后，信了9分。来到基地大门口，梁景先进去告知了声。纪离闻言起身，走出事务中心，就见到10几个人围在门口。岳林和段毅同时看向纪离，尽管在路上已经听梁景说桃园基地的领主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但亲眼见到还是有些惊讶。收起思绪，他们各自伸出手自我介绍：第6小队队长段毅，第7小队队长岳林，欢迎你们来到桃园基地。女孩子眨眨眼睫，也做了自我介绍：我是桃园基地的领主纪离，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基地吧。带着第6小队和第7小队逛了一圈，岳林与段毅一整个惊叹不已，在亲眼见到那大片农作物之后，彻底相信。岳林郑重其事开口：领主大人，我们第7小队自愿申请加入桃园基地，为建设基地共同努力。段毅紧接着说：领主大人，我们第6小队也自愿申请加入桃园基地，为建设基地共同努力奋斗，欢迎加入。纪离全部同意了申请，照例带领他们登记个人信息，办理居民证，发放桃园基地生活手册1本，并告知居住楼层号。忙完这些，纪离又跑到田地里收割种植，8块田地分别种植了水稻、玉米、西红柿，加上新解锁的白菜和尖椒。浇水驱完虫，纪离蹲在原地瞅着田地，深呼吸口气。他现在好忙啊，既要担任领主处理基地大小事务，还要外出打怪收集金盒，抽空还得收割种地。这样下去真不行，得找几个人帮忙管理基地。至于找谁呢？纪离抿唇思考半天，心中有了答案，站起身，拍拍手心沾染的泥土。纪离来到交易大厅，操作电子屏幕，添加了几条招聘人员信息：招聘食堂员工6人，工资月结1500金币；招聘看守基地人员2名，要求觉醒异能者，工资面议；招聘副基地长1名，工资面议；招聘管理田地人员1名，工资月结1000金币。好啦，目前就这些吧，其他的以后再说。关掉操作面板，纪离转身溜达到便利店内环顾2圈，自动售卖的机器摆放在靠墙位置，共3台，分别是生活用品、零食饮品、盲盒抽取。商品固定24小时刷新，所需要的东西错过之后就不晓得要等多久才能购买到了，完全凭运气。购买了2盒牙膏、沐浴露、洗衣液以及各种巧克力、果汁、面包、薯片等零食。纪离又随机抽取了3个盲盒，上回抽取盲盒就抽到了1条毛巾和1块奶糖，今天希望运气能好点。纪离捧着盲盒默默许愿，然后停顿几秒，打开包装，3个盲盒花费150金币抽取到1根棒棒糖、1包彩色皮筋、1把塑料梳子。纪离沉默了，这什么盲盒？好坑啊 ！QAQ 不行，他就不信今天抽不到好东西。深呼吸口气，小姑娘再次花费150金币购买了3个盲盒，打开瞅了眼，一次性口罩1个，1包抽纸，1根吸管。好，再抽最后一次，很好，3包湿巾。虽然花费的金币最后又返回到口袋，但抽取盲盒的过程依旧让纪离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算了，不抽了。回到木屋，将东西整理好，纪离来到事务中心继续工作。叩，敲门声，来人是曲靖。青年推门而入，看向坐在椅子上认认真真工作的女孩子，告知了件事：领主大人，我的异能阶级提升了。真的？曲靖展示出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曲靖，觉醒异能火系 B 级，生命值100。纪离点点脑袋，为他开心。哇，恭喜你异能进阶。曲靖扬唇笑了笑，一双浅褐色眼瞳也染了几分笑容。他注视着纪离，都是因为领主大人我才能顺利进阶。做人要懂得感恩，他如今是基地的成员，自然希望基地能越来越好。为此他想做些什么，所以当看到交易大厅外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招聘信息，有了决定。领主大人，我想应聘桃园基地的副基地长。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够格，但我想试下，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可以。曲靖顿住，什么？我说可以给你次机会，从今天起你就是桃园基地的副基地长了。关于工资，我不需要工资啊。这回轮到纪离顿住了，撑着下巴仔细打量面前的青年。曲靖身形清瘦，1.8米的个子，看起来很单薄，黑色短发干净利落，五官端正，穿着件咖色条纹衬衫和黑色长裤。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纪离有些好奇，市场营销。曲靖回答完，又解释不要工资的原因。我想，如果我没有加入桃源基地，或许哪天就被那些异化值和变异动物杀死。是的，在这朝不保夕的末世里，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也不知道。对于他们这些人而言，能有个安全的居住地方就已经很好。是桃源基地带给我希望，我也希望桃源基地能越来越好。纪离沉默须臾，温声开口：基地也不是单凭我自己一个人建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所以工资必须给。想了想，看向他，1个月3000金币可以吗？曲靖2500，还带往回砍价的吗？2900、2000，好，就2500。新上任第一天，曲靖花费3个小时写了份基地规划方案，递给纪离过目。人才招聘企划案、城市建设规划图，将这2个方案大致过了遍。纪离表示，就按照你说的办，辛苦啦，曲基地长。曲靖接过方案，一本正经纠错，是副基地长，您才是基地长。啊嘞，纪离杏眸瞪圆，那你们为什么叫我领主大人？因为游戏也是这么称呼的。行吧。人才招聘企划案这项想要实行起来，当然要招收幸存者加入基地了。于是次日，曲靖就和梁景商量，再去红枫基地拐骗不对，说服幸存者加入他们基地。双方兵分2路，曲靖和吕阳带领3名异能者前往城区寻找幸存者，梁景和光宗耀祖兄弟俩则是驱车去往红枫基地。临出发前，曲靖对梁景提醒了句：招收幸存者记得要筛选，现在基地正处于建设阶段，不能什么人都往基地里带。梁景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先前说服第6小队和第7小队加入桃源基地，就是因为他对这群人都面熟，在末世依旧坚守底线。红枫基地外围的普通人忙碌到中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居住地方。午饭时间，他们各自拿出采集回来的野菜和葛根，用石头碾碎放在锅里水煮。没有打火机点燃木材的人就使用工具钻木取火，有些人则向其他人借火点燃。一时间，基地内烟火气味蔓延。草堆搭建的房子里，一家3口坐在门口，夫妻俩愁容满面。今天就找到几包面，过2天还要上交物资，这可怎么办啊？红枫基地的居住条件是每隔3天上交一次物资，物资根据人数算，例如他们一家3口就要交3份物资。可是现在物资越来越难寻找，他们上交完3份物资就什么都不剩，这样下去早晚会被赶出基地。夫妻俩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他们担心的是年仅8岁的女儿，外面这么危险，被赶出基地不知道要面临什么。妈妈，粥煮好了吗？稚嫩的童音响起，8岁的小女孩指了指咕噜咕噜冒着热气的石锅问。何秀琴摸摸女儿的头，我们依依饿了，妈妈这就给你盛粥喝。拿出一个碗，舀了勺野菜葛根粥，吹凉味到女儿嘴边，慢点喝。田武沉默良久，开口：与其等着被赶出去，不如咱们这2天就搬走吧。何秀琴叹气：搬走去哪？万一遇到那些怪物怎么办？咱们2个都没有异能。他看向乖乖喝粥的女儿，摇头：不行，咱们得保证女儿的安全，绝对不能冒险。可是过2天，咱们肯定会被赶出基地，到时候连东西都不一定能带的。何秀琴沉默半天，无可奈何叹息：只能这样了，咱们没异能，到哪都不好过。这边，梁景再次回到了红枫基地，他们弄来了2辆卡车，大摇大摆停在基地大门口。林耀祖站在车前，拿着一个喇叭就开始喊：桃源基地限时招工，工资1顿3个玉米，报名上车就可以领取2个玉米，快来快来！过时不候。梁景和林光宗从车里搬出煮好的玉米，那些听到动静围观的人群看见食物，瞬间蜂拥而至。林耀祖见状，及时使用火系异能将这些人阻挡住，大家排队，不要急。一道火焰成功阻挡住蜂拥而至的人群，尽管都饿得面黄肌瘦，但也听从指挥排起长队。这次来红枫基地主要是招收普通人，至于怎么筛选，梁景和曲靖在出发前商量出了结果，他们打算直接说明情况，安排这些人去采集木材和石料，为期2周。采集木材和石料是一件又苦又累的工作，干的人多了，负责记录监督的人员就会出现疏忽，而他们就要从这批人里筛选出踏实肯干的留在基地。至于那些偷懒耍小聪明的，当然是原路遣返。大家别急，先听我说。林耀祖拿着喇叭喊：我们基地只招100人，工作内容是砍伐木材和搬运石块，为期2周，工作比较辛苦，愿意干的就留下，不勉强。此话一出，嘈杂声不断，有人忍不住抱怨：这工作这么累，才给3个玉米也太少了吧？是啊，累死累活给这么点东西，够谁吃的？不是我说，这都啥时候了，都末世了，能有东西吃就不错。你们不愿意干，有的是人干。梁景没说话，他站在车前扫了眼抱怨的那几个人，默默排除。林光宗负责分发玉米，拿到玉米的人迫不及待吃起来，有的人甚至边吃边流泪。排在队伍末尾的何秀琴转头对丈夫说：咱们还是问下能不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吧，万一不行就算了。田武应声牵着女儿上前：我想问下能不能带着孩子去，我们不会给您添麻烦的，就让孩子待在旁边就行。梁景看了眼乖巧站在父亲身边的小女孩，同意了，可以。玉米很快分发完，带着报名的人梁景驱车往回赶路。招工的事情传到了红枫基地高层。红枫基地的基地长名叫葛勇，是个土系 B 级异能者。听到下属的传话，葛勇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这么说，第6小队和第7小队都加入那个桃源基地了？坐在旁边的中年男人拍了下桌子：什么桃源基地？都没听说过的一个小部落，就敢来我们红枫基地抢人？普通人离开就离开了，但是异能者可是关乎基地安全生活的保障，当然不能少。勇哥，他们这是公然和咱们对着干啊！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们一窝端了。身为红枫基地的基地长，葛勇还是有些头脑的。等等，先派人去查看下情况。这个桃源基地竟然能弄到这么多玉米，肯定不一般，不能莽撞行事。梁景早就猜到他们大张旗鼓的招人会引起红枫基地高层的注意，但这无所谓。根据他的了解，红枫基地因为物资问题导致内部分崩离析，异能者都没几个，完全不用担心。
回到桃园基地已经是傍晚有时，当幸存者从卡车里下来，看到干净整洁的路面、充满烟火气息的居民楼以及大片农作物，直接震惊在原地。曲靖比他们回来的早，他在城区招收到了20名幸存者，回来了。曲靖走上前扫了眼这些幸存者，现如今能够在末世活下来的人，平均年龄不会超过35岁，只能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景问，打算安排他们住哪？曲靖已经安排好，就暂时住在山脚下吧，那边搭了几顶帐篷，几都能住下。行。林光宗唤醒那些震惊在原地的人，招呼他们出了基地，往远处的后山走去。哎，你们刚刚看见没？那片田地竟然能种出粮食，还有白菜、西红柿。看见了，看见了，我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你们没看见还有便利店吗？我特想进去看看有啥好吃的。这个基地还缺人吗？我想留在这里。我也想。何秀琴牵着女儿也很激动。你说咱们能不能留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桃园基地挺好的，要是能留下来。林光宗拿着喇叭对这些人说，想要留在这里也不是没可能，只要你好好表现，工作积极认真，就能留下来。这话让众人都很激动。田武看向妻子，你听到了吧？只要好好工作就能留下来，咱们这2周必须好好干活，争取机会留在基地。事务中心，曲靖汇报了这件事的具体进度，一共招收到120人，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到了后山工作，试用期2周。纪离带着2只大猫刚打怪回来，捧着玻璃杯喝了口水，听完汇报内容点点脑袋，我知道，还有其他事情吗？还有一件事。曲靖看向捧着玻璃杯的女孩子，我们大张旗鼓招工，引起了红枫基地的注意，估计这2天他们就会派人过来暗中调查情况。但是您不用担心，红枫基地内乱严重，异能者都没剩几个。曲靖说完补充，所以我有个想法。纪离将水杯搁在桌面，坐在座椅上一眨不眨看着他，询问什么想法？将红枫基地吞并。曲靖说完，暗自观察女孩子的神情。领主大人，您觉得怎么样？不行也没关系。纪离手指搭在桌面敲了敲，红枫基地有多少人？大概3万多人。纪离默默瞅了眼基地，目前可容纳人口100，我觉得不太行，基地处于发展阶段，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曲靖考虑过这个问题，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可以先把红枫基地的异能者拉入我们阵营。现在物资越来越难搜寻，红枫基地内部早就分崩离析，相信他们会做出更好的选择。纪离托腮思考半晌，那就慢慢来吧。晚饭过后，纪离来到田地里，照常收割种植、浇水驱虫。这时，一团黑影扑过来，是黑豹。仔仔，那个两脚兽醒了。纪离接住扑过来的毛茸茸，闻言杏眸瞪圆，谢寻醒了。起身来到安置他的木屋前，纪离推门踏进屋内，就见青年坐在床边低垂脑袋，银白色碎发遮了眉骨，不知在想什么。听见动静，他缓慢抬起头，漆黑眼瞳盯着出现的女孩子，呆愣几秒，薄唇微起。你是？或许是很久没有开口说过话，他声线轻了，含了几分沙哑。纪离。纪离抱着黑豹挪到他面前，疑惑：你不记得我了？青年摇摇头，表情明显透着迷茫。我擦，不会吧，不会吧，这年头竟然还有失忆梗，这么狗血的吗？纪离内心腹诽，面色冷静。你还记得裴寂吗？那还记得济阳吗？纪离心凉了半截。那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心彻底凉了。得到3连沉默的纪离沉默。好狗血的失忆梗啊！末日危机这本书里有这种剧情吗？好像有吧，那就不奇怪了，小说嘛，狗血很正常。纪离深呼吸口气，淡定接受。你叫谢寻。放下黑豹，从储物空间里翻出张纸，纪离用笔在纸上写下这2个字，递给他看。谢寻，记住了。简单将他们怎么认识的过程述说一遍，又道：至于你为什么会失忆，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你现在没事就好。青年全程沉默，听完整个过程，薄唇微抿，盯着面前的女孩子问了句：你的名字？纪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递给他，念了遍：纪离。谢寻看了眼纸张上的名字，声色开口：离离。啥玩意？小姑娘纠正：是纪离。离离。纪离。行吧，你开心就好。你昏迷了整整7天，现在感觉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谢寻轻微摇摇头，长期没有修剪的碎发凌乱遮挡住了眼睛，鼻梁挺直，冷白色皮肤看起来有些羸弱病态。那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弄些吃的。纪离转身去食堂买了些吃的。上回发布完招聘食堂员工，隔天就有3名没有觉醒异能的普通人来找他应聘，让他们3人简单用基地种植的蔬菜做了几道家常菜，尝过之后没问题，便将他们安排在了食堂工作。领主大人，今天有玉米粥和醋溜白菜、凉拌西红柿，都来些吗？食堂工作的员工都是女人，末世爆发导致家破人亡，是少年孟欣带领他们从村落里逃出来的，一路上颠沛流离，直到来到桃园基地。纪离看了眼菜品，递过去一个材质透明的饭盒，这些都要1份。好嘞，阿姨手也不抖，盛了满满一大碗。纪离忽然间就想起以前在大学食堂，阿姨仿佛得了帕金森，每回盛菜盛1勺，抖半勺，等搁在餐盘里就剩2口。打包出了食堂，纪离又来到裁缝店。梅姨，你现在有时间吗？徐素梅连忙起身，有时间有时间，领主大人有什么事尽管说。那您帮我做套衣服吧，男生穿的，简单款式。裁缝店制作衣服不难，只需要将棉布放在机器里调整码数款式，然后等待半小时就行，当然还要花费金币，越是繁琐的衣服价格也越贵。徐素梅忙不迭应道：好的好的，我这就做。对了，领主大人，男生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大概1.85米吧。纪离估摸了下，体重150左右。徐素梅，那衣服做好，我给您送过去。不用，我待会儿来拿。摆摆手。纪离回答完，转身返回木屋，见青年依旧坐在床边，也不挪动位置，秀眉微拧：你身体真的没事吗？青年抬起头，嗓音很轻：没事。那过来吃饭吧。纪离打开饭盒，搁在桌面。谢寻站起身，走到桌前，坐在椅子上，拿起筷子慢慢夹菜吃饭。纪离坐在对面，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块奶糖，撕开包装吃掉。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修剪下头发，都挡眼睛了。
好，修剪完头发再去洗澡换身衣服。好。吉离咬了咬嘴里的奶糖，瞪圆杏眸，除了好你还会说些别的吗？谢寻抬起头，漆黑漂亮的眼睛注视着女孩子，想了想说了2个字：离离。吃饭吧。吉离起身去便利店闲逛一圈，买了一把剪刀以及全套洗漱用品，外加3个盲盒抽取，看下今天能抽到什么。好，3把剪刀，就这吧，累了。半小时过去，将制作好的衣服拿回到木屋，青年已经吃完饭，还将碗筷洗得干干净净，连碗壁上的水珠都擦干了。挺好，至少失忆了也没忘记饭后洗碗。哎，也不对，是失忆又不是失智，当然不会忘了。杂七杂八的想法从脑海里驱除，吉离让青年坐在椅子上，拿出剪刀和木梳，开始给他修剪头发。别乱动。青年嗯了声，一动不动。等修剪完，吉离端详半晌，满意收起剪刀和木梳，拿起搁在旁边的洗漱用品以及刚制作出的衣服递给他，去洗澡吧。讲真，他对于谢寻的印象并不深刻。青年话很少，在队伍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他总是默默无闻做事，情绪似乎永远不会有任何波动。而现在失忆的他比以前明显鲜活了几分，怎么说呢，就感觉有了烟火气息，单手托腮，思绪渐渐飘远。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咔嗒，浴室门打开，青年踩着拖鞋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条灰色毛巾擦了擦湿漉漉的发丝。他穿着制作好的衣服，简单款式的黑色长袖 T 恤和宽松长裤。吉离目光落在他身上，哎了声，衣服做小了。青年裤腿明显短了些，我们去裁缝店量下身高体重。谢寻放下毛巾，乖乖抬步跟着女孩子来到裁缝店。天彻底黑暗下来，基地道路两边路灯亮起，明黄的光线照亮了整片昏暗天地。梅姨，我们来量下身高体重。裁缝店有专门测量的机器，只要站在机器上就可以。谢寻踩着拖鞋站上去，约莫过了2秒，机器中间的屏幕显示出身高187，体重156。按照这个测量结果，吉离从兜里翻出一张黑金色卡付了500金币，让梅姨再制作几套秋冬季节的衣服，明晚来拿。没错，就算是基地领主，制作衣服也得付钱，要不然机器根本工作不了。虽然金币最后会原路返回到余额。出了裁缝店，吉离看向乖乖站在身侧的青年，摆摆手，好了，你回去休息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话音落下，吉离踩着轻盈的步子回到自己的木屋里。基地建设的木屋都是一室一厅一卫，油画风的房屋是深蓝色，实木地板光滑平整，虽然装修简约，但家具一应俱全。崽崽，狮子撒完欢从外面奔跑到木屋前，抬起爪爪敲敲门告知本狮子大王回来了。黑豹闪电慢悠悠搁远处走来，和疯玩的狮子简直天差地别。吉离打开门就见一只浑身脏兮兮的狮子伸着舌头嘶哈嘶哈。你去哪玩了？丧彪甩甩尾巴兴奋，我去抓虫子了。抓虫子？什么虫子？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浑身满是黑泥土。吉离沉默2秒，你待在这里不许动。说完转身去浴室拿了个塑料盆，返回门口将塑料盆放下，跳进来，我给你洗个澡。丧彪乖乖跳进盆里，睁着一双棕黄色兽瞳看向吉离，崽崽，你是不是生气了？吉离端着盆来到盥洗台，打开水龙头，温热的水流刷刷冲洗着狮子身上的泥巴。闻言伸出手指按了下狮子脑门，没有生气。狮子才3岁，他能懂什么？对于毛茸茸，吉离是无条件偏爱的，世界上不能没有毛茸茸。戴上手套，拿着毛茸茸专属浴球挤了些沐浴露，搓出绵密泡沫。吉离认认真真将泡沫涂抹在狮子全身。黑豹跳到盥洗台面，轻呜了声。作为端水大师，吉离当然不会只给一只毛茸茸洗澡。等把狮子洗得干干净净，裹着毛巾抱到沙发上，吉离再次折返给黑豹洗了遍澡。2只大猫都洗完，又拿出吹风机给它们吹干毛发。完工。给2只大猫洗澡还挺累的，小姑娘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歇了10几分钟才起身，拿着换洗衣物来到浴室，该睡觉了。自从穿到这个世界，吉离发现自己的作息时间变得正常规律，10点睡觉，8点半起床。以前都是阴间作息，几乎每天一睁眼就到午饭时间了，一整天下来浑浑噩噩，感觉身体被掏空。洗完澡关了灯，吉离打着哈欠，抱着被子渐渐沉睡。为期2周的试用期结束，经过筛选，留下了100个人，剩余的20人，一部分嫌这项工作太累，提前离开；另一部分因为投机取巧、耍小聪明，被遣返回了原地。有人哭着闹着说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但面对趋近的冷脸，根本不好使。有时候机会只有一次，把握不住也怪不了谁。将他们带回基地前，趋近特意安排人弄了几大桶水给他们清洗，清洗完又分发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来到事务中心，众人自觉排队等待登记个人信息。事务中心随基地升级，原本只有1层的房屋升级到了3层，大厅内的电脑也增加了2台，正好梁景和丁燕能来帮忙登记。前面登记完的人拿着桃园基地生活手册翻看，七嘴八舌互相讨论。房租2000金币，金币是什么？上面不是写了，金币就是货币，就是钱。可我现在一个金币都没有，那不是要露宿街头了？曲靖拿着喇叭，大家安静，听我说。他目光扫过众人，首先欢迎你们加入桃园基地，其次这2周的工资已经打到了你们的居民证里，一共是1000金币。大家记得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居民证，出入基地和消费都需要用到，丢失再补办金币会清零。竟然还有工资，不是说就3个玉米吗？太好了，我不用露宿街头了，咱们基地真好啊。对于他们而言，能有个安全居住的地方就已经很好，别说是现在还能靠自己工作赚钱买到食物，这简直想都不敢想。这时候就有人开始庆幸自己没有偷懒，听从了林光宗说的，只要好好表现，工作积极认真就能留下来。100个人全部登记完成，待众人离开，吉离调出面板查看。桃园基地等级6级，人口123500，税率10，可调整。
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中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3、裁缝店、便利店、食堂、田地13。任务1：升级7，基地居民楼9层2，养猪场、烘焙房。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5，土地面积1米1米，金币8000。哦嚯！吉利有些期待烘焙房，香香软软的面包真的超级好吃，还有糖醋排骨、辣椒炒肉、红烧肉、脆皮五花肉、糖醋里脊。为了吃啊，不对，为了基地努力升级。另外，农作物又新解锁2个，土豆、香菜，种都爱吃。新增的5块田地全部种上土豆和香菜，收割浇水驱虫。领主大人，一道女声响起，吉利抬眼看去，对方穿着基地分发的衣服，左手牵着个7、8岁的小女孩。有事吗？何秀琴与丈夫田武在后山采集木材和石料的时候，听到老员工说了很多关于基地的事情，其中吹捧领主大人成了他们必备话题内容。老员工都是最早一批来到桃园基地的，他们亲眼见证基地发展至今，莫名有种与有荣焉的感觉，对于领主也是真心拥护。我跟你们讲，咱们领主大人可好了，基地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有领主大人，你们就放心吧，咱们领主大人不会压榨任何人，只要是桃园基地的居民都能享受所有福利待遇。别看咱们领主大人年纪轻轻，能被游戏选中作为领主肯定有实力。对了，你们来基地也收到那个游戏通知了吧？没有觉醒异能的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属性面板，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属性面板的唯一作用就是查看生命值，比如人物属性、姓名何秀琴，觉醒异能5，生命值85。也是来到桃园基地，他们才震惊发现还有第2个作用，接收游戏通知。何秀琴有些紧张，询问领主大人，我看到那个交易大厅有写招聘信息的，我想问下食堂还缺人吗？几离了然，缺人，没问题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去食堂工作。真的？那太好了，没问题，我谢谢领主大人，我明天就去食堂开始工作。何秀琴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几离摆摆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前2天盲盒抽取来的棒棒糖，递给盯着他看的小女孩。吃糖吗？给你。田一看了眼妈妈，抬手接过棒棒糖，扬起笑，谢谢姐姐。午饭过后，新加入桃园基地的一部分人已经适应了环境，其中还有10几个人看到招聘信息，陆陆续续来到事务中心应聘岗位。经过简单考核，几离录入了6个人。目前基地部分事务交给了曲靖解决，收割种植田地这项工作也招到了合适人员。他现在每天只需要带2只大猫外出打怪获取金盒，努力建设基地就行了。几离捧着玻璃杯喝了口水，脑袋靠着椅背顿感压力轻了不少。想罢，趁着午休时间，几离调出面板，先把基地升级，采集木材和石料的人多起来，基地升级也变快了，连续升到8级，建筑物又增加了好几个。桃园基地等级8级，人口1238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中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5、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烘焙房、饲料厂、加油站、食堂、田地30。任务1：升级9，基地居民楼9层5，牧羊场、停车场、鞋厂。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20，土地面积1米1米，金币2万。另外，新的农作物也解锁，小麦、胡萝卜、甘蔗、葱。在透明面板上调整完布局，几离起身走出事务中心，准备去看下新建造的养猪场、饲料厂和烘焙房。田地里，身穿黑色麻布衣裤的人影席地而坐，也不晓得现在是几月份，气温逐渐升高，天空不再是灰蒙蒙，湛蓝的天空悬挂着火红的太阳，刺目炎热。你怎么坐在这？几离上前，那道人影听到问话，慌忙起身。领主大人，宋小杰有些紧张看向几离，我在这里等地里的庄稼长大。宋小杰今年14岁，他是这批幸存者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几离给他办理居民证时，了解到这孩子父母都不在了。考虑到他才14岁，几离也没让他去采集木材和石料，而是单独安排小少年暂时负责收割种植农作物。这项工作轻松又简单。此时听到男孩的话，几离无奈，那也不用守在这里，会中暑。农作物除了玉米的生长周期是10分钟，其余基本都是半个小时左右，不必守在田地里收割种植。宋小杰低垂下头，几离不解，你怎么了？他抬手摸摸男孩的头，温声询问，发生什么事了？宋小杰重新抬起头，领主大人，您会把我赶走吗？当然不会，为什么这么问？宋小杰不安开口，我现在做不了多少活，我怕您会嫌弃我把我赶出去。比起待在红枫基地每天饥一顿饱一顿，还要被人抢夺好不容易搜寻到的食物，桃园基地对于他而言简直就是天堂。父母去世前叮嘱他要好好活着，他不想死，所以听到要招工的时候，他鼓足勇气报了名。他很喜欢这里，领主大人对待他也很好。他知道是因为自己年纪小才不用采集木材和石料，但也因此感到惶恐不安，害怕哪天被赶出去。为了留在这个基地，他努力干活，守在田地里就怕错过庄稼长大而被嫌弃干活不认真。了解完这孩子守在田地的原因，几离对他保证永远不会将他赶出基地，除非哪天他会做出对基地不利的事情。宋小杰一直惶恐不安的心安定下来，他扬起笑容，谢谢领主大人，叫姐姐。男孩有些害羞改口，姐姐。几离调出面板操作一番，在田地附近购买建造了一个木屋。木屋不大，10平方米的房间内摆放着一张长木桌和椅子，靠墙还有个单人沙发，墙上安装着挂式空调。基地内建造的房屋都安装了挂式空调，耗电量并不大。几离关掉面板，指了指这间小木屋，你的工位是我考虑不周，以后别待在外面晒太阳了。宋小杰有些想哭，他抹了，把眼睛忍住泪水，声音发颤，谢谢姐姐。除了爸爸妈妈，对他最好的就是领主大人。宋小杰默默在心里发誓，等他长大了，一定要报答领主大人。几离带他来到小木屋，打开空调，切换到冷风，还剩多少种子？宋小杰闻言，连忙从斜挎在身上的布包里拿出剩余的种子，还剩一袋玉米种子。
解锁的农作物每袋都有500粒种子，1袋10金币，透明的包装袋上还贴心的标写了农作物的名字。先暂时不种玉米了。几黎在耕种里购买了新解锁的小麦、胡萝卜、甘蔗、葱种子各1包，将4包种子递给男孩，种这几样小麦多种点。宋小杰忙不迭点头接过种子，我知道了姐姐。几黎又从储物空间里翻出2瓶钙奶和几袋面包、饼干搁在桌面，饿了就吃些。抬手摸摸他的脑袋，我还有事要忙，先走了。基地升级，面积也扩大到了3万平方米，踩着干净平整的柏油路来到新建造的烘焙房。基地的建筑全部是木质的，奶黄色的田园风装修精致极了，房顶还挂着一个面包图案的招牌，格外引人注目。推开玻璃门来到里面，崭新的烤箱、烤盘、冷却架、冰箱、搅拌机和各种模具等一应俱全。几黎好奇逛了一圈，又拿起搁在一个机器旁的烘焙说明书翻看。机器是全自动化运作模式，只需要把收割的小麦放进去就行，机器会自动完成麸皮、磨粉的步骤。接下来就是面团搅拌，加入酵母粉、鸡蛋、白砂糖、黄油、牛奶等，之后准备各种需要用到的东西，比如说芝士、奶酪、果酱、肉松。这样看起来也不简单啊。几黎默默把说明书搁在旁边，决定将这项工作交给有能力的人来做。他不行。离开烘焙房来到养猪场，养猪场和饲料厂都建造在了同一个地方。几黎把这片区域设为了农牧区，未来的牧羊场、养牛场都会建造在这。以事务中心为原点，基地总共划分出了6个区域，分别是农牧区、工业区、生活区、休闲娱乐区、商业区和行政区。午休过后，居住在生活区的人陆陆续续出来，当看见基地的变化，顿时激动起来。基地又升级了，大家快出来看啊！咱们基地又升级了，又多了2栋楼，真好啊！面积也扩大。哎，那是什么建筑？看牌子好像是面包店吧。最早加入桃园基地的2批人，对于基地时不时增加的建筑以及扩大的面积，不再像当初那样震惊，反而开始期待起来。每当基地新增加几个建筑，他们的心情就变得非常激动，这可是代表着基地越来越好，谁能不激动？而对于新加入基地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置信，他们震惊不已，看着凭空出现的居民楼，揉了揉眼睛。这个时候，最早加入桃园基地的幸存者就会给新来的众人科普，让他们不要大惊小怪，这都很正常。这边回到事务中心，几黎打开桌面上的电脑，将需要做的事情记录下来。叩叩叩，敲门声响起，是谢巡。青年推门走进，他穿了件浅灰长袖 T 恤和黑色长裤，银白色碎发蓬松，贴着精致眉骨，1.87米的身形，修长笔直。有事吗？几黎抬起脑袋看他，目光扫过他那头银白色碎发，该说不说，这个发色太具有挑战性了，全靠脸撑着。就是不晓得他这是染的还是天生的，应该是天生的吧，不然发根处新长出来的头发怎么也是银白色。谢巡站定在桌前，一双漆黑淡然的眼瞳注视着女孩子，嗓音轻了，我身体好了。这段时间，几黎并没有安排青年工作，理由就是他是病号，在身体完全没好利索前，应该多多休息调养。几黎眨了眨眼睫，问了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前的事你想起来没？青年摇摇头，还没有想起来吗？小姑娘叹息，拿起搁在桌面的水杯喝了口水，想了想询问：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青年垂眸，绯色薄唇微抿，我可以留在这里吗？当然可以啊。几黎放下水杯，应声：你有想做的工作吗？记得他是精神系异能吧？该安排他在基地做些什么呢？谢巡黑眸一眨不眨盯着女孩，语气格外认真：我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这就很难办了。小姑娘鼓了鼓腮帮子，思考半晌，那你和我一起去打怪吧。外出多个队友，打怪不仅变得轻松些，获得的金盒也可以分给他，提升异能阶级，简直是一举两得。想罢，几黎看了眼时间，刚好到时间要外出打怪，走吧，今天要去城区。从兜里翻出一个白色鼓哨，小姑娘站在事务中心外吹响，不到10秒钟，2只毛茸茸就从远处飞奔而来。黑豹动作敏捷，迅速掠过狮子，跳到几黎怀里，低呜2声，狮子撒开4只，冲着先他一步的黑豹吼叫：你给本狮子大王下来！黑豹居高临下，扫了眼无能狂怒的狮子，毛茸茸的尾巴缠住几黎手腕，绿油油的兽瞳满是孤傲高冷，压根不搭理他。丧彪生气，丧彪愤怒，丧彪张开嘴巴，试图把黑豹咬下来。别闹了！小姑娘接住跳起来的狮子，对2只大猫说：我们去打怪了。丧彪兴奋，去打怪去打怪！来到越野车旁，梦欣已经等候在那。他见到谢巡，表情诧异：姐姐，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外出收集金盒吗？梦欣见过谢巡2次，对于青年的印象就是那头格外显眼的银白色碎发。对，一起去。将2只大猫放到后排位置，几黎打开驾驶位车门，今天去城区看看。梦欣坐在副驾驶，笑得阳光。姐姐，我的异能阶级提升了。他是今早服用完最后一颗金盒进阶的，进阶后就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告知给几。金盒对于异能者而言是一种又爱又恨的东西，他们依赖金盒提高能力，但是又害怕金盒将他们变成怪物。异能者提升阶级只能服用和自己等级相同的金盒，若是勉强服用高级金盒，那就有98%的可能性会失去自我意识，沦为只知道杀戮的恐怖怪物。先前提到，末世的异能等级分为 SSS、SSS、A、B、C、D、E、F， 而当到达 B 级，往后想要再次突破就会变得异常困难。有些人为了提升异能阶级，会选择冒险服用高级金盒。梦欣之前是雷系异能 C 级，进阶后就是 B 级了。几黎知道少年想要变强，这个决心在打怪的时候清晰可见。少年几乎是不要命的打法，有好几次差点丧命，幸好被黑豹及时救下。小心！几黎手指敲了下方向盘，偏头看向满脸欣喜的少年。提升异能这件事不能急，下回你再这么不要命，就别跟着去。梦欣一愣，我知道了。他当然清楚几黎是担心他哪天会被异化之杀死，他也清楚自己太心急提升异能了。对不起姐姐，我让你担心了。车子启动，一路行驶到城区。
几离下车，仰起头看向高高悬挂在天空中的太阳，也不知是不是错觉，感觉太阳比上午更加红了。姐姐，不能直视太阳，会伤眼睛。孟欣抬手挡在几离眼前，小心。你有没有觉得太阳变红了？孟欣看了眼天空，没有啊，就是气温有点高，感觉好闷热。几离眨了眨酸涩的眼睛，那我们今天早点回去。招呼变大的两只毛茸茸，三个人来到植被覆盖的园林。彼时，桃园基地内，曲靖正和梁景他们商量着再去红枫基地以招工的名义带些人回来。曲靖，咱们这回不用多招，就招40个就行。基地目前的资源不足，管理不了太多人。行，没问题。说干就干，梁景当天就驱车带着队友来到红枫基地，和之前一样，林耀祖拿着喇叭开始喊桃园基地限时招工。红枫基地的基地长葛友听到下属的汇报，面色一沉。他上回派人去暗中调查这个桃园基地的情况，结果却无功而返，派去的人竟然说找不到这个桃园基地。葛友满是怀疑，最后打算等那些人再来招工的时候，派人跟着一起去。就这样，梁景他们带着载满40个人的卡车原路返回，在到达边界处，与之前的幸存者一样，收到了游戏通知：兰江市桃园基地已建设，欢迎各位玩家前往，共同努力建设基地。请记住以下3点：1. 桃园基地由领主管理； 2. 桃园基地与领主共存亡； 3. 不可伤害领主。坐在卡车里的众人一下子炸了，七嘴八舌讨论起来。成功混进去的速度型异能者徐凌云隐藏在人群里，和其他人从外表看来完全一样，脏兮兮的衣服，乱七八糟的头发。他看着弹出的面板，几条内容看下来，直接惊住。这是什么意思？桃园基地就是他现在要去暗中调查的基地吧？不是，他加入红枫基地也没有这个通知啊！徐凌云满脑子问号。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中，车子抵达桃园基地，和先前一样的安排，让他们去后山采集木材和石料，为期2周。由于天气炎热，将他们带领到后山，曲靖派人弄了几大桶水给他们清洗，清洗完又分发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大部分幸存者早就口渴难耐，见到干净清澈的水，直接大口大口喝起来。等喝完才反应过来，这水竟然不是苦的，真的哎，这水好干净啊，还有一丝甜，卧槽！要知道，末世的水被污染后，即便是烧开饮用，也泛着苦涩，水质也很差，发黄，喝水就跟喝药似的，但不喝死得更快。徐凌云诧异，盯着塑料桶里清澈干净的水，尝试喝了2口，果然没有任何苦味。奇怪，为什么他们基地里的水是这样的？不待他多想，林光宗拿着喇叭开始催促众人清洗换衣服。男的在外面清洗，女的在帐篷里清洗，丁燕负责看守。等他们全部清洗换完衣服，林光宗开始分发各种工具，边发边给他们洗脑。你们也都看到游戏的通知了吧？我们桃园基地是经过游戏认可的，玉米和水也只有我们基地才有。另外，我们基地的领主大人非常的好，只要你是真心实意拥护领主大人，他是肯干听从安排就能留在基地。我们基地的居住环境冬暖夏凉，食堂饭菜也很好吃。这一通话将他们砸得头昏脑胀。有人举手提问，饭菜是不是需要金盒才能买？当然不需要，我们基地的统一货币是金币，工资都会打到居民证。林光宗拿出自己的居民证晃了晃，这就是桃园基地的居民证。他顿了顿，继续，不用羡慕，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努力工作，听从基地安排，就可以留下来。徐凌云站在人群后面，听着这一席话，也不知自己该不该相信。不信吧？那游戏通知和玉米还有谁怎么解释？信吧，又很不真实。想了想去，他决定深夜溜到基地内瞧瞧，毕竟眼见为实。晴空万里，火红的太阳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空气都变得异常闷热。驱车回到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事务中心，几离整个人无精打采趴在桌面，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今天外出打怪格外消耗体，脑袋也晕晕。扣。曲靖拿着本子走进来，领主大人，新招的40个人已经安排。他目光落在趴在桌面的人，领主大人。几离闻言，坐直起身，都安排好了。今天有点热，让食堂多准备些冰镇绿豆汤吧。前2天便利店刷新出了绿豆，几离看到直接购买了50斤。好，我等下就去食堂说声。曲靖看着面颊泛着不正常红色的女孩子，目露担忧。领主大人，你是不是生病了？几离倒了杯凉水喝了几，没有，就是有点累儿。放下水杯，他问，还有其他事情吗？曲靖，暂时没有了。他顿了顿，担忧说，要是不舒服就回房间休息会儿。您是基地的领主大人，可千万别病倒了。不会的，你去忙吧。待曲靖离开事务中心，几离重新趴在桌面，闭眼歇息了片刻，思绪混乱间，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几个字：极热天气。猛然坐起身，小姑娘按了按脑袋，奇怪，她怎么会想到极热天气？走到门口，仰头望向天空，沉思良久。算了，不管是不是极热天气，基地都需要做好准备。想罢，几离先来到便利店采购需要的东西。而当看见今天刷新出的商品，几离性模糊的睁大，制冰机，这是不是预兆极热降临啊？来不及多想，几离操作机器，把需要用到的东西全部清空，什么冰袋、高温防护服、酸梅粉、遮阳伞、解暑药剂、隔热膜，还有一个生命修复液。这名字一听就很高级，不仅高级，还很贵，一小瓶就要3000金币，而且还限购，只能买10瓶。在他清空便利店的时候，身穿黑色短袖短裤的吕阳推门而入，看见站在自动售货机前的几离一愣，领主大人。几离轻嘞了声，你来的正好，我们开个会，你去把待在基地的异能者全部叫到事务中心。吕阳应声，转身快步出了便利店。好的。约莫过了10分钟，梁景、林光宗他们来到事务中心。林耀祖急匆匆跑来，漂亮妹妹怎么了？是不是基地出啥事了？梁景询问。领主大人，是基地出什么问题了吗？是极热天气。我觉得几离把这件事以及便利店刷新出制冰机和隔热膜这2件事说完，最后补充了句，以防万一，我们是不是要做好准备？
曲靖听完这段话，神情变得严肃，是要做好应对措施，趁着极热还没来临，我们先把所有人集合起来。梁景也知晓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带人去贴隔热膜。林耀祖举起手，嘿嘿笑，漂亮妹妹，我和你一起整理物资。晚上6点40分，负责采集的队伍与外出搜寻物资打怪的队伍陆陆续续回到基地。此时的温度已经达到45度，炙热的温度烘烤着整个大地，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扛着工具的男人大汗淋漓，皱紧眉头和同伴吐槽：今天这是怎么回事？现在都快7点了，天还这么亮。对啊，不看时间我都不知道快7点，热死了这鬼天气！快来人搭把手，有人晕倒了，快快快！田武扛着工具，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急忙跑过去查看。昏倒在地的是个年轻小伙，黝黑的脸上布满汗水，衣服都被汗水浸透。有人扶起他，惊呼：好烫啊！快搭把手，把他抬到房子里。是不是中暑了？肯定是啊！我去喊曲副长过来。曲靖从事务中心出来，就撞上那人，听说有人晕倒，正准备过去查看，想到什么返回屋里。领主大人，有人晕倒了，您去看看吗？几离微惊：啊好，我去看看。来到那晕倒的男生房间里，其他人见到几离，忙不迭问好。领主大人，领主大人，领主大人，您怎么来了？几离摆摆手，走到床边查看晕倒的男生，是中暑了吧？他从储物空间里翻出解暑药剂递给旁人，喂他喝完就没事了。合租的室友接过药剂，掰开男生的嘴，把药剂灌进去。等了大概2-3分钟，昏倒的小伙慢慢睁开眼睛，视线扫过站在床边的人影，唰的一下坐起身。曲副长您怎么在这儿？室友一拍他的肩膀，你刚才突然昏倒了，我们把你抬到房间去找曲副长来，领主大人也来了，给你喂了一瓶药。男生瞪大眼睛环顾房间，领主大人也来了，别看了，你醒来之前领主大人就离开了。男生表情挺失落。哦，曲靖没参与这个话题，见男生醒了，道：待在房间好好休息。说完转身离开房间。7点10分，被召集到事务中心前的居民面面相觑，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曲靖站在众人面前，拿着喇叭将可能会有极热天气的事情说完。话音落下的瞬间，人群蓦地炸开。难怪这么热，你看这天都7点多了还亮，明天还能去采集木材和石料吗？不是我说兄弟，你不怕热啊？还想着去采集？嗨，这不是赚钱要紧吗？热就热呗，我能抗住。你牛！大家安静，听我说。曲靖拿着喇叭示意众人安静，他继续说：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天气，我们会给大家发放制冰机和冰袋以及解暑药剂。现在大家各自分好组，以居住的房间人数为准，领取1台制冰机和10袋冰袋以及2瓶解暑药剂。大家领取完东西就去食堂吃饭，吃完回房间休息。至于工作，明天看情况再说。林光宗凑过来问曲靖哥，后山那40个人咋办？曲靖早就考虑清楚，你开车去把他们都带到基地。行，我这就去。彼时后山烈日炎炎，温度还在持续攀升，众人纷纷躲在帐篷里避免阳光直射，但没用，即使坐着不动弹，汗水也会哗啦啦往下淌。少部分人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加速的症状，就好像是一条被丢进了蒸笼里的鱼，闷热难耐。徐凌云也不好受，尽管他是异能者，耐力是普通人的好几倍，但长时间处于极度闷热的环境也会导致生命值降低。他看了眼自己的生命值81，徐凌云觉得自己不能继续这么待下去了，这鬼天气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得赶紧回红枫基地。想着，刚站起身就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林光宗拿着喇叭喊：大家快上车，带你们去基地，别在这待了。从帐篷里出来的人忐忑不安问了句：去哪个基地？不会是要把他们送回去吧？送回去也遭罪啊。当然是我们基地了，先上车，等到了再说。众人上车，徐凌云犹豫几秒，也跟着上了车。在听到有极端天气出现时，曲靖就考虑到新招的40个人该怎么安排。他是打算先给他们办理居民证，安排房间休息，等极热过去之后再采集木材和石料。前面提及到非桃园基地的居民只能在基地待2个小时，因此只能这么办。车子开到基地里面，众人下车。当看见基地内部的景物以及大片田地，徐凌云和其他39个幸存者全部震惊在了原地，这冲击力比见到玉米和干净的水来的还要大。徐凌云跟着众人来到事务中心，眼睛左顾右盼，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欢迎大家来到桃园基地。一道声音将众人唤醒。曲靖拿着喇叭，话不多说，由于极热降临，考虑到大家的生命安全，我们基地决定提前发放居民证，现在开始排队，不想加入桃园基地的往左边站，真心实意想加入的往右边站。话音未落，大家齐刷刷站到了右边，仿佛多犹豫1秒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开玩笑，亲眼看见这么好的基地，谁不愿意留下？他们又不傻。徐凌云只是犹豫1秒，便站到了右边队伍。他是来暗中调查这个桃园基地的，怎么可能现在就离开？而且突然觉得留在这里也挺好的。办理完居民证，我们会按4个人分配房间，分配完房间，大家就过来领取物资。曲靖补充，另外500金币已经打入你们的居民证里，大家记得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居民证，出入基地和消费都需要用到，丢失再补办金币会清零。最后，请大家记住并遵守桃园基地的规定，若有违反规定者，将会被驱逐出基地，永不接待。徐凌云排在队伍中间，轮到他的时候，推门走进事务中心，一阵凉意袭来。他视线落在墙壁上的挂式空调，再次被震惊到。不是，谁能来告诉他这基地竟然还开空调？这都末世了啊！红枫基地也有电，但电是发电机提供的，资源有限，仅能在重要地方使用，比如基地长的办公室和房间。而其他人想要用电，就需要兑换金盒。徐凌云当然兑换得起，但压根不值当。可是现在桃园基地竟然开空调，不过想想也是，这天这么热，再不开空调就完蛋了。抬步往前，走到办公桌前，停下脚步。徐凌云的目光落到录入居民信息的几离身上，他微愣，和梁景的反应一样，就是这样的女孩子不应该出现在末世，她与末世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你好，我办理居民证。
纪离坐在电脑前，绷着小脸抬眼看他。姓名：徐凌云，凌空的凌，天上云。年龄：25岁，单身。纪离敲击键盘的指尖微顿。你有觉醒异能吗？徐凌云对上那双清澈干净的杏眸，难得有些心虚。没有。接下来就是录入虹膜，信息录入完成后，纪离将电脑自动打印出的黑色卡片递过去。徐凌云接过看了一眼，只要拿着这张卡就可以任意购买需要的东西吗？纪离点点脑袋，只限在桃园基地内使用。徐凌云看着女孩子柔白精致的小脸，好奇询问：你在桃园基地待多久了？不到2个月。徐凌云还想要问些什么，这时坐在另外一台电脑桌前的曲靖站起身，办理完居民证的人请赶紧离开，有问题看手册就行。徐凌云话一噎，拿着领取到的居民证和桃园基地生活手册，转身走出事务中心。等将40个人的信息全部录入完，曲靖走过去，领主大人。纪离倒了杯薄荷水递过去，杏眸弯弯浅笑，辛苦了曲副长。曲靖忍不住扬唇笑了笑，接过水杯，您叫我名字就行。他晃了晃杯子，曲副长这个称呼让我有点慌。慌什么？小姑娘重新倒了杯薄荷水，吨喝了2大口，也不知道要热几天，外面温度已经攀升到47度。曲靖也挺担忧的，希望尽快过去吧。他端起薄荷水也喝了口。对了，这回新招收的人里，估计有葛勇派来探查我们基地。纪离哦了声，曲靖挑眉，您不担心吗？后者捧着玻璃水杯，一眨不眨看向他，你担心吗？曲靖笑了，不担心，尽管来，反正有来无回。天一直没黑，持续攀升的高温让柏油路变软，草木作物大片枯萎，河水干涸，土地裂开，食物腐败的气味弥漫在空气。空调似乎不太管用了，哪怕待在房间里，闷热感依旧存在。红枫基地内，连续3天的高温让这个基地陷入了地狱，待在外围的人痛苦难言，皮肤被晒得脱皮，血肉模糊，和衣服黏在一起。他们结伴同行走出基地，试图寻找新的庇护所来躲避这场天灾。现如今的兰江市就像一个超大型火炉，炙热的温度烘烤地面，根本出不了门，一旦被阳光晒到，皮肤就会变得通红发痒。比起其他地方，桃园基地因为提前准备了应对措施，所以还算稳定，但长时间高温也好不到哪去，因为高温田地受到了影响，目前压根没办法种植，只能依靠便利店提供的食物度日。纪离坐在原木桌前托腮叹息，2只毛茸茸也受到了高温影响，瘫在冰垫上一动不动，蔫蔫的。叩，门被敲响，纪离回神起身开门。曲靖穿着件白色高温防护服，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领主大人，我打算开车去外面看下情况，过来和你说声。你等我下，一起去。一直待在房间里都快发霉长蘑菇了。每当这个时候，纪离就非常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失去电子榨菜、小说、网游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是回不去了啊！生无可恋点 JPG。回房间穿戴好防护服，纪离临离开前又叮嘱瘫在冰垫上的2只毛茸茸，让他们乖乖待在屋里，不要打架。但凡纪离不在场，黑豹和狮子就会打起来。哦，不对，是狮子单方面被打。黑豹动作敏捷，动爪飞快到让丧彪完全反应不过来。而当他们打完后，狮子就会颠跑过来告状，一双棕黄色眼睛挤出泪水，冲着纪离嗷呜呜控诉黑豹的恶行。黑豹姿态懒洋洋，把脑袋搁在2只爪爪间，有恃无恐的模样。面对2只毛茸茸，纪离能怎么办？他只能抱起嗷呜告状的狮子，拿出肉干，接着捧着黑豹的脑袋，告诉他找下留情。玩归玩，闹归闹，别拿生命开玩笑。穿戴好高温防护服的纪离正准备和曲靖一同外出，隔壁木屋门忽然打开，顶着银白碎发的青年就这么水灵灵的走出来。我也去。对方嗓音清淡，对于外面60摄氏度的高温面不改色，心也跳。纪离赶忙让他进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套新的防护服塞到他怀里。那一起去吧，你先穿上。等谢巡穿戴好防护服，3个人驱车来到基地外。外面的情况要比他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干涸的湖泊，炎热的温度，食物的匮乏，让许多人类以及动物就此失去生命。而当他们咽气后，盘旋在天空中的变异食腐秃鹫就会疯狂扑上来。曲靖驾驶越野车一路行驶，目光掠过前方，前面有人。纪离坐在副驾驶，抬眼望去，只见地面躺着2个人，其中有个人微微动了动，似乎想要起身，却又无力的跌落。他们还活着。纪离惊喜。等曲靖驱车行驶到跟前，他打开车门下来，过去查看。倒在地上的短发女人似乎听到有车声，强撑着意识睁开眼睛，伸出手想要握住什么。求你们救救我！先抬上车吧。曲靖查看完另一个还活着没，见还有气，动手抬起。就这样，他们3人把昏倒在路边的2个幸存者抬到了后排位置。车座放平，纪离拿出瓶水，拧开盖子喂他们喝。曲靖启动车子，领主大人，我们是回去还是继续往前？先回去吧，再不回去，恐怕这2个幸存者要凉。驱车返回基地，将2个人抬到事务中心2层。曲靖带着乔倩过来给他们治疗，差点忘记说了，乔倩是月灵小队的成员，觉醒的异能是治愈系。在末世，治愈系异能者很吃香，不论是战队还是基地都必不可缺。有些基地还会供养觉醒治愈系异能的人，帮助他们可以随时治疗。乔倩使用异能治疗完，摇摇头，这2个人的伤太严重，恐怕要死了，我的治疗对他们起不了作用。曲靖眉头紧皱，还有其他办法吗？试下这个吧。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生命修复液，打开瓶盖。曲靖，这是什么？生命修复液。纪离将瓶口倾斜喂给昏迷的2个人。我在便利店买的，限购10瓶，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乔倩的关注点是，领主大人，这多少金币1瓶啊？3000。乔倩倒吸一口冷气，真贵啊，3000金币都够买我命了。曲靖挑眉，你命就值3000金币？什么叫就？这3000金币都够买多少食物了？我可舍不得花。纪离把空瓶扔到垃圾桶里，听到这话眨了眨眼睫，看向乔倩，刚才治疗的费用给你按1000金币算。
乔茜连忙摆手，领主大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治疗基地伤员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钱不钱的无所谓。那好吧。几黎说完，转身去房间，准备把防护服脱掉。乔茜愣在原地，啊！曲靖嗤笑，别啊了，领主大人开玩笑的，1000金币待会儿就打到你的居民证了。乔茜不好意思笑了笑，真心感慨，咱们领主大人真好啊，我这辈子誓死都要跟随领主大人。就在这时，一道惊叫声响起，不好了不好了，有变异动物闯进基地了，救命！曲靖神色微顿，快步下楼。几黎脱掉高温防护服，去盥洗台洗了洗手，刚洗完就听到惊叫声，来不及重新穿戴防护服，他抬步小跑出房间，噔噔噔下楼查看。只见不远处，一条极其粗壮的巨大蟒蛇直挺挺立在基地内，蟒蛇通体呈金色，舌头巨大，一口吞下它们都不带塞牙的那种。几黎瞬间头皮发麻，救命！这条巨蟒是怎么进到基地里的？怎么办？怎么办？他最怕蛇了。曲靖也看见了这条巨蟒，他面色骤变，目光警惕，示意负责看守基地的人员往后退，防止距离过近，从而惹怒变异巨蟒。负责看守基地的异能者吞咽了下口水，小声开口：“曲副长，咱们打算怎么办？也不能就这么耗着。”然而不待曲靖回答，巨蟒突然朝着一个方向滑行。站在事务中心门口的几黎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那条巨蟒盯上了他。这个惊悚的想法刚冒出，那条巨蟒就犹如闪电般朝他袭来。几黎杏眸睁大，肾上腺素一下子吓得飙升，差点心脏骤停。他转身往楼上奔跑，人生第一次爆粗口：“卧槽！救命啊！”曲靖瞳孔地震，下一秒追上去，使用火系异能试图阻止这条巨蟒，但丝毫不顶用。巨蟒无视丢到身上的火球，速度极快，滑行进了事务中心。狂奔到楼上的几黎要崩溃，这是什么情况？绕到木架后，几黎眼泪汪汪，冲着追过来的巨蟒喊道：“你不要过来啊！”巨蟒停在原地，紫色树瞳满是疑惑，似乎不明白仔仔为什么会怕他。仔仔，几黎沉默了。你，巨蟒情绪很高涨，拍着尾巴尖，仔仔，我终于找到你了。几黎说不清楚自己现在是怎样跌宕起伏的心情，就很怪。你找我？巨蟒蛇性不停吞吐。对啊，我闻到过仔仔的气息，可是等我到的时候，仔仔你已经不在了。怎么个不在了？几黎无言半晌，刚想询问他是怎么进来基地，话还没说出口，就见谢巡拎着把银色长刀，二话不说跃起就要劈开这条巨蟒。巨蟒察觉到危险，扭头攻击。几黎赶忙扑过来阻拦：“等一下，谢巡，他是条好蛇，你先别动手，冷静。”谢巡闻言顿住，握着银色长刀，面无表情盯着这条变异巨蟒。巨蟒合上张开的血盆大口，体型变至1米长，游动到几黎胳膊处缠绕一圈，吐着蛇信子，嘶，兴奋不已。仔仔，我好喜欢你啊！巨蟒缠绕上来的触感凉凉的，滑滑的。哐当！曲靖带领异能者冲到3楼，心急如焚。领主大人，您没事吧？他环顾四周，那条蟒蛇呢？逃跑了。几黎动了动手腕，在这里。又补充，没事了，他是条好蛇。曲靖看向缠绕在女孩子胳膊处的蛇，这是那条变异巨蟒。他神情复杂，又忽然想到撵着人到处玩的黑豹和狮子，沉默几秒才开：“您没事就好，那我先带人下去。”好的。几黎心跳逐渐平复，他瞅着乖乖缠在胳膊上的巨蟒，问：“你是怎么进来的？”要知道，桃园基地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包括动物是不可能进得来的。巨蟒嘶，哦，原来是他们今天驱车外出。蟒蛇突然闻到了他的气息，偷偷爬进车里，然后跟随曲靖他们来到基地。几黎抿了抿唇角，问了个重要事情：“那你不打算回去了吗？”巨蟒贴蹭，不回，仔仔，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几黎都没想到，竟然连爬行动物都会如此。主要是他真的很怕蛇，但是现在突然感觉还能接受。深呼吸口气，几黎瘫坐在沙发上，招呼站在原地的青年，拍了拍身旁的空位：“坐呀，歇会儿，刚才跑得我好累啊。”谢巡收起银色长刀，还不听话，走到沙发前坐下，一双平淡如水的漆黑眼瞳一眨不眨盯着女孩子胳膊处的蛇。几黎见状：“你要摸摸吗？”他把胳膊举到青年面前，金色蟒蛇竖立起，嘶，吐着蛇信子，好奇打量面前的人类。这是仔仔的人类伙伴吗？谢巡薄唇抿着，摇了摇头。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几黎收回胳膊，抬手轻轻触碰了下蟒蛇冰冰凉凉的身体，鳞片很硬。小黑，仔仔，我叫小黑。小黑。几黎点点脑袋，表示记住了。短暂歇息10分钟，重新站起身，看了眼挂在墙壁上的太阳花形状的时钟，都2点了。干饭。偏头瞅向青年，随意问了句：“要一起吃吗？”好。几乎是话音落下的瞬间，青年就应声。几黎眨眼，盯着青年，忽然道：“谢巡哥，你没事以前可高冷了，就自带生人勿近的那种气场。”他补充：“我之前都不敢和你说话，生怕你突然不耐烦，对着我砍一刀。”当然，后半句纯属夸大其词，但青年却听进去了。他低垂眼眸，注视着女孩子死白漂亮的面容，嗓音很轻，说了2个字：“不会。”啊！几黎没反应过来，他说：“不会不耐烦。”几黎唇瓣微张，呆愣愣瞅着谢巡，似乎自从把对方捡回来，青年就变得有些黏糊。怎么说呢？就是不管他去做什么，他都会跟着一起。我擦！小姑娘瞪大眼睛，突然想到什么。谢巡，这是雏鸟情节吧？记得曾经看过的一本书里说过，动物会把第一眼看到的活物当做自己的妈妈。不对，这个比较不对劲。谢巡是人，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算了，等哪天对方恢复记忆，或许就好了。几黎晃了晃脑袋，抛开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开始思考中午吃啥。好像也没啥吃的，就自热米饭吧，菌菇牛肉味。决定好自己要吃什么，他又询问青年：“谢巡哥，你要吃什么口味的自热米饭？”谢巡不挑食，都行，那就吃青椒肉丝吧。从储物空间里拿出2盒自热米饭，倒水加热。几黎又拆开2盒酸奶，搁在桌面。这几天基本都是吃这些东西。蟒蛇从几黎胳膊上游走下来，开始好奇摆动尾巴，到处闲逛。
曲靖忙完回到事务中心，一打开门就对上双紫色树丛，被吓一跳。蟒蛇没有攻击曲靖，只是好奇围着他转悠2圈，仿佛确认他没有危险性，就滑动身子溜达到另一边。领主大人，曲靖走上前，有个叫徐凌云的人说担心朋友的安危，想借一套高温防护服出去，我们借不借？徐凌云，纪离想了下，对这人有些印象。他捧着酸奶喝了口，你说他会不会就是红枫基地派来暗中调查的？曲靖也有这个猜测，有可能。那我们还借吗？有可能。那我们还借吗？纪离捧着酸奶吨喝完，借呀，看看他们打算做什么。曲靖的想法和纪离不谋而合，他应声好的，我这就去安排。这边徐凌云借到高温防护服，便穿着驱车急匆匆赶到了红枫基地。基地外围的惨状让他忍不住皱眉，加快步伐来到了中心区域。有一点他没撒谎，说担心队友的安危是真的。这段时间一直待在桃园基地的他，万万没想到外面的情况竟然如此糟糕。这一路上徐凌云的心情都格外沉重。叩，他站在门口敲了敲门，等了大概10几秒钟才打开。开门的男生顶着头被汗水浸湿的黑色短发，发白的嘴唇干裂，看向浑身包裹的严实的人诧异。你是？徐凌云把防护服的面罩摘掉。是我。他走到屋内，队长他们人呢？我不在的这几天你们怎么样？男生关上门，吞咽了下干涩发疼的喉咙。队长他们出去找水去了，这鬼天气太热，基地打得紧都没水。徐凌云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大桶水，打开盖子倒到瓷碗里，等队长他们回来，咱们一起去桃园基地，别在这里待了。男生在徐凌云拿出那一大桶水的时候就惊了，他迫不及待端起碗，连续喝了3大碗水才反应过来。凌云哥，你从哪弄来的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水干净没有异味，也不发黄苦涩。从桃园基地。咔嗒，第5小队从外面回来，他们小队共6个人，去找水的4个人状态都很不好，浑身灰尘布满，眼睛发红。队长郭帆看见回来的队友这身打扮，十分惊讶。凌云，你回来了。徐凌云重新把水倒满。队长，你们先喝水，喝完再说。其他人早就渴得嗓子冒烟，见到清澈干净的水，纷纷冲上来一顿狂喝。等第5小队成员都喝完水，徐凌云才把去桃园基地的事情详细说了遍。郭帆听完震惊不已，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孔欣抢答，队长，凌云哥还能骗咱们不成？这肯定是真的。他指了指徐凌云身上穿的高温防护服，你看凌云哥这衣服，还有咱们刚才喝的水，快别犹豫了，咱们现在就去桃园基地吧。作为出生入死的队友，郭帆当然相信，他就是觉得这一切听着不真实，但也没再犹豫。好，咱们现在就去。说完又顿了下，凌云啊，这桃园基地会招收咱们吗？徐凌云愣了愣，突然就不确定了，会吧？我这身衣服就是桃园基地的副基地长借给我穿的，要是不收的话，孔欣已经收拾好包袱，要是不收，咱们就跪下求他们。郭帆，男子汉大丈夫，说跪就跪啊。彼时，桃园基地从外面就回来的2个人已经苏醒，曲靖派人去告知纪离。纪离得知，从木屋出来，打着遮阳伞，小跑到事务中心。曲靖已经了解完基本情况，他凑近说：“领主大人，他们说自己是雷霆小队的成员，那天昏迷是因为出来找水被异化人所伤。”雷霆小队？纪离闻言微愣，翻寻出那段陌生记忆，里面有提到这个名字。雷霆小队在原文里出现过很多次，这支队伍在后期的实力很强，和男主裴寂带领的飓风小队几乎是旗鼓相当。男主裴寂和雷霆小队的队长秦杰算是不打不相识，后期还成为了朋友。2支队伍也共同迎战对抗过异化人和变异兽。谢谢你们救了我和队友。雷霆小队的成员宋征感激道谢：“我叫宋征，风系异能者。”宋征旁边的男人名叫杜兴泽，是个圆脸胖子，也不能说胖，应该是比较壮实。冒昧问一下，这里是哪？2人醒来也没乱走，就待在2楼。等曲靖听到动静上来查看，才发现他们已经苏醒。曲靖简单把那天遇到他们昏迷在路边的事情说一遍，至于其他的还得等纪离过来再决定具体怎么做。曲靖，这里是桃园基地，这是我们基地的领主大人，你们打算怎么办？纪离询问。宋征看向面前柔白漂亮的女孩子微愣，有些意外对方竟然是基地的领主。他想了想开口：“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待2天？”纪离犹豫，不是不行，而是因为非桃园基地的居民只能在基地待2个小时，所以在他们昏迷的这7个小时内，他需要时刻注意时间，隔2小时就必须重新点一次。不太行，基地有限制，除非你们加入桃园基地。杜兴泽听到这个理由很疑惑，什么限制必须加入才行啊？宋征打断了队友的问话，抱歉，我们这就走。想了想，又说能不能用金盒换取点物资，水和食物？可以。宋征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了4颗绿阶金盒和2颗黄阶金盒递过去，我们只换几袋食物和水就行。那得多了，金盒很难获取，尤其是高级金盒，而宋征却拿出了2颗高级金盒，不多，这2颗就当答谢。宋征语气坚定，要不是你救了我们，恐怕我们早就被那些变异兽给吃了。纪离对于宋征挺有好感的，他收下那6颗金盒，给他们换取了5大桶水和1箱自热米饭，外加2套高温防护服。杜兴则看到换取的物资直接惊了，这是自热米饭，天呐，他都不记得多久没吃过米饭了，还有这水，看着真干净啊。宋征没有问这水和自热米饭哪里来的，从醒来看到这个房屋的装饰和吹着冷风的空调，他就能察觉到这个基地不简单。好奇心害死猫的道理大家都懂，有些时候知道的越多，反而死得越快。他只是看向这位年纪不大的领主，真心感谢道：“谢谢，希望我们有缘再见。”有缘再见。宋征他们离开没过多久，徐凌云便带着队友们回到了基地。徐凌云把车停在外面，你们等下，我先进去和区副长说上。没一会儿，他又折返回来，驱车开进基地，招呼大汗淋漓的队友。区副长让咱们去屋里说，快下车，太热。这一路上幸好带的水足够，不然恐怕得热晕过去。顶着炎炎烈日，带领几人来到事务中心。徐凌云看见站在曲靖身旁的女孩子，正愣了下，才把目光移回。区副长，这是我的队，我们是红枫基地第5小队，
说到这里，徐凌云咳了咳，老实交代，其实我是被红枫基地的基地长葛勇派来暗中调查桃园基地。他表明忠心，但我现在已经是桃园基地的一员了，关于咱们基地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向葛勇透露。我还把队友也带来了，希望您能同意他们加入。曲靖不动声色看了眼身旁的女孩子，领主大人，我们猜对了。第5小队的其他4名成员在接收到游戏通知的那一刻，就已经相信了徐凌云所说的一切。他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这里。尽管如此，当他们踏入事务中心，看见靠墙2排置物架上摆放的各种食物，以及不分昼夜工作的空调时，还是被惊到了。百闻不如一见，郭帆当即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留在这个桃园基地。他见曲靖不说话，直接砰的一声跪地，屈服着，求您收留下我们吧，只要能加入桃园基地，我们愿意做任何事。其他4位成员见状也跟着一溜跪地。这波操作直接惊呆徐凌云，他赶忙拉住郭帆，队长，你们来真的？他本以为孔欣是开玩笑的，没成想队友一个个的就这么水灵灵的跪下。郭帆，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曲靖也被这波操作吓了一跳，上前拉住郭帆的胳膊，你们先起来再说。郭帆不动弹，满脸期待，您同意我们加入桃园基地了？曲靖表示，这个要问我们领主大人。郭帆疑惑，领主大人在哪？曲靖收回手，转身看向几离，领主大人，您打算怎么办？第5小队齐刷刷看向站在桌前的女孩子，徐凌云尤为震惊，声音都拔高了，你是桃园基地的领主，不是他以貌取人，而是对于女孩子的印象就是看起来很乖软。怎么说呢？在听到几离就是桃园基地的领主，他的震惊程度不亚于林黛玉，倒把垂杨柳。曲靖见他反应如此大，诧异，你不知道？徐凌云，他才知道。我靠！徐凌云快速把这几天的发生的所有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没惹领主不高兴，回想起办理居民证他的表现，糟糕！徐凌云打了个激灵，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就是领主大人。他哭丧着脸，我是速度型异能者，那天不是有意欺瞒的。几离压根没在意，没事。他摇摇头，将新加入桃园基地的幸存者需要采集木材和食料为期2周的规定说了下。要是没问题的话，你们就可以办理居民证。没问题，当然没问题。郭帆激动，那你们赶快起来吧。依次办理完居民证，安排好房间以及分发生活手册1本。忙完，曲靖便带领他们去往生活区。这边，几离看了眼挂在墙壁上的时钟，已经是9点，但天还是亮如白昼。也不晓得极热要过多久才能退散。深呼吸口气，小姑娘招呼盘踞在空调上的金色蟒蛇，准备回木屋睡觉。刚打开房门，狮子就撒着4条腿扑过来，嗷呜蹭蹭。而蹲坐在冰垫上的黑豹神色微顿，突然身躯伏低，一双绿油油的兽瞳盯着几离胳膊处缠绕的蟒蛇，预备攻击。巨蟒自然也察觉到危险，紫色树瞳骤缩看向黑豹，蛇身绷直，绕到几离脖梗后面，探出脑袋，身体膨胀3倍大。心大的狮子这才发现仔仔胳膊上缠绕的蟒蛇，身体下意识做出反应，4爪抓地，想要飞扑过去把那条蛇给咬下来。一时之间剑拔弩张，你们要干嘛啊？几离忙不迭拦住他们，先抱起脚边的狮子走到沙发前坐下，又把小黑扒拉到旁边，不许打架啊！小黑收起毒牙，发出嘶嘶嘶声，友好和2只大猫打招呼，你们好，我叫小黑。狮子见蟒蛇表现得如此友好，忍不住晃了晃尾巴，昂首挺胸，我叫丧彪，是这里的老大，以后你就跟本狮子大王混，绝对不会有受欺负。黑豹恢复至懒洋洋的模样，身形敏捷，跳到几离怀里，2只小黑爪抱住仔仔手腕，伸出粉红色舌头舔了舔不吱声。哼，他根本不屑于和这只蠢狮子争夺老大这个身份。几离不知黑豹心里所想，他心情放松，靠着椅背，伸出手撸猫，陪3只毛茸茸，不对，2只毛茸茸和小黑玩了会儿，一直到10点才起身，拿着换洗衣物去浴室洗漱。而另一边，宋征和队友杜兴泽回到了雷霆小队暂时居住的地方。队长，我们回来了。雷霆小队共4个人，队长秦杰坐在石凳上擦了把汗水。男人身穿着件黑色背心和长裤，古铜色皮肤肌肉鼓起绷紧，头发理得很短，是个标准的寸头，显得五官格外立体。听到动静，秦杰站起身看向门口，1.9米的身高，压迫感十足。你们这是？秦杰目光扫过队友的衣服，杜兴则摆摆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大桶水，搁在地上拧开盖子。队长，你们快先喝水，咱们喝完再说。秦杰没追问，先倒水喝了2大碗。等队长他们喝完水，杜兴则才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遍，最后道：队长，要不然咱们也加入那个桃园基地吧。秦杰坐在石凳上思考半晌，询问开口：你们觉得呢？宋征站在门框边，双臂环胸投票，我同意加入。宋征和杜兴泽2人也收到了来自游戏的通知，觉得震惊的同时又有些后悔没有同意加入桃园基地，但现在也不晚吧。杜兴泽投2票，我也同意。戴着一副黑色眼镜、斯文瘦弱的吕南萧也举手同意。队长，咱们不然去瞧瞧。他们雷霆小队至今为止没有加入过任何基地，就觉得那些基地破事一堆，压根不想浪费时间去解决麻烦。可现在听杜兴泽说完，秦杰也有些好奇了。行，去瞧瞧。他顿了顿，等着鬼天气熬过去再去。极热持续了整整7天，直到第8天清晨，随着轰隆几道雷电响起，暴雨倾盆而下，气温慢慢下降至25摄氏度。暴雨下了一整天，躲藏在各个地方艰难求生的幸存者奔跑出去，像疯了一样张开嘴巴接雨，有些还拿着锅碗瓢盆在雨里欢呼雀跃。老天爷，终于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雨后的天空像水洗过般湛蓝，整个兰江市也被这场大雨洗得焕然一新，清新湿润的空气混合着泥土的气味蔓延。桃园基地，2只大猫恢复活力，大清早就跑出了基地撒欢捕猎。蟒蛇小黑没去，它体型缩小至半米，缠绕在季里手腕贴。仔仔好香啊！蟒蛇小黑伸出蛇信子，控制不住舔了舔，紫色树瞳扩张，
纪离只感觉手腕处的皮肤凉凉滑滑的，把衣袖撸到手腕遮盖住小黑。纪离来到事务中心开始工作。生活区，大清早，居民楼内的幸存者们就精神满满走出门，互相笑着打招呼。李哥，这么早就起了？那可不，终于凉快了，还不得抓紧时间工作赚钱。鬼知道我在屋子里待着都快憋死了，还是外面好啊。王哥，早，咱们先去食堂吃饭吧。众人闲谈着，步伐一致前往食堂吃早饭。曲靖拿着人才招聘企划案城市建设规划图走到事务中心，和纪离商量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和具体安排。首先是招聘，目前新建造的养猪场、烘焙房、饲料厂、加油站都需要招人，还有裁缝店。纪离那天花费2000金币把店面升级扩大了3倍，额外又添加了5台机器。现如今基地幸存者越来越多，等过些天还得持续招人。纪离翻看完企划案，那我们等下周举办一个招聘会吧。可以。忙碌到中午，事务中心的门被敲响，顶着那头非常显眼的银白色碎发的青年拎着饭盒走进。离，纪离从繁忙的工作里抬起脑袋瞅了眼时间，都12点半了。站起身揉了揉略微酸疼的脖颈，下班。绕到靠墙的原木桌前，纪离接过谢寻递过来的饭盒，打开今日份午饭：尖椒炖土豆块、清炒胡萝卜、玉米粥。曲靖把手头工作放下，和纪离打了声招呼：“领主大人，我也先去吃饭。”好的。纪离摆摆手，握着筷子夹了些胡萝卜塞到嘴里嚼。连续7天都没正经吃顿饭的小姑娘突然觉得清炒胡萝卜也变得格外好吃了，配上玉米粥，把菜吃完。饭后倒了杯热水，慢吞吞喝2口。纪离看向拿着洗干净碗筷的青年，从桌面抽出2张纸巾递过去：“等下要去打怪，你还去吗？”谢寻接过纸巾擦干手指，银白碎发下墨色眼睛注视着女孩子，嗓音很轻：“去。”下午2点，驱车照常外出打怪。孟欣待在房间里早就快憋坏了，大清早醒来就迫不及待练习异能，就等着下午和纪离、谢寻一起去打怪。这回没带2只毛茸茸，只带着新成员小黑出来锻炼。蟒蛇攻击通常采用绞杀的方式缠住猎物，使其窒息而亡，但这种方式对付异化之不太行，所以小黑用了第2个方式，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对着异化之咬下去，毒牙刺入，不到10秒钟，原本还很嚣张的异化之就嘎了。纪离也是才知晓小黑是条有毒的巨蟒，而且是剧毒。嘶，小黑收起毒牙，游动到纪离身边，脑袋凑近求夸：“仔，我厉不厉害？”纪离摸大蛇的脑袋，夸赞：“厉害，你超厉害的。”一番夸赞下，巨蟒飘了，他越战越勇，蛇身摆动间情绪高涨，把附近的异化值全部给解决了。嘶，他就是蛇界最厉害的蟒蛇，蛇骄傲点 JPG。傍晚有时，驱车返回基地的纪离就见大门外停着一辆吉普车，车辆旁边站着2个人，很眼熟，是宋征和杜兴泽。让谢寻先把车开到基地，纪离从副驾驶下来走向他们。宋征健壮上前，和初次见面时的满身伤痕模样相比，今天的宋征精神状态非常好。一身墨绿色紧身衣裤，齐耳短发干净利落，黄黑色的皮肤，身材高挑匀称，流畅的肌肉线条充满了力量感。又见面了，宋征笑道：“我们这回是想加入桃园基地。”杜兴则举手表示：“领主大人，我们雷霆小队愿意全部加入桃园基地，为基地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坐在吉普车内的2个人也推门下车。秦杰依旧穿着件黑色无袖背心和长裤，踩着双黑色军靴，凌厉的眉眼，高大的体型，浑身散发出不好惹的气息。他目光落在身形娇小的少女脸上，表情有些诧异。这就是桃园基地的领主。纪离听到动静，抬眼望去，就见那人迈着2条大长腿走过来，伸出手自我介绍道：“雷霆小队队长秦杰。”纪离礼貌性伸出手握了下：“你好，我是桃园基地的领主。”纪离顿了顿，补充：“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基地吧。”带领雷霆小队在基地逛了逛，当见到大片农田和各种建筑，他们的震惊程度和先前的第6小队和第7小队一样。宋征知道桃园基地不简单，但没想到竟然这么不简单。杜兴则伸出大拇指3连卧槽，真不愧是游戏都认可的基地。他看向纪离：“领主大人，我们怎样才能加入基地？需要多少金盒？”“不需要金盒。”纪离从储物空间里翻出桃园基地生活手册递给他们：“你们先看看，等看完再决定。”秦杰闻言接过手册，和队友一起翻看。在他们翻看手册期间，纪离小跑到田地里检查了下农作物的生长，又把建造在田地附近的木屋升级成2层小楼。宋小杰蹲在田地里浇水驱虫完，看见木屋变成2层小楼，还有些意外。他斜挎着布袋跑过来：“姐姐，这木屋怎么？”纪离解释：“以后基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田地也会增加，你自己肯定忙不过来，所以要招人呀，木屋也要扩大。”宋小杰点点头。站在不远处翻看完生活手册的雷霆小队纷纷表示，他们自愿加入桃园基地，为基地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那你们和我去办理居民证吧。办理完居民证，纪离敲打键盘的手指微顿，看向雷霆小队里唯一的女性。房间是4室1厅，你们是住一起还是分开？之前是没办法只能凑合，现在有条件了，谁还愿意和一群大老爷们住？宋征当即回答：“分开住。”杜兴则假哭：“不是吧，征姐，咱们兄弟几个情深意重，你这说抛弃就抛弃？”说着，他还抬手抹起不存在的眼泪：“不要啊，征姐，我舍不得你。”宋征眼皮猛跳，暴躁脾气上来，直接一脚踹过去：“滚！你他妈哭丧呢！”杜兴则捂住屁股，委屈的像个300斤的胖子：“征姐，你没有心。”秦杰无语，面无表情扯过杜兴则：“行了，别在这闹。”杜兴则立马恢复正常。讲真啊，他是有些害怕队长的，尤其是秦杰面无表情的时候，吓得他都不敢吭声。将楼层号告知，带雷霆小队离开事务中心。纪离起身从置物架上拿了瓶黄桃酸奶和2袋巧克力吐司面包。打怪还蛮消耗体力的，现在就很饿。领主大人，
曲靖风尘仆仆从外面回来，雷霆小队加入咱们基地了。纪离嚼着面包，含糊应声。基地又增加了几名实力强劲的异能者，曲靖对此很高兴。领主大人，我想咱们基地是不是该组建一支护卫队？随着桃园基地人口数量增多，危险也增加不少，那些变异兽和异化人会闻着气息寻过来，因此组建护卫队很有必要。纪离咽下面包，询问：你有合适人选吗？曲靖表明自己的想法，目前还没有，我们可以先建造一个护卫营地，然后通过实力筛选出合适的异能者。纪离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就按照你说的办吧。等基地升级完就发布消息。夜深人静，纪离靠在床头调出透明面板，将基地升至到了9级。桃园基地等级9级，人口1671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中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1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田地50。任务1，升级10，基地居民楼9层5，超市、汽车修理厂。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4万。任务2，桃园基地人口达到800，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4万。哦豁，达到800人，好吗？难怪田地突然奖励这么多。纪离深呼吸口气，滑动面板点开下方的按钮，建筑，翻找到合适建造护卫营地的建筑，花费5000金币和木材石料各1000单位。OK，建造成功，其他的事情等明天再说吧，睡觉。次日9点，纪离来到事务中心上班，刚踏入办公区域，透明面板突然自动弹出，黑色涂鸦文字显示：警告，陌生幸存者进入基地边界，是否驱逐？是否？啊嘞！纪离眨眼，很懵逼，奇怪，之前那些幸存者踏入基地边界线，游戏怎么不提示？现在突然提示是什么情况？纪离迟疑几秒，点了是。既然游戏突然提示，那就肯定有问题。纪离把这件事情和曲靖说了下，曲靖听完面色变得十分严肃，可能是红枫基地那边派来的人。前面就已经有3个异能小队加入到桃园基地，就连对方派来暗中调查的徐凌云都被策反，带着第5小队加入。葛勇看到这种情况，当然坐不住了，肯定会派更多的异能者来查看。至于突然提示的原因，曲靖猜测或许是游戏能分辨出谁会对基地造成伤害，所以选择提示，也有这个可能。纪离拖着下巴沉思，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驱逐吧？我们也要外出搜寻物资打怪，万一遇上他们岂不是很麻烦？重点是为了完成任务，肯定是要持续招收幸存者。曲靖，那咱们就放出消息，引他们来。红枫基地内乱严重，根本不足为惧，咱们正好趁机一网打尽。顿了顿，他继续，就是人口暴增，可能会出现问题。纪离指尖轻敲了敲桌面，灵光一闪，等把红枫基地接手，我们可以先派人去那边看守，之后再慢慢转移，行不行？曲靖非常赞同，当然可行，我这就去安排。其实吧，就算葛勇他们不来，曲靖也打算过段时间带人去攻打红枫基地，拯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的幸存者们。至于如何把消息扩散出去呢？纪离想到一个办法。当天下午，独自驱车来到了变异金雕的栖息地。刚踏入这片森林，负责巡视领地的金雕就发现了纪离的闯入。金雕飞在半空，敏锐的视觉锁定住下方的人类，好熟悉的气息，是仔仔。金雕小弟惊喜，扇动翅膀飞扑过去，仔，你好呀！纪离看向落地站在面前的金雕，你好。金雕长得都一模一样，但纪离就是能从中分辨出谁是谁。金雕小弟兴奋极了，仔仔和他说话了，呜呜，好激动。上回遇到仔仔的金雕小弟本想凑近贴，可是老大却毫不留情把他撵走干活，都不允许他靠近仔仔。可恶！这回终于能贴了，金雕小弟睁着一双棕黑色的豆豆眼，期待看向纪离。仔贴啥？纪离微愣，贴。金雕小弟以为仔仔同意了，兴奋把脑袋凑过来，锋利尖尖的鸟喙轻轻贴在纪离面颊上，停顿3-4秒，移开。啾！金雕小弟扑棱着翅膀来回在原地蹦跳，整只雕都要开心的晕过去。此刻他就是雕界最幸福的金雕，没有之一。背着纪离来到大本营，察觉到熟悉气息的金雕老大从巢穴里出来，棕黑色小眼睛锁定住树下的人类，扇动翅膀飞下来。他兴奋地绕着纪离转了2圈，张开尖喙发出几声短促的鸣叫。仔，你是来找雕玩的吗？纪离从储物空间里翻出一块新鲜的猪肉作为见面礼，递给金雕老大。有件事情我想找你帮个忙。什么忙？仔你尽管说，雕会帮你。金雕老大叼起纪离递过来的猪肉，按在利爪下一点点吃完。纪离把事情说了遍。金雕老大听完，当即决定出发。他张开翅膀示意纪离上。仔，我们现在就去吧。就这样，一人2只雕趁着天没黑之前回到了桃园基地。纪离想到的扩散办法是用事务中心的电脑画出田地和居民楼，将这些印在纸张正面，反面简明扼要写上招新流程，然后让金雕帮忙把宣传单撒到红枫基地。隔天，金雕老大就带着小弟来到红枫基地上空，把宣传单撒落。这个时间段，幸存者几乎都在。他们见到从天而落的纸张，先是一愣，紧接着抬头往上看，就见2只巨大的变异金雕盘旋上空。一瞬间，人群炸开，是变异兽！救命啊！这些是他们丢的。桃园基地招新，别喊了，他们飞走了。任务完成的金雕老大带着小弟扇动翅膀，转身潇洒离去，丝毫没有在意底下那些惊慌失措的两脚兽。红枫基地异能小队成员捡起掉落的宣传单，当看到上面画的各种农作物和田园风的居民楼，直接震惊住。他拿着宣传单冲到一栋房屋里，招呼其他人：“队长，你快来看！这上面说的是真的假的？桃园基地，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这不是第6小队和第7小队加入的那个基地吗？对，我听说第5小队也加入了。第2小队面面相觑，队长拿着宣传单反复看了遍，咱们去瞧瞧。光看宣传单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只有亲眼见到才能确信是不是真的。而与此同时，红枫基地的基地长葛勇在得知这件事后，脸色阴沉的吓人。他没想到一个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基地竟然这么张狂，几次三番来拉人就罢了，现在还把宣传单撒到他们基地，这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勇哥，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这宣传单上画的这些都是真的，他们怎么会种出粮食的？这要是真的，说什么都得把这个基地打下来，到时候就不用为食物发愁了。派出去的人都没探查出这个基地的情况，咱们该怎么打？在场的人都是葛勇的忠实拥护者，轻易不会背叛。面对桃园基地能种植出农作物这件事，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去掠夺。这些异能者习惯了高高在上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以及普通人对他们的敬畏之心，压根不会考虑加入桃园基地。怕什么？咱们去掉那些普通人，还有1000多个异能者，那个桃园基地估计也就100-200个，还能打不过？大家别忘了，咱们也有变异兽，到时候带上一起，还不踏平他们？老兄说的对啊，这个什么桃园基地都骑到咱们头上了，这回可不能再忍气吞声了。葛勇也不想再忍了，他大手一挥，好，弟兄们这一路都受苦了，等这回把桃园基地攻打下来，我们就好好庆祝一番。说着，他们便开始商量如何攻打。这边，金雕老大和小弟回到基地，几黎准备了2大盆鲜肉给他们吃，待吃饱喝足，金雕老大蹭了蹭几黎，嘴里不停发出类似撒娇的咕噜声。仔，雕好喜欢你喜欢你。金雕老大蹭完，低下脑袋，轻易啄了啄几黎的头。变异金雕的鸟会非常尖，能轻易啄穿钢板，但他此时并没有用力，只是动作很轻的触碰了几下，就好像在轻轻。卧槽！一道惊呼声突然响起，回到基地的雷霆小队队员杜兴泽抬手指着面前的2只体型庞大的变异金雕，声音颤抖：“老大，是变异金雕。”秦杰脚步顿住，看向那2只变异金雕，瞳孔骤缩。几黎听到动静，探出脑袋：“哎，你们回来了。”杜兴泽往后退了步，结结巴巴：“领主大人，你，这是什么情况？”几黎见状，忙不迭解释：“你们别怕，他们是我的朋友。”朋友？杜兴泽惊掉下巴：“领主大人，你没开玩笑吧？我们以前碰到过他们，被揍得可惨了。”变异金雕似乎很仇视人类，路过看到都要踢2脚的那种。他们雷霆小队有次招惹到这些家伙，费了半条命才逃脱。杜兴泽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疼痛，毫不夸张，那鸟会一啄一个血窟窿，那翅膀一扇一个大笔兜啊！几黎闻言看向乖乖站在面前的2只金雕，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秦杰神情看不出在想什么，他目光落在探出脑袋的女孩子身上，眉梢轻挑。领主大人的朋友真特别啊！他挺意外，对人类如此仇视的变异金雕，此刻竟然张开着翅膀围住身形娇小的少女。要知道，这样的行为只针对幼崽，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几黎有些分不清秦杰的这句话是真的感叹，还是阴阳怪气。想了想，寻了个理由准备溜走。我先送他们回家了。话音落下，几黎拍拍金雕的翅膀，我们走了，小雕。雷霆小队的杜兴泽表情都控制不住了，张着嘴巴，眼睁睁看着2只变异金雕乖乖和女孩子离开的身影。小雕，老大，你听见没？领主他叫变异金雕，小雕。秦杰嘴角一扯，我耳朵没聋。杜兴泽满脸敬佩，伸出大拇指，领主大人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他都不害怕的吗？大门外，金雕老大和小弟依依不舍告别仔，扇动翅膀飞向天空，身影渐行渐远。几黎站在原地望天，直到他们的身影看不见了，才回到事务中心继续忙碌剩余的工作，与曲靖商量接下来的安排。曲靖猜测红枫基地很快就会攻打过来，于是连夜和梁景、岳林、秦杰几个小队队长共同商议该怎么应对。只是曲靖没想到红枫基地的人会来得这么快。当天深夜凌晨2点，一阵巨大的响动让整个桃园基地的幸存者通通惊醒，众人下意识地拿上武器冲出门，步伐一致跑到大门口。负责看守基地的异能者拿着大喇叭对着冲出来的众人喊：“是红枫基地，红枫基地带人来攻打咱们了，大家做好准备迎战。”提前得知这个消息的众人握紧手里的武器，没有丝毫退缩和胆怯。几黎也有些惊讶，他爬到瞭望塔，拿着望远镜看向气势汹汹朝这边驱车前来的人群。这回游戏并没有提示他是否驱逐。等，车队后面好像是一群斑鬣狗。几黎眨了眨眼睫，拿着望远镜确认，真的是变异斑鬣狗。曲靖也发现了，他神情变得严肃。红枫基地居然能控制这么多猎狗。他看向梁景他们，你们知道吗？岳林和灵光宗几人一头雾水。我们也不知道。梁景面色冷静，据我了解，红枫基地的精神系异能者只有2个，而且都是 B 级，不可能控制这么多猎狗。而彼时，领头的雌性猎狗突然嗅到了一股非常特别的气息，即使隔着一段距离，嗅觉十分发达的猎狗群也能闻到。他们互相低呜，脚步忍不住加快。站在瞭望塔的几黎对此毫不知情，放下望远镜，听到曲靖几人的担忧，出声：“没事，他们进不来基地。”瞭望塔下方，所有的异能者全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大部分人对于桃园基地其实已经有了家的感觉，他们当然不希望好不容易寻找到的庇护所因此毁灭。不多时，红枫基地的人顺利到达门外，车内下来一个中年男人，拿着大喇叭，气焰嚣张，冲着他们喊。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红枫基地的，你们3番2次来我们基地抢人，实在是太过分。现在不想死就赶紧投降，我们勇哥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你们这次，否则别怪我们杀人不眨眼。”灵光宗无语，拿着大喇叭冲下面喊，说话一股厕所味。我们什么时候抢人了？他们都是自愿加入我们基地，你们自己留不住怪谁？中年男人脸色一变，冷笑：“死到临头还嘴硬，行，那就别废话。”他招呼带来的600名异能者和变异猎狗群都给我上，不留活口。但还没等这些异能者上前，80只变异猎狗突然对他们发起攻击。
变异斑猎狗体型比原来增大了好几倍，身长3米，肩高2米，咬合力惊人的犬牙轻易就能穿透人的头盖骨。一瞬间，场面混乱。葛勇和手下的人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猎狗群竟然叛变了，连个缓冲的时间都没。这他妈什么情况？他们惊慌失措，根本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几黎拿着望远镜扒在瞭望塔上沉默。就在刚刚，猎狗群里体型最大的雌性斑猎狗看到几黎的那一刻，深棕色兽瞳瞬间亮了，其他猎狗更是控制不住发出低呜声。仔仔，好喜欢好喜欢，仔仔在看我爷。放屁，仔仔明明是在看我，我可是族群里最帅的一只猎狗，你真不要脸，仔仔就是在看我。斑猎狗并没有被精神控制，他们和红枫基地算是合作关系，葛勇给他们带去食物，他们替葛勇办事。变异的动物都特别聪明，尤其是斑猎狗，他们不仅是群居，智商还很高。在听到这些人要伤害仔仔，猎狗群瞬间怒了，待首领发出信号，立马冲向这群胆大的两脚兽，无差别撕咬起来。站在瞭望塔上的几人见状很是懵逼，这是什么情况？他们还没动手就先内讧了？似乎想到了什么，曲靖几人同时看向扒着栏杆的女孩子，试探性询问：领主大人，您是不是做了什么？几黎，小姑娘眨眨眼，指了指下方的混乱，我们要不要阻止？有些人不该死。曲靖、林氏兄弟俩，梁景、岳林，确定了，就是他们领主大人搞的。领主大人，您快看！有人惊呼。几黎闻言望去，就见黑豹、狮子、巨蟒3只，不晓得啥时候溜出去的。他们顶着庞大的体型加入了这场战斗。葛勇和手下都傻眼了，这他妈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3只变异兽？尤其是那条金色巨蟒，一口吞下他们都不带塞牙的。有些异能者试图撤退，他们好后悔啊！听信了葛勇的洗脑，信了桃园基地的不好。曲靖并不想赶尽杀绝，拿起喇叭对混乱的人群喊：我们桃园基地主张和平共处，现在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我们将不会追究，变异兽也不会再攻击你们。曲靖重复了遍。听到这话，大部分异能者立马放下了武器，只有拥护葛勇的人还在搏斗，试图洗脑。你们他娘的都傻逼啊！真信了他的鬼话，到时候他想杀我们还不是轻轻松松？已经放下武器投降的众人站在原地，而那些变异兽也没有再攻击他。见状的众人极其无语，信了你的鬼话才彻底完蛋了。葛勇和拥护他的异能者眼见其余人倒戈，气急败坏的同时感到了害怕，异能齐发对准扑向他们的猎狗群。站在瞭望塔的曲靖看向身旁的女孩子，停顿几秒道：领主大人，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您要不先回屋休息？接下来的场面过于血腥，曲靖觉得不太适合他们领主观看。几黎没想到这层，他只是站在高处，被夜风吹得有些冷。听到这话，点点脑袋。那好，等处理完告诉我下。待几黎离开，曲靖面色冷酷，看向垂死挣扎的葛勇和他的拥护者。这群人在末世作恶多端，为了物资背地里抢夺杀害了不少人，现如今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继续伤害其他人。20分钟后，垂死挣扎的一行人通通下线领了盒饭，曲靖才拿着喇叭对剩余的500人说：今晚的事情已经解决完，你们可以走了。如蒙大赦的众人闻言纷纷跑路，生怕曲靖突然改变主意，派人清理打扫干净战场。曲靖又对围在周围的居民说：很晚了，大家回去继续睡吧，明天还有工作要忙。围在周围的居民应声拿着武器都松了口气，还以为是场大战，结果没曾想都不需要他们出手，事情就解决完了。他们桃园基地就是厉害，居民们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回访。曲靖哥，这些变异猎狗咱们要准备怎么办？林耀祖指了指战斗结束就集体蹲坐在大门外的猎狗群问。曲靖走过去想了想开口：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吗？领主大人他已经休息了，你们改天再来行不行？变异动物们当然能听懂两脚兽说的话，但听懂是一回事，不想做又是一回事。斑猎狗群交头接耳交流：哥，仔仔怎么不见了？我想见见仔仔，我都没有和仔仔说句话，呜，好难过。曲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能看到他们交头接耳半晌，然后集体齐刷刷看向他，一动不动，继续蹲坐在原地。这是拒绝的意思。曲靖无可奈何，我去喊领主大人过来，你们待在这里不要动。只是没等他喊，就见穿着米色外套的娇小身影从远处走来。他迎上前汇报情况：领主大人，事情已经解决完了。好的，我知道了。几黎应声走到斑猎狗族群前站定，谢谢你们帮我。话音未落，猎狗全部围上来。不用谢，仔仔贴，仔仔你好香嗷呜，好喜欢你。都别挤啊，我也要亲仔仔。你们这群蠢货别挤了。几黎只感觉四面八方的热气扑面而来，耳畔都是猎狗七嘴八舌的说话声和兴奋的低呜声混合在一起。近距离看，它们的毛发是棕黄色掺着褐色斑点，圆耳朵，皮毛短而粗糙，尾巴和鼻子都是黑色。斑猎狗是群体生活，母系社会等级森严，体型最大的雌性斑猎狗见几黎有些不适，直接动口，都后退，你们吓到仔仔了。其余的斑猎狗听到首领发话，即使再不愿意也都会听从指令。空气流通，几黎深呼吸了口气，仰头看向面前的首领：我没事，谢谢你们帮助我。他补充：现在太晚了，等明天你们来找我，我给你们准备吃的，好不好？当然好了。毛茸茸们恨不得立马就到明天，这样又可以和仔仔贴了。猎狗首领凑近蹭了蹭几黎：仔仔，明天见。目送毛茸茸们离开，几黎转身对上几人复杂的神情，一脸懵：怎么了？林耀祖大写的羡慕嫉妒恨：漂亮妹妹，你是不是觉醒了御兽能力？前有棕熊黑豹狮子巨蟒，后有变异斑猎狗，他真的好羡慕啊。他承认他柠檬酸了。几黎无语凝噎，再次表示我没有觉醒御兽能力。林耀祖听到回答更羡慕了，这就是先天招变异动物喜欢的体质吗？他也想拥有。凌晨3点半，众人回屋休息。晚睡的结果就是第二天10点才迷迷糊糊醒来，踩着拖鞋去洗漱。等洗漱完，换了件黑色卫衣和长裤的几黎走出门。领主大人，你醒了。
乔茜上前告知，门外聚集了一大堆人，他们说想加入咱们基地啊。纪离有些意外，他们什么时候来的？8点多就来了。区副长说等你醒来再安排他们。来到事务中心，坐在办公桌前忙碌的曲靖听到动静站起身，领主大人，外面那些幸存者都是来自红枫基地。他顿了顿，继续，葛勇和拥护他的人都死了，现在红枫基地群龙无首，必定会有人争权夺势，引起内乱，所以我今早已经派梁景和岳林他们带着队员去那边暂时看守了。而聚集在基地大门外的幸存者都是参与过昨晚大战的人，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决然决定加入桃园基地。来到门口，打开黑色铁门，曲靖将桃园基地招收要求告知，见没有几个离开，曲靖安排众人排成3列，依次进去基地登记信息。现如今基地升级需要大量人口，纪离便转变了思路，先登记信息，等他们成为桃园基地的居民后，再安排去采集木材和石料。一共是107个人，等全部登记完个人信息，办理好居民证等一些事情。最后，曲靖对众人说，请大家记住并遵守桃园基地的规定，若有违反规定者，将会被驱逐出基地，永不接待。待新来的幸存者离开事务中心，纪离倒了杯热水，慢吞吞喝了2口，偏头看向曲靖，这次招聘会，你给自己招个助理吧。基地人会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事情也会大量增加，曲靖自己肯定忙不过来。另外，事务中心也得招聘几个人。曲靖思考半晌，领主大人，我想让吕阳来协助，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啊，你想选谁就选谁。这时，负责看守基地的人说，便一班猎狗群正往这边来。听到这话，纪离起身去准备食物，答应猎狗族群的事情当然不能忘。备好食物，纪离来到基地外，就见毛茸茸们向他奔跑而来，兴奋的嘶嘶哈哈，贴贴蹭蹭，嘴里发出短促叫声，崽崽崽崽，嗷呜呜亲亲，崽崽我给你带了好吃的，我也带了，吃我的吃我的，崽崽这是我带的果子。顷刻间，纪离面前就堆满了几种各样的水果和一大条青鱼，真的很大一条，大概有300-400斤，也不晓得他们怎么弄来。谢谢你们给我带的东西。纪离把准备好的鲜肉从仓库里弄出来，作为桃园基地的领主，仓库里的东西他可以随时拿去。近1000斤鲜肉是纪离在便利店花费5000金币购买的。等毛茸茸们吃完，纪离挨个抬手抱抱每一只猎狗，和他们道别，以后有时间我会去找你们玩的，并叮嘱他们不小心受伤就来找他治疗。猎狗族群生活在郊外的平原，那里人类轻易不敢踏足，对于他们而言很安逸。目送毛茸茸们再次离开的身影远去，纪离低头看向那一大堆水果和青鱼，抬手轻轻划过，放进了仓库里。回到基地里，纪离先去食堂把青鱼拿出来让他们处理今天午饭加的菜，然后才回事务中心继续忙碌工作。下午2点，梁景和队友开着大卡车载着800个幸存者来到了基地。这800人也是简单经过筛选的，将车停在门口。梁景指挥众人下来排队，依次进入基地登记、录入红模、发放居民证和生活手册等一系列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来到桃园基地的人，第一反应和之前的人一样，都是不敢置信，如同没见过世面般，满脸惊奇环顾四周。原来宣传单上说的都是真的！天哪，我真幸运，竟然可以来到桃园基地！快掐我下，这是不是在做梦？信息全部登记完，梁景带领这批幸存者去了后山。领主大人，明天就是招聘会了。曲靖把打印出的纸张递过去，这是我整理的招聘岗位，您看一下还有哪些需要补充。这次需要招聘的岗位很多，新建造的裁缝店、养猪场、烘焙房、饲料厂、加油站、田地以及牧羊场、鞋厂、超市、汽车修理厂都需要招人。纪离看完补充，等基地升级完，建造的超市和汽车修理厂也需要招人。曲靖应声将这2个岗位补上。趁着晚饭时间，纪离调出游戏面板，将基地给升级。桃园基地等级10级，人口967-2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中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15，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田地1382。任务1，升级11，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10，医院、警局。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6万。任务2，异能阶级提升至 A 级，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10万。纪离眨眨眼，瞅着第2个任务，异能阶级提升至 A 级，是冰系异能还是进化？怎么也不说清楚。QAQ， 难道是2个都必须提升至 A 级？纪离调出自己的属性面板，人物属性，姓名纪离，觉醒异能冰系 B 级，进化 C 级，生命值99。沉默半天。前面提及过，当异能到达 B 级，往后想要再次突破就会变得异常困难。有些人为了提升异能阶级，会选择冒险服用高级晶核。而现在游戏竟然让他把异能提升到 A 级，还没有说清楚到底哪个提升，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呜呜呜！小姑娘趴在桌面，一瞬间感觉压力倍增，变得不快乐。离离，清冷嗓音骤然响起。谢巡拎着晚饭来到事务中心，就见女孩子趴在桌面，浑身散发着生无可恋的气息。他蹙眉询问：“怎么了？”纪离撑着桌面，慢吞吞抬起脑袋，看向青年：“谢巡哥，你异能等级是多少啊？”谢巡调出面板看了眼 ，S 级。什么？纪离杏眸睁大，十分意外。你异能提升了？什么时候？前2天。那短时间内从 C 级提升到 A 级会不会很难啊？面对女孩子眼巴巴盯着他的目光，谢巡沉默2秒，淡声说了2个字：不会。真的吗？真的，那就好。纪离暗自握拳，突然恢复活力。为了成为大佬之一，努力奋斗。奋斗之前先干饭。起身走到原木桌前，纪离打开饭盒。今日份晚餐：炒白菜、尖椒炒肉，米饭外加1份凉拌西红柿。
食堂阿姨做饭的厨艺都挺不错，尤其是前段时间进入食堂工作的何秀琴，因为厨艺很好，已经晋升为了主厨，工资也增加到了3000金币。晚饭后，纪离站起身拿起碗筷，今天我来洗碗吧。总是让谢寻洗碗，感觉不太好。不用，我来洗。谢寻诞生，伸手接过女孩子手里的碗筷，走到盥洗台。等洗完碗筷，擦干水珠，青年迈着长腿出来，离一离。纪离拿着一颗青皮橘子在努力剥皮，末世后的橘子也变得很大，剥出的果肉上布着白色橘络，凑近能闻到一股清香。我恢复记忆了。什么？纪离剥橘子皮的动作一顿，抬起头看向青年，你记忆恢复了？谢寻，全部都想起来了。谢寻，什么时候恢复的？谢寻，前2天，就是异能突破的前2天吗？小姑娘眨了眨眼睫，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谢寻漆黑平静的眼瞳一眨不眨望着女孩子，去找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去？明天。纪离捧着青皮橘子哦了声，那你找到我哥他们就来基地，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不过肯定没事的。还有小熊，毕竟是男主哎。至于纪阳，没了娇气任性的妹妹牵连，也不会走向原定的结局。小熊超级厉害，也肯定不会有事，但还是希望谢寻能够尽快找到他们，他是不能跟着一起去了，基地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处理，根本出不了远。隔天8点半，纪离来到隔壁木屋，谢寻哥，我给你准备了食物和水，你都拿着，还有些急救药品。小姑娘把准备的物资全部拿出，几乎摆满了整个木屋。谢寻站在客厅，依次将这些物资收进储物空间里。对了，还有这个，翻出3瓶生命修复液，纪离递过去，这是生命修复液，在外面受伤了记得喝1瓶。虽然不晓得具体作用，但就凭名字和花了3000金币，一定有大作用。9点半，谢寻驱车离开基地。10点整，桃园基地招聘会正式举办。举办招聘会的消息提前好几天就公布了，大家都很期待。提前20分钟就来到了事务中心大门外等候。姐妹，你打算报什么岗位？我打算报加油站，这个岗位应该挺轻松的。兄弟，你准备报啥？我不挑，能赚钱就已经很好了，我就盼望能选上。我也是，能赚钱就行，选不上我就还去采集木材和石料。采集木材和石料虽然很辛苦，但这项工作是最赚钱的，只要肯吃苦耐劳，一个月最少能赚3000金币，最多5、6千金币。来应聘的人非常多，其中还有几个熟悉的面。曲靖对众人说，大家排成2队，分批面试，10个人一组。话音落下，众人纷纷排队站好。第一个面试的人是位女士，名叫刘怡，今年26岁，从小就喜欢做各种饼干蛋糕。末世前用工作赚的钱开了家甜品店，结果才营业半个月，末世就突然降临了。刘怡都来不及心疼自己，就跟随家人到处躲避怪物，最后逃难在红枫基地落脚。后来招工的时候来到了桃园基地，再看到招聘岗位有烘焙房，他别提有多高兴了，激动的晚上都睡不好，就盼望着招聘会快点到来。听完刘怡所说，纪离坐在电脑前，直接选择应聘他为烘焙房的店长，工资1个月3000金币。谢谢领主大人，谢谢。刘怡听到自己应聘成为店长，激动的忍不住哭了，热泪盈眶，不停的感谢。纪离抽出纸巾递给他，温声说，不用谢，你有能力成为烘焙房的店长，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工作。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店里准备。刘怡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转身快步迈着激动雀跃的步伐离开。下一个是位中年男人，今年35岁，名叫王大明，末世前自己开了个养猪场，他这回应聘的自然也是养猪场的工作。搜索到王大明这个名字，纪离把养猪场和他绑定，工资设置为每月2000金币，到时候会自动打到他的居民证。前面应聘的人也都是这样操作，工资到期自动打入。招聘进行得很顺利，剩余的饲料厂、加油站、田地、牧羊场、鞋厂、超市、汽车修理厂都已经招到合适人选，食堂员工也又招了3个。另外，经过简单商议，事务中心也顺利招聘到2个人，乔倩和吕南萧。吕南萧是雷霆小队的成员，他本身不喜欢打打杀杀，来到桃园基地后就退出了雷霆小队，在基地采集木材和石料。得知招聘会，他便来到了事务中心。末世前，吕南萧是在事业单位工作，负责管理，现如今刚好应对此次招聘。中午，招聘会结束，吃过午饭，纪离来到农牧区溜达一圈。养猪场和牧羊场都建造在这里，调出面板花费6000金币，购买了30只小猪仔和30只小羊安置好。纪离又溜达到种植区，这回农作物新解锁了4个：茄子、红薯、黄瓜、朝天椒。姐姐，宋小杰收割完一茬农作物，从远处跑过来，姐姐你来了。纪离把购买的4包种子递过去，这是新的种子。紧接着补充，今天招聘会新招了4个人，以后他们会和你一起负责种植田地。宋小杰用力点点头。待在基地忙碌了3天，等建造的烘焙房、饲料厂、牧羊场、鞋厂、超市、汽车修理厂正式运行，纪离才带着小黑准备外出打怪。至于为什么不带黑豹和狮子，当然是因为都带上根本抢不到打怪的机会。为了提升异能阶级，除了冒险服用高级金核，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停地消耗异能，再服用等级相同的金核恢复，如此反复，异能就会慢慢提升。这回外出打怪，梦欣并没有跟着。吕南萧退出雷霆小队后，少年主动补上，成为了雷霆小队的新成员。驱车一路行驶到城区，来到先前的园林爆肝室刷怪，一直到下午4点，纪离才走出植被覆盖的园林，回到车里，从储物空间里拿出瓶水和吐司面包，靠着椅背慢吞吞吃着。小黑缠绕在纤细手腕，探着脑袋晃晃悠悠，吐着舌信。仔仔，喝水。纪离闻言，从空间里拿出小黑的专属玻璃碗，倒满水递到他面前，等小黑稀溜稀溜喝完，才收起碗继续干饭。简单补充了下饥饿感，纪离打算驱车在周围逛。沿途的楼房四面透风，仅仅过去半年，整个城区就沦为了废墟，不晓得现在这里还有没有幸存者。正思考着，突然的一声巨响打断了他的思绪，是车胎爆了，车子往前滑行一段距离，被迫停在了道路中央。
紧接着2辆吉普车从后方冲过来，将越野车夹在中间。车门打开，6个奇装异服的男人从车内走下来，其中一人大力拍了拍车窗，态度极其嚣张。下车，几离微顿，扯住衣袖把小黑遮盖住，才打开车门下来，目光扫过这群人，抿了抿唇，半出声：“有事吗？”领头的男人身形魁梧，上身只穿着件短袖，露出2条花臂纹身。就你自己？纹身男肆无忌惮打量着面前的少女，目光带着不怀好意：“小妹妹，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出来？”几离没吱声，不动声色往后退了2步，与他们拉开距离。旁边的人眼睛发亮，盯着少女，冲纹身男说：“老大，咱们还没遇到过这么漂亮，把她一起带回去。”纹身男拍了一巴掌小弟的头：“蠢货，也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都末世了，就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肯定有诈。”纹身男看向周围暗自观察，眼睛一眯，指挥小弟们先绑起来，带回去再好好审问审问。几离真是头回遇到绑架的，只是还不等他有所动作，缠绕在手腕处的小黑松开蛇尾，掉落在地的瞬间，体型膨胀至原来，尾巴狠狠对着这些人抽过去。事情发生的很突然，来不及躲闪的人都被抽飞出数十米远。是变异巨蟒。纹身男脸色微变：“你是精神系异能者，难怪敢独身一人在外面。”他冷笑：“那就看看谁的变异兽更厉害。”话音未落，纹身男手一挥，一只体长3米的花豹跃出来，花豹全身覆盖着黄褐色皮毛和不规则的黑色斑纹，一双棕黄色兽瞳泛着凶光。“给我杀了他！”纹身男控制着变异花豹下达命令。几离微惊，仰头看向这只变异花豹，能明显感觉到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整只豹情绪异常暴躁，又不得不听从纹身男的命令。好！花豹的怒吼声震天响，身躯伏低，做出攻击的准备。和之前的变异猞猁一样，花豹被人精神控制。趁着花豹和巨蟒对峙的片刻，几离悄悄使用净化异能，暖白色光芒侵入花豹的精神识海。他看见了一大团黑雾游荡，屏住呼吸，几离调动异能，将那团在花豹精神识海里肆意穿梭的黑雾抓住，暖白光芒覆盖，逐渐吞噬。花豹晃了晃脑袋，只感觉一直折磨他的那股力量减退了不少。纹身男脸色大变，转头看向被巨蟒保护在身后的少女，咬牙切齿：“你做了什么？”不待几离出声，花豹突然对着纹身男袭击，巨大的爪子狠狠拍落，锋利的犬齿撕咬住纹身男，发出低吼。小黑见状还有些懵逼，尾巴尖缠住仔仔，带着滑动远离，猩红的蛇信不停吞吐，舔了舔几离的脸颊，嘶嘶嘶。仔仔不怕，几离我没怕。抬手摸摸金色巨蟒的脑袋，几离眨眨眼，迟疑片刻没走。远处花豹几乎杀疯了，对于折磨控制他的人类展开疯狂的报复，完全不顾那些人用异能给他带来的伤害。小黑，我们去帮帮花豹吧。巨蟒点点脑袋，松开缠住几离的尾巴尖尖，嘶嘶嘶朝那边滑动。半晌，打斗结束，花豹满身染血，剧烈喘息，下一秒昏倒在地。巨大的体型缩小回幼年时期，要不是身躯还有轻微起伏，小黑都以为他嘎了。居高临下盯着这只花豹看了2秒，小黑有些嫌弃般用尾巴尖卷起他唯一还算干净的脖颈，滑行回去找仔仔。几离目光落在巨蟒尾巴尖上昏迷的花豹，杏眸睁大：“小黑，你先松开他。”花豹没死，也快被巨蟒给勒死了。简单治疗完，几离带着小黑和昏迷的花豹回了基地。此时天色渐晚，回到木屋，几离来到盥洗台，用热水把花豹身上沾染的血和灰尘清洗干净，仔细吹干毛发，将它搁在了沙发上。在外面捕猎整天的黑豹和狮子一前一后回家，见到昏迷不醒趴在沙发上的花豹，2只毛茸茸都愣在了门口，一动不动。狮子看向几离，嗷嗷呜呜：“仔仔，他是谁？”几离给花豹盖上小毯子，想了想回答：“今天外出打怪捡的。”丧彪迈着小短腿跳到沙发上，睁着一双棕黄色兽瞳，好奇盯着这只花豹看了会儿，然后甩了甩尾巴，扑到几离怀里蹭蹭。仔仔，亲亲。几离揉了揉丧彪的耳朵，吧唧亲了口狮子的脑门，紧接着从储物空间里翻出一根磨牙棒塞给他。得到亲亲的丧彪咬着磨牙棒，屁股一扭一扭，开心趴在旁边看。黑豹舔了舔尖锐的獠牙，跃到沙发上懒洋洋趴下，绿油油的兽瞳盯着女孩子一眨不眨，乌漆麻黑的一团，在米色坐垫上格外显眼。闪电即端水大师离探身过去，把黑豹抱起来，也吧唧亲了口，手指捧着黑豹的腮帮子胡乱捏了捏，直至黑豹被捏得有些受不了，张开獠牙，眼神沉沉，假意咬了口女孩子的手腕。闪电是只非常高冷的豹子，性子懒洋洋的，似乎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的模样，每天除了捕猎就是找个地方一趴。几离瞪大眼睛，戏精附体：“闪电，你竟然咬我！”尽管都没咬到，黑豹睁着绿油油的兽瞳看向控诉他的几离，似是老父亲对于自家崽的无奈叹息，喉咙里发出低沉的轻呜声：“仔仔，好吧，不闹了。”几离松开蹂躏毛茸茸的魔爪，调出面板，目光落在透明面板上 3D 打印的整个桃园基地全景图，指腹滑动半天，几离突然觉得应该给变异兽们建造一个宽阔的场地，总是待在对于他们而言狭窄的木屋里不太好吧。想罢，几离滑动寻找起合适的建筑，这回基地升级到10级，面积也扩大到了40万平方米，解锁的建筑样式也增加了10个，其中有个类似生态园林的建筑，售价2万金币，木材石料各1000单位，有点贵但为了毛茸茸们买。购买完，几离还给这个建造修改了名字，改为宠物广场。次日，几离吃过早饭就乘坐公交车来到了宠物广场。差点忘记说了，这回基地升级还解锁了公交站台，规划好路线图。几离花费5000金币购买了5辆公交车。现如今基地发展区域越来越大，工作地点离得远，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路程上，自然需要交通工具来辅助。到站下车，小姑娘哒哒哒跑进宠物广场。宠物广场总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双面玻璃建造，天花板也是玻璃的。
生态园林完全模拟了山林环境，有花有草地有树木，假山也多，还有一个天然水池，一个巨大的猫砂盆。2圈逛下来，吉里表示这钱没白花，游戏出品必属精品。再次返回木屋，刚打开门的吉里就见一只体型庞大的花豹身躯伏低，与对面的2只大猫猫和巨蟒面面相觑。巨蟒他当然有印象，但另外2只花豹压根不认识。他很疑惑自己怎么会在这，还是小黑把事情告诉花豹。他仰着脑袋，神情傲娇，是仔仔救了你，你现在醒了就赶紧走吧，别杵在这儿。小黑不太欢迎花豹，已经有2只兽和他争宠了，再来一只仔仔还会喜欢他吗？小黑不禁感到担忧。花豹动了动耳朵，仔仔。就在这时，门打开，听到动静的花豹一个机灵，棕黄色兽瞳盯着门口，下一秒呆住。在彻底昏迷的最后时间段里，他还能察觉到自己有没有遭遇威胁。在被蟒蛇缠住脖子的时候，花豹还挣扎过，直到嗅闻到一股令豹异常安心且喜欢的气息，才彻底昏迷。而现在再次嗅闻到这股气息的花豹，忍不住眯了眯兽瞳，发出低呜声：“仔仔。”吉利斯毫不意外花豹的称呼。好吧，在经历过被巨蟒追逐，吓得肾上腺素飙升后，他已经非常淡定接受。吉利眼睫轻眨，询问：“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去吧。”花豹棕黄色兽瞳直直望着吉利，蹲坐在地，整只豹透着孤独可怜的气息。我没有家了。花豹低落下脑袋，就像一只被抛弃的流浪狗狗，看见有主人关心陪伴的家养狗，忍不住羡慕渴望。大猫猫没有家了，吉利当然不会再说什么送他离开基地的话，只是道：“那就留下吧，和他们作伴好不好？”花豹惊喜，小黑瞪眼，尾巴尖拍打地板，臭豹就知道你不想走。可恶可恶可恶，又多了一个争宠的家伙。蛇生气点 JPG。好啦，我带你们去个地方。这回没坐公交，黑豹趴伏在地等吉利坐稳，迈着步伐向宠物广场出发，后面跟着狮子花豹和小黑。来桃园基地有段时间的幸存者都知道，基地有3只变异兽，他们平常也能看见变异兽们奔跑穿梭的身影，早已经习惯。但今天见到这一幕，依旧感到震撼，尤其是看见基地又多了只变异花豹，更加震撼。那是变异花豹吧？如果没眼花的话，是的，没错。不是我说，变异动物这么简单就能收服吗？你想啥呢，兄弟？那些变异动物精着呢，你以为收大白菜啊？想收几颗就收几颗。就是啊，咱们领主大人是本事高才，能收服变异动物，不信你去试试。试试就是试。对于没有异能者的普通人而言，即使知道这些变异动物们不会主动攻击他们，但碰见了还是有些害怕。而对于异能者，大家做梦都想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变异动物，与他们建立起特殊情感，成为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但这很难，而他们领主大人却拥有4只变异动物，真的除了羡慕，就只剩崇拜。变异动物们来到新建造的宠物广场，场地很大，他们没有再变小，顶着庞大的身躯，依次进去，好奇打量起这个地方。闪电姿态高冷，迈着黑色爪爪，在宠物广场中央环视一圈。吉利抬手摸摸黑豹的大脑袋，仰起脸看向他，问了句：“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了，喜不喜欢？”黑豹喉咙里发出低呜声，他凑近脑袋，伸出粉红色舌头舔了舔吉利的面颊，似乎对于住哪里并不在意。吉利抬手习惯性擦了把脸，以为黑豹是喜欢这个新的环境，踮起脚抱着黑豹的脖颈蹭了蹭。闪电喜欢就好。狮子这个时候已经在宠物广场内兴奋跑了一圈，嘶嘶哈哈凑过来咬住吉利的衣服，嗷呜呜出声。仔仔仔仔，吉利转身，怎么了？丧彪兴奋甩了甩尾巴，呼出的热气扑面而来。本狮子大王喜欢这。见变异动物们表现的都很喜欢，吉利也很开心。小黑攀爬到大树上来回游动，蛇信子不停吞吐，一双紫色树瞳落在远处的花豹身上，突然就想明白了，花豹永远不会取代他的位置，他是仔仔最喜欢的蛇，没有之一。蛇自信点 JPG。而花豹面对新的环境，他和小熊一样，先是谨慎地绕了一圈，用爪子在各处留下自己的气味，等确认没有任何危险后，才慢慢挪动到被2只毛茸茸包围的吉利身边，就这么蹲坐在地上，眼巴巴望着。吉利注意到这幕，当即走到花豹面前，抬手抱抱它，面颊埋在花豹脖颈间，深呼吸了口气。大猫猫，你叫什么名字？花豹小心翼翼地舔了舔吉利头顶细软发丝，轻呜，仔仔，我没有名字。吉利闻言眨眨眼，那我给你取个吧，叫什么好呢？作为一个取名费，真的想不出什么好听的名字，绞尽脑汁想半天，就叫花花怎么样？花豹睁着双棕黄色兽瞳，亲昵蹭了蹭吉利，疯狂表达喜欢。嗷呜，仔仔对他好好，他好喜欢仔仔。抱抱感动点 JPG。陪他们玩了会儿，吉利回到事务中心开始忙碌工作。从红枫基地带回来的幸存者结束了为期2周采集木材和食料的工作。早上7点，曲靖便安排负责人带领他们来到基地。他拿着喇叭站在前方，欢迎大家来到桃园基地，并通过考验正式成为桃园基地的居民。曲靖顿了顿，这2周的工资已经打到了你们的居民证里，一共是1000金币。记得保管好自己的居民证，出入基地和消费都需要用到，丢失再补办金币会清零。好了，话不多说，大家现在可以回自己房间好好洗漱调整，等9点准时去食堂吃早饭。众人陆陆续续往生活区走。傅琪琪和同伴根据居民证上的楼层号来到9号楼7楼9071，再次确认了遍门牌号。同伴拿着居民证按在门把手上，只听滴一声响，门打开。他们走进房间，环顾四周。房间是41厅1卫的配置，米白色的墙壁，淡蓝色窗俱原木色的家具一应俱全，干净整洁到让他们都不敢随意走动。傅琪琪看向同伴，我们先去洗澡，换身干净的衣服吧。同伴，好。洗完澡换了身衣服，傅琪琪率先走出浴室，恍惚间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这里真好啊！我以前在红枫基地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傅琪琪现在无比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尽管采集工作很苦很累。同伴汪玲玲洗完澡出来，小琪，我们去食堂吃饭吧，吃完饭我们还得找个工作。
带他们来的负责人说过，桃园基地不养闲人，都必须工作赚钱才能养活自己。结伴来到公交站台，公交站台和末世前差不多，站台上还有路线图，去往食堂的公交车是3路。等了约莫5分钟，一辆粉色公交车顶着3路的标识缓缓停下来。汪玲玲还没有见过粉色的公交车，带着新奇和诧异上车。司机师傅很热情，笑容满面，欢迎乘坐3路公交。付琪琪拿出居民证刷了下机器，显示屏上显示2枚金币已扣除。车内乘客很多，有人和司机搭话：“老兄，我能问下你们工作几个小时啊？还招人不？”司机大叔摆摆手：“我们是轮班制，咱们领主大人特别好，就安排我们工作7个小时，不过暂时不招人了。那你们一个月多少钱啊？”2000金币。有人表示很羡慕，这工作不错啊，又不累又有钱拿，真好啊。公交车提示音响起，付琪琪和汪玲玲跟随人群下车来到食堂。这个时间段食堂人不少，乌泱泱的热闹极了。末世后还能吃饱喝足，对于他们这些没有异能的普通人而言，简直就是天堂。在他们看来，桃园基地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境地。今日份早饭：玉米粥、清炒胡萝卜、猪肉炖白菜、凉拌西红柿。桃园基地的物价并不贵，素菜1份5金币，荤菜1份10金币，粥类1碗3金币，米饭和馒头都是1金币，不限量。付琪琪端着餐盘寻找到空位和同伴坐下。玲玲，你打算做什么工作？汪玲玲先迫不及待喝了2大口玉米粥，软糯香甜的玉米粥蔓延味蕾。她擦了擦嘴巴，我打听过了，咱们基地就采集木材和石料最赚钱，我打算先干2个月，多攒点钱再说。汪玲玲不怕吃苦受累，她就想着多赚些钱，囤更多的食物。经历过末世的她，只有食物才能带给她足够的安全感。付琪琪也是这么想的。末世降临后，父母外出搜寻物资的时候，被感染的变异兽残忍虐杀了，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她必须好好活着，在天上的父母才会安心。饭后，2人来到事务中心。曲靖在忙明天组建护卫队的事情，听到动静抬起头：“有事吗？”曲副长，我们是来报名采集木材和石料工作的。你们末世前都是做什么的？他问。付琪琪和汪玲玲对视一眼，共同回答：“我们是法律系大4学生。”曲靖闻言微顿。现如今桃园基地的人越来越多，就需要制定法律条例来约束众人的行为。曲靖想到这个问题，直接表示：“基地目前需要制定些条例和处罚，可以的话，你们就待在事务中心帮忙制定完善，日结工资100金币。”付琪琪和汪玲玲听到这话十分惊喜，采集木材和石料也是100金币，要有选择的话，当然选轻松不累的。我们可以。2人异口同声回答。在经过1整天的商讨修改，到了傍晚全新的版本完成。明天这本管理条例将会打印成手册，发放给每个桃园基地的居民。曲靖看了眼时间，打印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明天8点半来事务中心。几离外出打怪，回到基地，听到曲靖的汇报，拍了拍他的肩膀：“桃园基地有你，真是太好了，曲副长，给你加薪。”曲靖摇头：“我只希望基地能越来越好。”他神情认真：“领主大人别说什么加不加薪了，我不在乎有多少钱。这要是搁末世前，像曲靖这样的员工，一定会被资本家狠狠剥削的。”几离心想，既然不要钱，那改天送他一套房吧。OK，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没再说什么，几离打了声招呼就乘车来到烘焙房。刚下车就见刘姨在机器前忙碌，听到开门声，刘姨转过身惊喜：“领主大人，你怎么来了？”“我来逛逛。”几离走到店里溜达，鼻息间闻到浓浓的香甜奶油味。刘姨端出烤盘，欢快招呼：“领主大人，你来的正好，我今天做了椰蓉包，要不要尝尝？”新出炉的面包还冒着热气，表面的奶黄椰蓉看起来就很好吃。刘姨拿夹子夹了一个，搁在纸袋里递过去：“这椰蓉是我今早在便利店买的，现在食材不多，只能做些简单的面包和饼干。”几离捧着热乎乎的椰蓉包咬了口，甜软的椰蓉奶香蔓延口腔，嚼着面包，他含糊夸赞道：“超级好吃。”自己做出的食物被夸赞，刘姨自然很开心。她重新拿了2个纸袋，把剩余的5个椰蓉面包装起来，搁在玻璃柜上。“好吃就行，这些您拿回去当夜宵。”几离吃完手里的椰蓉包，从兜里翻出卡：“一共多少金币？”刘姨作为烘焙房的店长，拥有一些自主权，可以自己设置价格。另外，每月营业额超出3万金币，可提成5%，一共是30金币。刷卡付完款，几离随意问了句：“店里就你自己忙得过来吗？”刘姨：“暂时忙得过来，不过等基地人多了，还得再招2个员工。”几离哦了声，又简单聊了2句，看时间，拎着椰蓉面包准备去食堂打饭。晚饭后就没什么事情需要忙了。几离来到宠物广场，陪毛茸茸们玩了会儿，等到8点乘车返回。目前基地的公交车是运行到9点整，9点最后一班车结束就得靠步行了。回到木屋洗漱完，换了身睡衣，小姑娘抱着宝贝渐渐沉睡。次日，几离是被游戏唤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见面板自动弹出，血色涂鸦文字异常显眼。末日法则公告：新手保护期已结束，全民求生末日游戏正式开启，愿各位玩家努力活到最后，取得胜利。几离不可置信揉了揉眼睛，再次确认了遍这条公告，整个人都懵逼了。竟然还有新手保护期？不是一场极热就死了那么多人？你说这是新手保护期，保护谁？几离满脑子问号，呆呆盯着这条公告半晌，心情变得有些沉闷。而与此同时，整个桃园基地的居民因为这条公告炸锅了。这是什么意思？新手保护期，意思是以后会更难生存。好不容易安稳下来，这破游戏又搞这出，我们该怎么办？他妈的，谁家保护期怪物那么多？这混蛋游戏就是存心不让咱们好受。梁景和队员从房间出来，大家先冷静，听我说。他看向议论纷纷的众人，咱们不能因为这条公告就自乱阵脚，现在什么都没发生，还有时间准备。梁队说的是啊，咱们可不能自乱阵脚，以前都挺过去了，还怕什么？烂命一条，干就完了。说实话，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无所谓了。众人也就刚开始得知这件事很慌乱，听到有人这么说，心情渐渐平复。梁景安抚道：“好了，大家先去食堂吃早饭，我去和领主大人商议这件事。”
这边，纪离来到事务中心，曲靖收到公告也急匆匆过来。领主大人，他面色严肃，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了，不知道新手保护期过后会发生什么，开个会吧，叫上梁景他们。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已经和原文剧情背道而驰，纪离也不晓得竟然还有新手保护期这种东西，接下来只能说看情况，再具体思考该怎么做。和曲靖、梁景他们讨论了一个上午，直至中午才散会。游戏公告内容让纪离感觉压力倍增，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完成任务升级基地，其次是准备充足的食物和物资来应对突发状况。彼时，兰江市沙河区一望无际的沙漠里，沉睡已久的巨大褐色身影慢慢苏醒，他们缓缓从沙漠里钻出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名称：磐石巨人，等级10，血量3000，其他描述：无坚不摧。距离沙漠5公里的小型基地还不清楚危险即将来临，他们组队照常外出采集、搜寻物资，直到傍晚陆续返回。怪物也随之而来，沉重巨大的身影每一步踩在地面都宛如地震般发出轰隆隆的异响。负责看守基地的人远远看见向这边靠近的怪物，顿时惊呼出声，慌忙告知其他人有怪物，怪物来了，快跑快跑！地面震动的异响传遍了整个基地。当看见那巨大的身影，众人瞬间吓得头皮发麻，赶忙回到屋里收拾东西，四处逃难。第一批幸存者安顿好，梁景又去红枫基地接了第二批幸存者，一共1000人。曲靖留在基地，和乔倩、吕南萧2人给他们登记录入信息。下午组建护卫队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基地，经过筛选，护卫队由岳灵、郭帆和段毅带着队员担任，3支队伍一共20个人，轮流负责巡视基地驻守。这边，秦杰带领雷霆小队成员驱车外出打怪搜寻物资的时候，碰见了几个行色匆匆的幸存者，背着包袱灰头土脸，好似逃难。询问过后才得知他们是从沙河区逃出来的，还说起磐石巨人这件事。杜兴则听得一头雾水，啥玩意磐石巨人？你们不知道吗？幸存者心有余悸，那磐石巨人在沙河区到处搞破坏，已经有好几个基地全军覆没了，异能者都打不过，连异能者都打不过。对啊，这怪物好像没有弱点，打半天就掉了一点血量。宋征还挺好奇这个磐石巨人的，他站在旁边，双臂环胸听着，墨绿色紧身衣裤，完美修饰身形，1.75米的身高，腰以下全是的。队长，我们去沙河区看看。秦杰想了想，开口，先回基地把这件事告诉给领主。那些幸存者面面相觑，为首的人小心翼翼问：你们基地还招收人吗？我们没地方可去，能不要加入你们基地？秦杰沉默了片刻，行，走吧。磐石巨人。傍晚，纪离带着小黑打怪回来，从雷霆小队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新手保护期才刚结束，就出现这种怪物，以后该怎么办啊 ？QAQ。秦杰出声，我打算先去沙河区看看情况，再想办法解决。至于打不打得过，也得等打了才知道，不能任由这个磐石巨人到处搞破坏，不然等沙河区沦陷完，就到他们枫桥区了。纪离当即决定，我和你们一起去。次日9点，纪离带着小黑和雷霆小队成员驱车赶往沙河区。姐姐，你吃早饭了吗？孟欣坐在后排，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这段时间种植的小麦全部被磨成面粉，分发给了食堂和烘焙坊。吃过了。缠绕在纪离手腕处的小黑探出脑袋，吐着猩红蛇信直起身，一双紫色树瞳盯着孟欣手里的包子，发出嘶嘶嘶声。仔仔，想吃？哎呦卧槽！杜兴则被突然出现的蛇吓了一跳，双眼瞪大。领主大人，这就是那条变异巨蟒吧？纪离嗯了声，垂眸看向蟒蛇确认了遍。你想吃包子？小黑上下点点脑袋。孟欣见状，掰了一小块包子递过去。小黑好奇舔了口，脑袋重新缩回去，不吃了。杜兴则看着这一幕，惊奇问。纪离收回手腕，替小黑回答，不吃了，他觉得不好吃。杜兴则哦2声，我就说嘛，蛇怎么会喜欢吃面食？小黑确实不喜欢，他就是好奇，没吃过的都想尝尝，也不管好不好吃，有毒没毒。再说，就算有毒，也毒不倒他，他可是蛇界最厉害的蟒蛇。小黑把脑袋贴在纪离皮肤上蹭蹭，仔仔肯定也这么觉得，不然为什么就只带他一条蛇出来？那3个家伙怎么不带？还不是因为他最厉害。蛇嘚瑟点 JPG。领主大人，我能摸一下吗？杜兴则手痒，他也好想拥有一只变异动物，可是没有变异动物能看上他，呜呜。小黑直立起身，盯着对面的两脚兽看了2秒钟，然后缩回衣袖里不动。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噗呲，孟欣忍不住笑出声，哈哈哈！兴泽哥，你是不是被嫌弃了？杜兴则不可置信，不是，我长得很丑吗？他捂住心口，一副受伤严重的模样。为啥变异动物都不喜欢我？孟欣止住笑，一本正经，兴泽哥，你说有没有可能变异巨蟒只喜欢纪离姐姐？等咱们回基地，你去摸一下另外3只试试。杜兴则摆摆手，还是算了吧，我还不想英年早逝。他怕还没伸手就被一爪子给拍死。约莫开了2个小时，终于到达沙河区。根据逃难出的幸存者描述，磐石巨人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片区域。附近的小型基地已经毁于一旦，幸存者不知道逃去哪里。驱车绕了一圈，秦杰踩着油门继续往前。随着地面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几人看到远处一个褐色身影挥动拳头砸下来。秦杰驱车靠近，在距离怪物10米开外的地方停下车子，暗中观察。磐石巨人头顶上方一个透明的面板忽闪，名称磐石巨人，等级10，血量3000，其他描述无坚不摧。我勒个豆，这就是那啥磐石巨人？杜兴则震惊，近距离看和小山似的，全身都是褐色石头，末世里竟然还有这种怪物，这该怎么打？玩过类似游戏的纪离看向远处的怪物，观察半晌出声，他敏捷度很低。秦杰闻言当即道，一起上，消耗他的血量。说完补了句，注意躲避，别受伤。沙河区一共有3个磐石巨人，解决完这个，他们驱车又去寻找剩下的2个。姐姐，你有没有受伤？孟欣关切询问。
没有。纪离摇摇脑袋，虽然异能消耗不少，但可以用金河反复加码。找到剩下的2个怪物，解决完后，几人原地休息了会儿，补充消耗的异能，等恢复过来才回到车里。都6点了，等到基地得8点。重新启动车子，原路返回。纪离打了个哈欠，靠着椅背有些犯困。梦欣坐在旁边开口，估计要2个小时才能到基地。姐姐，你睡会儿吧，到了我喊你。好。纪离和眸也没真的沉睡过去，就闭眼休息了。夜色渐浓，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道怪异的声音响起，随着一阵风声，一个长着翅膀的血色异化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异化人全身血红，突出的惨白色眼球泛着几道黑线，躯干枯瘦弯曲，就像是剥了皮的干尸，漂浮在半空中。卧槽，这是个什么玩意？杜兴则爆粗口。纪离惊醒，当睁开眼睛，看见车外的怪物困意瞬间烟消云散，都来不及细想，那怪物便扇动翅膀朝他们扑过来，尖锐的指甲擦过玻璃，发出刺耳的刺拉声。下车！宋征当机立断推门下车，一记火球轰然砸向这只家伙。异化人扇动翅膀躲闪开，嘴里发出诡异的嗡鸣声，回响在周围，有种令人心神震撼的感觉。区区蝼蚁，你们还想杀我？不自量力！杜兴则晃了晃眩晕的头，震惊：老大，这玩意竟然还会说话！情节不语，2道雷击准确无误击中怪物。宋征见状，从空间里抽出2柄短剑，双手一震，2把短剑在空中翻转一圈，化成2道残影刺向怪物。该死的蝼蚁！异化人暴怒，半透明的翅膀高频震动，一阵红色光芒从翅膀边缘溢出袭向他们，伴随着诡异的嗡鸣声，堪称魔音绕梁。不好！秦杰脸色骤变，转身吩咐队员孟欣：“你先带领主离开，快走！”话被打断，少年一把扯住纪离手腕，迅速往后撤退。姐姐，我们先走，我得保护好你。也不知跑到了哪里，踩着干枯枝叶的纪离气喘呼呼，反手拉住少年：“等下小心！”脚步停顿，他秀眉紧皱，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得回去。孟欣犹豫几秒：“我会去帮他们。姐姐，你待在这里，千万别过去。”话音未落，少年又原路奔跑回。小心！纪离当然不能任由他自己去，作为领主，他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居民。刚抬步准备追上前，缠绕在手腕的小黑滑落地面，体型膨胀至原来，尾巴尖勾住他，发出嘶嘶嘶声。仔仔，不能去！什么？布满坚硬鳞片的金色脑袋凑近，那里危险！还有让蛇非常不喜欢的嗡鸣声，这种诡异的声音让他变得有些焦躁。听小黑这么一说，纪离更担心了。那他们岂不是很危险？我得去帮他们。孟欣跑回去，就见那怪物翅膀重重一扇，对着挣扎的几人说：“别反抗了，受死吧！”秦杰和队友被红色光芒笼罩的瞬间，双耳控制不住流血，强烈的眩晕感导致他们几乎站不稳，喉咙一阵腥甜，鲜血喷涌而出。队长，孟欣冲过去，几道雷电击中异化人，场面陷入混乱。异化人渐渐不敌，愤怒张开口嘶吼：“该死的人类！”他扇动翅膀，红色火焰一圈圈袭向他们，干枯躯干慢慢裂开，明显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杜兴则瞪大眼睛，卧槽，这下完蛋了！他还没来得及想好遗言呢，异能几乎耗尽。杜兴则最后为队友撑起一面黄土铸成的保护屏障，在屏障被攻破的瞬间，他们只能听见怪物惨叫一声，然后没有然后。发生啥了？杜兴则收回异能，目光落在倒地不起的怪物胸口处，一柄透明长剑直挺挺插着，冰雾蔓延在怪物周身，而握着剑柄的少女一动不动站在旁边。领主大人！雷霆小队成员集体震惊。孟欣当即冲过去：“姐姐，你怎么回来了？姐姐，你怎么了？”啊！少女轻啊了声，握着剑柄的手慢慢松开，下一秒昏倒过去。姐姐！孟欣惊喊，其余人也冲过来。秦杰看向昏迷的人儿，女孩子脸色煞白，整个人透着羸弱气息。她抬手扣住那截纤细手腕，仔细检查一番，眉头紧蹙。领主大人，这是怎么了？杜兴则焦急问。是异能消耗过度。秦杰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几颗金核，小心翼翼地喂到女孩子嘴里。回基地。桃园基地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曲靖站在瞭望塔，看向远处，心中担忧：领主大人，他们怎么还没回来？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曲靖摇摇头，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挥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曲靖越来越担忧，心中的不安也越来越加大。梁景和乔倩也来到了瞭望塔，乔倩已经是第3遍问了：领主大人，他们还没回来吗？按理来说早该回来了。夜晚的兰江市危险重重，不到万不得已，他们都不会待在外面过夜。可是现在都9点多了，曲靖等不下去了，他放下望远镜，转身：我去找他们，我跟你一起去。梁景开口：我也去。我是治愈系异能者，万一领主大人他们受伤了，还能帮忙治疗。乔倩忙不迭说。正当他们准备下去，负责看守基地的护卫队传来消息，他们回来了，领主大人回来了。黑夜里，越野车急速向基地飞驰而来。曲靖见状，赶忙来到大门口，车辆稳稳停在基地外。秦杰从驾驶位推门下来，转身打开后排车门，俯身将昏迷的少女从车内抱出来。曲靖瞳孔骤缩：领主大人，他怎么了？是不是受伤了？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曲副长，你别怪队长，都是我没保护好姐姐。孟欣心情很低落，先别说了，先把领主大人带回房间。梁景按住曲靖肩膀，示意他冷静。曲靖深呼吸口气，带着他们来到事务中心2层，让乔倩治疗。秦杰抬手阻止，不管用，这是异能消耗过度，只能慢慢用金核恢复。梁景蹙眉，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领主大人自己异能消耗过度？杜兴则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遍。我们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异化人，这异化人不仅会说话，实力还挺强。说到最后他叹口气，我都以为今天要完蛋了，是领主大人救了我，把那异化人给解决了。杜兴则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突然就哭了，呜呜，咱们几个真没用，还得靠领主大人来救。曲靖是真没用，无尽的黑暗笼罩，
几里感觉自己在深海里漂浮，冰冷的海水浸透皮肤，挣扎不动，只能随着海水被黑暗吞噬没入。在即将窒息前，一束耀眼夺目的光芒照射进深海里，于是黑暗又一点点流逝消失，天光骤然大亮。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呆呆望着天花板，眼界颤了颤。过了半晌，几离意识才慢慢恢复，回想起了先前发生的事情，撑着床铺坐起身，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躺在事务中心2楼的房间里，身上还盖着一条米白色毛毯。咔嗒，乔倩推门而入，见到苏醒过来的几离，顿时激动道：“领主大人，你醒了！醒了！”乔倩冲过来：“您终于醒了！哦，对，我去喊区副长过来。”哎，几离还有些懵。曲靖得知这个消息，立马就放下工作来到2楼。他走进房间，关切询问：“领主大人，你终于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几离摇摇头：“我昏迷了多久？2天2夜。”几离眨眨眼：“他昏迷了这么长时间吗？”掀开毛毯，踩着拖鞋站起身：“我昏迷的这2天，基地没出什么事情。”“没有。”曲靖汇报完几件事，顿了顿：“领主大人，你刚醒，先吃点东西吧。”“好。”雷霆小队在知道消息后也来到了事务中心，杜兴则激动扑上来，胖胖的脸都在抖动。“领主大人，你可算醒了，当时昏迷可吓死我们。”宋征一把将激动不已的杜兴则扯到旁边：“你别吓到领主。姐姐，你异能恢复了吗？我还有好多金盒，都给你。”吉利摇了摇头：“我没事了，异能也恢复了，谢谢大家关心。”秦杰目光落在少女柔白精致的小脸上，对上那双乌黑水润的眼睛，有些愣神：“没事就好，领主你好好休息。”“吉利应声，目送他们离开。雷霆小队走出事务中心，杜兴则突然冒出一句：“哎，咱们领主大人几岁啊？说真的，我一直觉得领主年纪不大，20岁有吗？”宋征面无表情瞥了眼对，语气冷冷：“你问这个做什么？”杜兴则从宋征眼神里读懂了他的想法，当即恼怒：“不是征集，你这什么眼神？苍天明鉴，我对咱们领主大人一丁点想法都没有，我发誓。”此时待在房间里吃完饭的几离坐在软椅上，习惯性调出面板查看，刚打开，一条文字弹出：“任务已完成，请尽快升级吧。”几离懵逼，调出个人属性面板，人物属性：姓名几离，觉醒异能冰系 A 级，进化 A 级，生命值100。哇擦！小姑娘瞪圆眼睛，这就升到 A 级了？没在做梦吧？不太确信，掐了下自己，死疼的。惊喜过后，几离忙不迭将基地给升级了。桃园基地等级11级，人口19731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15，居民楼22层1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医院、警局。田地2714。任务1，升级12，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10，制油厂、制糖厂。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6万。桃园基地再次升级，面积也扩大到500万平方米。另外新解锁了4个农作物：油菜、小米椒、芹菜、花生。有花生就可以制作花生油了，不用再在便利店购买了。种植的甘蔗也可以搬运到制糖厂。关掉面板，几离先是到种植区把种子交给负责种植的人，然后乘坐公交车来到了宠物广场。室内，3只毛茸茸各自待在属于自己的领地内休息，互不干扰。花豹趴在粗壮的树干上，闭着眼睛，尾巴垂落在半空。狮子四仰八叉躺在草地上，黑豹趴在水池边。3只毛茸茸听到动静，纷纷睁开兽瞳。狮子率先撒开4肢奔跑过来，对着几离一阵狂舔，喉咙里发出嗷呜撒娇声。几离昏迷的这2天，3只毛茸茸每天都会偷偷溜到事务中心去看。他们不懂什么是异能消耗过度，那些两脚兽也没说，毛茸茸们只知道仔仔睡了好长时间都不陪他们玩了。黑豹几步跳跃过来，绿油油的兽瞳透着喜悦，他轻呜了声，黑色大脑袋凑近，伸出粉红色舌头对着几离舔了口。花豹也从树上轻巧跳落，迈着梅花爪印过去，抱脸贴贴。几离伸出手张开，挨个抱了抱他们，又环顾四周，小黑呢？怎么不见小黑？好像自从醒来就没见过。丧彪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声，已经完全沉浸在了仔仔的抱抱里，吐着舌头嘶哈嘶哈，仔仔香香的，他好喜欢好喜欢。花豹出声，他说小黑这2天不吃不喝，盘踞在深处的树干上都不下来。什么？不吃不喝2天了？几离顿时担忧起来，抬步往园林深处走去，就见盘踞在树干上的金色巨蟒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浑身散发沉闷气息。小黑，几离走到树下，仰起脸，金色巨蟒睁开紫色树瞳，停顿2秒游动下来。仔仔，小黑的声音充斥着浓浓的沮丧。几离很担心，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仔仔，蛇好没用，没有保护好你。小黑很自责，他没有帮到仔仔，反而眼睁睁看着仔仔自己提着剑冲向那个讨厌的怪物，最后还晕倒了。他好没用，他不是蛇界最厉害的蟒蛇，仔仔也不会再喜欢他。怎么会呢？在我心里，小黑就是最厉害的蟒蛇。几离抱住巨蟒，这件事又不是你的错，不要不开心了好不好？仔仔，你会一直喜欢蛇吗？当然会啊。小黑被轻易哄好了，重新恢复活力，他尾巴尖轻轻缠住几离，蛇信子吐出舔了舔仔仔的脸。小黑好开心，仔仔还喜欢他。仔仔，小黑也喜欢你。巨蟒心里暗暗发誓，他一定要变强，成为蛇界真正最厉害的蟒蛇，保护仔仔。被哄好的小黑胃口都变好了。等几离回到事务中心忙碌工作，他趁着天色还没黑，滑行到基地外面捕猎，吃饱喝足后才回去。磐石巨人的事情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兰江市没有再发生类似事件，平稳度过半个月。梁景和队员又从红枫基地载着几大卡车的幸存者来到桃园基地，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总共带了7000名幸存者，工作量瞬间增加不少。好在基地目前升级，各项流程也已经彻底熟悉，排队依次进入基地登记、录入红模、发放居民证和生活手册等一系列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过了2周，兰江市迎来了一场暴雪，气温骤降至零下15度。暴雪下了整整2天1夜，整个兰江市全部被大雪覆盖，地面积了厚厚一层，整座城市银装素裹，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纪离换上了棉服，毛茸茸的围巾遮住了小半张脸，只露出了一双眼睛，微卷的长发半压在围巾下，整个人软乎乎，踩着厚厚的积雪。纪离从外面回到事务中心，脱掉雪地靴，换上粉色棉拖鞋。好冷啊，这不会是极寒天气吧？曲靖倒了杯热水递给女孩子，喝杯水暖暖。他也有这个猜测，说不准。不过我们已经提前囤了不少御寒物资，就算是极寒天气也不用过于担心。事一堑长一智，极热天气让他们有了充足的准备，这回他们桃园基地可以安心度过这段寒冷气候。纪离捧着热水杯小口小口喝完。对了，再让裁缝店赶制一批冬装吧，以备不时之需。裁缝店再次扩大升级，机器增加到了30台，员工也招聘了5个。曲靖，好，我这就去安排。小黑从暖乎乎的衣袖里钻出来，暴雪天气温度骤降，让他整条舌都变得有些黏黏的，困意随时袭来。仔仔，还困吗？纪离放下水杯，指尖轻轻点了点蟒蛇的脑袋，你是不是要冬眠了？没有，仔仔。小黑不想冬眠，冬眠就看不见仔仔了，所以这段时间他一直强撑着精神，不让自己陷入沉睡。纪离觉得他的状态不太好，你要不然睡一段时间，等气温回升就好了。蛇不想睡，睡着就看不见仔仔了。小黑好不舍，纪离耐心哄他，我会一直陪着你啊，你不舒服就好好休息。小黑觉得自己撑不住了，意识逐渐陷入模糊，撑着最后一丝精神力，他蹭了蹭纪离的手腕，然后脑袋一歪，彻底陷入黑暗。纪离把小黑搁在桌面，起身拿出一个木盒子捣鼓半天，最后将小黑移到制作好的小窝里，柔软的小毯子盖在他身上。好了，安心睡吧。暴雪停止的第2天，桃园基地的居民陆陆续续起床，和往常一样，各自忙碌自己的事。今天基地的早饭是大米粥、猪肉炖白菜、水煮玉米。吃完早饭，郭帆便带领队员们外出巡视。下雪天开车路面有些打滑，车子开到一半路程，坐在副驾驶的徐凌云隐隐约约看到前方有什么东西在朝他们移动。他坐直起身，仔细看了看，前面好像有东西在动。什么？郭帆渐缓了车速。在白茫茫的天地间，几十只浑身雪白的怪物向这边冲过来。怪物长着粗壮的4肢，直立起身，大概有2米高。郭帆当即调转方向，徐凌云朝后视镜望去，这些是什么玩意？离得近了，他看到怪物头顶上方透明面板忽闪，名称：初级雪怪，等级5，血量1000，其他描述：雪中产物。怪物等级不高，郭帆将车停下，和队友配合，将他们全部解决完。徐凌云看着融化成水的怪物，沉思：我猜后面还会有高级雪怪，到时候就难对付了，咱们得赶紧回去汇报这件事。而彼时，纪离正带着花豹一起打怪收集金盒，异能阶级提升后，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打怪轻松了许多，而且运用异能也愈发熟练，反反复复消耗再补充，纪离都没有感觉到头晕目眩，之前到最后都会感到眩晕，要休息好半天才能慢慢恢复。时间过得很快，爆肝市打怪到上午11点半，纪离和花豹驱车返回基地。暴雪天气不仅影响了小黑，还影响了另外3只毛茸茸。暴雪天捕猎非常困难，于是纪离在便利店花费1万金币购买了600斤鲜牛肉，分给他们吃，每只毛茸茸分到200斤鲜牛肉。花豹在打怪的时候，左前爪不小心被变异植物刺伤了，纪离给他做了治疗，但可能是伤到了骨头。花豹吃饭的时候，左前爪还一直抬着不放下来，纪离很担心，捧着花豹的爪爪检查一番，没看出外伤，猜测是骨头里面疼吗？花豹乖乖不乱动，任由纪离捏着他的爪爪，一口烟嗓夹出了咪呜音。仔仔，不疼。纪离抿唇，用净化异能再次给花豹治疗了遍，现在还疼吗？不疼了，仔仔。花豹小心翼翼地把豹脸凑近贴贴，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呼噜呼噜声。黑豹趴在食盆前，绿油油的兽瞳阴森森盯着不远处，暗自磨牙。它们都是变异动物，自愈能力极强，怎么可能因为一点小伤成这样？这只豹子就是装的。心机豹。毫不知情的纪离不放心，又仔细检查了遍花豹受伤的爪爪，要是还疼，记得告诉我。呜！突然发出的声音让纪离下意识地转头，就见黑豹蜷缩在地面，尾巴胡乱甩动。纪离哎了声，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黑豹脑袋蹭了蹭纪离，低呜，仔仔抽筋了。他抬起自己的右前爪搭在纪离身上，绿油油的兽瞳满是无辜可怜。抽筋了。纪离捧着黑豹的爪爪揉了揉，又用净化异能治疗了遍，现在还疼吗？抽筋是不是缺钙啊？今天晚上给你熬点骨头汤。闪电尝试把爪爪放下，踩了踩地面，摇头表示不疼了，脑袋搭在纪离肩窝拱了拱，黑黑的鼻子不停嗅闻让他喜欢的气息。花豹瞪眼，他没想到这只黑豹竟然装抽筋欺骗仔仔，虽然他也是装的。这时候花豹又咪呜出声，埋头干饭的桑彪抬起大毛脑袋，左看看右瞅瞅，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抬起自己的爪爪，跛着爪在原地转了一圈。纪离见到这幕，满脸狐疑，你们3个爪爪都受伤了？这要巧合？3只毛茸茸面对仔仔看过来的目光，有些心虚，移开脑袋。纪离顿时了然，心情复杂，不知道该说什么。3只毛茸茸小心翼翼地挪动过来，同时睁着兽瞳看向纪离。仔仔，纪离深呼吸口气，捧着他们的大脑袋，挨个搓了搓。我没生气，就是你们下回不许装受伤了，我真的很担心。陪他们吃完午饭，纪离乘车回到事务中心，得知了初级雪怪的事情。曲靖，我已经通知所有基地的居民外出注意安全。
他顿了顿，继续：“现在只是初级雪怪，等过2天估计会有高级雪怪，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又过了2天，果然和他们想的一样，成群结队的高级雪怪冒出来。不仅如此，还有人汇报说南区雪山出现一只巨大的雪怪 BOSS。众所周知，游戏打怪必先解决 BOSS， 否则会不断刷新出新的小怪。想到这个问题，几黎准备组建支队伍去雪山。消息刚放出，立马就有异能者报名。率先来到事务中心的是雷霆小队。经过简单商讨，这回几黎带着黑豹和雷霆小队驱车出发。下午2点，车子停稳在山脚下。几黎没有来过南区，都不知道这里竟然还有一座雪山，连绵起伏的白色山峰望不到尽头。重点是要步行爬上去。雪山海拔约莫1700米，穿着雪地靴踩在厚重的积雪上，几黎仰起脸望向远处，估计今晚要在上面度过了。姐姐，我带了发热贴。临上山前，梦欣从储物空间里掏出几个发热贴递过去，给你，贴上就不冷了。几黎接过，在便利店买的。梦欣，今天便利店刚刷新出的，我正好看见就买了。给其他队友分发完，等贴好发热贴，一行人开始爬山。黑豹踩着积雪，紧紧贴着几黎往前走，在白茫茫的风雪里格外显眼。闪电，你不要挤我！几黎被黑豹挤得差点滑倒。黑豹低呜了声，伸出粉红色舌头舔了舔几黎，他不是故意。仔仔，对不起。毛茸茸能有什么错？他只不过是想贴着喜欢的人类。杜兴则柠檬酸了，他忍不住问领主大人，您是怎么驯服变异黑豹的？这哪里还是什么凶残的变异兽，分明是只粘人的大猫猫。类似的问题，几黎已经回答过好几遍，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也没过于纠结，毕竟穿到末日世界已经很离谱。傍晚，一行人终于抵达山顶，暮色苍茫笼罩在整个天地间，只能听见踩雪发出的咯吱声。秦杰走在队伍最前面，凝神警惕周围。忽然，脚下震动，有危险！秦杰神情绷紧，厉声开口，大家立即反应过来，纷纷摆出防御姿态。下一秒，被积雪覆盖的怪物缓缓出现，他站起身，巨大的身影遮天蔽日，比先前的磐石巨人至少大了3倍。而同一时间，上方透明面板也显示出怪物的属性：名称雪怪 BOSS， 等级30，血量6000，其他描述雪中产物。我勒个乖乖，30级的雪怪！杜兴则有些惊讶。话音未落，怪物已经抬起拳头砸向他们，众人迅速闪避。紧接着，身为火系异能者的宋征朝怪物扔了几个火球。吼吼吼吼吼！雪怪 BOSS 勃然大怒，径直朝宋征快速袭去。与此同时，数十只初级雪怪从各个地方冒出，朝他们嘶吼扑上来。小心！2道雷击击中扑过来的雪怪，宋征纵身跃起，在雷击中雪怪的同时，一团火焰掷出，暂时将那数十只初级雪怪阻挡在了外面。先对付这个大的，等解决掉他剩余的小怪就简单多了。几黎抿唇，握着用异能凝结出的长剑和雷霆小队配合，时间1分1秒过去，雪怪的血条从6000不停减退，直到剩下50。黑豹跃起，一爪子拍在怪物脑袋上，血条清零 ，BOSS 融化成水，剩下的小怪也被轻轻松松解决完，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原地调整休息一番。几黎看向已经彻底黑下来的天色，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了一盏夜灯，打开开关搁在中间，暖色光线照亮了这一方昏暗天地。杜兴则拿出几盒自热米饭，来，一人一盒，咱们就当露营了。雪怪解决完，众人的心情放松下来。杜兴则嘴巴闲不住，开始不停哗哗。我还没在雪山上露过营呢，没曾想到了末世竟然实现了。秦杰起身去搭帐篷，他们带了2顶帐篷，今晚准备在雪山上休息一晚。姐姐，你吃糖吗？梦欣凑近，掌心摊开，递过去2颗淡粉色包装糖果。几黎拿了1颗，剥开包装吃掉，草莓味的。少年应声是草莓味的。姐姐，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糖？几黎想了想，都挺喜欢的。还有小星子，你吃独食啊？杜兴则瞅见，开玩笑吧，给哥1颗，我也要吃。梦欣拍拍手心，没了。他补了句，星泽哥，我可没有吃独食，糖我分给姐姐了，你来晚了。哎，你这扎心了。自热米饭冒着热气，5个人围坐在雪地上，借着暖色灯光吃着晚饭。几黎捧着自热米饭，拿着勺子扒饭，吃得认认真真，两耳不闻窗外事。秦杰坐在对面，暖黄光线映在女孩子身上，只见她吃得专心，眼睫轻轻垂落，米饭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收回目光，她几口解决完了自己那份自热米饭。现在这种天气，吃慢了就只能吃凉的。黑豹乖乖趴在几黎身边，脑袋懒洋洋搭在2只前爪上，偶尔动动耳朵，一双绿油油的兽瞳平静无波。秦杰站起身，今晚我守夜，都早些睡吧，明天还要下山。几黎闻言看向对面，你守整夜吗？秦杰低眸，怎么了？似乎猜到女孩子的想法，他补充，我不困，等困了会喊他们替换。杜兴则点点头，对，领主大人你放心，我们绝对没有压榨队，我们雷霆小队都是互相关爱的好伙伴。宋征被最后一句搞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杜兴则，你好好说话，谁和你互相关爱？杜兴则胖脸委屈，征姐，你嫌弃我？我们不是互相关爱的小伙伴吗？宋征，真是够了，睡觉。宋征无语，转身走到帐篷。夜深，季离躺在睡袋里，黑豹体型缩小至幼年时期，趴在旁边轻呜出声，仔仔，晚安。晚安这个词是黑豹跟他学的。宋征在黑夜里睁开眼睛，领主大人，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季离眨眨眼，什么问题？宋征十分好奇，他撑起身小声问，你觉得我们老大怎么样？秦杰，挺好的。没了。季离想了想，又认真补充，秦杰队长是个好人。第一，好人卡一张。宋征一时之间陷入沉默，直到女孩子不明所以问他怎么了，才开口。领主大人，你说的对，我们老大是个好人。次日，天蒙蒙亮，一行人便收拾好东西，准备下山。下山的路有些滑，大家走得都不快。也就是在这时，大片大片的雪砸落下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始料未及，积雪崩塌，山体滑坡。
几黎就这么倒霉的被雪带着滚落，也不晓得滚落到了哪里。等再次睁开眼睛，是在一大片雪地里，周围只有他自己。想不明白怎么摔到这里来了，女孩子站在原地有些懵逼。过了十几秒，几黎深呼吸口气，踩着雪地往前走。在山路18弯的地方走了大半天，爬到高处俯瞰时，目光不经意间映入一团凸起的白色，那是什么东西？犹豫片刻，几黎朝那边走近，才发现这竟然是只雪狼。雪狼庞大的身躯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蓬松的尾巴垂在身后，这是变异兽吧？不晓得有没有被感染。几黎停下脚步，没再靠近。而那只趴着的雪狼忽然睁开眼睛，天蓝色的兽瞳冰冷肃杀。几黎屏住呼吸，握紧剑柄，可以确认是没被感染的变异雪狼，但这个眼神看着真不好。几黎眨了眨眼睫，准备转身离开，在转身之际，突然瞅见雪狼下腹的血迹，微惊，他受伤了，难怪趴在这里一动不动。几黎站在原地停顿住，尝试沟通：“你能听懂我说话吗？”雪狼不吱声。几黎和他对视几秒，想了想，他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块鲜牛肉扔过去：“你饿不饿？先吃点东西吧。”雪狼现在很饿很渴，他待在这里2天2夜，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他腹部受伤严重，左后腿也断，他在等待死亡的降临。而比死神先一步出现的几黎让雪狼有些错愕，他盯着面前的人类，嗅觉敏锐的鼻子闻到一股特别的气息，这个气息让他不想攻击。为什么会有这种气息？雪狼满脸迷茫。不待他疑惑，一块肉被人类扔过来，雪狼盯着面前新鲜的肉，控制不住自己的唾液分泌，他似乎在犹豫，半晌才叼起那块肉吃掉。几黎又连续投喂了10几块鲜牛肉，等雪狼吃完，他看向这只陌生的毛茸茸：“你是不是受伤了？我帮你治疗一下好不好？”雪狼深邃的蓝色兽瞳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冰冷肃杀，他望向几黎不吱声，也没动。几黎见状，迈步过去，不说话就当你同意了。先说好，你不要咬我。慢慢靠近，几黎蹲下身，先伸出手，掌心摊开，我们先握爪认识一下。我叫几黎。雪狼注视着面前的人类，这个距离他能轻易咬断对方的脖子，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慢慢抬起自己的右前爪，搭在了女孩白嫩掌心里，白色的爪爪很大一只，将几黎的手全面覆盖住。看来你能听懂我说话啊。几黎捏了捏这只爪爪，那我给你治疗了，不要乱动，疼了就呜一声。站起身，几黎来到雪狼受伤的腹部，雪狼自己翻了个身，将受伤的地方暴露出来，鲜血染红了皮毛，雪狼趴过的地面也都被染红，触目惊心的伤口，血肉模糊了一大片。几黎倒吸一口冷气，忙不迭使用净化异能给他治疗，暖白色光芒覆盖住鲜血淋漓的伤口上，原本血肉模糊的伤口慢慢愈合。好了，还有哪里受伤了？几黎目光落在毛茸茸扭曲的左后腿，这是骨折了。蹲下身，轻轻抬起雪狼受伤的腿，他继续治疗，异能消耗大半才将雪狼骨折的左后腿修复好。等修复完，他又仔细检查了遍，确定其他地方没有受伤，才坐在雪地上拿出金核吃了2颗。雪狼动了动自己断掉的左后腿，蓝色兽瞳带着不可思议，他翻身站起来，踩着雪地走了2步，没有感到疼痛，腹部的伤口也好。呜，雪狼轻呜出声，巨大的白色脑袋慢慢凑过来，蹭了蹭几黎。崽崽！几黎站起身，抬起手撸了把毛茸茸，接着又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水和碗，先给毛茸茸倒了满满一碗水，自己才喝了。雪狼是真渴了，喝了3瓶水才重新抬起脑袋，舔了舔嘴。也不晓得雷霆小队现在情况如何。几黎站在原地思考片刻，决定去山脚下，路上说不定能遇到他们。雪山崩塌，肯定不能原路返回了。我要走了，你也回家吧。几黎准备寻找路线下山。雪狼巨大的身影挡在面前，蓝色兽瞳注视着几黎，轻轻呜了一声：“崽崽，要一起。”几黎有些意外：“你要跟我一起走吗？”雪狼点头。对于毛茸茸的要求，几黎当然不忍心拒绝。那走吧，趁着天色还没黑，得赶紧下山。然而天不遂人愿，在赶路的过程中，暴风雪突然又来。提前感知到的雪狼用爪子刨出一个大洞，几黎见状还有些懵逼。等雪狼叼着他的棉服帽子把他带到洞里，还没明白这是什么情况，直到看见外面刮起的暴风雪，几黎抱着缩小的雪狼蜷缩在洞里，他戴着棉服帽子和迷你版的雪狼一起等待暴风雪停止。对了，你有名字吗？突然想起，他问。雪狼爪子搭在几黎手腕处，摇摇脑袋。那要取一个叫什么名字呢？几黎思考2秒，决定叫大白，可以吗？雪狼轻轻呜了声，蓬松的尾巴晃了晃，表示同意。他喜欢这个名字。蜷缩在洞里面，也不知等了多久，久到几黎打了个哈欠，有些犯困，脸颊埋在围巾里。几黎声音有些含糊：“好冷啊，发热贴都不热。”他看向雪狼：“大白，你冷不冷？”大白没有吱声，他跳到地面，体型变大，几乎将整个洞占满。几黎不解：“我们要走了吗？”大白还是没有吱声，他脑袋蹭了蹭几黎，然后趴在地面，蓬松的大尾巴盖住几黎。几黎眨眨眼，抬手抱住热乎乎的雪狼，有些意外和感动：“大白，你是让我抱着你取暖吗？”雪狼轻呜一声。几黎把脸埋在雪狼脖梗处蹭了蹭，打算先休息会儿，补充下体力。大白，等外面雪停了，你记得叫醒我。伴随着外面呼呼的风声，几黎抱着暖乎乎的雪狼渐渐沉睡。几黎被雪狼唤醒的时候还有些懵，呆呆望着面前的白色脑袋，过了几秒钟才想起来自己还在雪山上。暴风雪停了，从洞里面爬出来，几黎看向周围，白茫茫一片，整个天地间似乎只有他和雪狼的存在。大白，你饿了吗？先前吃的肉估计消化完了。几黎又拿出几10斤牛肉给雪狼填肚子，等吃完继续赶路。而彼时雷霆小队成员在雪山上四处张望，雪崩的时候他们被分散到各处，现在才会合。会合后的第一句就是问领主大人呢？怎么没看见领主大人？杜兴则胖脸满是惊慌，完了完了，咱们把领主大人弄丢了。孟欣当机立断，我去找姐姐。秦姐脸色不太好，分头找到后发信号，山脚下集合。在下山的路途中，几黎也环顾四周，寻找着雷霆小队他们的身影。
目光掠过，当看见一抹熟悉的黑色身影时，几离惊喜。闪电！远处的黑豹是循着气味到这里的，他听见仔仔的呼唤，迈着四肢迅速奔跑过来。黑豹跑到几离面前，先是低下脑袋嗅闻，确认仔仔没有受伤后，他才重新抬起脑袋。绿油油的兽瞳审视着这只雪狼，双方对视，两只毛茸茸初次见面，互相打量几眼。几离给他们介绍，听完仔仔的介绍，两只毛茸茸各自点点头。对了，闪电，你有看到其他人吗？黑豹呜了声，趴下示意几离上来。等坐稳，黑豹踩着厚实的积雪小跑下山。雪狼和黑豹并排跑到半山腰的位置，几离终于看见了其他人，是秦杰。秦杰听到声音看过去，就见穿着米色棉服的女孩子坐在黑豹背上，朝他挥挥手。见少女安然无恙，他松了口气，目光移到旁边的变异雪狼身上，沉默了一瞬。对于少女招变异动物喜欢这件事，他已经不意外。黑豹小跑到两角兽面前，身躯低伏，几离滑下来站稳。其他人呢？秦杰没有解释，他只是道：下山了，我们也走吧。说着，拿出特制的信号枪，朝天空打了一发，红光乍现。这是信号枪吗？从哪弄的？几离有些惊讶。秦杰把信号枪递过去，自己做的。领主大人想要？我不要，就是好奇而已。几离摇摇头没有接。我们走吧，希望天黑之前回到基地。好冷啊！到山脚下的时候，天色渐晚。领主大人，你没受伤吧？可吓死我了！姐姐，没事吧？等候在山脚下的成员全部围上来关切询问。几离摆摆手，我没事啊。杜兴则擦了擦不存在的汗，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卧槽，这是什么东西？变异雪狼！我勒个豆！几离简单把事情经过说了遍。梦星星星夜，姐姐你好厉害！杜兴则狠狠羡慕了。苍天呐，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只变异兽？啥都行，我不挑。宋征毫不留情打破他的幻想，少做梦吧。杜兴则，秦杰出声打断他们。行了，趁天没黑得赶紧回去，别做梦。杜兴则瞪眼，老大，连你也欺负我？梦欣，哈哈哈哈！驱车回到基地已经是晚上9点半，曲靖见他们领主大人安然无恙回来，才放心下来。领主大人，早些休息吧，其他事情等明天再说。几离打了个哈欠，含糊不清嗯了声，抱着两只迷你版毛茸茸回到木屋，先给他们擦洗一遍，毛发吹干搁在沙发上。今晚你们在这里睡吧。两只毛茸茸同时呜了声，一黑一白，乖乖趴在米色沙发上，脑袋搭在爪爪间，眼睛跟随仔仔来回移动。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几离换了身加绒睡衣，等收拾完自己都11点了，困得不行。几离关了灯，躺在床上抱着被子，很快沉睡。借着透进来的月光，两只毛茸茸趴在沙发上互相看了看。黑豹率先起身，跳到沙发扶手处，紧接着动作敏捷精准，来到床上。他动作很轻，迈着爪爪挪到仔仔身边，然后趴下晃了晃尾巴。雪狼见到这一幕，犹豫几秒，也按照黑豹先前的办法一跃而过，踩着柔软的被子来到仔仔床头边趴好。就这样，两只毛茸茸共同守护在女孩子身边，闭眼陷入睡眠。次日，几离迷迷糊糊醒来，就见枕头边一抹白。雪狼见仔仔醒了，立马凑过来，伸出粉红色舌头舔了舔几离的脸，蓬松的尾巴乱晃。迷你版的雪狼压根不像狼，像是一只小萨摩耶去。几离擦了擦湿漉漉的面颊，把小萨摩耶不对，把雪狼捞起来抱住。大白，早上好呀！哦，对了，还有黑豹。几离偏头，正好对上黑豹绿油油的兽瞳。他坐起身，把黑豹抱起，突然想到什么，闪电，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虽然闪电的声音听着是男孩子，但动物好像不靠声音辨别雌雄吧？他之前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起名字也都是灵光一闪。想着，小姑娘抱着黑豹视线下移，好奇查看。黑豹似乎受到了什么精神刺激，猛地挣脱跳开，一双绿油油的兽瞳扩大看向仔仔，一副遭遇到欺凌的模样。几离懵逼，他不明白为什么闪电的反应这么大。闪电，黑豹声音透着无奈。仔仔，我是公的。踩着被子站在旁边的雪狼嗷呜2声。仔仔，我也是公的。哦。几离猛点头，没再纠结毛茸茸们到底是雌性还是雄性。今天要忙的事情很多，得起来上班了。收拾完一切，几离来到事务中心。领主大人，早上好。早上好。已经在办公区域的吕南霄和乔倩纷纷打招呼问好。乔倩从保温袋里拿出饭盒，领主大人，早饭，区副长让我带给您的。曲靖呢？几离接过饭盒问。乔倩，区副长去红枫基地了，说是安排剩下的人来咱们基地。几离坐在自己位置上打开盒饭，今日份早饭，玉米粥、清炒油菜、椒盐土豆。早饭后，先将基地升级，桃园基地等级12级，人口897320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15居民楼22层、2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医院、警局。田地3380。任务1，升级13，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20，养牛场。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6万。任务2，桃园基地人口达到18000，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3万。等把红枫基地剩余的幸存者都接过来，任务就完成了。这回升级解锁的建筑样式又增加了10几个。几离撑着腮帮子，指尖滑动面板，透明的面板可以调整角度和大小，且只有几离自己能看见，因此在其他人眼中就是女孩子撑着腮帮子对着桌面发呆。
天空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雪花。几黎踩着积雪来到种植区，种植区新建造了自动收缩棚，下雨或雪天会自动打开。走到棚子里，几黎将新解锁的种子递给宋小杰，还是4包大蒜、南瓜、黄豆、西兰花，顺便又购买了50包之前解锁的各种种子。现在基地田地越来越多，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了不少，当然消耗的也多，毕竟人口也增加了。在田地里溜达一圈，几黎戴着棉服帽子和围巾来到道路上环顾，脑海里规划着基地以后的发展，打算先建一个市场。随着基地的人口暴增，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大量的幸存者都去采集木材和石料了，长此以往肯定不行，得想办法增加些工作岗位。正好生活区外有一大片空地，几黎想着建造2排店铺用来开店。想罢，几黎回到事务中心开始规划，先花费4万金币购买了20间店铺建造完成。店铺是蓝白相间的装修风格，里面配置了收银台、桌椅、厨具等基础设施。房子建造好后，几黎来到交易大厅发布公告：店铺出租，快来经营属于自己的小店吧。房屋租金月租3000金币。午饭时间，扛着干活工具回来的众人习惯性来到交易大厅外看一眼有没有新发布的公告，争取第一时间报名。店铺出租，这么说我可以在基地里开店了。我一直都想开个烧烤店，我想开个火锅店，我想开个冷饮店。只有20个店铺，想开店的赶紧去，晚了就没有了。事务中心，几黎刚要去食堂打饭，就来了10几个居民说想租店铺。吕南霄开口：领主大人，我来给他们登记吧，您去吃饭。好的，辛苦你了。几黎应声。下午，几黎带着狮子驱车外出打怪，丧彪兴奋，丧彪激动，终于轮到他和仔仔单独出去玩了。丧彪是个精力旺盛的狮子，根本闲不住，每天除了捕猎就是到处玩耍，和黑豹就是2个极端。打怪完准备回去的时候，狮子冲着几黎嗷呜呜呜：仔仔，本狮子大王带你去看我新收的小弟。小弟？几黎疑惑，去哪看？丧彪带着几黎来到他以前居住的地方，对着远处吼叫一声。大概过了2-3分钟，5、6只狮子从远处跑来，这几只狮子比丧彪小了整整3圈，和末世前的狮子差不多大。丧彪上前和他们交流，奇怪，几黎有些惊讶，他能听懂丧彪的话，但完全听不懂这几只狮子说的。难道是因为丧彪是变异动物，所以能听懂？几黎猜测。丧彪在向其他狮子介绍几黎，语气得意洋洋：这是仔仔，本狮子大王跟你们讲，仔仔对我可好了。虽然听不懂这几只狮子的语言，但不影响几黎拿出一堆新鲜牛肉作为见面礼送给毛茸茸们。你们好呀。为首的狮子叫大东，大东看着面前这一堆新肉，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他表示很羡慕。老大，仔仔对你真好。丧彪更得意了，那当然了，本狮子大王可是仔仔最喜欢的兽了。二东看向给他们食物的人类，老大，我也喜欢仔仔。丧彪用一种看敌人的目光瞪向二东，你不许喜欢。二东被吓到，后退2步，老大我错了，我不喜欢了。哼，丧彪哼了声，甩甩尾巴，神情高傲，本狮子走了，你们待在这里守护好领地，遇到危险就召唤我，都记住没？狮子们纷纷表示记住了。虽然老大有时候很凶，但对他们是真好。冬季猎物不好，老大每天都会帮他们捕猎，今天还带着仔仔来给他们送食物。狮子们都很感动。目送老大离开，毛茸茸们开始干饭。几黎都不知道丧彪竟然还有如此高傲严肃的一面，在他心里，狮子就是只爱撒娇的大猫猫。回到车里，变回幼年时期的狮子跳到几黎怀里，嗷嗷呜呜翻了个身，热情表白：仔仔，本狮子大王只喜欢你哦。这个反差感还挺大。几黎撸了把狮子的脑袋，启动车子，知道了，我也喜欢你。回到基地，狮子便大在雪地里滚了一圈，吐着舌头嘶哈嘶哈。仔仔，来玩雪。几黎没有玩雪，而是突发奇想，拿出先前盲盒抽取到的彩色皮筋和一把塑料梳子，招呼狮子过来。仔仔，怎么了？丧彪明显也是男孩子，都不用确认，就从脖子处那一圈黑色浓密的鬃毛就能看出来，黑色浓密的鬃毛衬托的狮子十分霸气。几黎拿出梳子给他梳了梳凌乱的鬃毛，回答：给你弄个造型好不好？造型是什么东西？好吃吗？3岁的丧彪压根不懂，但仔仔想做什么都可以，丧彪盲目同意。几黎将凌乱的鬃毛梳顺，分出几缕编了几条小辫子，用彩色小皮筋扎好，编了7、8个。最后小姑娘欣赏了遍自己的劳动成果，原本霸气威武的狮子因为脖子处几个彩色小辫子多了几分可爱。好啦，狮子看不到自己的新造型，几黎便拿出一面镜子照了照。丧彪好奇瞅着自己看，这就是仔仔说的造型吗？看了半晌，嗷呜出声：仔仔，本狮子大王喜欢这个造型。几黎给狮子编辫子也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鬃毛过于浓密，丧彪每次干饭都会弄脏鬃毛，还要费时间清洗。喜欢就好。丧彪是真的很喜欢仔仔给他弄的造型，他跑到了宠物广场，特意显摆给黑豹、巨蟒看，这是仔仔给本狮子大王弄的造型，好看吧？羡慕吧？小黑表示羡慕了，他也想要仔仔给他弄的造型。黑豹趴在草地上，神情十分高冷，面对某只狮子的显摆无动于衷。丧彪哼了声，故意走到黑豹面前，仔仔说最喜欢本狮子大王了，你看到没？在仔仔心里，本狮子大王的地位比你高。黑豹不耐，墨绿色兽瞳抬起瞥了眼，嘚瑟的狮子就要起身动手。丧彪都被揍出经验了，见状立马跑到另一边，他今天可不能挨揍，仔仔给他弄的造型打架的时候会乱。店铺出租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天就全部租出去了。第二天清晨6点，负责铲雪的队伍就已经开始工作了。这项工作是日结工资200金币，公告发布出去，立马就有人前来报名。这些天也多亏他们，基地的路面才能干干净净。上午10点半，驱进驱车回到基地，再次从红枫基地载着几大卡车的幸存者来到桃园基地，来来回回几趟，这回是将剩下的幸存者全部打包带到了桃园基地，总共18000名。
照常安排这些幸存者排队依次进入基地登记、录入红模、发放居民证和生活手册，以及打印好的桃园基地规章制度这本册子。一系列流程结束，已经是下午3点。纪离今天没有外出打怪，而是待在基地忙碌这些事情。等忙完，他揉了揉脖颈，倒了杯热水，靠在椅背上，捧着杯子慢慢喝了2口，歇歇。寒冷气候持续了整整半个月，温度逐渐回升至25度。前段时间出租的店铺也都正式开始营业，什么烧烤店、火锅店、馄饨店、盖浇饭店、冷饮店、炒饭店，令人眼花缭乱。午饭时间，纪离来到这条街道，打算逛逛，结果刚来就受到了居民们的目光洗礼。领主大人中午好，领主大人中午好，领主大人中午好。有胆子大的上前询问，领主大人，您是来美食街视察工作的吗？视察工作，好严肃的词汇。不是，我是来吃饭的。纪离看向众人摆摆手，你们不用紧张，我就是随便逛逛，当我不存在就好了。乔健捧着一杯甘蔗汁跑过来，手亲切挽着纪离胳膊，领主大人，这家的煎豆腐超级好吃，要不要来一盘尝尝？好啊，纪离应声。两人走到这家牌匾上写着豆腐店的店铺，点了2碗米饭和2盘煎豆腐。煎豆腐很快端上桌，豆腐被煎至金黄，外面包裹着浓郁的酱汁，外层金黄的豆腐皮都已经被汤汁浸透了，豆腐上面还点缀着绿色的葱花，看起来卖相极佳。午饭吃完，趁着午休空隙，纪离将基地再次升级，桃园基地等级13级，人口2697340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15居民楼22层、4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养牛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医院、警局。田地4712。任务1，升级14，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20居民楼9层、15鱼塘。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999，土地面积1米，金币6万。任务2，桃园基地人口达到4万，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999，土地面积1米，金币10万。人口达到4万，才把红枫基地的人全部转移到桃园基地，又要招收1万多人，也不知道得多少级才能达到满级，感觉压力好大。纪离关掉面板，深呼吸口气，算了，慢慢来吧。彼时，基地边界处，一辆黑色越野车行驶进来，在进入边界里，他们收到了游戏的通知：兰江市桃园基地已建设，欢迎各位玩家前往，共同努力建设基地。请记住以下3点：1. 桃园基地由领主管理；2. 桃园基地与领主共存亡；3. 不可伤害领主。坐在后排的纪阳一整个震惊，他不可置信又问了遍：荀哥，你是说黎黎是这个桃园基地的领主？在谢寻找到他们，把这些告知后，纪阳就陷入了一种诧异又惊喜的心情里。诧异是妹妹竟然成为了游戏认可的领主，惊喜是妹妹平安无事，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导致纪阳来桃园基地的路上都感觉像在做梦。坐在副驾驶的裴寂也很诧异，他盯着面板上这条通知，心情格外复杂，眸色沉沉，不知想些什么。小熊也坐在后排，他不懂什么是基地领主，他只知道马上就能见到仔仔了。小熊2只爪爪扒拉住车窗，忍不住站起来，脑袋贴着车玻璃，眼巴巴看向外面，试图看见仔仔的身影。仔仔离开了好久，熊好想仔仔。嗷呜！猛熊激动点 JPG， 车子顺利到达桃园基地大门口。谢寻推开车门，拿出居民证，朝左侧的显示屏刷了下，门打开。曲靖正好也从外面回来，见到消失已久的青年出现，愣了下。他对于青年的印象就是他那头格外显眼的银白色碎发。对方话很少，和他们领主大人的关系似乎挺不错。回来了，他打了声招呼。谢寻看向对方，点了点头，停顿几秒问：黎黎在哪？曲靖，领主大人有事出去了，估计得等5点才能回来。他视线落在越野车里，他们是朋友。曲靖没再多问，那得在外面等会儿了。领主大人不同意进不了基地。谢寻嗯了声，返回车内。纪阳满脸好奇，咋回事？不进去吗？谢寻神情平静，等。纪阳懵逼，等啥？等到5点才能进啊？纪阳一头雾水，为什么要等5点才能进去？黎黎不在基地吗？纪阳，好吧。于是他们等啊等。小熊等得很焦躁，他徘徊在座位上，锋利的爪子划拉过车座。纪阳见状，试图安抚焦躁的棕熊。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和棕熊已经成为了并肩作战的伙伴，好几次遇到危险都是靠棕熊解救，不然他早完蛋了。哎呦，我的祖宗，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再等等黎黎就回来了。小熊这才逐渐安静下来，坐回原位，继续等啊等，也不晓得等了多久。终于，一辆白色小型汽车行驶到基地门口停住。小熊闻到仔仔的气息，整只熊变得异常激动，它2只爪爪不停刨着车门，嘴里发出呜呜声。纪阳都不用猜这辆车里是不是妹妹回来了，就凭棕熊的反应都能知道。他替棕熊打开门，紧接着也跟着下来。仔仔，纪离刚打开车门走下来，就听见熟悉的声音，循着声音就见一抹棕色身影飞扑过来。纪离下意识地接住飞扑过来的棕熊。小熊，棕熊激动坏了，他2只爪爪扒拉住纪离，鼻子不停嗅闻仔仔的气息，嗷呜呜，仔仔，熊好想你，呜呜呜。小熊把脸埋在纪离脖颈处蹭了蹭，不停地表达思念。黎黎，纪阳和棕熊一样激动，他伸手抱住妹妹，一直担忧不安的情绪也在此刻烟消云散。纪阳闭了闭眼睛，叹息开口：幸好黎黎你平安无事，幸好。纪离微怔，一股不知名的情绪倏然涌上心脏。他没有体会过什么是亲情，在福利院生活的这18年，一直是孤独的。在车祸发生的那一刻，他其实没有感到任何的害怕，有的只是一种解脱。再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心态就是无所谓，就觉得活着挺好，死了也行。
而现如今，她第一次体会到被别人担心挂念的感觉，有些不知所措。小姑娘眼睫轻颤，温吞出声：“哥哥，你们这段时间去哪了？”在谢寻去找他们之前，几里打怪都会去比较远的地方，打怪的同时也寻找过他们，但是都没有看到过他们的身影。纪阳整理好激动的情绪，松了手，看向妹妹：“咱们先进去再说。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事情，哥等会儿都给你说一遍。”纪离应声，抱着小熊看向站在旁边的青年，打招呼：“谢寻哥。”顿了顿，目光落在缄默不语的裴寂身上：“队长，好久不见。”裴寂看向面前的女孩子，嗓音微哑：“好久不见。”纪离眨眨眼，似乎疑惑：“队长，你怎么不喊我大小姐了？”裴寂难得噎住。纪离见状，转移了话题：“哥，我带你们去基地吧。”拿出居民证刷了下，补充：“你们先好好休息调整，等6点半来事务中心登记下信息。”纪阳跟随妹妹来到基地，当看见基地内的景象，直接震惊住了。离，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做梦，是真的。纪阳还是不敢置信，他抬手拧了下自己，疼得龇牙咧嘴，竟然不是做梦。离，你现在是这个基地的领主吗？对啊。纪离眉眼弯弯浅笑，将他们带到木屋前。哥，你先去房间里好好休息，我去安排人给你们送些生活用品。基地目前一共有6座木屋，是并排在一起的。傍晚6点半。纪阳和好友准时来到事务中心，他洗了个热水澡，换了套干净的衣服和鞋子，整个人容光焕发。裴寂也冲洗完自己，换了件黑色长袖 T 恤和咖色长裤，踩着双军靴，一头黑色短发，干净利落。纪离给纪阳和裴寂2个人登记完信息，录入虹膜后，把居民证递给他们。哥，这是桃园基地的居民证，记得保管好，出入基地和消费都需要用到。纪阳新奇，拿着这张黑色卡片看了又看，卡片最上面写着桃园基地居民证，下面写着他的姓名。这张居民证里有2万金币，你们可以在桃园基地购买需要的任何东西。纪阳心潮澎湃，忍不住感叹：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才能有离你当我妹妹。离，哥这辈子就靠你了。好，靠我。纪离附和：好啦哥，我们去吃饭吧。在饭桌上，纪离知晓了这段时间纪阳他们发生的所有事情。那天分散后，纪阳猜测妹妹是去了基地，于是便和好友去各个基地寻找，整个兰江市所有的基地全部找了一遍，但就是没找到。就当纪阳心灰意冷的时候，谢寻找到了他们，并告知情况。就这样，他们连夜驱车好几天来到了桃园基地。晚饭后，纪离让他们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等他们各自回到房间，纪离抱着小熊也回了木屋。可能是分开太久，小熊变得超级粘人，几乎是走到哪就跟到哪。纪离给小熊洗了个澡，洗得干干净净，吹干毛发搁在床上。小熊似乎有些困了，抬起爪爪揉了揉眼睛，从喉咙里发出呜呜声。崽，困。纪离抬手摸摸他耳朵，困了就睡吧，我不走。小熊乖乖趴在被子上，闻着熟悉的气息，渐渐沉睡。上一批来的幸存者已经结束了为期2周的采集工作，考验通过，正式成为了桃园基地的居民。离开后山，他们来到安排好的房间洗漱一番，开始思考接下来的打算。居住在高层楼的星辰小队打算先在基地逛一逛，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实在不行就去采集木材和石料。在桃园基地，异能者和普通人一视同仁，来到基地都必须完成采集工作，通过考验才能留在基地。当然，只要见到基地内的景象，都不会后悔坚持下来。星辰小队第一站先去了美食街，刚走到美食街路口，就闻到了一阵阵香味。有人鼻子灵，一下就闻出是水煮肉片，还有麻婆豆腐的味道。果然，美食街第一家店铺名字就是川菜馆。川菜馆一共有2层，1楼是厨房、收银台和大厅。队长，咱们先去吃顿饭吧。他们闻着这香味，都饿得不行了，先吃饱，其他的等会儿再说。星辰小队走到川菜馆，点了一桌菜，菜上齐，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全部埋头干饭，恨不得把脸埋在饭里。有人激动落泪，太好吃了！这才是人该吃的东西。这跟红枫基地一对比，简直天差地别。我以前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对啊，咱们在红枫基地天天啃哥跟吃野菜，都快吃吐了。一顿饭结束，星辰小队更加坚定了留在桃园基地的决心。他们默默在心里发誓，从今天起，他们星辰小队生是桃园基地的人，死是桃园基地的骨。随着基地人口不断增加，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而每当这个时候，负责治安管理的张然就会带领警局的人前来调解，判断谁是过错方，按照桃园基地规章制度加以处罚。纪阳在基地这3天，带着新奇兴奋的心情，将整个桃园基地逛了一遍。逛完只有一个想法，他这辈子可以躺平了。虽然，但是他也不会待在基地什么都不干。纪阳休息调整完，就和裴寂、谢寻2人商议了下，依旧打算每天外出打怪。基地每天都会自行组织一批人外出打怪，获取的金盒可以兑换成金币，当然兑换也是有要求的，只有高级金盒才能兑换。青阶金盒的兑换比例是1比6000，绿阶金盒是1比1万，黄阶金盒1比5万，橙阶金盒1比10万，红阶金盒1比20万。至于蓝阶、紫阶和白阶金盒，虽然不能兑换成金币，但也可以自己私下用来交易，这个就不归基地管了。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橙阶以上的异化值，甚至黄阶的都很少有。上午忙碌完工作，下午纪离带着小熊驱车外出打怪。这3天，棕熊一直黏在纪离身边，完全把并肩作战的伙伴给抛之脑后。见到纪阳，也只是轻轻呜一声，算是打招呼。纪阳对此表示有些扎心。和小熊一起打怪到下午4点，纪离短暂休息了片刻，就准备回基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声厉叫划破天际，天空中一只巨大的猎鹰盘旋在半空，展开的翅膀仿佛能遮天蔽日，一双锐利的眼睛盯着一处，犹如一道闪电般俯冲而下。而他俯冲的竟然是只被感染的蝰蛇，布满褐色花纹的蝰蛇体长近6米，粗大的身躯滑动在地面，径直朝他袭来。这条蝰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和小熊都没有察觉到。显然，这条被感染的蛇不仅聪明，还擅长伪装隐匿。好，
棕熊庞大的体型挡在几黎面前，张开嘴巴冲着这条蛇怒吼出声，奔跑过去和它缠斗在一起。猎鹰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几黎是第一次见到被感染的蝰蛇，血红色眼睛看起来狰狞可怕，腥臭味弥漫在蛇身周围，简直令人头皮发麻。几黎忍着不适，担忧看向和蝰蛇缠绕的小熊和猎鹰，生怕它们被咬到，已经做好了随时上前帮忙的准备。猎鹰尖锐的利爪扣住蝰蛇的蛇身，鹰会对准蝰蛇的7寸狠狠啄去，蝰蛇顿时疼得疯狂甩尾，扭头张开血盆大口。棕熊趁机抬起巨大的熊掌拍过去，和猎鹰配合撕咬，直到最后不停挣扎的蝰蛇彻底没了动静，才松开利爪。警报解除，棕熊舔了舔自己嘴边的血，屁颠屁颠跑到几黎身边，仔仔，熊保护你。小熊十分骄傲，挺起胸膛。猎鹰站在空地梳理着凌乱的羽毛，啄完左边的羽毛，又开始啄右边的羽毛。等啄完，他重新抬起头看向不远处，一双金色的眼睛似乎有些疑惑，歪了歪脑袋。他目光又移到那只棕熊身上，站在原地停顿了3-4秒。猎鹰重新扇动翅膀飞向天空。几黎仰头看向渐渐消失不见的猎鹰，刚才注意到猎鹰脖颈处带着一个黑色项圈，应该是有人给他戴上的吧？是他的主人吗？几黎没再多想，招呼棕熊：“我们回去吧，小熊。”傍晚有时回到基地的几黎先给小熊清洗一番，清洗干净后带着他来到了宠物广场，给他介绍认识其他毛茸茸们。这个时间段毛茸茸们都回来。仔仔，丧彪在看到仔仔出现，一个飞扑过去，直接将几黎扑倒在草地上，巨大的脑袋对着几黎狂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棕熊眼看着仔仔被扑倒，怒吼出声，直接伸出熊掌，一把就将狮子给掀翻了。丧彪被掀翻的那一刻还有些懵逼，转眼看见陌生的棕熊，立马朝对方吼叫，身躯伏低就要扑过去和他打架。几黎都没想到刚见面就要打起来了，他忙不迭抱住狮子，遮挡住丧彪的视线，不要打架啊，你们！狮子本来张开嘴都准备扑上来，但仔仔突然把他抱住，丧彪只能临时踩刹车，改变战术，把脑袋搁在仔仔肩膀处，隔着空气对棕熊一顿输出。丧彪好委屈，他什么都没做就被这只臭熊打了一下。仔仔，他是谁？丧彪质问。给你们介绍下，这是小熊。几黎摸摸丧彪的大脑袋安抚，看向围过来的3只毛茸茸，对小熊说：“这是闪电，这是花花，这是大白，你们以后都要生活在这里，要和平相处，好不好？”几黎挨个抱抱每一只毛茸茸，给他们准备了几大盆生肉。吃夜宵了，吃完都不许打架了。毛茸茸太多也是一种苦恼，端水大师端太久也会累的。QAQ， 大白吃完自己那份肉，迈着4只蹭过来，轻呜2声。仔仔，就在前2天，几只毛茸茸因为夜晚谁守护仔仔睡觉的事情打了一架。几黎得知这件事有些无奈，想了想，决定轮流来。几黎伸出胳膊抱住雪狼，大白，你待在这里开心吗？大白已经来了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和黑豹、狮子、花豹相处的都还不错，但几黎也考虑到大白会不会不适应，开心。雪狼伸出粉红色舌头，小心翼翼地舔了舔仔仔。它本来就是孤狼一只，没有族群，原本重伤那天就要死了，是几黎出现救了它。雪狼是很聪明的变异动物，这些它都懂。陪毛茸茸们待到晚上8点，几黎才抱住迷你版雪狼，乘坐公交车回到事务中心。领主大人，曲靖刚忙完手头工作，见几黎回来打了声招，说起正事儿，今天有跑商小队来到我们基地了。跑商小队？几黎狐疑。曲靖解释，他们是从沙河区过来的，跑商在各个基地买卖物资，但是由于桃园基地的安全防护，导致他们根本进不来。我忘记打开了。基地升到13级，临时游客时限改为了72小时，功能也跟着升级，不用再一直重复点了。其他幸存者来到基地会自动提示。将这个功能打开，几黎想到什么？我们也有跑商小队吗？曲靖，暂时还没有，我打算过2天组建一个跑商小队。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没其他事就下班吧。几黎打了个哈欠，生物钟响了，到点就感觉有些犯困，没其他事了，领主大人早些休息。几黎应声，抱着大白回到木屋洗漱睡觉。翌日，也不知是不是巧合，几黎带着大白外出打怪的时候，再次遇到了那只猎鹰。猎鹰的出现让雪狼顿时警惕起来。他湛蓝色的兽瞳瞬间布满凶戾，二话不说就扑上去，2只爪子摁住猎鹰的身体，喉咙里发出凶狠的低吼，张嘴就要去咬猎鹰的脖子。大白，雪狼动作太快，几黎都来不及阻止，杏眸睁大喊出声：“大白别冲动！”猎鹰是来找这个气息让他很喜欢的人类的，哪曾想会被突然袭击？但猎鹰的反应也很迅速，他张开自己的翅膀扇动，狠狠呼了雪狼一脸，而后身体一转，尖锐的鹰喙直接对准了雪狼的眼睛啄去。几黎都慌了，见状握着剑柄上前抵挡住猎鹰的攻击，趁着这个间隙抱住雪狼往后退了2步。而在几黎上前阻挡的时候，猎鹰就下意识的收力，扑棱着翅膀站在原地和几黎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有动。雪狼湛蓝色的兽瞳依旧警惕着盯着这只陌生猎鹰，没有丝毫松懈。几黎抱着大白，目光看向猎鹰，经典话术询问：“你能听懂我说话吗？能听懂就好沟通，好沟通就没事了。”猎鹰歪了歪脑袋：“仔仔，能沟通。”几黎松了口气，先是安抚雪狼，等大白肌肉没那么绷紧，攻击性减退不少，才重新看向猎鹰：“你好呀。”猎鹰的头和颈部被白色的羽毛覆盖，颈部以下是灰黑色的羽毛，尖锐的利爪杀伤力极强，金色眼睛瞳孔泛黑。猎鹰是个有礼貌的鹰。“你好，仔仔。”几黎眨眨眼，追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族群呢？”“踏风，仔仔，我叫踏风。”经过简单的对话，几黎知晓了猎鹰没有族群，但是它有主人。脖颈处带着的黑色项圈就是它主人为防止猎鹰长时间不回家会遇到危险而特意给它带的定位追踪器。猎鹰没有被精神控制，显然是自愿跟随的，这也代表它认可这个人类，愿意和人类并肩作战。踏风是追杀那只蝰蛇才出现在这里的，蝰蛇解决完，他灵敏的嗅觉闻到几黎的气息后就想要亲近贴贴。
他喜欢仔仔。踏风没离开，他一直帮着吉离打怪，直到结束。整只鹰贴近，鸟会轻轻触碰了下吉离的头，喉咙里发出咕噜声。末世变异的动物都超级大，猎鹰也是很大一只。吉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10几块生肉递过去投喂，感谢踏风的帮助。雪狼趴在旁边轻呜2声。大白今天也超级厉害。吉离揉了揉大白的脑袋夸赞，给他也投喂了些。等毛茸茸们都吃完，吉离准备回去了。我们要走了，踏风，你也早些回家吧。踏风叫了声，展翅高飞。落日之前，猎鹰回到了家。猎鹰的家在兰江市隔壁的青城市，青城市是山城，依山而建的城市，地势高低不平，建筑错落有致。青城基地的基地长发现，这2天自家的鹰总是往隔壁的兰江市飞，也不知要去那边做什么。捕猎的话，也不需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踏风，随着这道温润的声音，身穿白色长袖衬衫的男人走到院落。男人身形颀长，栗色短发贴在额边，气质温文尔雅。猎鹰听到主人叫自己的名字，扇动翅膀飞扑过来。林清月抬手摸摸自家鹰的羽毛，好奇询问：这2天为什么总往兰江市跑？那边出什么事情了吗？猎鹰转动小脑袋，用利爪在地面画了一条线出来。作为猎鹰的主人，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踏风是说那边有蛇，你去捕杀了，而且那蛇应该是被感染的异化兽。猎鹰点点脑袋。林清月毫不吝啬夸赞踏风真棒，但在外面捕杀的时候也要注意，别让自己受伤，知道吗？知道了。阿月在家没？一道吊儿郎当的嗓音响起，来人一身黑衣，戴着副墨镜，半张脸都被遮住，只能看见线条利落的下颌与绯色薄唇。哟，驯鹰呢？贺金州走到院落里，眉梢轻挑，抬手想要摸一下猎鹰。踏风金色的眼睛微缩，冲着对方的手就要啄去，得亏贺金州躲闪的及时，不然手肯定被啄穿了。小踏风，你就这么不待见我啊？贺金州一脸受伤的表情。林清月无语，踏风不喜欢被人类碰，你还不要命去招惹他，不啄你啄谁？贺金州不服，这话说的，阿月你不是人啊？林清月摸摸自家鹰，一本正经解释，我是例外。行，贺金州摆摆手，谁还没有只变异动物啊？哥这就回去找我家的踏云去。说着就要离开。林清月拦住好友，你来找我就是为了招惹踏风的？当然不是，他来是有正事要说，被这么一打岔，都差点给忘了。贺金州收回迈出的脚步，进屋去说。两人走进屋里，贺金州坐在椅子上，长腿无处安放的弯曲，语气变得正经许多。我听说红枫基地被攻打下来了。林清月闻言眸色微沉，是谁做的？贺金州靠着椅背，桃园基地。他补了句，之前都没听说过这个桃园基地，一夜之间就突然冒出来，把红枫给吞并了。林清月沉思半晌，过几天安排跑商小队去这个桃园基地暗中打探下情况，只要对我们没有威胁，其他无所谓。对这些毫不知情的纪离正和曲靖商议接下来的安排。为了完成任务，基地还得持续招收新的幸存者加入。而就在这时，游戏面板自动弹出末日法则公告：苍冥大陆全新地图已上线，玩家可任意选择阵营。温馨提示：选择一个好的阵营，活下去的几率更大哟。地图公告关掉，纪离目光落在游戏面板右上角突然多出来的地图上，好奇点开查看。和末世前的地图差不多，只不过多了象征着基地的红色小旗，标记在各个基地旁边。纪离指尖无意识触碰到地图上，还弹出一个白色小框。阳光基地评分：初级营地32分。纪离眨眨眼，点了下自己的基地。桃园基地评分：中级营地60分。好吗？刚及格。曲靖不紧不慢开口：领主大人，看来我们不用想办法招收了，只管待在基地等人主动加入就行了。纪离点点脑袋，想到什么？我们要不要建个驿站？驿站可提供给跑商小队和路过的玩家临时休息。我正想说呢，咱们基地确实要建造个临时休息的地方。领主大人打算在哪建造？就在基地门口吧。上午忙碌完工作，纪离趁着午休时间将驿站建造完成。驿站一共2层，上下2层各6个房间，每间可住2人。非桃园基地的居民办理完入住，就可以在基地内走动交易。至于驿站住宿费，想了想，纪离决定按时间收取费用，24小时2颗蓝阶金盒。很快，第一波跑商玩家就到了。他们是从沙河区一个小型基地出发的，沿途一路买卖物资。走到桃园基地门口，显示屏自动弹出提示：欢迎来到桃园基地，非桃园基地居民可入住驿站短暂休息，是否进入？是否。领队毫不犹豫点了是，下一秒新的提示响起，请交纳住宿费，24小时1人2颗蓝阶金盒。啥玩意？一个人入住费2颗蓝阶金盒，这么贵，怎么不去抢？末世物资稀缺，导致现在的物价贵得离谱，一包泡面就需要3颗紫色金盒，更别提其他的东西。但各个基地的驿站入住费用却很低，只需要1颗白阶金盒，因为驿站并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吸引他们这些跑商小队买卖物资的，给基地成员提供收入的同时还能带去各种物资。而现在入住驿站就要2颗蓝阶金盒，当他们是冤大头啊！被人背地里吐槽的纪离，不怪他，他不了解行情，以为2颗蓝阶金盒就已经很便宜了，主要还是这些天打怪获取的金盒太多，给人一种很轻松的错觉。领队气笑了，走，咱们换一家，真当我是冤大头啊！跑商小队一共7名成员，其中一个年纪不大的女成员开口：队长，天快黑了，咱们现在赶到下一个基地，估计得明天了，万一晚上遇到什么危险。领队想了想，牙一咬，心一横，好，我倒要看看这个基地凭什么敢狮子大开，一个人收2颗蓝阶金盒。领队从储物空间里掏出14颗金盒，按照提示操作，将金盒放在旁边的红色铁箱里。下一刻，提示音响起：欢迎入住桃园基地驿站。门打开，跑商小队怀揣着愤愤不平的心情踏入基地。当看见基地内的景象，一整个大震惊。不是，这个基地还有公交车？哎，你们快看那边是田地吧？我好像看到玉米了。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孩走过来，你们需要向导吗？
领队看着这小孩，他们初次来这个基地是需要一个熟悉的人带领他们，于是便问需要多少钱。2颗白色金盒，不多的。好，领队拿出金盒递给对方，男孩接过，带领他们往前走，边走边介绍。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晚饭时间，基地内很热闹。跑商小队跟随男孩一路来到美食街，美食街旁边还有一排小吃摊，这是暂时没钱出租店铺的居民自己摆弄的摊位，卖什么的都有。摊位前人头攒动，削皮甘蔗1盒5金币，1盒5金币；凉拌菜荤素搭配1盒15金币，烤玉米饼1个5金币。跑商小队愣住了，这个基地好有烟火气啊！他们都要以为末世是场幻觉，这才是真实的世界。领队回神询问男孩，金币是什么？我们不能用金盒购买吗？男孩解释，我们基地买卖东西都是用金币支付，金盒也能购买，不过是按比例兑换的。一颗白阶金盒是5金币，蓝阶金盒的兑换比例是1.50分，紫阶金盒是1.20分。这是他们桃园基地的居民商量完后统一的兑换比例。什么？领队听完顿时变得激动起来，他直接冲到削皮干摊位前，甘蔗是1盒5金币对吧？我们全要了。卖削皮甘蔗的摊主应声将剩余的甘蔗全部打包，20盒甘蔗一共是100金币。领队拿出2颗蓝阶金盒，用这个支付可以吧？可以。摊主接过金盒，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谢谢惠顾，欢迎下次再来。甘蔗卖完收摊，领队带着队员又跑到凉拌菜摊位前，还有多少凉拌菜？我们全都要了，反正放储物空间里又不会坏，这一趟他们必须把空间和背包装满。队长，咱们赚大发了，我刚才算了下，在外面1盒甘蔗就能卖2颗蓝阶金盒，这下子住宿费都回本。领队哪里还有什么怨言，恨不得把美食街全部清空，还是队员劝他理智冷静。队长，咱们清空不了，钱没带够。回到驿站，跑商小队每个人脸上都扬着笑，这里物价真不贵，我错了，我不该说基地把咱们当冤大头。被林清月派到桃园基地暗中打探情况的跑商小队回来，将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全部告知。林清月听完有些诧异，他沉思许久，我知道，你们都出去吧。贺金州翘着2郎腿坐在椅子上，眉梢轻挑，这桃园基地发展可以啊，不愧被游戏评价为终极营地。他们青城基地虽然也是终极营地，但评分才52分，这么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但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贺金州现在就想亲自去桃园基地看看。对了，我听说这个桃园基地养了好几只变异动物，也不知是真是假，咱们派去的跑商小队都没看见，估计是假的吧。不管是真是假，我们和桃园基地尽量交好，能不招惹就别招惹。同在末世生存，没必要打打杀杀，和谐共处才能够活下去。贺金州也这么觉得，他漫不经心嗯了声，小踏风呢？这2天都没见到，去哪了？林清月看了眼定位追踪器显示的位置信息，去兰江市了。林清月很是疑惑，这个兰江市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踏风天天去？而被念叨的踏风此刻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帮助仔仔打怪。在自然环境下，鹰的年龄通常能活到50岁、70岁，是非常高寿的一种动物。踏风作为一只18岁的 S 级猎鹰，鹰生阅历非常丰富多彩，比起3岁的狮子，它就显得格外成熟稳重。比方说现在打怪结束后，3岁的丧彪就扑过来，对着几黎一顿狂蹭撒娇，一口低沉粗犷的烟嗓里发出咪呜声。仔仔仔仔，亲亲。几黎捧着狮子巨大的脑袋，吧唧亲了口，让不安分的丧彪乖乖坐下休息。踏风就站在旁边梳理着羽毛，啄得很认真，啄完左边的翅膀，又开始啄右边翅膀。几黎没有打扰踏风梳理羽毛，他坐在地面，面前放着刚摘的花花草草，闲着无聊编了一个漂亮的花环。踏风啄完羽毛，一双金色眼睛看着花环，歪了歪白色脑袋。几黎见状站起身，踏风，你要戴上试试吗？猎！踏风应声。几黎举起手将花环戴在了猎鹰的脖子上。踏风似乎很喜欢这个花环，尖锐的鹰喙轻轻啄了啄花瓣，动作很轻，生怕把花瓣弄。到了傍晚，踏风该回去了。猎鹰扇动翅膀，冲着几黎叫了声：“仔仔，明天见。”几黎挥挥手：“明天见。”是的，没错。经过这些天的相处，几黎和猎鹰成为了好朋友。猎鹰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刚好碰见出来的贺金州，但他没有搭理，只是埋头在自己专属的食碗里咕噜咕噜喝水。卧槽！贺金州看向猎鹰脖子处戴着的花环，十分诧异：“阿月，你还会编花环？他都不知道好友还会这技术。你再给我编一个，我给我家踏云也戴上。”他说：“什么东西？”林清月一头雾水来到门口，当看见自家鹰脖梗处戴着的花环，直接惊住。他面色复杂，淡声开口：“不是我编的。”什么？这回轮到贺金州震惊了，不是你，那是谁给踏风戴的？这么不要命？林清月走到猎鹰身边，踏风，他抬手指了指那个十分显眼的花环，疑惑询问：“这是谁给你戴的？”猎鹰叫了声：“是仔仔。”身为踏风的主人，但听不懂鹰话，林清月试探性换了个问：“把这个摘下来好不好？”不好。猎鹰转动小脑袋，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到另一边，鹰会小心翼翼地啄了啄脖子处的花环，有仔仔的气息，香香的。他好喜欢，好喜欢。林清月能明显感觉到踏风的心情很不错，是因为这个花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究竟是谁给自家鹰戴上去？胆子真大。不对，等等，林清月瞳孔骤缩，自家鹰这段时间不会是去见外面那人了吧？这个猜想让林清月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们家踏风要移情别恋了。贺金州看向神情宛如失恋的好友，扯了扯薄唇，有没有可能是踏风自己戴上？贺金州这个猜测不是没有道理。首先，踏风不喜欢人类触碰，当然好友除外。其次，踏风喜欢花花草草，在外面看见花花草草都会飞下去凑近闻闻。对啊，林清月恍然，比起先前的猜想，猎鹰瞅见花环叼走给自己戴上的可能性更大。至于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类，不可能接触到踏风。林清月心情恢复正常，抬手摸摸自家鹰的羽毛，
踏风很喜欢这个花环吗？改天我给你编一个。贺金州挑眉，阿月记得也给我们家踏云编个。自己编。林清月蓦地感情拒绝。贺金州，好，自己编就自己编。桃园基地，回到事务中心，纪离调出面板，打算再建造一个食堂。食堂的饭菜要比美食街便宜些许，大部分没有异能的幸存者为了省钱会选择在食堂吃饭，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每到饭点就会出现拥挤，所以再建造一个食堂很有必要。叩，敲门声响起，是谢巡。纪离关掉面板，抬起脸有些意外。谢巡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吗？青年拎着饭盒走到原木桌前，晚饭。他补了句一起吃。纪离眨眼，谢巡哥你不是恢复记忆了吗？怎么还和失忆前一样？青年顶着那显眼的银白色碎发站在原木桌前，与女孩子四目相对，没有吱声。沉默是今晚的康桥。纪离懵逼，想了想，可能是谢巡习惯了和他一起吃饭。想罢，他道：那一起吧。走到原木桌前，晚饭是什么啊？我瞅瞅。坐在椅子上，打开饭盒。今日份晚餐，一份蜜汁猪排、辣椒炒肉、鱼香茄子、米饭。握着筷子夹了块茄子，纪离认真开始干饭。如果是没穿书前，他在吃饭前肯定会找一部动漫电影看，但现在没有电子产品，只能埋头干饭。晚饭后，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2颗黄阶晶核递给青年。谢巡哥，这个应该能帮助你突破提升异能吧？记得谢巡的异能是 S 级，刚好需要黄阶晶核，但是目前黄阶异化值很少有。这几天谢巡他们外出打怪都没有遇见。这件事他是听哥哥几阳说的，每天打怪回来，身为妹控的几阳就会找妹妹巴拉说一大堆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话痨属性直接点满。青年微怔，摇头，你自己留着。我留着也没用啊。小姑娘杏眸瞪了瞪，把晶核塞到他手里，拿着，你不要的话就扔了吧。谢巡当然不可能扔，他薄唇微抿，漆黑眼瞳注视着面前的女孩子。谢谢，不用谢，我们是朋友嘛，朋友之间就要互相帮助呀。小姑娘一本严肃，况且谢巡哥你现在已经是桃园基地的人了，我身为领主，帮助你们提升异能理所应当啊。说到这里，纪离突然想起来问队长他异能等级是多少？也是 S 级。纪离哦了声，想说改天和他们去远一点的地方打怪，看看能不能遇到高级异化值。还没出声，青年就补了句他有晶核。他有，我没有啊。纪离点点脑袋，那就好。对了，我听哥哥说你们明天要去 T 市，那边什么情况还不清楚，要不发个公告组队一起去，人多力量大吗？谢巡应声，好。领主大人，不好了，有人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了，区副长让我喊您过去看。纪离微惊，快步走过去，在哪？带路。跟着来人快步走到大门口，围在周围的居民见到纪离纷纷让开。领主大人来了，别挡路。领主大人，求求您救救我家孩子，他才14岁，求求您救救他。刚走到基地大门口，一个身着麻布衣服的女人就跪倒在面前，痛哭流涕求救。女人名叫秦真，末世降临丈夫为了保护他们母子2人被异化兽杀害，留下了她和孩子艰难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直到来到桃园基地。秦真很喜欢这里，吃饱穿暖的日子在之前想都不敢想。来到桃园基地，她找了份在裁缝店制作衣服的工作，工资也从日结50涨到了月结3000金币，每个月除去1000金币的房租钱，还能剩下2000金币，这些钱完全够她和孩子吃穿不愁，甚至还能攒500金币。就在她过着稳定生活的时候，意外来得如此突然。今天上午，孩子跑来说要去基地外面逛逛，秦真就想着有护卫队巡逻，肯定不会出事，便同意了。谁曾想，晚上孩子刚踏入基地，人就昏过去了。当他看见孩子脸色煞白、嘴唇发紫的模样，差点跟着一块昏过去。要不是还有呼吸，小虎他妈，你先冷静一下。领主大人这不是来了吗？先让领主大人看看这是咋回事。同在裁缝店工作的女人拉住痛哭流涕的秦真安抚。乔倩用治愈系异能给昏倒的男孩治疗过了，但好像没什么作用。领主大人，你看他手臂上的伤口，这是被什么东西咬的？看着像是被蛇给咬的。男孩手臂内侧2个血洞极小，血洞周围的皮肤是深紫色的，明显是被有毒的东西给咬了。纪离蹲下身，握着男孩的手臂观察半晌，秀眉微拧，不是被蛇咬的。突然想起什么，他补充，应该是虫子。虫子咬的？什么虫子这么厉害？乔倩诧异。纪离没有多说，只是集中精神利用净化异能治疗，暖白色光芒覆盖住伤口。半晌，男孩手臂上的伤口渐渐愈合，皮肤周围的毒素消散，煞白的脸色也浮现了几分血色。围在周围的人惊喜，好了，这孩子没事了。领主大人好厉害！有人见到这一幕忍不住说，咱们领主大人还会治疗啊？那以后有什么病症能不能找领主大人治疗？你说的病症是指头疼脑热，还是干一天活累的腰酸腿疼？这种小病你找领主大人治疗，你好意思吗？就是，咱们领主大人日理万机，哪里时间给你治这些小病？你当自己是谁啊？这妖牛！那人小声避避，哎呀，我也就是说而已，我可不敢给领主大人添麻烦。秦真见孩子好了，激动的泪流满面，扑通跪在地上，谢谢领主大人，我差点以为小唬他。纪离摇摇头，不用谢，我身为领主有义务保护大家，你快起来吧。曲靖站在女孩子旁边，吩咐居民将男孩抱回房间，又对秦真说，回去休息吧，明天带孩子来趟事务中心。待居民们陆陆续续离开，乔倩凑过来，星星眼，领主大人你好厉害啊，我异能才到 C 级，没关系，我们慢慢升级。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3颗清阶晶核递给他，恢复下异能吧。乔倩看向递过来的晶核，先是一愣，随即慌忙摇头，不，领主大人，我怎么能要你的晶核？晶核来之不易，尤其是拦截网上的，他深知这怎么可能要别人辛苦打怪得来的晶核？我还有很多。纪离眨了眨眸子，你不是想要提升异能吗？快拿着！乔倩拿着晶核感动哭了，呜，领主大人你真好，除了我爸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比领主大人你对我好的人了，呜。纪离没想到比他大不了几岁的乔倩竟然在他面前哭了，这搞得他都不知所措。
怎么办？他不会安慰别人，想了想，只能抬手拍拍乔倩，别哭了。呜呜，领主大人，我没有哭。曲靖开口解围，行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8点半上班，别迟到，迟到1分钟扣100金币。乔倩瞬间止住了眼泪，什么？扣100金币？曲副长，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曲靖无情开口，资本家没有良心。纪离抿唇忍住笑，没有说话。我明天坚决不会迟到。乔倩默默在心里发誓，明天绝对不赖床。领主大人，那我先走了，明天见。好的，明天见。待乔倩离开，纪离看向身侧的人，讨论起正事。今天发生的事情应该不是意外，这段时间让居民们注意周围，尽量别外出了。领主大人，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曲靖面色变得严肃，我也只是猜测。末日危机有段剧情写过虫巢，起初只是有毒的小型虫子出现，后面还会有大型撕咬虫和各种毒虫。回到事务中心，纪离将可能会有虫巢的事情给曲靖说了遍。曲靖听完沉默半天，我明白了，这段时间我会安排人维持好基地秩序，普通人都留在基地。纪离也只是猜测而已，为了不引起慌乱，基地采集工作照常进行。又过2天，吃完早饭的郭帆带领着队员们外出巡视，驱车一路往前行驶。当他们巡视到一半路程时，意外突然出现，只见7、8只白色的虫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二话不说就扑向他们。这些虫子约莫1米高，身上有类似于皮皮虾的节状壳，它们朝着车子喷出浓绿色的粘稠毒液，绿色液体喷到车壳上，逐渐被溶解。郭帆心惊，这什么毒液？比强酸还恐怖！他们纷纷冲出车外，与此同时，也看见了虫子头顶上方的面板显示名称：中型毒虫，等级10，血量2000，其他描述腐蚀一切。郭帆小队迅速配合，纷纷使出异能对付这些虫子。啊！一只虫子扑过来，趁机咬住了小队成员齐聪的腿。齐聪匆忙甩出几道异能，试图击退这只虫子。不好！郭帆大喊：“快救人！”齐聪只感觉被咬住的腿逐渐麻痹，伤口剧痛到眼前发黑，生命值猛地下降到58。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岳灵带着小队成员赶了过来，迅速帮忙对付那些虫子。砰！地面裂痕炸开，将那些虫子包围。待全部解决完，郭帆带着队员赶忙驱车回到基地治疗。领主大人，领主大人，齐聪受伤了，您快救救他！曲靖询问出什么事了。郭帆一五一十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讲完。曲副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暂时待在基地，等过段时间看情况再外出。曲靖对吕阳说道，通知下去，所有居民留在基地，不得外出，违者后果自负。吕阳应声，好。那天招聘会结束，吕阳就成为了曲靖的助理，部分事务也交由他接管处理。好了，纪离治疗完起身，扶他回去休息。齐聪，谢谢领主大人。纪离目送他们离开后，出声，真的是虫巢，也不知道会持续几天，我们得想办法解决啊。虫子怕火，这个弱点让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当天下午，公告就发布出去召集火系异能者外出作战。虫巢持续了7天时间，第8天清晨才结束。这7天外出作战的异能者们几乎都累坏了，但好在没有出现伤亡。这几天辛苦大家了，我和领主大人商量了下，按日薪3000金币给你们发放，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曲靖说，哪知话音刚落，就有人开口道，曲副长，我不要钱，我身为基地的居民守卫基地，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我也不要，谈钱伤感情啊，我们愿意为了基地共同努力，钱不钱的无所谓。对啊，这次打怪领主大人还给我们发了不少金盒，这些金盒都不止3000金币。这些异能者来桃园基地已有3个月，基地的氛围让他们有了很强的归属感，也是真心希望基地能越来越好。曲靖听完有些触动，为了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今晚基地将会举行篝火晚会，大家回去洗漱休息一番，晚上6点记得来参加篝火晚会。太好了，自从这个末世游戏出现，我就没好好放松了，那我得好好拾到，万一有女孩子能看上我，肯定会有，兄弟我看好你。篝火晚会是在美食街前面的空地上举办的，微风习习，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吃喝闲谈，有人吹着乐器，男男女女围着火焰跳舞，欢呼雀跃，热闹极了。领主大人，你怎么不去玩？曲靖走到事务中心见趴在办公桌前的人，开口询问。纪离抱着抱枕，百无聊赖趴在桌面，慢吞吞回答，我去了他们会不自在，就像上回在美食街都以为他是来视察工作的。曲靖摇摇头表示，怎么会呢，大家都很喜欢领主大人，还是算了吧。纪离抱着抱枕坐起身，你怎么不去玩啊？曲靖一本正经，我去了他们会不自在。看着表情无语的女孩子，曲靖笑了笑，我说的是认真的，领主大人。纪离噎住，难道他说的不认真吗？仔仔顶着凌乱鬃毛的狮子从外面颠颠跑进来，一脑袋扎到纪离身上，委屈呜呜告状，臭豹子又欺负我，还把仔仔给他弄得造型毁了，可恶可恶可恶！丧彪生气，丧彪愤怒，他还打不过那只臭豹子，真是气死本狮子大王了！嗷呜呜！体型庞大的狮子在女孩子身上拱来拱去，这幅场景看得曲靖神情复杂，这和先前在基地里到处撵着人跑，故意凶狠龇牙的模样相差好大。他轻咳了声，领主大人，您早些休息，我先回房间了。纪离应声，双手捧着狮子的大脑袋，你又去招惹闪电了。黑豹的性子十分高冷，除非忍无可忍，否则根本懒得搭理对方。丧彪委屈，他就是贪吃了口黑豹的罐罐，就被那只臭豹子揍了一顿。零食罐头是纪离给毛茸茸们做的，罐头里添加了打碎的蔬菜和在便利店购买的营养液，毛茸茸们都很喜欢吃。每只毛茸茸分3个罐头，狮子吃完自己那份又去吃黑豹，不被揍就奇怪。好了，纪离抱着狮子的大脑袋，毛茸茸有什么错？只是贪吃罢了，明天给你多加1个罐罐好不好？丧彪一听这话，立马就不哼唧，他蹭了蹭纪离，鼻子拱在女孩手心，仔仔对他好，他好喜欢仔仔啊。纪离拿出彩色小皮筋和梳子，重新给狮子把凌乱的鬃毛梳顺，编了几条小辫。这边篝火晚会还在进行，有人问，领主大人怎么不来玩啊？不会还在忙吧？
再忙也得注意休息。乔倩放下烤串，见他们这么说，拍拍手：“那我去喊领主大人过来玩。”“好，快去，人多热闹，我还准备了节目呢。领主大人不来，我都没动力表演了。”“啥节目啊，兄弟？”被问到的男生清了清嗓子：“唱歌，我大学学的音乐，还想给领主大人唱首歌呢。”纪离本来是不打算去，但架不住乔倩的软磨，于是便乘车来到美食街。“领主大人来了，领主大人快来这里坐，我们专门给您留了个位置。”那个男生走到中间：“嗨，接下来由我给领主大人以及在座的各位献唱一曲。”纪离被乔倩拉着坐在板凳上，和大家围坐在一起，看向中间，心情有些微妙。纪阳跑到妹妹身边：“离，我还准备去找你呢，这么晚还在忙啊？”篝火晚会刚开始，他以为妹妹在忙，都没有去打扰。纪离握着被塞到手里的烤串，迟钝几秒点了点头：“哥，你们明天几点去？”计划赶不上变化，虫巢来临让他们都没去成替事，现在虫巢结束，他们自然要过去看。明天9点，队伍已经组好，他们会和雷霆小队一起出发前往替事。纪离叮嘱：“好，你带着小熊一起去吧，记得早些回来。”篝火晚会举办到晚上10点才散场，大家收拾好东西，陆陆续续回到房间。青城基地，虫巢不止出现在兰江市，青城市也涌现出不少。这些天，林清月带着踏风与基地异能者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今天才短暂喘口气。贺金州猛灌一杯水，整个人跟没骨头似的瘫在椅子上，闭眼哀嚎：“这几天忙死老子了，都怪这该死的破游戏。”林清月坐办公桌前整理东西，不紧不慢开：“给你放2天假，别在这儿好了。”贺金州睁开眼睛，隔着墨镜看向好友：“这是阿月你自己说的，别到时候又给我弄一堆事。”他立马站起身往门口走，刚出门，过了几秒钟，他又返回：“阿月，你们家踏风这是又要去哪？”“什么？”林清月一愣，站起身往外走，就见猎鹰展翅高飞的背影，他喊了声：“踏风！”猎鹰没回应。林清月疑惑看了眼定位追踪器显示的方向，又是兰江市，自家鹰怎么又要去兰江市啊？经历过前几次磐石巨人、雪怪以及最近的虫巢后，他们渐渐摸索出了规律，大概1个月左右的平稳期结束，地图上就会冒出各种怪物。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准备好充足的物资和食物来应对每一次出现的灾难。上午9点，纪离来到事务中心，刚坐在电脑前，面板就弹出提示：玩家张赫申请发布公告，是否同意？是否。公告内容：张赫招募作战小队成员，联手外出作战，金额平均分配，火系异能者优先。现如今基地等级提升，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就比如交易大厅外发布公告的电子屏幕，不仅领主可以操作，居民也可以了。而发布的公告只需要纪离同意，这条公告就会在每个桃园基地的居民眼前弹出，不需要再特意跑到交易大厅外查看。张赫的这条公告引起了连锁反应，很多玩家纷纷来到交易大厅前发布信息。孙恒招募作战小队成员前往沙河区作战，雷系异能者优先。楚潇潇招募跑商小队成员，工资面议，异能者优先。全部按下同意。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青皮橘子，剥开果皮，慢悠悠掰开吃。搁在电脑桌前的木盒子突然动了下，一直沉睡的金色蟒蛇缓缓睁开眼睛，视线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直到彻底清醒。它慢慢直立起身，紫色树瞳精准落在纪离身上，吞吐蛇信。仔仔，沉浸式吃橘子的纪离听见熟悉的声音，回过神就见金色蟒蛇兴奋朝他游动过来。小黑，你醒了？纪离手指点点蛇脑袋，还困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小黑尾巴尖缠住纪离手腕，轻易把脑袋贴在皮肤上蹭蹭。仔仔，我好想你。小黑心情有些激动，从破壳那天，他都是一条蛇生存在野外，直到某天嗅闻到仔仔的气息，跟随来到这里。纪离拿出自制的罐头，拆开。小黑饿不饿？先吃点东西，等下我们去捕猎。之前吃的东西在冬眠的时候都消化完了，肯定很饿。小黑应声，埋头干饭。这时，护卫队的人突然走到事务中心说：“领主大人，基地外面出现了一只变异猎鹰，这只猎鹰停在门口，半天都没离开。”猎鹰？是踏风吗？纪离眨眨眼，站起身，带着缠在手腕处的小黑来到基地，打开门，就见一只鹰背着翅膀鹰，脸面无表情，站在门外一动不动的模样。踏风，你怎么来了？猎鹰叫了声，迈着老大爷步伐过来。仔仔，我是来找你打怪的。因为虫巢事件，踏风7、8天都没有来兰江市了，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主人没有带他去打那些虫子，猎鹰这才急匆匆赶来。他还有事情要忙呢。猎鹰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鹰，他觉得仔仔很弱小，身为鹰界最厉害的雄鹰，他当然要帮助仔仔一起打怪。纪离真没想到，在毛茸茸眼里，他是需要保护的弱小存在。纪离真没想到，在毛茸茸眼里，他是需要保护的弱小存在。其实不止猎鹰这么觉得，包括另外几只毛茸茸以及小黑都觉得纪离很弱小，是需要特别保护的存在。猎鹰说完叫了声，将庞大的身躯低伏，示意纪离上。准备外出的雷霆小队刚好看到这一幕，杜兴则脱口一句卧槽，双眼瞪大，眼睁睁看着他们领主大人骑着变异猎鹰就这么水灵灵的飞向天空，既羡慕又敬佩。那是猎鹰吧？杜兴则仰头看天，咱们领主大人又从哪驯服了只变异猎鹰呢？秦姐已经见怪不怪了，走了。孟欣拍拍杜兴泽肩膀，兴泽哥，淡定，你又不是才知道姐姐招变异动物喜欢。杜兴泽柠檬酸了，忍不住幻想，真羡慕咱们领主，我要有这能力，那不就称霸世界了？到时候想干嘛就干嘛。宋真无情打击他，洗洗睡吧。杜兴泽，他连幻想都不可以，扎心。猎鹰背着纪离来到原先的地方，小黑自动脱落体型，膨胀至原来。踏风被吓了一跳，金色眼睛扩大。踏风，给你介绍一下。趁两只没发生战火前，纪离摸摸巨蟒凉凉滑滑的鳞片，道：“这是小黑。”又看向小黑，这是踏风，你们认识一下。小黑对猎鹰蛮友好，他嘶冲猎鹰打招：“你好，新伙伴。”“你好。”踏风扇动了下翅膀，朝巨蟒点点头。
变异动物之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不吃变异的任何动物。就比方说鹰和蛇在原来属于天敌，而在末世之中，它们可以成为伙伴，一起配合作战。就这样，一鹰一蛇配合将这一片的异化值全部给消灭，几黎都没有出手的机会，只负责在后面减，不停的减。最后，几黎拦住打怪打得兴奋的两只，让他们歇会儿，他还要提升异能阶级呢。为了基地以后的升级不能摆烂，异化值好，都拿我升级是吧？他就不该存活。是的，没错，变异动物也是有等级的，分为 SSS、SSS、A、B、C、D、E、F。它们提升阶级也是靠打怪，但和人类不同的是，它们不用服用晶核，只需要不断补充食物，不让自己受伤就行。流血和饥饿感会影响到它们。猎鹰属于 S 级猎鹰，巨蟒是 A 级，在变异动物之间，等级的差距也成为了动物们实力强弱的象征。就拿踏风和小黑来说，他们两个要真打起来，巨蟒是打不过猎鹰的。而同样是 S 级的雪狼，它和猎鹰打的话，属于是5-5开。变异动物们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打架的，即便是相遇了，也不会搭理对方。他们有自己的菜单，在路上遇到也只互相瞅一眼，然后各回个家。当然了，还有2般情况，那就是出现领地争夺。众所周知，动物的领地意识极强，它们不允许领地内出现其他与它等级接近的动物。每天动物们除了捕猎，就是在领地内到处巡视、标记，以此来告知闯入者，这里是我的地盘，谁敢靠近就是找死。下午3点，打怪结束，踏风将几黎送回桃园基地。在，明天见。几黎挥手，目送猎鹰离开。桃园基地与青城基地相隔挺远的，按照猎鹰飞行的速度都需要1个小时。要知道，作为 S 级变异猎鹰，踏风的飞行时速最高能达到700公里。不仅飞行速度快，踏风还能在空中灵活翻转，哪怕遇到12级的台风天，依旧临危不惧。这也是林清月不理解的原因之一。他家鹰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每天来回要浪费2个小时，那个蓝江市到底有什么？再次发问。等猎鹰咕噜咕噜喝完水，他走到自家鹰身边，踏风，你这些天怎么一直往蓝江市飞？是那边出了什么事吗？就算真出了什么事，这些天也该解决完了吧。虫潮来临，他每天都带着踏风去外面击杀那些恶心的虫子，忙得不可开交，都忘了自家鹰前段时间天天去蓝江市这件事。他以为踏风不会去了，没曾想找仔。很可惜，林清月听不懂鹰话，他目光落在猎鹰暖乎乎的窝里，一个已经枯萎的花环映入眼，花环上的花花草草随着时间已经慢慢变色枯萎，踏风也没丢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搁在自己的窝里。说实话，林清月就没见过踏风这么在意一个东西，都枯萎了还舍不得丢掉。林清月起初还以为是自家鹰喜欢戴花环，还特意花费几个小时编了一个想给踏风戴上，结果遭到了自家鹰无情拒绝，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左躲右闪，就是不肯戴。不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林清月不理解，为什么踏风不肯戴他编的花环？难道是嫌弃不好看？然后他不死心，又重新编了一个，踏风还是不肯戴，甚至对他大声叫了声，心终于死了。胡思乱想一整夜，最后林清月自我安慰，也许踏风只喜欢自己叼来的花环呢？不是也许，是肯定。好吧，这就算了。但是关于自家鹰总是往蓝江市飞这个问题，他必须搞清楚。当天林清月就决定，明天跟随定位追踪器去看个究竟。桃园基地地图上线后，又有几波幸存者加入了桃园基地，一共是300人。将这300人陆续安排好的，曲靖回到事务中心。曲副长，几黎从电脑前抬起脑袋，眉眼弯弯。你过来，我有件事情跟你说。曲靖看向眉眼弯弯的女孩子，疑惑走过去。什么事？领主大人，你把居民证给我。曲靖拿出自己的居民证递过去。几黎没有多言，只是将居民证插在制卡处，对着电脑敲敲打打。过了10几秒钟，又把卡还给他。好了，完成。曲靖不明所以，接过居民证看了一眼，发现上面多了一行字。桃园基地居民证上面都会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居住楼层号，比如曲靖的居民证格式是姓名曲靖，居住地址1021，而现在居住地址后面多了一行字1021桃园文苑1011。桃园文苑是几黎新建造的房屋，一室一厅一卫的配置，面积80平方，一共建造了2栋，一栋6层，花费了6万金币。领主大人，您这是？曲靖微愣，几黎一本严肃，给你加薪你不要，所以我就打算送你一套房子。曲靖情绪瞬间混乱，他低眸注视着眼前的女孩子，嗓音有些哑，谢谢领主大人，谢谢。不用谢。几黎摆摆手，开玩笑吧，你身为基地的副基地长，怎么能和别人合租呢？这样不太好。曲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握着自己的居民证，心中暗暗发誓，他会和领主大人一起将桃园基地日益壮大。傍晚有时，前后2支跑商小队抵达桃园基地，前面的小队看到住宿费，先是一惊，随后骂骂咧咧，一个人就要2颗蓝阶晶核，想钱想疯了吧？我看啊，这基地肯定没啥好东西，只能拿这个赚钱了。可是评分60分呢，游戏肯定不会骗我们，要不然去看看。就算基地评分高，也不能收2颗蓝阶晶核，这不是抢钱吗？后面抵达的跑商小队听到这些话，暗自摇了摇头，回想起之前他们也这么吐槽过，结果等进入基地后被狠狠打脸。领队上前掏出晶核交付，临走前好心提醒了句，我劝你们先进去看看再说，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啥玩意？领队不再多说，带领队员走进基地，留下疑惑的几人。看他们轻车熟路的样子，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队长，咱们也进去看看吧。被叫队长的男人思索片刻，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就先住一晚上看看。另一边，已经来过一次的跑商小队轻车熟路来到美食街，二话不说，先抢购了一批物资，又跑到裁缝店定制了一批衣服。不同于他们的跑商小队来到基地就震惊了，他们如同没见过世面般跟随向导来到美食街，被各种美食和价格迷了。一串烤玉米竟然只要5金币！什么？
一盒青椒肉丝炒饭只要20金币，2颗蓝阶金盒就能买5盒，这也太便宜了吧！都好好吃啊！幸亏听了其他跑商小队的话，不然得后悔死了。队长，我们去问问这个基地还招新不？我们干脆直接加入好了。对啊，咱们现在就去问问还招新不？说着，跑商小队就乘车前往事务中心，然后他们顺利加入了桃园基地，成为了桃园基地的新成员，被安排到后山采集。规定已经提前告知，他们没有任何的怨言，拿着工具就开始采集。次日上午10点，踏风准时从青城基地出发，展翅飞向天空。预判到自家英又要去兰江市的林清月，提前3个小时就驱车赶往目的地了。贺金州昨晚听说这件事后，也颇感兴趣，打算和好友一起去探个究竟。11点，林清月看了眼定位追踪器显示的当前位置，果然预判对了，但高兴不起来。贺金州坐在后排位置上，身形懒散，靠着座椅，黑色墨镜遮挡住了大半张脸。小踏风到哪了？林清月面色复杂，桃园基地。贺金州有些意外，小踏风去桃园基地了。紧接着，定位追踪器的红点开始移动，踏风似乎只是在桃园基地短暂停留了会儿，又再次出发。林清月启动车子，跟着红点一路前行。约莫过了半个小时，红点停在了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车开不进去，只能走路。林清月下了车，往茂密的树林里走去。不知道踏风来这里做什么？难道是捕猎？在这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环境里，贺金州表现得丝毫不慌，迈着2条大长腿往前走，边走边说：“阿月，你说踏风是不是交女朋友了？要不然怎么解释猎鹰天天都往兰江市飞？而且踏风都18岁了，也该交个女朋友。”林清月听到好友这么说，想了想，觉得很有可能，心中不免有些欣慰感叹：孩子长大了。彼时，毫不知情的踏风正努力打怪，尖锐的鹰喙对着异化直一啄一个血窟窿，小黑在旁边配合。他们打他们的，几离跑到另外一边，自己认认真真拿着用异能凝结出的武器对付朝他咬过来的异化质。中场休息，猎鹰站在空地梳理凌乱的羽毛，几离见状拿出一把梳子给他梳理，踏风就不动了，乖乖站着让仔仔帮他打理羽毛。小黑巨大的身躯盘踞在粗壮的树干上，金色的脑袋冲着几离蹭了蹭，触发嘶嘶嘶声。仔仔，吃罐罐，吃罐罐。知道了，等一下，等我给踏风梳理完羽毛，你们2个都有罐罐吃。林清月和贺金州2人就是这个时候来到的。是踏风。林清月站在远处的树下，就见自家鹰站在那边一动不动。他蹙眉，踏风这是怎么了？他刚想抬步过去，就被好友给拉住。贺金州示意他往树上看，那是变异巨蟒。林清月顺着好友的目光看过去，一条巨大的金色巨蟒映入眼帘。不等他出声，好友补充，踏风和那条巨蟒好像认识。什么？林清月仔细观察，那是条 A 级变异巨蟒，他和踏风竟然认识。等等，他们家踏风没有交女朋友啊？林清月有些失望，又疑惑，他们怎么认识的？话音未落，他看见自家鹰动了下，脑袋点了。紧接着，一抹浅色身影出现，林清月瞳孔地震，贺金州也惊住了。凭借5.2的视力，他清楚地看见少女手里拿着的梳子，她在给猎鹰梳理羽毛。林清月自然也看见了，他的心情极为复杂，看着远处不可置信出声，他是在给踏风梳理羽毛吗？眼睛没出现问题的话，少女就是在给猎鹰梳理羽毛。贺金州挑眉，颇有些幸灾乐祸。阿月，你好像不是例外啊。他还记得之前好友说踏风不喜欢被人类触碰，那现在怎么解释？少女不是人吗？林清月面无表情，瞥了一眼幸灾乐祸的好友。你不会说话就闭嘴。贺金州偏不必。阿月，你说照现在这种情况看，你们2个踏风会选择谁呢？林清月，我相信踏风。相信什么？贺金州没问，他饶有兴趣地看着给猎鹰梳理羽毛的少女。过了几秒钟，那条变异巨蟒是他的吧？估计是。林清月都没有想到，踏风竟然会让其他人类给他梳理羽毛。远处，好啦，几离收起梳子，拍拍猎鹰的翅膀，可以吃饭了。从储物空间里拿出2个罐罐，打开，一鹰一蛇各一个。等他们吃完餐前零食，又从空间里拿出几十斤生肉，搁在空地上。一鹰一蛇埋头干饭。贺金州注视着这一切，不得不说，这女孩对变异动物挺不错。在末世，所有人都盼望能有只属于自己的变异动物，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想要得到变异动物的认可，更有部分人会用精神控制变异动物，但这种方式完全不可取。要知道，变异动物们都是很记仇的，一旦你控制不住，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报仇雪恨。其实，动物们都很聪明，他们分得清谁善谁恶，你对他们好，他们自然愿意认可跟随。但有些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非选择不要命的方式控制变异动物，而被控制的变异动物通常脾气都很暴躁，轻易就能分辨出来。眼前的这条巨蟒完全是主动认可跟随这个陌生少女。猎鹰和巨蟒吃完饭纷纷蹭过来，仔，摸摸。小黑把脑袋凑到几离面前，轻拱了拱。几离抬起手摸摸巨蟒的脑袋，我们下回换个地方打怪。小黑对此毫不反对，仔去了，蛇就去了。猎鹰比小黑稳重多了，作为一只18岁的鹰，他只是低下脑袋，亲昵啄了啄几离的头。这相似的场景让他想到了金雕老大，似乎好久没有见过金雕了。等明后天去一趟，给他们带些礼物，带什么好呢？几离陷入思考。一鹰一蛇没有打扰仔，他们只是同时往一个方向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蹭蹭贴贴。灵敏的嗅觉让他们在贺金州和林清月踏入这片树林的时候就察觉到，猎鹰没有动作，当然是因为林清月是他的主人。而小黑之所以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是嗅到了两脚兽身上有猎鹰的气味，判断对方没有恶意后，小黑就不管，谁都没有仔重要。猎鹰啄完，飞到不远处，叼了些花花草草，搁在几离面前，轻轻叫了声。几离昨天答应过，今天再给猎鹰编一个花环，答应毛茸茸的事情，当然要做到。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块布铺在地面，他盘腿坐下来，开始编花环。林清月眼睁睁看着少女编完花环，站起身给自家鹰戴上。
踏风躲都没躲，还担心女孩够不着，乖乖低下脑袋。看到这一幕的林清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觉得扎心。所以那个花环不是踏风从哪里随便叼来的，而是少女给他编的。就算枯萎了，也被自家鹰小心翼翼地搁在窝里保存，心扎得透透的。贺金州恍然大悟，之前的猜测全部作废。说实话，这谁能想到真相竟然会是这个？他拍了拍好友的肩膀，叹口气劝好友：“阿月，算了，尊重踏风的决定吧，强扭的瓜不甜。”林清月无语扯了扯唇：“你在说什么玩意？”他挥开肩膀上的手，抬步走过去，听到脚步声的几离偏头望去，与突然出现的男人目光撞上，紧接着又看向另外一个戴着黑色墨镜的男人，杏眸微睁大。林清月率先出声，打破僵局：“你好，我是踏风的主人。”踏风的主人？几离下意识地看向猎鹰确认：“猎，是的，仔仔。”确认无误，几离松了口气，重新望着对方，礼貌性开：“你好。”戴着墨镜的贺金州走过来，薄唇勾起一抹笑，注视着眼前的女孩子，打招呼：“你好，我是踏风主人的。”他顿了顿：“朋友，你好。”林清月忍不住询问：“我能问下你和踏风是怎么认识的吗？”几离眨了眨眼睫，回忆起第一次遇见踏风是在这里，当时简单将事情说完。林清月面色更复杂了，就这么简单，眼前的女孩子就和踏风认识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踏风对于女孩子表现得很亲密，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贺金州对此非常感兴趣，所以踏风这段时间都是去找你了。是吧？几离停顿片刻，应声。林清月恢复好心情，弯唇笑了笑，看向自家鹰：“看来踏风很喜欢你。”猎，喜欢仔仔。猎鹰叫了声，鹰会轻轻触碰了下女孩子嫩白的面颊。林清月，哈！贺金州噗呲笑出声，隔着墨镜盯着少女，伸出手：“我们来自青城基地，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我叫贺金州。”几离眨眨眼，伸出自己的手：“你好，我叫几离，来自桃园基地。”林清月了然，难怪踏风会在桃园基地停留。他伸出手，自我介绍：“你好，我叫林清月。”猎，仔仔，打怪。猎鹰补充完消耗的体能，开始工作。几离收回手，温声：“我们要去那边打怪，你们去吗？”贺金州当即同意：“去啊，正好提升下异能，顺便看下少女的异能是什么。”他挺好奇。就这样，三人和一鹰一蛇来到另一边打怪。林清月是双系异能者，觉醒的异能是木系和火系；贺金州是单系异能者，觉醒的异能是金系异能。他站在一旁暗中观察了下女孩子，原来是冰系异能啊，看起来阶级不低呢。下午4点半，几离准备回去了。林清月刚想说我们开车送你回基地，结果话还没出口，就看见自家鹰非常娴熟的将庞大身躯压低，示意女孩子上来。林清月，踏风是真的很喜欢眼前的少女啊，否则不可能让人类坐在他背上。几离当着猎鹰主人的面有些尴尬，他温吞出声对猎鹰说：“踏风，你和你的主人回去吧，不用送我了。”猎鹰叫了声不动，他得送仔仔回去。林清月也是看出来了，他摆摆手让踏风送你回去吧，他飞得快。说完又不太放心补了句：“踏风，记得回家。”他是真担心自家鹰就此一去不复返，留下他一个空巢老人。目送踏风渐渐远去的身影，林清月也转身准备离开，还看什么？走了。贺金州眉梢轻挑，语气欠揍：“阿月，你要是心里难受，想哭就哭吧。”林清月冷笑：“你还是担心下你家踏云吧，万一被拐跑了，看你怎么办？”不可能。贺金州信誓旦旦：“我们家踏云绝对不可能被拐跑。”这真不是他自信，而是他们家踏云平等的看不起一切生物，没错，包括他。说起来有些扎心，但好像事实就是如此。他和踏云属于是共同作战的伙伴，战斗结束后，他也管不了踏云，因为踏云根本不听。这么说起来，该哭的是他，起码踏风会听好友的话，性子也很稳重。贺金州安静闭嘴了。踏风将几离送回桃园基地后，习惯性用尖锐的鹰喙贴了贴几离的脑袋。仔仔，明天见。踏风，你过几天再来找我打怪吧，最近有些事情要忙，估计没时间打怪了。几离伸出手抱抱猎鹰，要不然这样，等我忙完去找你好不好？好的，仔仔。踏风应声，亲昵蹭了蹭几离，路上慢点飞，拜拜。几离挥挥手，目送踏风展翅高飞。回到事务中心，曲靖汇报了件事情：领主大人，今天下午有5个幸存者来咱们基地了，都是普通人，身上没多少金盒，我就暂时将他们安排在了后山的帐篷。听说他们是从无畏基地逃出来，而之所以逃出来，是因为无畏基地的基地长草菅人命，用普通人的性命献祭给异化值，趁着异化值吃人的时候斩杀获取金盒。曲靖听到这件事很震惊，他知道因为末世降临，不少人的道德底线早就沦丧了，普通人的命对于一些基地而言格外低廉，在没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但用普通人的性命献祭，这种做法实在是丧尽天良，就该天诛地灭。无畏基地，几离心惊，调出面板点开地图查看。无畏基地评分：终极营地35分。这个无畏基地有多少幸存者？曲靖根据他们所说，大概有1万多人。说完，他顿了顿：“领主大人，您是想？”几离想了想，先暗中调查下，过2天攻打无畏基地。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他们桃园基地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基地目前升级，需要大量招新，可以的话就把这个无畏基地给吞并。曲靖也是这么想的，他老实交代：“领主大人，不瞒您说，我已经派人去往这个无畏基地了，先暗中调查清楚再说。”彼时，无畏基地那些逃离来到桃园基地的幸存者说的都是真的。无畏基地的基地长拿普通人的生命献祭给异化值，以此来获取金盒。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作为没有异能的普通人，刚开始是不知情的，但是随着莫名消失不见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惶恐不安起来。就是这2天，事情终于败露。眼看着事情败露，无畏基地的基地长逢人也不装了，直接命令下属把居住在外围的普通人全部控制起来。
这些人都已经知道了献祭的事情，当然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万一把献祭的事情抖搂出去，肯定会对基地造成影响。那5个逃出去的幸存者完全是因为命大，趁着半夜异化人突袭的时候从后门翻墙出去。他们都不敢休息，根据地图上的路线连夜不停地赶路，整整2天2夜才来到桃园基地。为什么会选择桃园基地？当然是他们相信被游戏评分60的基地肯定比这个无畏基地好。至于会不会有献祭这种事情，他们也只能赌一把，看命。在来到桃园基地，吃到第一顿热乎的饭菜后，他们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眼泪混着饭菜大口大口吃。作为没有异能的普通人，他们只想有个能遮风挡雨、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他们好像实现了，他们是幸运。不幸的是，被控制在无畏基地的6000名普通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带走，再也回不来。而下一个或许就是他们自己。被控制在基地的人手脚被捆住，他们面色发黄，身体瘦弱，眼神呆滞，宛如行尸走肉般看着身边的同伴消失，他们没有丝毫反应。祁红蜷缩在角落里，他今年20岁，末世降临的时候，一家人都在陪他过生日。那天本来是幸福美好的日子，直到末日法则降临，无数的怪物从各个地方冒出来，见人就咬，打得他们措手不及。父母也为了保护他被那些怪物残忍杀害。祁红做梦都想要觉醒异能，他尝试了很多办法，甚至用自己辛苦搜寻的物资换取了2颗蓝阶晶核吞服，试图激发异能。然而命运就是如此不公，对于没有觉醒异能的普通人而言，吞服晶核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也不会激发出异能。他彻底绝望了。祁红想过自杀，可每当要自杀前，他总能回想起父母拼命保护他的场景。他不能死，他要真死了，爸妈就白救他。但是现在，他或许真的要死了。祁红仰头望天，恍惚间看见父母的身影，他的眼睛变得湿润模糊。爸妈，我来陪你们了。根据调查，事实就如同逃出来的幸存者所说，无畏基地用普通人献祭。这番丧尽天良的行为引起了桃园基地异能者的群情激愤，纷纷报名要前往无畏基地攻打。连夜制定了作战计划后，由裴寂和秦杰带领异能者前往。早上7点，由300名异能者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无畏基地。纪灵没有跟着一起去，而是留在基地里准备接下来的招新工作。上午10点多，负责守卫基地的人见到几十辆车朝他们行驶过来，意识到来者不善，赶忙跑到基地长办公室。不好了，不好了，有人朝我们这边过来了，看样子来者不善。逢人猛地站起来，你说什么？他立马冲到门外，顺便召集基地异能者准备迎战。然而还不等召集齐，大门炸开，一瞬间无数个异能者冲进来。逢人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压着怒火上前好声好气问：你们是谁？大家有事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何必大动干戈？谁跟你坐下来商量？知道内幕的异能者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把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给杀了。梁景直接无视他，拿着喇叭对其他人喊话：逢人用普通人献祭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吧？我劝你们现在放下武器靠边站，我们就当无事发生，不然等会儿别怪我们下手太狠。其他人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问了句：你们是哪个基地的？桃园基地。话音落下，人群 bang 的炸开。桃园基地就是那个被游戏评分60分的桃园基地，咱们基地才35分，都是终极营地，差距好大啊。实话实说，我本来想着过2天就加入桃园基地。我也是，我也准备加入来着。逢人脸都黑了，破口大骂：你们动动脑子，他们说自己是桃园基地的，你们就信了？我看今天谁敢走，等打赢了我就杀了他。梁景只是不紧不慢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烤玉米，这是我们基地种植的，不止玉米，还有白菜、土豆、茄子。他继续：只要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投降，我们桃园基地既往不咎，邀你们加入。你们基地竟然能种植，我闻到烤玉米的香味了，我都不记得多久没吃过玉米了。我也闻到了，好饿啊。这些异能者加入无畏基地才半个月，对于基地献祭普通人的事情也是才知道，本来就打算离开换个地方，自然不愿与桃园基地打。他们纷纷默契往后退，一直退到战争外面，等待桃园基地打完将他们带走。逢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他双目猩红，使用异能和他们打了起来。逢人的拥护者也有20几个，比起加入桃园基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居民，他们更愿意成为高高在上的异能者，因此没有主动投降。打斗过了半晌，桃园基地以压倒性的胜利将这些垂死挣扎的人给按住。在来之前的路上，他们就在想该怎么处理逢人，后来决定把他交给那些普通人出气。至于和逢人狼狈为奸的这20几个人，当然是为民除害。祁红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绝望地蜷缩在地面，安静等待死亡的降临。听到凌乱的脚步声，也没有动弹，直到有人开口：你们安全。那人解释：逢人已经被我们给控制住，队长让我把你们解救出来，至于逢人交给你们来处理。什么？祁红不可置信坐起身：你们是谁？我们是桃园基地的。桃园基地，祁红知道他先前还想加入，但他只是个普通人，肯定进不去。其他幸存者从呆滞中清醒，不断问：你说那个畜生被你们抓住了？这些幸存者对于逢人当然是恨到了极致，他们一听这话都精神了，在绳子被解开后纷纷跑出去想要查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直到看见那个畜生被捆绑住手脚，四肢弯曲折断，才终于相信。梁景看向这些幸存者：他交给你们处理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逢人这才感到害怕，他拼命挣扎，大喊我错了，直到被淹没在人群里。过了好久，曾经的无畏基地长死的不能再死，祁红也趁机上前狠狠踹了一脚。事情解决完，梁景拿着喇叭道：愿意加入桃园基地的留下，不愿意的就此离开。他们没几个人不愿意，开玩笑，谁不愿意谁就是傻子。我们愿意加入桃园基地，我也愿意，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加入桃园基地。梁景笑了笑：欢迎大家加入。
花费半天时间清点完人数，一共是16241人。清点完人数，安排他们上车，裴寂留下来处理了后续事务。等处理完回到基地，已经是傍晚有时。从无畏基地带回来的幸存者先排队登记信息，登记完后，每个人都分发了一盒饭菜和一套干净的衣服。吃到热乎饭菜的众人和先前逃出来的那5人一样激动。祁红端着饭盒，泪水打湿眼眶。在死亡降临前，他迎来了新生。晚上8点，安排好这些人，虚静才回到事务中心。领主大人已经全部安排妥当。纪离从桌面上拿起另外一半橘子递给他，辛苦辛苦，快歇歇吧。纪离坐在办公桌前，默默操作面板升级。桃园基地等级14级，人口4352580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30，居民楼22层6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养牛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医院、警局、鱼塘、田地6710。任务1，升级15，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20，居民楼9层20，养鸡场、食品加工厂。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999，土地面积1米1米，金币6万。又过2天，基地事情忙完的纪离刚从宠物广场回来，就见护卫队的人前来汇报。领主大人，有只变异金雕出现在门外，已经待了好半天了。纪离闻言，立马往大门口走去，打开门，见到熟悉的金雕，快步过去。小雕，你怎么来了？我还打算过2天去找你呢。崽崽，金雕老大亲昵用鸟喙触碰了下纪离，把来这里的目的告知。族群里一只出生不久的幼雕不小心受伤了，翅膀动弹不了。金雕老大前来是想让崽崽救救族群里的雕。纪离闻言，忙不迭应声。那我们现在就去吧。金雕家族总共有40只金雕，包括刚破壳没多久的幼雕。小家伙刚破壳不久，估计是还没学会飞，从窝里出来，不小心跌落在树下。等幼雕的父母回来，见到孩子因为疼痛叫唤不停，他们焦急的不行。金雕老大对此也没有办法，于是便来到了桃园基地。坐在金雕背上的纪离有些担忧，不知道幼雕情况怎么样，只要还没咽气，就有办法治疗。金雕老大背着崽崽来到栖息地，崽崽到了。纪离滑下来站稳，跟着金雕老大来到一棵树下。幼雕的父母见过纪离在食人乌鸦出现的那次，知道首领是去请崽崽过来救他们孩子的，立刻让出位置。纪离看着趴在窝里奄奄一息的幼崽，蹲下身，抬起手轻轻覆盖住幼雕身体，暖白色光芒笼罩在幼雕身上。过了半晌，救！幼雕睁开棕黑色小眼睛，还没看清是谁，就下意识地蹭了蹭纪离的手指。幼雕的父母惊喜，孩子没事了，没事了。幼雕慢腾腾站起身，棕黑色的小眼睛看向面前的人类，迈着不太平稳的步伐，一脑袋扎到纪离手心，内心欢喜极了。纪离眨眨眼，手指轻轻点点小家伙，还没学会飞吗？下次不要自己溜达出去了。幼雕能听懂纪离的话，他点点小脑袋，啾啾2声，表示知道了，将幼雕还给待在一旁的金雕父母。纪离开口，没事了。金雕父母异口同声，谢谢崽崽。他们也很喜欢崽崽呢，但是首领下过命令，不让他们接触崽崽。首领真小气。被吐槽的金雕老大张开翅膀抱住崽崽贴贴，整只雕沉迷吸崽，无法自拔。好久没有见崽崽了，雕真的好想好想。其实雕有去那个基地看过崽崽的，但崽崽在忙，雕没有打扰。纪离突然想起什么，拍了拍金雕老大，小雕，我给你带了礼物。什么礼物？金雕老大收起翅膀，一双棕黑色小眼睛看向纪离，疑惑询问。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件红色的披风，在金雕老大疑惑的目光下给他戴上。金雕老大迈着步伐走了2步，又扇动翅膀飞向半空，红色的披风迎风扬起。金雕老大感觉自己酷毙了，他兴奋地在半空飞了几圈，重新落地站稳，张开尖喙，发出几声短促的鸣叫。崽崽，雕好喜欢好喜欢。作为首领，雕有了一件象征着自己金雕老大身份的东西，雕好开心，喜欢就好。来得匆忙，纪离没有准备别的礼物，但在其他金雕捕猎回来后，还是给他们每只都分了一个罐罐。金雕小弟见到纪离激动坏了，直接一个飞扑，脑袋埋在崽崽脖梗处狂蹭。崽崽崽崽，雕好想你呜。金雕小弟蹭完想起首领的警告，立马抬起脑袋看向自家首领，先是一愣，然后叫了声老大，你身上穿的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霸气威武。金雕老大冲着小弟展示自己的披风，语气就很嘚瑟，这是崽崽给我的礼物。金雕老大说着，又扇动翅膀飞到半空。金雕小弟羡慕坏了，他也想要一个专属礼物。在这里和金雕们玩了大半天，直到下午3点，纪离才准备离开。告别毛茸茸们，纪离重新坐在金雕老大的背上，被带着飞向湛蓝的天空，迎着微风向桃园基地飞行。考虑到崽崽坐在他背上，金雕老大飞行的速度并不快，所以到桃园基地用了1个小时。和金雕老大告别后，纪离回到事务中心，洗干净手，小姑娘坐在自己座位上，拿着2袋吐司面包，撕开包装慢慢吃了口。离离，纪阳推门而入，随意擦了把脸上沾染的血迹。离离，他语气非常兴奋，对妹妹说，我异能阶级到 A 级了。真的吗？恭喜哥哥。纪离替他开心。纪阳看向妹妹，我打算明天和裴哥他们去趟 T 市，听说那边出现了 A 级异化值，正好裴哥他们都需要黄阶晶核。纪离点点头，想了想又道，哥哥，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他也能帮忙。纪阳下意识的就想拒绝，话刚出口又止住，行啊，那明天上午9点出发，哥给你带早饭。好，纪离应声。4日，早早起床洗漱完毕，纪离穿了件黑色卫衣和长裤便出了木屋。离离，快来吃早饭了。纪阳喊道。纪离走到哥哥房间，就见桌上摆满了各种早餐，裴寂和谢寻各自坐在餐桌前。早上好啊，打了声招呼，纪离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拿起一个白菜猪肉馅的包子，咬了一大口。
裴寂看向对面，窗外的阳光正好透过玻璃窗映照在女孩子身上。她拿着包子吃的专心，一大口咬下去，撑得腮帮子鼓起。裴寂神色莫名，收回目光，端起碗几口喝完热腾腾的玉米粥。离离还带着小熊一起吗？纪阳问了句。纪离吃完一个包子，又拿了一个胡萝卜鸡蛋馅的包子咬了口，含糊不清应声带上小熊。早饭2个包子1碗玉米粥解决完，纪离就准备去宠物广场找小熊。离离，哥跟你一块去，顺便瞅瞅其他几只变异动物。他来基地快2个月了，只见到过黑豹、狮子和巨蟒，其他几只都没见过，就挺好奇。宠物广场虽然是玻璃建造的，但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里面也看不到外面。纪阳乘坐公交车跟随妹妹来到宠物广场，纪离率先推门而入。这个时间段，毛茸茸们还没有外出捕猎，狮子甚至还在呼呼大睡，睡姿豪放，四仰八叉躺在草地上，不受任何干扰。花豹也待在粗壮的树干上，体型缩小至中等，和某补觉。雪狼蜷缩在冰层上，它很喜欢待在冰面上睡觉，厚实柔软的皮毛让它丝毫感觉不到。黑豹就懒洋洋趴在草地上，由内而外散发出高冷孤傲的气场。巨蟒盘踞在树干一动不动，小熊抱着蜂蜜形状的抱枕摊平躺在地面，打着呼噜也在睡觉。黑豹在纪离踏入门内就睁开了眼睛，他目光先淡淡扫过后面的纪阳，才起身走到纪离面前，轻轻呜了声。纪离抬手抱住黑豹，闪电，你和我们出去打怪吧。小熊在睡觉，还是不叫醒他了。黑豹当然不会拒绝仔仔的任何请求，他用脑袋轻轻拱了拱纪离，示意走吧。出了宠物广场，纪阳从诧异中回神，看向妹妹问了句：离离，他们就这么待在同一个地方，不会打架吗？要知道，动物们的领地意识都极强。不会啊，刚开始会有些摩擦，到后面他们和平相处的都挺好的。纪离不会知道，动物们不打架参与争夺地盘，完全是因为他的存在，但凡没有他，他们压根不会和平共处。黑豹体型缩小至幼年时期，跳到纪离怀里，被抱着乘坐公交车返回。他也是因为仔仔才会对那只蠢狮子次次手下留情。开车去 T 市大概要2个小时，纪离坐在越野车后排，抱着黑豹看向车窗外，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灿金色的阳光透进来，暖洋洋的。打了个哈欠，纪离用力眨了眨眼睛。纪阳看向妹妹，睡会儿吧，离离，到地方喊你。小姑娘乖乖嗯了声，靠着椅背慢慢闭上眼睛。11点多，车子顺利抵达 T 市，纪离被叫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下意识问了句：到了，到了，还困吗？纪阳抬手在妹妹额头碰了碰，像是在确认什么，又拿出一瓶水，拧开盖子递给妹妹唇边，先喝点水。纪离喝了几口，又看向全程没有乱动的黑豹，闪电，你喝水吗？喝。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黑豹的专属陶瓷碗，握着水瓶倒满。等闪电喝完才收起碗下车，环顾四周，他们停在了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黑豹跳下来变大，迈着4肢先往前跑了2步，绿油油的兽瞳凝视远处，鼻子嗅闻，似乎是在判断这里危不危险。裴寂看了眼地图，确定方向后出声，走吧，日落之前回去。裴寂率先在前面开路，他穿了件黑色夹克和工装裤，笔直修长的腿踩着双军靴往前，墨色短发下眉骨精致立体。无疑，小说男主都是包帅的。纪离和哥哥并排走在一起，穿过荒地约莫10分钟的路程，来到布满藤条的密林里，垂落下的藤条如同一条条小蛇，密密麻麻遍布。纪离秀眉微拧，生怕突然冒出来一条蛇。他能接受小黑，但不代表能接受其他陌生的蛇。很巧合，小说里的原主也很怕蛇，纪阳也深知这一点。他握住妹妹的手，出声安抚：别怕，有哥在。纪阳知道妹妹驯服了巨蟒是惊讶的，还特意跑去问妹妹是不是不怕蛇了。得到的答案依旧是害怕除了小黑以外的蛇类。小黑是特别的，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小黑一条经文蟒。当他们踏入深处时，异样陡然发生，无数条缠绕在树干上的藤条就好像活了般，四面八方朝他们袭来。走到队伍最后的谢巡，当即抽出银色长刀挥向那些藤条。藤条怕火，裴寂丢出几个火球，火焰瞬间将袭向他们的藤条困住。前面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危险在下一关。藤条解决完，几人继续往里走，终于见到了 A 级异化值食人花。巨大的食人花生长在阴暗潮湿处，它们张着大嘴，2排密密麻麻的牙齿上面还带着血迹，明显在不久前吃过东西，人或者动物都有可能。A 级食人花比先前的大黄花要厉害许多，纪离也是才遇到 A 级异化值，没想到还挺难对付，也不晓得消耗了多少异能才弄死1朵。剩下的7朵食人花也在裴寂、谢巡、纪阳和黑豹的配合下解决掉。裴寂捡起掉落的金盒，拿出瓶水清洗干净，将金盒分发给队给，平均分配每人2颗。纪离接过递来的金盒，客气回话：谢谢队长。裴寂低眸注视着面前的女孩子，顿了顿，不用谢。黑豹蹭过来，纪离捧着黑豹的大脑袋夸夸：闪电辛苦了，闪电好厉害。黑豹轻呜一声，伸出粉红色舌头，对着纪离的手舔了口。哎呀，脏，我没洗手。纪离收回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几十斤生肉，给毛茸茸补充消耗的能量。纪阳坐在不远处，看着妹妹和黑豹的互动，忍不住问：裴哥，你说我要是趁现在摸一把黑豹会怎么样？裴寂坐在旁边，长指捏着一颗黄阶金核吞下，又拿起水猛灌一口，闻言淡淡吐字：你可以去试试。纪阳还真特别想去试试。他慢慢起身，先是对着妹妹说了2句话，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黑豹脑袋上撸了一把，紧接着躲在妹妹身后。干饭的黑豹眼皮都没掀一下。纪阳哎了声，瞅着黑豹壮着胆子又想撸一把，刚往前迈了步，黑豹抬起脑袋，绿油油的兽瞳盯着纪阳一动不动。纪阳升起的胆量瞬间落下，他羞得收回迈出去的脚步，躲在妹妹身后。离，他是不是生气了？围观全程的纪离没有生气。纪离眨眨眼，解释：哥，你刚才说的话闪电都听见了，他没有动的意思是让你摸，但只能摸一下。纪阳瞪大双眼，原来是这样啊。
估计他再摸第2下就要收费了。至于收什么费，纪阳觉得是自己的水。果然，飞豹没有其他动作，只是警告似的淡淡扫了眼面前的人类，然后继续埋头干饭。这回打怪挺消耗体能的，于是纪离又拿出几十斤生肉给毛茸茸加餐。纪阳坐回去向好友炫耀：“裴哥，我摸到了，就问牛皮不牛皮？”裴寂短暂无语了几秒，敷衍嗯了声。他靠在树下，一条长腿屈起，目光凝在一处，微微出神。半晌，我们走吧。温软清脆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思绪。纪离拍拍手心，招呼坐在树下的3个人回基地。纪阳站起身，走，回去吃烤肉卷饼，我要吃10张。原路返回到车里，这回开车的人换成了谢巡。他坐在主驾驶，恢复记忆的青年话又变少了，在队伍里沉默寡言。回去路上，纪离没有睡觉，而是拿出各种零食和哥哥吃。队长，你吃吗？纪离扒着座椅，手里拿着巧克力和饼干递到前面问。裴寂低眸，微顿接过，谢谢。谢什么？小姑娘随意说了句，又拿了一盒甜牛奶和几袋面包，不由分说塞给他。队长一起吃啊，不用客气。谢巡就不给了，开车不方便吃东西。坐在前面的裴寂拿起巧克力，拆开包装，慢慢咬了口，浓郁的甜味混着一丝苦意，逐渐蔓延口腔。下午4点回到基地，纪阳下车深呼吸了口气，感叹还是在基地待着好啊。纪离打了声招呼，抱着黑豹哥，我先去事务中心了。哦，好。纪阳点点头，目送妹妹离开，忍不住说，我们家黎黎真是太辛苦了，刚回来又得去忙别的。哎，纪阳说着，当场决定，我决定以后每天给黎黎准备营养餐，其他的我帮不上什么忙，但做营养餐还是能行的。裴寂蹙眉，我劝你还是别做了。纪阳瞪眼，为什么？裴寂一脸以自己心里没点逼数的表情看向他，你忘了你之前煮的东西最后是怎么处理了吗？纪阳，他当然没忘。那天他闲来无事煮了个皮蛋瘦肉粥，结果也不知道哪一步出了问题，煮出来的粥又咸又甜中混着股说不清的酸味，就像是坏了的苹果搅碎加盐。没夸张，纪阳尝了一口直接吐了，就真没喝过这么难喝的粥。他盯着那锅粥，实在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偏差。纪阳打消了给妹妹做营养餐的想法，他怕自己害了黎。躲过一劫的纪离正在忙碌今天的工作，首先是招聘。基地新建造的制油厂、制糖厂、养牛场、鱼塘都还没有招人，先把这个招聘公告发布出去。公告发布出去不到10分钟，就有人前来应聘。经过筛选，这几个岗位全部招满了员工。忙完工作，纪离跑到了新建造的鱼塘，好奇瞅瞅。鱼塘建在种植区南面，超过2000平方米的鱼塘，水质清澈。纪离拿起旁边的钓鱼竿，满心新奇挂耳抛竿，坐在椅子上等待。这是他第一次钓鱼，不晓得等会儿会钓出什么鱼，有些期待。约莫等了2-3分钟吧，鱼竿动了动，传出强烈的动静。领主大人，徐凌云路过鱼塘，见到女孩子独自坐在椅子上，犹豫几秒上前。哎，领主大人，你钓到鱼了？这鱼塘建造有几天了？徐凌云也来这里钓过鱼，可是钓了大半天，没一条上钩。徐凌云都怀疑这水里压根就没有鱼。结果不是他运气这么背的吗？鲫鱼很大一条，纪离根本拖拽不上来，正好徐凌云出现，帮我拖一下。好。徐凌云忙不迭应声，上前用力将鱼拖拽到岸上。这是鲫鱼吧？这么大一条？徐凌云有些惊讶，但下一秒又淡定接受，毕竟在末世除了人，其他生物都变大。再钓几条，今晚加餐。纪离来了兴致，坐回椅子上挂耳抛竿，突然有些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沉迷钓鱼，看着源源不断的鱼上钩，真的好有成就感啊！就这样，连续钓了7-8条青鱼和鲫鱼。纪离对站在旁边的人说：“辛苦你把这些鱼带去给食堂。”不辛苦。徐凌云摆手，将这些大鱼收到空间里，往食堂方向。边走边想着，等过2天他再来尝试一下。他就不信还能钓不到。傍晚有时，纪离回到木屋，换了米色拖鞋，跑到盥洗台洗了洗手，然后抱着抱枕坐在沙发上调出面板，将基地升级。桃园基地等级15级，人口4352580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50，居民楼22层、8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养牛场、养鸡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食品加工厂、医院、警局、鱼塘。田地7709。任务1，升级16，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30，居民楼9层30，体育馆、学校。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999，土地面积1米，金币6万。任务2，桃园基地人口达到6万，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10万。好吗？继续招新。另外，新解锁的种子有6个：西瓜、火龙果、油麦、茼蒿、蘑菇、香菇，每种种子各买了50包。纪离又重新购买了先前解锁的种子，各100包，准备吃完晚饭后就给种植区的人送过去。叩，敲门声响起，纪离关掉面板，踏着拖鞋小跑去开门，见到来人有些惊讶。谢巡哥。青年站在门口，顶着银白色碎发，精致面容看不出什么情绪，就这么直挺挺站着，一双漆黑眼瞳平静看向女孩子。有事？什么事啊？纪离侧身问了句，要进来说吗？青年抬步走近，纪离随手关上门，坐下说。谢巡听话坐在沙发上，然后拿出2颗黄阶金盒递到女孩子面前，给你。纪离懵逼，给我这个做什么？还给你的。纪离秀眉微凝，金盒是我给你的，不需要还。他看向青年，我们不是朋友吗？不是的话，那还我吧。小姑娘抬手准备接过，青年将手收回，对上女孩子水润润的杏眸，嗓音有些哑，是朋友。他想了想，又认真补了句，对不起。没关系，我没有生气。气氛缓和，谢巡停顿几秒，薄唇微抿了抿，晚饭一起吃。可以啊。
今天打怪有些累，晚饭吃完几梨就去洗了个热水澡，换上睡衣吹干头发后准备睡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努力奋斗。青城基地，踏风已经5天没有去蓝江市了。林清月对此都有些意外，他忍不住胡乱猜测，莫非自家英对那个少女厌倦了？不会吧？贺金州知道好友的胡乱猜想后，坐在椅子上敲着二郎腿，慢悠悠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小踏风在等他啊？你没发现你家踏风的异常？林清月只感觉这几天踏风除了外出捕猎，就一直待在院落里，偶尔会展翅高飞到天空，盘旋几圈又落下，是比之前不同。林清月面色复杂，不愿相信踏风真的在等那个女孩。贺金州姿态懒散，靠在椅背上，从储物空间里摸出一个苹果啃了口。你不信就算了，就当我是胡说八道。林清月默默起身来到门口，猎鹰背着翅膀站在院落里踱步，宛如村口遛弯的老大爷。踏风，林清月抬步过去，摸摸自家鹰的羽毛。你在等那个女孩吗？等仔仔。仔仔说等，忙完就来找他的。于是这5天他一直在。听不懂鹰话的林清月突然觉得好友说对了，自家鹰可能也许大概真的在等那个女孩。林清月不知道该说什么，算了，自家鹰没被拐跑一去不复返就已经很好，他不能奢求过多，只要确定踏风不会离开青城基地就行。踏风不知主人所想，他感觉自己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仔仔，就很担心，忍不住原地来回踱步，最后鸣叫了声，张开巨大的翅膀就飞向天空。鹰很担心，鹰要去找仔仔。林清月被自家鹰的翅膀呼了一脸，眼睁睁看着踏风远去，方向蓝江市。贺金州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靠在门口笑得十分欠揍。阿月，你家踏风不要你了，空巢老人真可怜啊。林清月扯了扯嘴角，莫得感情回怼，再不济也比你家踏云好。贺金州笑容一僵，几离答应过毛茸茸的事情当然没有忘记，忙完基地事务就打算驱车去往青城市，结果不带他出发，踏风就出现在了基地大门外。听到汇报的几离小跑来到基地大门口，打开门，踏风，仔仔。踏风张开翅膀抱住几离，低鸣2声，仔仔没事，鹰放心了。踏风亲昵蹭了蹭几离，收回翅膀。几离仰起脸看向体型庞大的猎鹰，问了句：踏风你饿不饿呀？我先带你去吃饭，你喜欢吃鱼吗？喜欢。毛茸茸们从来不会拒绝仔仔的好意，更何况猎鹰是真有些饿，飞行很消耗体能的。那走吧，我们吃鱼。几离带着猎鹰往基地里面走去，这一幕被其他居民看见都忍不住感叹，那是变异猎鹰吗？天哪，咱们领主大人又驯服了只变异猎鹰，打个赌，咱们基地以后的变异动物会越来越多，你们信不信？信啊，这谁能不信？根本不需要打赌。带着猎鹰来到鱼塘，几离拿起钓鱼竿挂耳抛竿，坐在椅子上开始钓鱼，猎鹰就站在旁边，一双金色眼睛专注盯着水面。在鱼竿传来动静，几离收紧线，一条大黑鱼浮出水面，猎鹰扇动翅膀飞到水面，尖锐的利爪轻而易举抓住不断挣扎的黑鱼，将鱼带离水面来到岸边，对几离叫了2声。仔仔真棒。真棒这个词语是猎鹰跟林清月学的，每次外出打怪结束，主人都会夸他真棒，夸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雄鹰。几离第一次被毛茸茸如此直白的夸赞，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挺怪异的，但又有些开心。于是乎，几离再次挂饵抛竿，沉迷钓鱼无法自拔。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挂饵抛竿捕获到大鱼的时候，踏风就会飞到水面抓住挣扎的鱼上岸，紧接着不停夸夸仔仔真棒。几离在一声声仔仔真棒中差点迷失自我，直到响起一道低呜声，一团棕色身影朝他跑来。仔仔，几离腾出只手摸摸棕熊的大脑袋，小熊睡醒了，吃鱼吗？我给你钓。是。熊科真的很喜欢吃鱼，起码小熊爱吃。几离继续沉迷钓鱼。踏风和小熊之前见过面，还一起配合作战，今天见面，两只毛茸茸还朝对方友好打了声招呼。踏风见鱼浮出水面，熟练飞过去抓住大鱼放在棕熊面前。小熊开心晃动耳朵，巨大的爪爪按住还在挣扎的鱼，张开嘴巴一大口咬下去，一条鱼瞬间没了大半。好吃！一整个上午，几离都在钓鱼给毛茸茸吃，直到两只都吃饱才放下鱼竿，揉了揉略微发酸的手腕，站起身。好了，你们先自己玩会儿，等我吃完饭就去打怪。好的，仔仔。下午1点半，几离驱车带着缩小至幼年时期的两只毛茸茸外出。这是踏风第一次坐在车里，对于天空霸主的猎鹰而言，狭小的环境让鹰有些不适应，但嗅闻着仔仔身上的气息，猎鹰觉得好受多了。他乖乖站立在座椅上，巍然不动。小熊与之相反，整只熊瘫在座椅上，悠闲自在的。驱车来到新的打怪地方，停下车，重获自由的猎鹰体型恢复至原来，它张开翅膀，在湛蓝的天空上盘旋几圈。小熊跳下车，四肢着地往前奔跑2步，体型变大，趴伏在地面。仔仔，打怪！几离轻车熟路爬到棕熊背上，看了眼地图显示的方向，我们往前走吧。踏风飞在高空，敏锐的视觉随时注意着周围的情况。进入植被茂密的树林后，阳光被遮挡住。几离坐在棕熊背上往前，远远的看见一片长满黄色果子的树，他有些好奇。等小熊迈着4肢走到树前，才发现这竟然是棵枇杷树。枇杷树很高大，足足有上百米，树枝上结着密密麻麻的黄色果实，果实也比末世前的大，大小类似橙子。几离先是微惊，随后环顾四周。要知道，末日的水果来之不易，果树周围都有凶残的猛兽飞禽跋涉。呼吸微滞，几离并没有听到什么异响，只有微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他看向猎鹰，踏风这附近。话还没说完，就见猎鹰朝某个方向飞去。一瞬间，躲藏在周围树上的身影四散，嘴里不停发出叽叽声。是松鼠，准确来说是变异松鼠，它们体长1米，在树上来回窜。几离喊住猎鹰，踏风回来。
猎鹰听到仔仔喊他，立马扇动巨大的翅膀返回，盘旋在半空一动不动。松鼠们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窜动的身体停顿住，齐刷刷看向地面上的人类，带着震惊和不可思议。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合属心意的人？让鼠心动。作为松鼠家族群的头领，他忍不住出声，试探性叫了句仔仔。吉里仰起脸看向站在高处的松鼠，礼貌性问好，你们好呀。松鼠头领应声倒地。仔仔好可爱，比家族里刚出生的幼崽还要可爱。松鼠头领还找捂住心脏，激动极了，他从树上飞快下来。仔仔你好呀，我是松鼠家族的头领大松。大松比其他的松鼠体型要大1倍，毛色火红，昂首挺胸介绍自己。吉里也认认真真做了自我介绍。你好大松，我叫吉里。从棕熊背上滑下来，吉里想到什么，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袋坚果放在松鼠面前。初次见面，这个送给你。大松再次抬爪捂住心脏。仔仔不仅和他说话了，还送他坚果，他最喜欢吃坚果了。大松发出叽叽声。仔仔你来这里做什么？鼠能帮你。待在树上的松鼠也下来了，他们跟着头领附和，叽叽叽。吉里反问，你们在这里生活吗？有没有遇到危险？异化值不止会无差别攻击人类，动物也是他们的口粮之一。吉里来这里就是为了消灭异化值的，没曾想会遇到这群松鼠。话音落下，周围的松鼠顿时激动起来，纷纷出声回答。吉里仔细听了会儿，才知晓他们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他们的领地被生长在附近的异化值侵占，不得已才拖家带口搬来这。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还是想回到原来的领地，毕竟那边有一大片松树林。得知这件事的吉里准备前去看看，和松鼠们说了句，便重新坐在小熊背上往里面走去。果然，在走到密林深处，见到了肆意生长的异化值，猎鹰率先朝着这些异化值袭去。这些异化值都是 B 级，等全部解决完，吉里收起长剑，捡起掉落的金盒揣进口袋。我们走吧。彼时，松鼠头领正攀在树干上，直立起身眺望远处，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满是焦躁不安。这都半天了，仔仔怎么还没有回来？叽叽叽，头领，要不然我们去找仔仔。鼠好担心，早知道鼠就跟着仔仔一起去了。叽叽叽，仔仔回来了。头领，仔仔回来了。大松定睛一看，迫不及待从树上呲溜下来，蹦跳着过去。仔仔，大松，吉里小跑到松鼠面前，那些异化值已经清理完了，你们可以搬回去了。松鼠们一听，全部兴奋的叽叽叽叫出声。作为感谢他们，摘了好多枇杷，差点把树薅秃，还是吉里及时阻止才作罢。要离开前，大松不舍道别，和松鼠家族群一起目送吉里远去，内心期待着下次再见。他要送仔仔一堆板栗和松子吃。时间过得好快，等打完怪从密林出来，天色都渐晚了。吉里望向被夕阳染红的半边天，都怀疑一天到底有没有24个小时。大风，你该回去了。思绪收回，吉里抬手抱了抱猎鹰，想了想又问，你每天都来找我，你的主人不会生气吗？不会。猎鹰背着翅膀站在仔仔面前，尖锐的鹰会啄了啄吉里的头发。主人会生气吗？鹰没有感觉到，但鹰喜欢仔仔，想要每天都和仔仔待在一起。猎鹰转动小脑袋，想着怎么说呢？吉里有种拐了别人家鹰的心虚感，但又不晓得该说什么，总不能让踏风以后别来找他了吧？这对毛茸茸太残忍。纠结半天，吉利叹口气，算了，等下次再说吧。有机会去青城基地的话，他可以问问对方需要什么，能帮的绝对帮。踏风，明天见。仔仔，明天见。我们也走吧，小熊。棕熊自觉爬到副驾驶，车子启动。本来在天色彻底黑下来之前能回到基地，但不曾想到意外发生，车子在行驶途中突然被几个陌生人拦住。不会又是打劫的吧？扣！车窗玻璃被敲了敲，吉利犹豫几秒，降下车窗，抬眸看向站在车外的陌生男人。有事吗？对方看起来25、6岁，穿着黑色长袖长裤，身形瘦点。敲窗的男人看着车内的女孩子，先是愣了下才开，我们没有恶意，就是想问下你是从哪里来的，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基地？吉利有些意外，好奇询问，你们是哪个基地的？阳光基地。男人继续说，我们基地目前在招新，只需要1颗蓝阶金盒就能加入，基地待遇很好，对异能者和普通人我们会一视同仁。吉利闻言沉默思考半晌，阳光基地就是先前在地图上查看的初级营地，被游戏评分为32分，要不要去瞧瞧呢？想到任务人口需要满6万，说不定能说服阳光基地加入他们桃园。想罢，吉利应声，现在就去吗？对方，天都快黑了，我们这就准备返回基地，那我在后面跟着你们。好。阳光基地，晚上8点来到基地大门口，前面的车子停稳，先前的男人走过来说，我们到。吉利打开车门，单手抱着小熊一起下来。顾达看着被少女抱在怀里的东西，十分诧异，下意识地往后退了步。这是变异棕熊。吉利点点脑袋，可以带上它吗？顾达从诧异中缓过来，当然可以，我们基地非常欢迎变异动物的到来，金盒不用交了，简单做个登记就行。顾达带着人来到门口建造的房子里登记信息，顺便问了几个问题。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家人朋友呢？可以喊他们都加入阳光基地。吉利眨了眨眼睫，温吞回答，我和哥哥走散了，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图书馆的阁楼，今天是想出门找点物资的，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顾达微顿，深表歉意，抱歉，可以的话过2天多带几个人，我们一起帮你找。真的吗？谢谢你。吉利表现得很惊喜。顾达摇摇头，义正辞严，不用谢，你现在已经是我们阳光基地的一员了，身为副基地长，我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每一位居民。对了，你的异能是兵系，方便说下阶级吗？ B 级。信息登记完成，顾达亲自带领少女来到安排的房间，递上房间钥匙，顺便交代了下基地生活和注意事项。阳光基地的人口很少，顾达说才5000人，他们基地建立在一个中学校园里，基地管理采取的是一种多劳多得的制度。阳光基地是用劳动来换取饭票的，当然金盒也可以兑换。
纪离接过钥匙，打开房间门，抱着小熊走到屋里环顾一圈，然后坐在木椅上开始思考接下来的打算，决定先在这里待2天，前提是得先把这件事告知给曲靖和哥哥，免得他们担心。该怎么传递消息呢？要是有手机就好了，直接打个电话就行。QAQ。思考半天，纪离心眸一亮，有了。他从空间里拿出在便利店购买的笔和纸，埋头写，写完把纸张对折再对折，放到一个小包里，在布包上面写上纪离这2个字。小熊，你能嗅到其他动物的气味吗？迈着粗短4肢在房间里溜达一圈的棕熊呜了声，表示能。他的嗅觉可是超级厉害。纪离抱起小熊，边说边往外面走。那我们去找智慧飞的动物帮我个忙。当然了，作为答谢，他会付给毛茸茸食物补充体能。就这样，纪离带着小熊来到阳光基地外面。他没开车，而是坐在棕熊背上，一路追踪其他变异动物的气味往前。夜色凉凉，几声鸣叫划破天际。棕熊停住奔跑的脚步，仰着大脑袋对着天空低吼一声。在夜空中肆意翱翔的游隼听到这声低吼，急速俯冲而下，停在距离棕熊10米开外的半空，鸣叫2声。黑色豆豆眼看到棕熊背上的人类，歪了歪脑袋。啾！游隼扇动翅膀，围着这个人类转了2圈。黑色豆豆眼扩大，他喜欢这个人类。从游隼的视角看，纪离对于他来说十分的弱小，他忍不住靠近，啾啾2声。仔仔，你好呀！纪离松了口气，抬起手挥挥。你好，我能请你帮个忙吗？说着，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块生肉，这个是答谢。其实，就算没有答谢，变异动物们也绝对不会拒绝仔仔的任何请求，包括游隼。末世里，变异游隼展翅超过2米，灰褐色的羽毛覆盖全身，它们的飞行速度比猎鹰和金雕还快，时速可达900公里。仔仔你说就行，不管什么忙本游隼大侠都会帮你。没错，游隼是一只行走江湖、非常行侠仗义的游隼。纪离将事情说完，又描述了下桃源基地，拿出桃源基地的图片给游隼看。游隼看了看，表示明白。仔仔放心，本游隼大侠今晚就能把信给你送到这个地。纪离真的特别感谢毛茸茸，再次感叹世界上不能没有毛茸茸和小黑。小黑不是毛茸茸，但小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文蟒。纪离从小熊背上滑下来，拿出10几斤生肉搁在游隼面前，谢谢你。顿了顿，他认真补充：游隼大侠。游隼亲昵蹭了蹭纪离，然后才埋头干饭。棕熊轻呜出声，小熊也饿了，那多吃点。将储物空间里最后剩余的200斤生肉全部拿出来，分给2只毛茸茸吃。小熊饭量挺大，应该说每一只大型食肉动物的饭量都不小。先前纪离给他们准备的生肉，顶多算是餐前零食，打怪后补充消耗的体能罢了。正儿八经吃饭的话，棕熊一顿能吃200斤生肉，1天1顿。等毛茸茸吃完，纪离又拿出2盒罐罐打开。游隼是第一次吃罐罐，在叼了一口后，黑色豆豆眼都亮了。好好吃，仔仔给他的这个东西好好吃。游隼本来都吃饱了，现在感觉自己还能再吃2口，再吃2口，再吃2口。吃完罐罐，游隼打了个饱嗝，背着翅膀看向纪离，啾啾几声。仔仔，本游隼大侠去送信了。说着，扇动翅膀飞向夜空，很快身影就消失在苍茫黑夜。和小熊返回到阳光基地，纪离来到安排的房间，简单洗漱了下，从空间里拿出睡袋铺在地面。分配的房间应该是教职工宿舍，单人间不到30平方，带有独立卫浴。纪离没有睡床的原因，是因为床铺的被子有灰尘，他有点洁癖，在外面过夜习惯了睡在睡袋里，有安全感而且干净。铺好睡袋，纪离坐在椅子上，拿出晚饭，一份自热米饭和一瓶水。彼时，桃源基地，这是曲靖第6次看时间，已经快10点了，领主大人还没有回来。他起身往瞭望塔走去，来到上面问，看见领主大人的车没？负责守卫基地的人摇摇头。曲靖皱眉，担心的不止他一个。纪阳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妹妹回来，内心不安逐渐扩大。他实在等不下去了，直接朝停车场走去。裴寂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见状立马起身推开门。纪阳转身，语气很焦急，裴哥，我得开车去外面看看，万一离离遇到什么危险。呸，离离不可能有事。夜色笼罩在周围，裴寂抬步踩着军靴大步往前，我和你一起去。也就在这时，天空响起一道鸣叫。裴寂警觉抬头望去，就见夜空中一只游隼盘旋在他们头顶上方。游隼盘旋几圈，将一个布包扔下来，等确认他们捡起后，扇动翅膀飞速离开。纪阳定睛一看布包上的字，惊讶，是离离？难道是离离叫游隼帮忙给咱们送信的？他瞪大双眼，催促裴哥，你快打开看看，里面是啥啊？裴寂打开布包，拿出里面对折的纸张。纪阳伸手拿过来展开，看完后才松了一大口气。离离在阳光基地，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可吓死我！曲靖也看见了这一幕，他从瞭望塔上走下来，怎么了？纪阳把纸张递给对方，离离去阳光基地了，说打算在那边待2天。曲靖接过纸张看完，也暗自松口气，领主大人平安无事就好。我靠，咱们应该给离离回封信，不然该担心咱们收不到信怎么办？关键是那只送信的游隼已经飞走了。裴寂神情淡定，那只游隼会说的。纪阳恍然，哈哈一笑，也对啊，差点忘了游隼是离离派来的。这边阳光基地常会议室内，顾达汇报完今天的事情后，坐在黑色皮质沙发上的男人眸色微沉。你是说有个女孩带着变异棕熊来我们基地了？对啊，那女孩看着年纪不大，说是和哥哥走散了，之前一直住在图书馆阁楼，今天出来找物资，正好被我们碰上。听着下属的汇报，严修想起了一个人，同样带着变异棕熊，是不是他呢？明天把人带来见我。他说完又补了句，记着客气。顾达听这话，觉得他们基地长似乎认识那个女孩，他点头明白。等顾达离开，严修起身锁住门，然后调出一个白色面板，上面显示恭喜阳光基地人口达到5000人，任务完成，奖励大转盘1次。严修点击面板，
下一秒指针不停转动，最后停在种子图案上，文字弹出：恭喜获得土豆种子10包，1包500粒。随着这条文字弹出，10包种子凭空出现在桌面上。次日9点多，几里洗漱过后，简单吃了些早饭就出门了。他准备在基地逛逛，先探查清楚情况，再说其他事情。刚踩着楼梯下来，正好碰见顾达。顾达是准备去找他的，他停住脚步，率先开口：早上好，昨晚睡得怎么样？还可以，至少没有失眠。顾达，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能办到一定办。他顿了顿，继续：现在有时间吗？我们基地长请你过去一趟。几里有些意外，现在？对，别担心。顾达见女孩子表情迟疑，安抚道：我们基地常人很好的，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那走吧。顾达下楼前还问了句：那只变异棕熊不带上吗？小熊在睡觉，还没醒。几里疑惑：要带上小熊吗？不用，我就是问问。哦。几里哦了声，跟着对方一路来到3楼会议室。叩叩叩，顾达抬手敲了敲门：基地长，我把人带过来了。房间里传来一道闷沉的嗓音：进来吧。顾达打开门，侧身让出位置，再次安抚了句：没事，别担心。几里走进会议室，目光落在坐在会议桌前的人脸上，微怔，有些眼熟味。严修坐在皮质座椅上，他穿了件深灰色高领毛衣，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框眼镜，黑色短发干净利落，面容清俊，有些眼熟味。严修看见来人，果然是他。他站起身，自我介绍：你好，我是阳光基地的基地长严修。他补充：在希望基地我们见过，还有印象吗？有印象。几离看向面前比他高出一头的男人：你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严修：没什么事，就是想证实一下我的猜测。他笑了笑，缓和气氛。顾达说：有个年轻女孩抱着变异棕熊来了我们基地，我猜测是你，果然没猜错。他笑了笑，伸出手：欢迎你加入我们阳光基地，以后遇到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严修对面前的女孩子印象挺深刻，至于为什么印象深刻，怎么说呢？他觉得女孩不像在末世生存的人，与末世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其次就是女孩子竟然能驯服变异棕熊，这让他有些惊讶。对了，我们下午要组织几个人去城北打怪，据说那边出现了 A 级异化值，有兴趣去吗？几里想了想，可以，下午几点？2点半。好的。阳光基地不止小熊，一只变异动物，听顾达说还有2只。下午2点半，几里抱着小熊来到基地门口集合，负责基地人员出行的工作人员记录完人数后就准备出发。你就是几离吗？一道清脆的女声响起，人群里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生小跑过来。你是？女生扬起笑容，你好呀，我叫文小小，今天顾副基地长跟我说让我们小队带你一起外出打怪。几离礼貌回复，麻烦你了。文小小摇头，不麻烦不麻烦，队伍里就我一个女生，我快郁闷死了，都没人陪我说话，现在终于有人陪我了。哎，这是变异棕熊吗？文小小瞪大双眼，你好厉害啊，竟然能驯服棕熊，我听说棕熊脾气可暴躁。乖乖待在仔仔怀里的棕熊听见两脚兽说他坏话，立马就不愿意了。他哪里暴躁了？他脾气可好了。文小小一愣，抬手指着棕熊，他是不是听懂我说话了？好，愚蠢的两脚兽，熊当然能听懂你说话。文小小被吼得下意识往后退了步，一脸笃定，他是不是在骂我？几离被这句话给逗笑了，漂亮的眉眼弯弯，替自家小熊申冤。没有，他没有骂，只是不满而已。文小小摆摆手，算了，骂我也不能咋地。他十分自来熟，挽住几离胳膊往前面走去。走，我带你认识一下我们小队的其他成员。队长，这是几离。文小小笑得眼睛眯起，咱们队伍又多了一个新成员，以后有人陪我说话了。被叫做队长的男人剃着标准的寸头，穿着件黑色作战服。几离发现阳光基地外出打怪的异能者们全部都是统一的黑色作战服，就他自己穿着件蓝色卫衣和牛仔长裤，站在人群里显得很突兀。男人伸出手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和风小队队长余杭。余杭身边的人扬起大大的笑容，伸出手打招呼，你好啊，小黎黎，我叫木科。几离表情错愕，看向这人，他刚才叫他什么？文小小一把拍开这家伙的手，你正经点，别吓到黎黎。木科摸摸鼻子，顶着一头奶奶灰，大声反驳，我哪有不正经？文小小无语，你这个人就不正经。他挽着几离说，黎黎，你别搭理他，这家伙容易蹬鼻子上脸。木科一脸受伤，小文文，你这话说的可真扎心，哥是那种人吗？文小小瞪眼，说了不许喊我小文文，你才小文文。行了，余杭打圆场，准备出发了。去城北打怪的队伍一共有3支，几离抱着小熊坐在一辆黑色轿车后排，文小小也在后座兴奋拉着他说话，黎黎，你觉醒的是什么异能？冰系。哇，我的异能是水系，我也好想觉醒冰系异能啊。文小小对于自己觉醒的异能有些不满，他更想要攻击力强的异能，毕竟在末世强者为尊，弱者只能求存。抵达目的地，几离推开车门下车，终于见到了阳光基地其他的2只变异动物。变异灰毛垂耳兔围着队伍外围蹦蹦跳跳，体长约莫1.5米，灰黑色的眼睛，2颗大门牙泛着寒光。蹲坐在地面的是只变异奶牛猫，体长接近2米，黑白配色的毛发，粗壮的尾巴悠闲摇摆，黄黑色的猫瞳又大又圆，2只毛茸茸自然也看见了几离。这一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就好喜欢好喜欢啊！变异灰毛垂耳兔蹦蹦跳跳来到几离身旁，嘴里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仔，你是新来的吗？本兔子大王以前从未见过。变异奶牛猫也凑了过来，奶牛猫粗壮的尾巴轻轻扫过几离头顶，又大又圆的黄黑色猫瞳好似在发光，喉咙里也跟着发出喵喵叫。仔，你闻起来好香啊，让猫猫吸吸猫猫亲亲。哎，几离都没来得及婉拒这份热情，便被迫埋入后世柔软的绒毛里，紧接着感受到一股沉重的力量压在他脑袋上，好重啊 ！QAQ， 救命！
奶牛猫的主人听到喵喵叫，下意识的回头就见自家精神亢奋的傻猫将新加入他们基地的女孩整个笼罩住，猫脸埋在人头顶。奶牛猫的主人惊恐万分，以为猫要吃人，你这只傻猫快松口！奶牛猫沉迷吸人，无法自拔，压根听不见主人的惊呼。吼！小熊从仔仔怀里暴躁挣脱下来，体型瞬间变大，它低吼着抬起巨大的熊掌，毫不留情将沉迷吸人的奶牛猫扯开甩飞。自家仔怎么能让其他兽占便宜？变异奶牛猫被甩飞到半空，轻巧落地。黄黑色的猫瞳瞪向棕熊，喵呜喵呜不停咆哮，竟然打扰他猫大王吸人！天杀的臭熊！奶牛猫喵呜咆哮着想冲过去和棕熊一决胜负，然而还没跳起来就被主人抓住命运的后脖梗，气焰瞬间熄灭。喵呜！月灵遏制住自家精神亢奋的傻猫，担忧看向几黎：“你有没有受伤？”受伤？几黎疑惑，瞅向被遏制住命运后脖梗的奶牛猫，明白对方是误会。没有，他没有伤到我。小插曲接过，3支队伍一起步行去往发现 A 级异化值的地方。A 级异化值就是黄阶异化值。先前说过，黄阶异化值很少有，但这段时间 A 级异化值明显增多了，或许再过几天就会出现 S 级异化值。奶牛猫迈着猫步往前，尾巴看似不经意间扫过几黎，嘴里发出喵喵叫。仔仔，你累不累？猫背着你吧，猫好喜欢你啊。月灵生怕又上演先前那一幕，及时摁住奶牛猫命运的后脖梗。你给我老实点！奶牛猫不满，甩了甩尾巴，冲着主人喵呜超大声：“铲屎的，你越界了！猫猫大王的事情，岂是你这个区区两脚兽能管的？还不放开本猫猫大王的后脖梗！”猫猫大王严肃连点 JPG。月灵是听不懂自家的傻猫在说什么猫话，但从语气也能分辨出些情绪，比如现在这只傻猫生气了。月灵瞪眼：“你还生气了？你知道自己刚刚干了什么吗？”喵呜！奶牛猫一脸疑惑：“猫干了什么？猫只是亲了亲仔仔，猫喜欢仔仔，猫想亲亲，猫有什么错？”猫不解，猫愤怒，猫委屈。可几黎轻轻咳了声，作为始作俑者，有些莫名心虚。他温吞出声：“他叫什么名字？”月灵松开了遏制住自家猫后脖梗的手：“他叫富贵。”几黎哦了声，再次解释：“富贵刚才没有伤害我。”奶牛猫见仔仔为他发声，更委屈了。他喵呜喵呜，用尾巴圈住几黎的手，小心翼翼地蹭了蹭：“仔仔，只有你对猫好，猫想换个铲屎官，你愿意当猫的铲屎官吗？”几黎噎住。月灵瞅见富贵缠住女孩手腕，有些惊讶，又回想起先前那一幕，斟酌半天开，看来富贵很喜欢你。喵呜，喜欢。灰毛垂耳兔蹦蹦跳跳过来，爪爪里揣了2个红色果子。仔仔仔仔，吃果子。灰毛垂耳兔把果子分给几黎一个，耳朵开心动了动。谢谢。没有拒绝毛茸茸的好意，几黎接过果子，认真道谢。围观全程的月灵一脸的惊疑不定，抬手指了指灰毛垂耳兔：“你们认识？”灰毛垂耳兔的主人是位男生，他瞅见自家兔子蹦蹦跳跳揣着2颗果子过来，还十分感动，自家的兔子真好啊。结果他不解看向几黎：“你和滚滚认识？”滚滚是灰毛垂耳兔的名字。几黎有些尴尬，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不认识。时刻跟在几黎身边的棕熊忍不住发出老父亲般的叹息声：“自家仔太受欢迎也不好，仔仔真的太难了，熊心疼。”到了，全体注意！几黎悄悄松了口气，忙不迭和小熊上前，再待下去他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城北这片区域出现了一种新的 A 级异化值，类似喇叭花发出的诡异声音，听得人头晕目眩，很容易耳鸣。文小小捂住耳朵，皱眉：“这是什么鬼东西？好难听啊！”余杭神情绷紧，大家集中精神力，千万不要中招。众人闻言纷纷集中精神力，凝神甩出异能，一瞬间各种异能齐发，如同烟花般在周围炸开。半晌，所有的异化值全部解决完。文小小，妈耶，可算结束了。这些鬼东西真不好对付。大家都没事吧？没事没事，还活着，一点小伤无所谓。咱们先分金盒吧，大家都有出力，就平均分配如何？我没意见，我也同意。经过短暂商量，金盒被平均分配，几黎也分到了2颗。彼时，踏风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桃园基地大门口等待仔仔。负责守卫基地的人员见这只猎鹰再次出现，犯了难。领主大人目前不在基地，该怎么办？他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曲靖。曲靖得知后，来到基地大门口，在距离猎鹰2米开外的位置停住，想了想开口：“领主大人不在基地，你改天再来好不好？”踏风歪了歪脑袋，一双金色眼睛盯着面前的人类。仔仔不在，仔仔去哪里了？猎鹰没有动，背着翅膀，似乎在思考。曲靖本想说些什么，话音刚落，就见猎鹰扇动翅膀，重新飞向天空。打完怪，在原地休息了会儿。趁着这段时间，几只毛茸茸分别去往不同方向捕猎，等毛茸茸们吃饱，才乘车回到阳光基地。正好赶上午饭时间，几黎抱着吃饱就犯困的小熊下车。黎黎，一起去食堂吃饭吗？文小小问。我先把小熊抱回房间。文小小比了个 OK 的手势，那我在食堂门口等你。好的。将昏昏欲睡的小熊搁在睡垫上，几黎锁上门后赶往食堂。阳光基地有2个食堂，打饭需要用饭票，用20颗蓝阶金盒兑换了2张饭票。几黎拿着饭票和文小小来到食堂。食堂的菜系并不多，只有2个菜：土豆炖猪肉、清炒白菜和主食用玉米粉做出的馒头。末世的物价是真的昂贵，一张饭票只能换取1小碗菜，这对于阳光基地的幸存者来说已经很便宜了。毕竟末世食物稀缺，再昂贵的价格都会有人买。几黎先前不了解，还是听文小小说，现在一个小面包就要5颗蓝阶金盒，更别提其他食物，只会更贵。从储物空间里拿出饭盒，几黎用饭票换了份清炒白菜和1个馒头，和文小小寻了个位置坐下。黎黎，你吃这么点，能吃饱吗？是不是饭票不够？我给你。文小小说着，就要从兜里拿出几张饭票出来。几黎阻止，我不太饿。他看着文小小明显不太相信的表情，认真补充，真的不饿。
女孩子眨了眨眸子，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松鼠给她摘的枇杷，给你吃。是枇杷？文小小惊喜，黎黎你从哪里弄的枇杷？我都不记得自己多久没吃过水果了。呜，那多吃点，吃不完放空间里。几黎拿了一堆枇杷给她，眼见餐桌都搁不下了，文小小连忙摆手，够了够了，黎黎，你别全给我，自己留着吃。没事，我还有很多。午饭吃完，将碗筷洗干净，几黎准备在基地里溜达溜达。文小小有事和他打了个招呼后，就先行离开了。末世土地污染，除了被游戏选为领主建设基地才能种植以外，木系异能者也可以种植，只不过阶级需要到 B 级以上。重点是木系异能者很稀缺，在各大基地属于极为珍贵的存在。几黎猜测阳光基地应该是有木系异能者，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研修也被游戏选定为了领主。不知不觉溜达到一处被白色棚子笼罩的地方，几黎才刚好奇看了两个身穿黑色作战服的男人就提醒道：“这里禁止入内。”小姑娘眨了眨眼睫，应声准备离开，就见研修从里面出来。研修目光落在面前的女孩子脸上，愣了下，随即道：“要进来看看吗？”啊！几黎猛住，不是禁止入内吗？似乎猜到了女孩子的想法，研修不紧不慢说：“没关系，我允许的。”几黎迟疑几秒，抬步上前，跟着研修来到白色棚子里，看见种植的大片农作物，更加确信了先前的猜测。几黎好奇询问：“你是木系异能者吗？”研修看向身侧的人，不答反问：“我说不是你信吗？怎么还打哑谜啊？”不过别人不想回答很正常，他也没有追问，只是附和说：“信。”研修被女孩子的回答整笑了，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敷衍，笑完才转移话题。基地目前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几黎哦了声，先前想着说不定能说服阳光基地加入他们桃园，现在看情况是不能了，他们基地自己可以种植，压根不需要加入他们桃园。想到这里，几黎准备明天就回桃园基地，出来2天该回去了。不过该找个什么理由呢？得想想。托腮思考点 JPG。参观完出来后，几黎道别研修，原路返回。这边从桃园基地离开的猎鹰在天空中盘旋2圈，朝着远处飞去。仔仔有事要忙，应改天再来找仔仔打怪。踏风没有失落，他抓了只猎物摁在利爪下吃，等吃完回了青城市。林清月处理完工作，见自家鹰回来了，还有些意外。平时这个点踏风都还在外面，金盖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踏风，林清月上前关切询问：“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踏风埋头咕噜咕噜喝水，喝了半碗才抬起白色的脑袋转了转。仔仔有事。林清月忙猜是因为他有事，所以踏风提前回来了。猎鹰点点脑袋，林清月摸摸自家鹰的翅膀，那等过几天再去吧，这几天跟我一块出去打怪。知道了。明天一早就打算回去的几黎躺在睡袋里，调出面板无聊滑动，喃喃自语：要是能看剧就好了，好无聊啊。没穿书前，他此刻应该抱着坐在懒人沙发上吃零食追剧，又是突然想回去的一天。QAQ， 几黎深呼吸口气，小熊蹭过来，鬃毛脑袋忽然出现。仔仔，你怎么了？几黎关掉面板，伸出手指撸了把小熊脑袋。没事，睡觉吧，明天我们就回去了。仔仔晚安。晚安。深夜，月亮半遮半掩隐在云层里，整个阳光基地陷入寂静。一只黑白配色的动物踩着地面身形，轻巧朝着一处奔跑，鼻子耸动嗅了嗅，确定好位置后，从浴室的窗户跳了进去。守在仔仔身边的棕熊睁开眼睛，他缓缓站起身，盯着浴室门口一动不动，直到里面那只蠢猫出现，立刻冲过去将它摁住。喵！奶牛猫发出超大声的喵喵叫，尾巴不停甩动，嘴里骂骂咧咧。天杀的臭熊，快点松开本猫猫大王！棕熊张开嘴巴，冲着骂骂咧咧的奶牛猫低吼出声：“闭嘴！你这只蠢猫！”奶牛猫瞪大猫瞳，不可思议问了遍：“你说谁蠢猫？”棕熊觉得这只蠢猫是真的蠢。奶牛猫挣扎：“臭熊，快放开你的爪子！本猫猫大王生气了。”几黎被吵醒，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秀眉微拧，好像听见了猫叫声，是做梦吗？奶牛猫见仔仔醒了，立马大喊：“仔仔，救命啊！熊要打猫了！”几黎清醒几分，循着声音望过去，看到这一幕微愣：“小熊，仔仔，救命！快救救猫！”不待几黎出声，棕熊就已经挪开了爪子，转身蹭跑到仔仔面前：“仔仔，那只蠢猫是不是把你吵醒了？”几黎摇摇头，没有。他起身把灯打开，发现是今天见过的那只奶牛猫，走过去蹲下身：“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奶牛猫喵呜喵呜蹭了蹭几黎，一双黄黑色猫瞳满是可怜：“仔仔，猫是不是吵醒你了？”“猫不是故意的，猫就是想见你。”几黎抱起缩小版的奶牛猫：“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没有生气。”奶牛猫缩在仔仔怀里，开心地晃了晃尾巴：“仔仔，你真好。”几黎坐到睡袋上，把奶牛猫放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罐罐，打开：“吃罐罐吗？”小熊他们都很喜欢吃。奶牛猫伸出舌头舔舐了口，猫瞳亮起：“好好吃。”喵呜喵呜，吃完一整个罐罐。奶牛猫躺在睡袋上翻滚一圈，四爪朝上，舒服到爪爪开花。猫不想走了，猫要待在这里。几黎陪着奶牛猫玩了会儿，等到凌晨2点，被小熊催促着睡觉。晚睡早起犯困，为了这个家，熊简直操碎了心。棕熊瞥了眼不打算离开的蠢猫，低呜警告他老实点，别再吵醒仔仔。喵呜！奶牛猫这回没有怒对，他老老实实趴在仔仔身边，甩动2下尾巴，闭上眼睛。棕熊趴在左边，也闭上了眼睛，渐渐沉睡。4日8点起来洗漱完，吃过早饭，几黎就准备带着小熊离开阳光基地。奶牛猫得知仔仔要离开后，感觉天都塌了，猫好难过，猫好舍不得，猫感觉自己这辈子猫生都不会快乐。几黎抱了抱奶牛猫安慰，又给他拿了一个罐罐打开吃。奶牛猫边吃边难过，最后得到了仔仔的亲亲，才感觉猫生又可以了。猫想通了，猫可以去找仔仔，猫不难过了。哄完奶牛猫，等毛茸茸踩着猫步离开，几黎才抱着小熊锁门，准备归还钥匙，然后再和文小小说一声他要离开的事情。找到顾达，
正要将钥匙归还，就见对方面色焦急，基地长受伤了，我得去看看，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研修受伤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几离惊讶，犹豫几秒，快步跟上去。我会一些治疗，能去看看吗？顾达来不及多想，可以，那快走吧。一路小跑来到基地长的房间，几离亦步亦趋跟在顾达身后，见到了受伤躺在床上的研修。男人胳膊上有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这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他似乎中毒了，脸色发青，陷入昏迷状态。正在给他包扎的治愈系异能者见到顾达，立马开口：基地长被红尾蝎给折伤了，毒素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手臂，我的治疗根本解不了毒，只能暂时不让毒素继续蔓延。顾达神情绷紧，冷静下来问：有什么办法能解毒？找到解毒草药。治愈系异能者说：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个，但不知道多久才能找到，这红尾蝎的毒性很厉害，我担心拖的时间越久，基地长会有生命危险。几离在旁边默默听着，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迎上两人的目光，他补了句：我会些解毒方法。治愈系异能者没有见过几离，他问：你能保证基地长不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吗？顾达当即同意：好，你来试试，出了任何问题我来承担。几离想了想又说了句：但你们得出去，不能打扰我。好，顾达点头。等他们离开房间，几离放下小熊，走到床边，集中精神利用净化异能治疗，暖白色光芒覆盖住伤口。他也没有其他解毒方法，只能用净化异能试试，至于能不能解毒，看命。半晌，研修气色慢慢转变好，几离收回手，观察了下，应该是解毒了吧。从空间里拿出一颗绿阶晶核，补充消耗的异能，等补充完他才走到门口，打开房门，对守在门口的两人说：好了，应该没事了。真的？那异能者一脸怀疑地走到床边，见基地长脸色转变好了，格外震惊。你是怎么解毒的？他追问。几离眨了眨眼睫，不能说。顾达松了口气，看向女孩子没有多问，只是道：谢谢，等基地长醒来，我会如实把这件事告知的。站在旁边的异能者说道：那只红尾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狂，就把基地长给折伤了，要不是来得及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事。那红尾蝎在哪？顾达问。被关在笼子里了，几个异能者看守，就怕这家伙突然跑出来。话音未落，一个人冲进来：不好了不好了，副基地长，那只红尾蝎跑出来了。什么？顾达心惊，连忙往外走，跑哪去了？不能让他在基地里乱窜。与此同时，被十几个异能者包围住的红尾蝎嘴里发出怪异的滋滋声。和末世前的蝎子不同，眼前的这只红尾蝎体长超过2米，8条腿都在独立蠕动着。它一双凸出来的复眼阴森森盯着这群人类，口气开合，仿佛下一秒就要将这些人类吞噬。红尾蝎现在很痛苦，它的一条腿断了，皮肉连接着鲜血淋漓，一双凸起的复眼染了层红色，神经一抽一抽的疼。队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们面对这只 A 级红尾蝎还是有些害怕的，万一这家伙折到他们，那不就完蛋了？因此都格外小心，试图寻找到突破口，一举将发狂的变异红尾蝎捉住。然而办法还没想出来，红尾蝎就朝他们冲了过来，锐利的鳌足狠狠挥向他们。顾达赶来的时候，异能者已经将红尾蝎暂时制服住。他看向浮在地面奄奄一息的红尾蝎，眉头紧皱，先把他带回笼子里，等基地长醒来再说。是。其他人听令，准备将奄奄一息的红尾蝎弄回笼子里。然而就在搬运的瞬间，红尾蝎突然冲撞开人群，支棱着8条腿往前跑。顾达一惊，追上去，快拦住他！他们在后面追，红尾蝎在前面跑。几离抱着小熊从房间里出来，想去瞅瞅，刚来到柏油路上，迎面就撞见一只超大号的蝎子，尾刺血红，口气蠕动。小熊呜了声，从仔仔怀里脱离下来，体型瞬间恢复至原来。好，冲着那只红尾蝎暴吼一声，迈着粗壮的四肢噔噔噔跑上前。小熊，几离都来不及阻止，小熊就冲上去和那只蝎子打了起来。他们都是 A 级变异动物，平时打的话很难决出胜负，但现在那只蝎子受伤了，加上刚才和异能者打斗，体能消耗不少。棕熊很快就将发疯的变异红尾蝎摁在熊掌下。几离跑过去，呜！小熊晃动耳朵，求夸夸。几离暗暗松了口气，配合夸他：小熊真棒，我们小熊最厉害。棕熊骄傲挺起胸膛，仔仔说的没错，他就是熊界最厉害的棕熊，没有之一。被小熊摁在爪下的红尾蝎，在几离跑过来的时候就不挣扎了，他扁平的单眼盯着出现的人类，嗅闻到让他感到舒服的气息，脑部抽疼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红尾蝎疑惑，他想要靠近，口气蠕动艰难，发出滋滋声，鳌足抬起。仔仔，几离看向被小熊摁在巨大熊掌下的蝎子，疑惑啊了声。红尾蝎望向几离，重复了遍这2个字。顾达带人赶了过来，见到被变异棕熊摁在地面的红尾蝎，忙不迭询问面前的女孩子：没受伤吧？这只红尾蝎没有伤到你吧？没有。几离摇了摇脑袋，目光看向蝎子折断的一条腿，有些担忧，问顾达：你们是要把它带走吗？他的腿断了。顾达解释，红尾蝎的腿是他自己在笼子里弄断的，这只蝎子是基地长从外面救回来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只蝎子经常会不受控制发狂暴动。红尾蝎来基地已经有1个月了，刚开始因为身体虚弱没有挣扎，后来时不时就会发狂暴动，绝食自虐。几离闻言秀眉微凝，他让小熊挪开摁在蝎子背部的爪爪，然后蹲下身，抬手握住红尾蝎那只巨大锋利的鳌足。别碰它，当心！顾达话顿住，变异红尾蝎的2只巨大的鳌足有多锋利，他之前就见识，而现在原本发狂暴动的红尾蝎，此刻就好像被按了暂停键，变得老老实实，一动不动，任由眼前的女孩子握住他的鳌足。几离趁着他们不注意，悄悄探出异能，果然在红尾蝎的精神识海里发现了黑雾，而且黑雾的数量比花豹还多，难怪红尾蝎会发狂暴动。将黑雾清理干净，几离双手捧着红尾蝎的鳌足，还难受吗？
红尾蝎有8只眼睛，前端和两侧各有3对扁平的单眼，背部中央一对凸起的复眼。它全身漆黑，只有尾部几节是血红色的。说实话，蝎子的外貌有些吓人，尤其是那8只眼睛和类似钳子般的口气。红尾蝎表现呆呆的，他看向几黎，再次重复了遍：崽崽，应该是不难受了。几黎放下捧着蝎子熬足的手，站起身，要把它带到笼子里。顾达从震惊中回神，先带回笼子里，等基地长醒来再说。几黎点点脑袋，跟着他们一块把红尾蝎送到特制的笼子里。顾达都惊讶，这回红尾蝎竟然没有挣扎，自己就主动爬进了笼子里。几黎隔着笼子看了看这只蝎子，确认它没有生命危险后，才出了房间。红尾蝎呆呆看着崽崽离开，没有吱声。过了半天，他抬起自己的前肢，扯掉断腿。又过了几秒钟，新的腿从身体里生长出。变异红尾蝎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不仅如此，它们的尾刺和血都有剧毒，因此在野外没几个敢招惹它们的动物，除了人类。没错，红尾蝎精神识海里之所以会有黑雾，就是因为它先前被人类精神控制住，后来为了摆脱控制，红尾蝎拼死反杀。但留在精神识海里的黑雾却一直折磨他，时不时就会疼痛难忍到发狂暴动。今天研修就倒霉撞上了暴动的红尾蝎，才被伤至昏迷。几黎将要离开阳光基地的事情告知顾达，十分惊讶，怎么突然就要走？出什么事情了？还是在基地住的不习惯？面对三连问，基里摇了摇头，寻了个理由，没有，我是有件私人事情要处理，这2天在基地住得很好。顾达见女孩子已经决定要离开，便也没有再劝她，他只是道，无论如何，阳光基地随时欢迎你来，以后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和基地长。几黎应声，又去找文小小告知，什么？李李，你要离开阳光基地了？文小小疼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情绪有些激动。你才刚来2天就要走了？文小小十分舍不得，哭丧着脸。不是吧，李李，我好舍不得你啊。几黎安慰他，有机会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到时候我请你吃大餐。文小小并不在意吃什么，她就是觉得难受，这种感觉不亚于失恋。真的还会再见面吗？世界这么大，下次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的。几黎牵住他的手，认认真真回答，会再见的，相信我。文小小吸吸鼻子，我相信你，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临离开前，几黎又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大堆零食给文小小。文小小震惊，李李，你这是又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零食的？之前存的。又补了句，我还有呢，这些给你慢慢吃。文小小十分感动，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抬手抱住比她年纪还小的女孩子，重复一定会再见的。和小熊一路驱车回到桃园基地，已是下午4点多。曲靖得知他们领主大人回来了，立马放下手头工作，来到基地门口。领主大人，您终于回来了。曲靖上前见到平安无事的女孩子，暗自松了口气。您饿不饿？吃完晚饭早点休息，这一路辛苦。几黎眨眨眼，抬手拍拍他的肩膀，一脸认真。应该是曲副长你比较辛苦才对啊，这2天基地没出什么事情吧？没有，一切正常。曲靖笑了笑，您先去吃饭，吃完饭我再来汇报工作。黎黎，一道混着惊喜的声音传入耳畔，不待几黎望去，整个人就被揽到一个怀抱里。几阳紧紧抱住人，激动坏了。黎黎，你可算回来了，这2天在外面没受苦吧？几黎被迫埋在几阳胸口，呼吸不顺，没受苦哥哥。落后2步的裴寂看着这一幕，提醒了句，几阳，你快把人闷坏了。几阳闻言连忙松开手，对不起黎黎，对不起，哥就是太激动。小姑娘仰着脸，水润漂亮的眼睛浅笑弯弯，我没事哥哥，让你担心了。几阳抬手摸摸妹妹的脑袋，刚回来累了吧？咱先去吃饭，吃完饭你再和哥说说这2天在那个阳光基地的事，我还挺好奇呢。5点吃完晚饭，几黎坐在沙发上抱着和哥哥说了便在阳光基地发生的事情。裴寂和谢寻都在，他们各自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安静听着，直到听见研修的名字，裴寂眉梢轻挑，是希望基地的那个研修？没错，是他。几黎应声。几阳惊讶感叹，他竟然是阳光基地的基地长。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阳光基地也能种植农作物，这就说明他也是被游戏认可的领主。当然，前面提到是木系异能者也有可能，但不管怎样，只要不与他们桃园基地为敌，那一切安好，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对了，黎黎，你说他们基地也有变异动物，都是什么变异动物？几黎一一回答，奶牛猫和垂耳兔，还有一只红尾蝎。几阳微惊，红尾蝎这玩意可有剧毒？黎黎，你没碰到吧？几黎见几阳反应这么大，好奇问，哥哥，你之前遇见过红尾蝎吗？见过。说起这个，几阳话痨属性直接拉满。黎黎，你不知道，我和裴哥还有寻哥1个月之前碰见过一只红尾蝎，那家伙的钳子可厉害了，要不是裴哥帮我，我肯定就回不来了。回想起被红尾蝎追逐的恐惧感，几阳打了个寒战。关键这家伙有剧毒，还折了裴哥，得亏裴哥命硬，等着我找到了解毒草。聊了半天，几阳打住，好了，不聊了。黎黎，你早点休息，在外面肯定没睡好吧？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哥给你带早饭。几黎听话应声，知道了，我去看看闪电他们，看完就睡觉。2天没见毛茸茸们了，有些想念啊。乘坐公交车来到宠物广场，几黎刚打开门走进去，就被一头狮子扑倒，整个人不受控制跌坐在了地面。下一秒，肩膀上多了2只黄色的大爪子。狮子巨大的脑袋对着几黎狂蹭，嘴里发出嗷呜呜。2天没有见到仔仔了，丧彪真的好想仔仔啊！哎呦，几黎差点被压死了，被迫躺平。狮子激动坏了，他疯狂嗅闻几黎，巨大的爪子按住几黎的身体，鼻子使劲往几黎脖梗处钻，嘴里不停嗷呜呜。仔仔。几黎抬手勉强抱住大狮子，招架不住哄着，好了，丧彪大王，你先让我起来，再压下去他真的要死了，已经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丧彪听话挪开摁住几黎的爪爪，有些小情绪。仔仔，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然为什么只带那只棕熊出门都不带它？丧彪难过。几黎坐起身，摸摸狮子的大脑袋，没有啊，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他耐心解释原因，又拿出一个罐罐打开给他吃。
黑豹趴在草地上没动，直到几离看向他，他起身迈着爪爪几步过去，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用自己的脑袋去蹭几离。闪电！几离抬起手抱住黑豹的大脑袋，我好想你啊！小黑尾巴尖拍打地面，嘶嘶嘶出声提醒，该抱他。他也好久没有见仔仔了。几离转身抱住巨蟒，哄了哄不满的小黑，又挨个抱了抱乖乖在旁边等待的花豹和雪狼，给他们每一只都分了罐罐。毛茸茸太多也是一种苦恼必须一碗水端平，否则就要闹了 QAQ。等毛茸茸们吃完罐罐，几离陪他们玩了大半天，他拿出一个玩具球朝远处抛，几只毛茸茸兴冲冲去捡。本次游戏抢球次数最多的毛茸茸就是闪电，紧随其后的是大白，第3名是花花，第4名是丧彪，排在末尾的是小黑。小黑身为一条蟒蛇，能有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棒了。一直玩到晚上11点，几离打了个哈欠，困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黑豹蹭了蹭他，低呜出声：“仔仔，睡觉。”他抬起黑色的爪子搭在几离身上，几离抱着热乎乎的黑豹，想着就眯一会儿，等下回木屋睡觉。丧彪睁着一双棕黄色兽瞳凑近：“仔仔睡着了吗？他白天睡多了，晚上很精神。”小黑吞吐舌信：“嘘，你小声点，别把仔仔吵醒。”大白凑过去，深邃的蓝色兽瞳映入女孩子的睡颜，就这样一动不动盯着看了很久。花豹趴在旁边，脑袋搭在2只爪爪上，鼻子嗅闻着那股让他喜欢的气息。至于小熊，小熊在外面捕猎完回来就呼呼大睡了。小黑尾巴尖尖抬起，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仔仔的手。蛇也想抱着仔仔睡，他提出要求，然后被黑豹蓦地感情拒绝。丧彪也想抱着仔仔睡觉，但他打不过这只黑豹，只能默默闭嘴，趴在离仔仔不远的地方。就这样，几只毛茸茸围成一圈，守护在几离身边，一直到天亮。第二天，几离是被热醒的，他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大火炉里，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从睡梦中睁开眼睛，视线里映入一团黑，盯着这团黑影愣了好几秒，他才意识到是闪电，而他整个人被黑豹抱住，腰间还缠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就说怎么这么热？几离从闪电怀里慢慢挪出来坐起身，白皙额头沁出了一层细密薄汗，抬手随意扇了扇风，深呼吸口气。天才微微亮，毛茸茸们都还没有醒，几离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在不惊动他们的情况下，蹑手蹑脚走出了宠物广场。由于基地人口增加，面积扩大，公交车运行时间改为了早上6点发车，晚上10点半最后一班结束。此时刚过6点，几离来到公交站台坐下来等车。清晨的温度有些低，几离把卫衣的帽子戴上，揉了揉发凉的鼻尖，先前还热得冒汗，现在有点冷了。微风也泛着凉意，呼吸一口提神醒脑，困意都散。6点10分，公交车准时到站。司机有些意外：“领主大人，您这么早就起来了？”几离拿出自己的居民证刷了下，和司机打了声招呼：“早上好。”司机回：“早上好，领主大人。”回到木屋，几离先拿上浴巾，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洗完踩着拖鞋到盥洗台刷牙、洗脸、吹头发、穿衣服，等忙完这些，才躺倒在床上放松下来，抱着抱枕在柔软的床铺上翻滚2圈，伸了个懒腰，又倒回床上不动，睡不着，但又不想动弹，有些无聊。QAQ， 闭着眼睛躺了10分钟，几离调出面板滑动。他不在的这2天，基地又来了300个幸存者，曲靖将他们都安排去了采集，现在距离基地升级还差16475人，得尽快招新了。今天和曲靖商议下这件事。另外，算算时间，平稳期就快要结束了，不晓得又会出现什么怪物。杂七杂八想了一堆，直到哥哥几阳敲门喊他去吃早饭。今日份早餐：玉米粥、牛肉馅饼。丽丽，你昨晚几点回来的？几阳随口问了句，他都没发现妹妹回木屋，咬了一大口饼。小姑娘嚼嚼完咽下去才说，昨晚和闪电他们玩着玩着就睡着了，没回来，是不是没睡好？还行吧，不能说没睡好，就是醒太早了，精神提不起来。早饭吃完，几离拿着一瓶热牛奶来到事务中心处理工作。从无畏基地带回来的幸存者结束了为期2周采集木材和石料的工作，一大早他们就拿着属于自己的居民证，迫不及待来到基地呢。祁红也在人群里听着别人讨论，给咱们发的生活手册我都看完了，没想到桃园基地这么好，不愧被游戏评分60。兄弟，你准备找啥工作？我准备继续采集，这工作累是累了点，但工资高啊。别的不说，一个月我最起码能拿3000金币，这3000金币够我花好久了。我也准备干采集，主要咱也没啥文化，除了力气活好像也找不到其他的。姐妹，你准备找啥工作？我想去烘焙房，就是不知道还招不招人，等会儿吃完饭我去问问。那我们一起啊，做个伴。有人说这里物价真不高，我刚才算了下，除去每个月500金币的房租钱，我省着吃还能攒500金币，真好啊，就应该早点来，我感觉之前的罪都白遭了。话也不能这么说，你往好处想，咱们现在来了桃园基地，之前受的罪都过去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说得对，咱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大家七嘴八舌聊了一通，聊完各自去了想要去的地方，有的先去了生活区，忙忙碌碌在新居里安置，有的跑去超市购买东西，有的去食堂饱餐一顿，整个基地一片欢腾。祁红来到分配好的房间，他看着眼前装修温馨的房间，眼眶有些湿润，这里以后就是他的家了，他活下来了。不仅如此，还来到了心心念念的桃园基地，想必在天上的爸妈也放心了。祁红将房间收拾了一番，收拾完坐在桌子前，拿出借来的纸和笔，规划居民证里的1000金币怎么花，还有工作必须尽快找到，实在不行他也去采集木材和石料。规划完成，他拿着纸张出了房间，先去购买必备的生活用品。来到超市，他看着眼前热热闹闹的人群，觉得无比安心，更对以后的生活有了期待。在无畏基地，每天浑浑噩噩，祁红都以为自己这辈子要完蛋了，哪怕被献祭他也不想挣扎了。就在他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时候，桃园基地的人出现了，一夜之间命运转变。花了200金币购买完生活用品和2大包泡面，祁红把东西放回居住的房间，又来到食堂吃了一顿热乎乎的饭菜。
范嬷嬷在食堂吃完早饭就来裁缝店工作了。她是3个月之前来到桃园基地的，她很喜欢这里的一切，每天上班都很开心。嬷嬷，早上好啊，吃早饭没？秦真问。早上好，秦姨，我吃过了。范嬷嬷笑着回，来到工位上轻车熟路制作衣服。对了，嬷嬷，刚才有个人来找你，说是你爸妈，让我跟你说一声，中午来找你。范嬷嬷听到这话，脸色大变，他们来桃园基地了。秦真疑惑，听他们说是前天来的，怎么了这么大反应？范嬷嬷滞在原地，心中悲愤交加，他们怎么会来桃园基地？末世降临，他的父母为了弟弟把他卖给了一个男人，就2袋泡面就把他给卖了。要不是他趁着那个男人不注意逃了出来，还不知道会遭遇什么。现在他们竟然还有脸来找他，范嬷嬷简直不能理解。一整个上午，他都有些心不在焉，直到他们一家3口出现。嬷嬷，你果然在这里，我就说没看错吧。范母冲过来拽住女儿的胳膊，妈找你有点事，你跟妈出来说。范嬷嬷一把扯开范母，冷着脸，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范父见此不太高兴了，死丫头，你怎么能和你妈这么说话？几天不见长本事了。范母推了一把范父，使了个眼色，在外面别这么说孩子。范母重新看向女儿，嬷嬷，你也知道我们一家刚来基地没什么钱，听说你在这里都干了3个月了，肯定存了不少钱吧？你给我们点。范嬷嬷笑了，这一刻内心深处残留的最后一点亲情也消散。她冷着脸说，我没钱，就算有钱也不会给你们，赶紧走，别挡在这里影响我。范母脸色瞬间变了，你说什么？死丫头，我们白养你了，让你给我和你爸一点钱你都不愿意，真是养了个白眼狼。范父骂骂咧咧，今天这钱你不想给也得给，你弟弟还等着用钱呢，你身为姐姐心怎么这么冷？今天不给钱我们就不走了。范嬷嬷差点被气晕过去，你们为了2袋泡面就把我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你们现在还有脸来找我要钱？他们吵闹的声音引来了一群人围观，听到范嬷嬷这么说，面色各异。什么？为了2袋泡面就把自己的亲闺女给卖了？我靠，这俩夫妻真不是个东西，自己的亲女儿都能卖。范父脸上挂不住，他气急败坏，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生他是真心喜欢你，我们才放心把你托付给他，怎么到头来还成我们不对了？那男的都快60了，半截都入土了，你把我托付给他？吃瓜群众七嘴八舌，好家伙，这姑娘才多大？那男的都快60了，安的什么心？大家都清楚吧？警局的人来了，张然带队接到居民说裁缝店这边有人闹事，他接到信息就匆匆赶来了。围观的居民们自动让开一条路，张然上前扫了眼范母和范父，目光又落在范嬷嬷身上，出什么事情了？范母生怕事情闹大，连忙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嬷嬷别闹，快和妈走。吃瓜群众义愤填膺，把听到的事情说了遍。你们还想走？今天这事不解决，你们谁也走不了。张然听完脸色微变，朝身后一挥手，先把人带到警局。范父挣扎，你们做什么？我们又没有违法，你们就随便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范母看向儿子阿勇，你快和你姐姐说说，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张然目光扫向站在旁边的人，把他也一起带。什么？范母傻眼了，你们抓我儿子干嘛？我儿子又没犯错，快放了他。范嬷嬷冷眼旁观，跟着警局的人一起上车。在末世前，张然就是一名警察，对这种事情已经见惯了。尤其末世降临后，很多人为了一口吃的，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像这种卖女儿的是最多。张然处理得很果断，直接把范父范母以及他们的宝贝儿子给驱逐出了基地。这种人留在基地肯定会出事，必须解决。解决完这件事，他看向范嬷嬷，没事了，被驱逐出桃园基地的人永远进不来，也安心待在基地工作就行。范嬷嬷深呼吸口气，只觉得内心畅快不少，她十分感动，谢谢您。彼时阳光基地，严修醒来得知是几黎救了他，有些意外。他正要准备去感谢，又得知女孩已经离开了阳光基地，更加意外。什么时候走的？他问。顾达，就基地长你中毒昏迷那天。说完又想到什么，对了，那只红尾蝎这2天都没有再发狂暴动，断掉的腿恢复了，也开始吃东西。严修闻言当即决定，我去看看。他来到关着红尾蝎的地方，抬步过去，莫风，你肯吃东西了？莫风是他给红尾蝎取的名字，将红尾蝎救回来这1个月，他自认为和变异红尾蝎相处不错。当然，除了莫风发狂暴动的时候，红尾蝎正常的时候不会伤害他，反而会小心翼翼的用鳌足戳他。没错，就是戳，就像只好奇宝宝蝎，戳完就待在笼子里不动弹，扁平的眼睛盯着他。就比方说现在红尾蝎盯着出现的人，灰色冰冷的单眼，没有丝毫情绪，但却冲着严修叫了声滋滋，叫声一点攻击性都没有。严修简直受宠若惊，他贴在笼子边，莫风，你是不是好了？怎么突然就好了？变异动物都特别聪明，谁对他们好，他们能感知到。红尾蝎也能，他在野外受伤被救回来悉心照料的这1个月，已经默认了严修为主人。他先前不受控制发狂暴动，伤了严修，清醒过来其实有些不知所措，他不是故意的。红尾蝎缩在角落里，用鳌足在地面划了。莫风听见主人再次出声叫他，红尾蝎呆呆的迈着自己的8条腿走到笼子边，然后伸出鳌足，小心翼翼的戳了下，又戳一下。严修试探性握住红尾蝎的鳌足，莫风你真的好了？红尾蝎好了，就不需要再把它关在笼子里了。严修打开笼子，示意红尾蝎出来。顾达还没离开，见他们基地长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巨大的蝎子，有些错愕。基地长，您把它放出来了？严修点头，莫风已经好了，以后不必再关到笼子里看护，万一没好全呢？这话顾达不敢讲，他想了想，回基地长，您之前认识了解那个女孩吗？严修蹙眉，为何这么问？顾达将那天几黎捧着红尾蝎的事情如实告知。当时红尾蝎发狂暴动，我和几个异能者拦都拦不住，等赶过去就看见变异棕熊把莫风摁在了地上。你想说莫风突然好转是他做的？顾达摇了摇头，我就是猜测而已。当时莫风暴动，但没有伤害他。重点是还任由女孩捧起他的鳌足，他都惊呆了好吧？要知道当时他距离红尾蝎很近，红尾蝎想要反杀简直轻而易举，但莫风就很老实，都不带动。
研修眸色微沉，这件事不许声张，无论怎样，莫风没事就行。洪伟些当然没事了，黑雾被清理干净，他整只些都好得不得了，能吃能睡。桃园基地外出打怪的异能者发现天空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虫子，这些虫子不大，但一旦被叮咬在皮肤上，皮肤就会逐渐溃烂，疼痛难忍。这些虫子成群结队出现，仅仅过去一上午，兰江市就有不少人遭遇叮咬，一瞬间整个兰江市陷入混乱。几黎得知这件事后，算了算时间，是平稳期结束。同曲靖和异能小队的队长们共同商议了下，决定外出寻找这些虫子的老巢，只有把巢穴摧毁，虫子才不会无穷无尽的刷新。当天穿戴好防护服，几个异能小队就驱车出发了，一直到隔天下午才返回。他们找到了虫巢的位置是在青城市，但巢穴外面有7、8只异化兽把守，他们不太好接近，于是返回商量该怎么解决。这回游戏明显把难度提升了，和先前的磐石巨人、雪怪的难度相比，差了好几倍。当天晚上制定出计划，由裴寂和秦杰带领异能小队共同前往青城市，到时候分开行动，一部分人解决异化兽，另外一部分人负责摧毁虫巢。几黎也和哥哥他们一起去了，带着小熊和小黑。小黑非常兴奋，尾巴间缠住仔仔手腕，他吞吐蛇信，悄悄舔了口，紫色树瞳扩张，蛇终于和仔仔出来打怪了。虽然这回有只熊碍眼，但是蛇还是很开心。小熊背靠着座椅，悠闲晃动2只脚脚，熊掌握着一根牛肉干啃。下午3点，他们抵达青城市，在发现虫巢的位置停住，众人下车步行靠近，果然见到了几只凶残可怖的异化兽把守在虫巢周围。分头行动，裴寂抬手示意，带领一部分异能者出现在异化兽面前。那些感染的异化兽见到人类，如同饿了半个月的野兽，疯狂朝他们扑过来。小熊和小黑立马进入战斗状态，互相配合一起打怪。秦杰带领另外一部分人趁着这个机会来到了虫巢里。半晌，在外面解决完这几只异化兽的众人原地歇息了会儿，补充消耗的异能。莉莉没受伤吧？纪阳和队友打完最后一只异化兽，忙不迭看向妹妹询问。没有，哥你呢？纪黎摇摇头，收起长剑。哥没事。纪阳松口气，看向对着妹妹求夸夸的2大只。这回小熊他们立大功，这异化兽挺难对付，多亏小熊和小黑配合作战。纪黎摸摸棕熊和巨蟒的大脑袋，是，小熊小黑，你们今天立大功了，吃点东西补充下。说着，从储物空间里拿出生肉给他们补充体能。等棕熊和巨蟒吃完饭，去虫巢的人还没有出来，该不会出什么事吧？秦队他们进去多久了？估计得有半个小时了。纪黎有些担忧，我去看看。一起去。裴寂出声看向其他异能者，留几个在外面，剩下的一起进去。然而刚踏入山洞口，就见秦杰带领成员冲出来，快跑！来不及多问，众人转身朝外跑。随着奔跑，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震耳欲聋。等跑到安全位置，纪黎转身看了眼，整个山洞已经沦为了一片废墟。纪阳脱口一句卧槽！秦队，这是什么情况？秦杰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水灌了口，语气就很随意，炸了。杜兴则拍拍自己，那虫巢到处都是，我们就直接把山洞炸了，估计都死光了。顺便点了一把火，哪里来的炸药？纪阳好奇，当然是我们老大自己弄的。杜兴则十分骄傲。秦杰收起水瓶，看向女孩子，领主大人，事情解决完了，我们走吧。纪黎应声，辛苦你们了。虫巢不断刷新的问题解决完，剩下的飞虫，他们桃园基地和其他基地可以慢慢来。就这样，又过了6天，基地内的居民意识到平稳期来，于是第2天一早，居民们纷纷早起采集的采集，上班的上班，打怪的打怪。平稳期最好了，这意味着不用担心生命危险，可以踏踏实实做事，大家只要勤奋努力，就都能有稳定的收入。是以，吃完早饭后，居民们就开始呼唤朋友，走啊走啊，出门打怪去。趁着平稳期，抓紧多弄点金盒，可不能躺平，大家卷起来，卷起来。这天，纪黎带着花豹打怪完回来，刚来到基地门口，就见曲靖站在门口和别人说着什么。见他回来了，立马上前，领主大人。曲靖说他们是星辰基地的，说想加入我们桃园。纪黎哦了声，可以啊。曲靖补充，是星辰基地所有人全部加入啊。纪黎杏眸瞪圆，全部加入。星辰基地的基地长走过来，友好伸出手，我是星辰基地的基地长玉赞。对方穿着一身黑色衣裤，身形消瘦，黑色短发干净利落，面容清俊。你好。纪黎伸出手和他握了下，不太确定，你们要加入我们桃园？是的，实不相瞒，我们基地经过这几次的灾难，几乎毁灭了，要重建很难，所以我们想找个基地加入。他们选来选去，觉得桃园基地最合适，于是就来了。你们基地有多少人？18000多人。哇！纪黎眼前一亮，正好够升级基地的，真是太好了，欢迎你们加入，先去办理下居民证吧。曲靖也是知道基地差16000多人才能升级，对此当然同意，给他们办理完居民证，接下来就是派车去接剩下的幸存者。隔天一早，梁景就和林光宗带着几个异能者驱车前往星辰基地，来来回回好几趟，直到下午才将星辰基地的幸存者全部带到桃园。等办理完居民证，忙完这些事情，天都彻黑了。倒了杯热水喝了2口，纪黎心情欢快道：终于能升级了。曲靖抬眸看向靠着椅背的女孩子，是啊，领主大人这下可以休息了吧？纪黎放下水杯，调出面板，我先把基地升级。桃园基地等级16级，人口6193010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80居民楼22层、11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养牛场、养鸡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食品加工厂、医院、警局、鱼塘、田地15371。任务1：
升级17，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30，居民楼9层30，理发店、服装店。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9999，土地面积1米，金币6万。任务2，桃园基地人口达到8万，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10万。几黎单手托腮，看到任务2陷入思考，满级需要多少人口？100万、1000万，不能想，越想压力越大。小姑娘晃了晃脑袋，从桌面上拿起一袋番茄味薯片，拆开包装，咔咔咔，化压力为食欲，猛猛吃。对了，学校已经建造好了，这几天招聘下老师，等招聘完把基地里的孩子全部送去上学吧。基地内15岁以下的孩子并不少，现如今建造好了学校，自然要送他们去上学学习知识。至于具体学习什么知识，还得讨论一下，毕竟现在是末世，和之前当然不能一样。曲靖想了想，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几黎，听完后表示赞同，直接调出面板发布了招聘公告。桃园基地招聘公告，招聘职业教师数名，艺能者2名，工资面议。公告发布不到半个小时，立马就有人来到事务中心面试。曲靖负责给他们简单讲了下需要教学的内容。首先，语文和数学是基础的东西，这个需要教。其次就是了解异能、晶核、认识怪物等等，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战斗练习。经过筛选确定下来后，隔天一早，几黎就来到了种植区，先把解锁的新种子彩椒、西葫芦、草莓、芒果各购买了100包，给负责种植的居民。然后对宋小杰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宋小杰跑过来，扬起笑乖巧问：“姐姐，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几黎抬起摸摸他脑袋，温声说：“从今天起不用在种植区工作。”话还没说完，宋小杰仿佛听见了什么可怕的消息，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姐姐，你是不是嫌我干活慢？我可以不要金币，求求姐姐别把我赶走。”“不是，没有要把你赶走。”几黎慌忙拿出纸巾擦了擦宋小杰脸上的泪水，解释：“基地建造好了学校，姐姐是想送你去上学。”宋小杰止住眼泪：“送我去上学？”“对啊。”几黎眨了眨眸子，开玩笑般问了句：“末世了还得上学，开不开心？”宋小杰愣了愣：“姐姐，你真的要送我去上学吗？”几黎抬手指了指远处的一栋白色建筑：“真的，你看那边学校都建造好了，明天就去报到。”宋小杰破涕为笑：“呜呜，姐姐，我还以为你要把我赶走。”“怎么可能？”几黎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根棒棒糖，塞到男孩手里：“好啦，吃颗糖别哭了，明天早上9点去学校报到。”宋小杰接过糖：“姐姐，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将来报答你。”从种植区离开后，几黎乘坐公交车来到烘焙房，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了一阵面包奶香味。“领主大人，您好久都没有来了。”刘姨欢快招呼：“我今天做了巧克力蛋糕，您要不要尝尝？”“好啊。”几黎点头，都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蛋糕了，他不是很喜欢吃太甜的东西，但偶尔吃一回也可以。刘姨先切了一块蛋糕，装在盘子里，递过去：“领主大人先吃着。”几黎端着纸盘，拿着塑料勺子挖了勺蛋糕尝了尝，好吃。蛋糕第一口永远是最好吃的。刘姨将蛋糕打包好，又说：“对了，刚出炉的菠萝包和肉松面包，领主大人，您要不要打包些带回去吃？”“可以。”现如今基地食材多了起来，能做的甜品也越来越多了。几黎吃完纸盘里的蛋糕，想到什么，基地今天刚种植了一批草莓和芒果，过2天你可以去拿些来做甜品。刘姨惊喜：“真的吗？太好了，正缺水果来做甜品呢。”他说完又问了句：“领主大人，您觉得蛋糕味道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呢？”“没有，蛋糕特别好吃。”几黎真心实意夸赞。“对了，烘焙房现在有几个人？加上我一共是4个人。”几黎哦了声，从兜里翻出卡：“忙得过来就行。多少金币？”“92金币。”刷了下卡，几黎拎着袋子挥挥手走了。刘姨笑着回：“领主大人慢走，欢迎下次再来。”拎着袋子下了车往木屋走。几黎正好撞见裴寂从木屋里出来，他走上前：“队长，你吃面包吗？”“菠萝包和肉松面包。”几黎低头拿了2盒面包：“给你尝尝，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裴寂接过女孩子递来的面包，薄唇抿了抿：“谢谢。”“不客气，我先回去了。”几黎摆摆手，准备回自己房间。“等下。”裴寂伸手拉住女孩子白皙纤细的手腕，眸色微沉：“我有件事。”“什么事啊？”几黎停顿住步伐，仰起脸看向面前的男人，询问。进屋说：“好。”跟随裴寂来到木屋，几黎眨了眨眼睛，晃了下被握住的手腕：“队长，你可以松开了吗？”裴寂微愣，松了手：“抱歉。”小姑娘疑惑瞅着他，神情猜不出来是什么事情这么严肃。裴寂低眸注视着面前的人，目光对上那双水润润的杏眸，凸起的喉结滚动了下，认真说了3个字：“对不起。”“啊！”几黎瞬间懵逼：“什么对不起？好端端的干嘛忽然和他说对不起？好端端的干嘛忽然和他说对不起？”裴寂低眸与女孩子对视，补充：“为我之前的言语向你道歉。”几黎这才明白过来，摇摇脑袋：“没事。”他仰起脸说：“队长，你不提我早都忘了，不用特意道歉的。”裴寂眸色微沉：“你不讨厌我？”“不讨厌啊。”小姑娘心眸睁大，解释：“队长，我要是真讨厌你，根本不会和你说话。”裴寂闻言，薄唇微扯，笑了下，有些好奇：“那你有讨厌的人吗？”“我想想啊。”几黎还真认真思考了几秒，然后说：“暂时还没有啊。”“那就好，不讨厌我就成。”裴寂语气明显比先前轻松了些。他想了想，试探性问了句：“那晚上一起吃饭可以啊？”几黎拎着手里的东西：“没事的话，我先回屋了，晚上见。”“好。”晚上7点，几黎来到哥哥几阳的房间。“黎黎，快过来坐下，正准备去喊你呢。”几阳已经摆好碗筷，他拿着碗给妹妹盛了碗玉米排骨汤：“快尝尝，好喝不？”几黎坐在餐桌前，拿着勺子舀了勺喝完，抬起头对上3双眼睛，不明所以眨了眨眼：“怎么了？汤里下毒了？”几阳噗呲笑出声，被这句话逗笑了：“怎么可能下毒？”他凑近卖关子：“黎黎，你快猜猜，这玉米排骨汤是谁做的？不是食堂做的吗？”“当然不是。”几阳忍不住提示：“黎黎，你觉得是我们仨谁做的？”几黎迟疑：“队长。”几阳瞪大双眼：“黎黎，你怎么猜到是队长的？”
当然是原文提过纪阳擅长做黑暗料理，有几回还因为食物中毒被送到了医院。至于谢寻，原文里没有提及过他会不会做饭。裴寂见过他煮泡面，所以排除掉不可能，就剩他们两个了。随便猜一个吗？猜错又没事。纪离捏着勺子，实话实说，随便猜。那黎黎你怎么不猜我？他厨艺很差吗？裴寂毫不留情打击，语气漫不经心。你说为什么不猜你？纪阳扎心了。行，他明天就开始练习厨艺，从番茄炒蛋开始。晚饭吃完，纪离和哥哥他们聊了会儿天，然后就回去准备洗漱睡觉了。青城基地平稳期来临，林清月终于能休息2天，踏风也不用和他一起去外面打怪。这天上午，林清月发现自家鹰一直飞来飞去忙碌，一会儿叼着些花，一会儿又叼来些草，然后又过了一会儿，还用布袋装了些果子搁在窝里。就这样一直忙忙碌碌了2个小时，林清月就见踏风把自己的窝装饰得漂漂亮亮。林清月满脑子问号：踏风，你这是在做什么？猎鹰没有回答，猎鹰重新展翅飞向天空，朝着兰江市飞去。林清月陷入无尽的沉默，他真的越来越搞不懂自家鹰了。罢了，只要踏风开心就好。贺金州来到院落，看见被花花草草装饰起来的窝，有些诧异：阿月，你给小踏风弄的，你还有这闲心啊？这几天打怪都累够呛。林清月语气淡然：是踏风自己弄的，一个上午都在装修自己的窝，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贺金州啊了声：小踏风呢？林清月倒了杯水，喝了2口才说：去兰江市。贺金州坐在椅子上，黑色墨镜遮了大半张脸，他眉梢轻挑：我猜小踏风又去找那个女孩了。顿了顿，他沉思：真挺奇怪，我都怀疑那女孩是不是给踏风下药。林清月皱眉：不可能，踏风会喜欢他很正常，你上回不是都看见了吗？他对踏风没有任何坏心思。贺金州扯了下薄唇，不说这个。他谈论起正事儿，城西被炸毁的山洞里全是虫子的尸体，看来是有人比咱们快一步解决了这个大麻烦。我真想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天空出现飞虫的时候，他们青城基地就派人前去寻找飞虫不断刷新的地方，刚找到回来，商议怎么攻打虫巢就被人解决了。要知道，虫巢外面还有7、8只异化兽看守，没点实力根本靠近不了。被议论的纪离对此毫不知情，他听到守卫基地的人员说踏风来了，立马小跑到了大门口，见到熟悉的猎鹰。踏风，自从上回分别，已经半个多月没见了。仔仔，猎鹰迈着喜悦的脚步，张开翅膀抱住仔仔，鹰会轻轻啄了下纪离的头发。踏风，上回我遇到点意外，没能和你一起去打怪，对不起啊。踏风扑空的事情，他听曲靖说了，代入一下，真的会有些失落。猎鹰是有些失落，但他不会怪仔仔，仔仔有事情要忙，他就等仔仔忙完再。仔仔，鹰好想你，我也很想踏风。纪离抬手抱了抱巨鹰，还吃鱼吗？我再给你钓几条，吃完我们就去打怪。猎鹰应声跟着仔仔来到鱼塘，和之前一样，纪离挂耳抛竿，坐在椅子上等鱼上钩，猎鹰就飞到水面，逮住扑腾的大鱼，然后一阵夸夸，仔仔真棒，在一声声仔仔真棒里，纪离钓了20几条鱼，等猎鹰吃完。仔仔，鹰带你去个地方。纪离坐在猎鹰背上，被带上天空，什么地方？他有些好奇。根据猎鹰飞行的方向，纪离猜测踏风不会要带他去青城市吧。约莫过了2个小时，纪离从踏风背上滑下来，站在青城基地大门口。果然，猜对了。青城基地的围墙很高，大门是用一种特制的铁打造的，非常坚固。大门上龙飞凤舞，写着4个大字：青城基地。踏风，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纪离疑惑。来玩。带着纪离来到基地内，猎鹰飞落下来。纪离从猎鹰背上滑下来站稳，环顾四周。踏风，你的主人不在基地吗？他就这样跟着踏风来到别人家的地盘，真的不会出什么事情吗？有些心虚。猎鹰不知道纪离心里的想法，他就想带仔仔来他的家里玩。仔仔第一次来他家，他当然要好好准备。纪离跟着猎鹰走到一处院落里，就见一个超级大的鸟窝映入眼帘，鸟窝上面还有5颜6色的花花草草装饰。猎鹰背着翅膀，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从窝里叼出一个布袋。仔仔，吃果子。这果子是猎鹰最喜欢吃的，他也想分给仔仔一起吃。纪离猜想，踏风，你带我来这里是想让我看看你的家吗？猎鹰应声，没错，仔仔。纪离了然，眉眼弯弯，浅笑夸夸，踏风的家好好看啊。踏风也是鹰界最棒的猎鹰。猎鹰被夸得有些不太好意思，但又很高兴，他扇动翅膀抱住仔仔贴贴。仔仔也是最棒的。2只互夸，夸完，纪离和猎鹰并排坐在窝里一起吃果子。纪离捧着紫色果皮的果子，好奇打量，这是葡萄吧？没想到末世的葡萄竟然这么大一颗，和苹果差不多大小。纪离捧着葡萄剥皮咬了口，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汁水充盈，葡萄的清甜蔓延口腔，感觉比之前吃过的任何种类的葡萄都要好吃。仔仔，鹰下次带你去摘。猎鹰见仔仔喜欢吃自己摘的果子，非常开心，就像是完成了鹰生奋斗目标。林清月忙完回来就见到这一幕，他脚步顿住，差点以为眼花了。他看向猎鹰身旁的女孩子，语气诧异：踏风带你来的？他好像问了句废话。纪离站起身，有些心虚，我不知道踏风要带我来这里。林清月摆摆手，没事，欢迎你来青城基地。他上前伸出手，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林清月，是青城基地的基地长。你好。纪离伸出手和他握了下，面上没有丝毫惊讶，就很淡定。林清月不动声色观察女孩子神情，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啊。纪离轻啊了声，有吗？那我应该是什么反应？他眨了眨眼睛，杏眸瞪圆，语气惊讶，哇，没想到你竟然是青城基地的基地长，这也太厉害了吧。说完，女孩子看向面前的人，请教，这样反应吗？林清月咳了声，突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哟，好热闹啊。贺金州不紧不慢出现，隔着墨镜看向来到他们基地的少女，迈着大长腿过去。
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他顿了下，季小姐。纪离礼貌性点点头，叫我纪离就行。贺金州挑眉，笑得不太正经，那显得多生疏，不然叫小纪离。啥？纪离怀疑自己听错，贺金州就已经自来熟的叫上这个称呼。小纪离，我觉得这个称呼很好听。纪离噎住，哈，你开心就好。林清月出声表示歉意，季小姐，你别搭理他，他这人就是没个正经。正好到中午了，不如一起吃个饭，我请客。那麻烦了。不麻烦，来者是客。青城基地有3个食堂，蔬菜种类也挺齐全的。在3楼食堂吃完午饭，纪离又被带着在基地逛了逛。小纪离，你考虑加入我们青城基地呗？贺金州凑近说了句，我们青城基地待遇很好，你要加入的话也不用外出打怪，待在基地就行。纪离当然不可能加入，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都在桃园，还是算了。那好吧。贺金州语气听着还挺失望的，没事，我们青城基地随时欢迎你的加入，哪天突然改变想法直接来就行。踏风背着翅膀，迈着步伐跟在仔仔身边叫了声，仔仔去打怪。贺金州低眸注视着面前的女孩子，墨镜下的眸色微沉，语气却听不出什么异样。小纪离，你能听懂踏风在说什么吗？纪离眨眨眼，否认，不能啊，不过也能猜到的大概。是吗？贺金州好奇，那刚才踏风说了什么？女孩子睁着双水润润的眼睛看向他，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踏风说你好烦啊。什么？猎鹰听到这话，立马配合仔仔用尖锐的音会啄他。卧槽！贺金州连忙躲开，这真被猎鹰给啄一口，可遭老罪了。林清月摸摸自家猎鹰的羽毛，幸灾乐祸。踏风都受不了你了，话太多。贺金州无辜，他话多吗？不，他不觉得。林清月拦住猎鹰想要继续啄人的举动，看向笑弯眉眼的女孩子，季小姐，我们去那边逛逛吧，不用理会他。好的，林基地长。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来自猛兽的怒吼声突然响起。林清月神色一变，去看看。纪离微愣，跟着一起来到声音来源处，就见一只黑熊被关在一个巨大的铁笼里。黑熊直立起身，朝着周围的人无差别暴吼出声，边吼边拍向栏杆。突兀的巨响是熊掌砸在栏杆上的声音。他的指甲又黑又长，鼻子里喷着热气，血盆大口张开后，里面的牙齿森冷尖锐。怎么回事？林清月冷着神情上前。黑熊的主人苦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就有些不对劲了，等到了现在已经控制不住了。林清月走到铁笼边，黑熊又再次重重地拍向栏杆，同时他全身的毛发都炸开了，甚至将嘴从栏杆缝隙钻出来，试图咬上去。林清月面不改色，不知道拿出了什么东西，对着黑熊喷了下。黑熊吸入，晃了晃脑袋，有些站不稳了，它变得更加暴躁，两只熊掌不停摇晃铁笼，最后在药物的作用下，摇晃的力气越来越小，巨大的身躯往栏杆上一歪，彻底昏迷过去。林清月打开铁笼，仔细检查了下，今天几点发现不对劲的？黑熊的主人回答，大概早上7点多，就感觉它变得很焦躁，情绪明显不对劲。黑熊的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家的熊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纪离站在不远处，看向铁笼里昏迷的变异黑熊，悄悄探入一缕净化异能，在黑熊的精神识海里查看一番，没有黑雾啊，看来没有被人精神控制。那为什么会突然暴动？纪离不解，索性将黑熊全身给净化了一遍，再收回异能时，意外突然发生，黑熊突然醒了，它猛然睁开眼睛，扑向面前的人类，张开血盆大口暴吼。大黑！黑熊的主人被这一幕吓得惊喊出声，大黑，快住口！天哪，他家熊不要吃人吧？林清月没想到黑熊吸入特制的药物竟然还能醒，他被黑熊扑倒在地，暴吼声震的耳鸣，强忍不适，他迅速做出反应，抵住黑熊朝他袭来的血盆大口，数根藤条缠住黑熊庞大的身躯，在黑熊挣扎的时候趁机起身，一把关闭铁笼。基地长，你没受伤吧？基地长，林清月抬起手拍了拍衣服上沾染的灰尘，面色平静，没事。他看向已经挣脱束缚的黑熊，先暂时关起来，查出原因再说。是。黑熊坐在铁笼里没有再暴动，他蹬了蹬自己的2条腿，挠了挠屁股，一双黑色小眼睛突然定格在一处。黑熊盯着那只可恶猎鹰旁边的人类，疑惑歪了歪脑袋，灵敏的嗅觉嗅闻到空气里有一股甜甜的气息，是蜂蜜吗？他最喜欢吃蜂蜜了。黑熊坐起身，2只熊掌按住栏杆，冲着浑身散发甜甜气息的人类呜了声。纪离心下微惊，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埋在猎鹰羽毛里，小声避避。踏风，我们去打怪吧，先离开这里再说。猎鹰背着翅膀应声，打怪。和仔仔一起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这里，猎鹰背着仔仔飞向天空。纪离松了口气，对于自己莫名吸引变异动物以及可以听懂毛茸茸说话这些事情，纪离暂时不想让更多人知道，那样必然会引起各种麻烦。猎鹰带着仔仔来到了一处他经常打怪的地，他对这里很熟悉，已经默认为他的地盘，仔仔在这里打怪鹰也能放心。这边待在铁笼里的黑熊见散发甜甜气息的人类和那只臭鹰离开，瞬间急了，他晃动铁笼，张开嘴巴嗷呜呜出声，和先前的暴吼完全不同。林清月自然也发现了这一，他顺着黑熊的视线望去，才发现自家鹰和那个女孩子不见了，紧接着抬头望天，在天上呢，也不知道他们又要去了，天黑之前回来就行。黑熊眼睁睁看着散发甜甜气息的人类远去，整只熊都蔫了。黑熊重新倒回铁笼里，抱住自己短短的熊腿，撅着屁股，侧身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任凭主人喊他也不动。大黑，方池有些心焦，基地长，大黑不会有什么意外吧？林清月安抚，不会，放心。他看向蜷缩在角落里安静下来的黑熊，先观察一稳，让白玉过来检查下。很快，派去的人便把白玉请来。怎么回事？清冷的嗓音响起，穿着一身白大褂的男人不紧不慢走来，他衣着干净，俊美的五官透着苍白色，有一种病态的美感。
白玉在末世前是医学院几百年都不见得出一个的医学天才。末世降临后，他便加入青城基地，沉浸在研究当中。他一直在研究如何消灭病毒，研究变异的动物以及异能的觉醒。除非必要事情，他压根不会出实验室。他觉得实验室外的空气很不好闻，每次从外面回到实验室都必须清洗干净自己，里里外外重新换一套衣服。林清月将事情说了遍。白玉看向蜷缩在铁笼里的黑熊，薄唇微起，把他弄到实验室。黑熊没有挣扎，被弄到实验室里也没其余的动作，只是翻了个身。林清月没有离开，他看向拿着抽血工具的白玉，先等下。他拿出先前的药剂朝黑熊喷了下，黑熊打了个喷嚏，对着这个人类凶巴巴吼了声，一双黑色小眼睛怒瞪。林清月知道变异动物都很聪明，为了防止黑熊恢复好后报复他，特意解释了句，表明自己不是要伤害他，只是给他检查身体而已。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黑熊重新陷入昏睡。林清月隔着铁笼仔细观察了下，把先前黑熊突然醒来的事情告知，并猜测这是抗药性，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药剂是白玉制作，至于存不存在抗药性，等检查完就知道。出结果说声。林清月知道对方不喜欢被人打扰，说完这句就离开了实验室。彼时打怪结束，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2个罐罐，打开给猎鹰吃。他坐在树下歇息，等踏风吃完罐罐，就准备回桃源基地了。踏风，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再晚会儿天都黑了。好的，仔仔。猎鹰展翅，带着仔仔飞到天空。傍晚有时回到桃源基地，纪离抬手抱抱猎鹰，和他道别。领主大人，您回来了。领主大人晚上好。从基地外回来的小队纷纷打招呼。纪离简单回应完，抬步回到木屋，换了拖鞋，洗干净手。他抱着抱枕躺在奶白色的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思绪放空。也不知过了多久，叩，敲门声响起。踩着拖鞋来到门口，开门。谢群哥，你怎么来了？他看了眼青年拎着的饭盒，侧身，一起吃饭呀。今晚食堂做了什么菜？我看看。接过饭盒，坐在餐桌前打开。今日份晚餐，凉拌麻辣牛肉、锅包肉、炒青菜，外加一份米饭。哇，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干饭了。食堂阿姨的厨艺真的好好啊，无论什么菜做的都超级好吃。纪离拿着筷子夹了些麻辣牛肉，拌着米饭猛猛吃。对了，我哥他们呢？嚼完咽下米饭，随意问了句，在休息。纪离哦了声，估计是打怪太累，等吃完饭他去看下哥哥几样。晚上8点，纪离来到宠物广场，和闪电他们玩了会儿日常游戏，毛茸茸版找冻干游戏。纪离盘腿坐在软垫上，面前放着3个杯子，杯子倒扣在桌面上，几只毛茸茸乖乖排队。第一轮是闪电先开始，纪离将纸杯快速调换位置，表情认真。好了，可以猜了。黑豹低头闻了下，然后抬爪碰了下左边的纸杯，纸杯碰到一个用生肉和营养粉制作的冻干出现，黑豹一口吃掉。纪离配合鼓掌，哇，闪电好厉害，奖励一个亲亲。说着，抬起手捧住黑豹的脑袋，吧唧一口亲在黑豹脑门上。黑豹墨绿色兽瞳微眯，泛着愉悦的目光，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到我了。排在后面的丧彪忍不住催促，他也要仔仔亲亲，要仔仔抱抱。无视掉某只蠢狮子的催促，黑豹不紧不慢转过身，来到最后继续排队。丧彪迫不及待上前，鼻子耸动嗅闻，然后抬爪推倒纸杯，一口吃掉冻干，然后把大脑袋凑近，等待仔仔亲亲。丧彪大王也好厉害。纪离捧起他的脑袋亲了口。丧彪开心，丧彪满足，丧彪迈着嘚瑟的步伐继续排队。本狮子大王就是最厉害。这回是大白雪狼轻而易举找到冻干，他没有先吃，而是蹭过来，一双湛蓝色兽瞳注视着纪离，等待亲亲。哇，大白也超级厉害。纪离配合亲亲，得到亲亲的雪狼这才把桌面上的冻干吃掉，然后轻车熟路继续排队。接下来是花豹、小熊、小黑。一轮结束，难度升级，纪离这回自动把难度提升。轮到丧彪的时候，狮子自信满满，抬爪推倒纸杯，结果落空了。丧彪不可置信瞪大眼睛，怎么没有冻干？他明明闻到了。丧彪不解，丧彪失落。纪离捧起狮子的大脑袋安慰，我们丧彪大王已经很棒了，下次努力。听到仔仔夸他，丧彪重拾信心，嗷呜呜应声。游戏又玩了4轮，这回为了不让毛茸茸们失落，纪离没有将难度提升。好啦，今晚的游戏结束，大家都早点睡觉吧，晚安。纪离起身收拾好东西，和每一只毛茸茸告别，准备回去睡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继续努力啊！青城基地，在不久前回到住处的贺金州，目光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是他们家踏云回来了。他迈着长腿过去，撸了把踏云背部的毛发，好奇，小踏云，你这2天都去哪了？被叫做踏云的变异动物，体长2米，肩高1米，体型粗壮厚实，背上覆盖着一层白色毛发，白色毛发一直从头部延伸至背部和尾巴。是的，没错，踏云是只蜜獾，外号平头哥。打架！踏云听到贺金州问他，回了句。尽管贺金州听不懂蜜獾在说什么，但也能猜到，肯定又是去打架了。蜜獾的脾气火爆，有仇当场就爆，一言不合就和其他动物打起来，真的是应了那句，我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去干仗的路上。贺金州不了解其他的蜜獾是不是也这样，但踏云完全符合以上描述。前面提及过，他和踏云属于是共同作战的伙伴，战斗结束后他也管不了踏云，因为踏云根本不听，所以他也不算是踏云的主人。蜜獾刚打完架回来，他埋头喝水，喝完水就准备去睡觉，明天醒来又有一场仗要打。就在他准备回窝的时候，忽然嗅到了一股香甜的气息，这个气息让他有些喜欢。他嗅来嗅去，一双黑色的小眼睛落在贺金州身上，迈着尖锐的爪子凑近仔细嗅闻。贺金州见状一头雾水，怎么了？踏云，他问。踏云没有回话，而是围着贺金州转了2圈，头顶一对半圆白色毛绒耳朵动了动。对于踏云的反常举动，贺金州猜测是我身上有什么味道吗？对，
微风一吹，那股香甜的气息彻底淡了。蜜獾有些不满，他还没有嗅闻明白。贺金州以为踏云嫌弃自己身上的味道，立马抬步往屋里走，准备去洗个澡。蜜獾没有动，他仰着脖子试图嗅闻空气中残留的气息，结果全被风吹散。他有些烦躁地甩了甩尾巴，然后从窝里掏出一块用树叶包裹起来的蜂蜜块，两只爪子捧着，埋头一顿吃。次日，桃园基地住宅区，2周的采集工作结束。第二天一大早，冯维就来到好友蔡道全的房门前敲了敲，在好友打开门后，激动到热泪盈眶，真没想到桃园基地竟然这么好。他们2人是被迫从别的小型基地出来的，之前待的基地管理制度过于严苛，要求他们每天上交搜寻得来的一半物资。长此以往，他们实在有些受不了，最后决定退出基地，抱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桃园基地。我去美食街逛了一圈，买了些东西。冯维说着，将背包拿下来，把东西一样样从里面拿出来。我给你也带了一份，快吃，吃完咱们好去报名干活。蔡道全望着桌上摆着的玉米粥、牛肉面、煎饼果子、馄饨和2杯甘蔗汁，瞪大眼睛：你怎么买这么多？咱们就2000金币，不省着点花，以后喝西北风啊！蔡道全神情复杂，隐隐有点责备。冯维摆摆手，就当庆祝咱们终于脱离苦难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就痛痛快快吃一回又怎么了？对了，你打算找什么工作？我想了想，还是干采集工作吧，这工作最赚钱了，只要努力1个月能有6000金币呢。蔡道全也是这么想的，他坐下来喝了口粥，咱们现在终于稳定下来了，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啊，早饭吃完，蔡道全和冯维2人准备去报名。灿金色的阳光洒下来，2个人长吁了口气，只觉得先前吃的苦都是值得，因为他们很幸运加入了桃园基地。青城基地经过检查和抽血化验，显示黑熊的身体情况非常健康，这个结果让林清月百思不得其解。那黑熊为什么会突然发狂暴动？而且也就那天暴动，这2天在实验室里的黑熊格外老实。至于抗药性也没有检查出。深思熟虑后，林清月决定放黑熊出来暗中观察几天。但万万没想到，派去暗中观察黑熊的人突然急匆匆回来说跟丢了。彼时甩开跟在后面的2脚兽后，黑熊朝着猎鹰飞去的方向追赶，一边追赶一边嗅闻着10公里以内的气味。那只臭鹰肯定是去找甜甜气息的人类了，熊也要悄悄跟着去。猎鹰完全不知道有只熊跟随，它扇动翅膀，和往常一样来到桃园基地，飞落在大门口，背着翅膀默默等待仔仔出来。踏风，一道清甜的声音响起：猎仔仔。虽然每天都能见到仔仔，但鹰还是很开心，每天都期待和仔仔见面。巨鹰张开翅膀，抱住几粒蹭蹭，蹭完和仔仔去钓鱼吃。对于这一幕，基地的人已经见怪不怪，这只猎鹰每天都会来找他们领主大人。不得不说，他们领主大人真的很招变异动物喜欢，反正到目前为止出现的变异动物都和他们领主大人关系很好，对此除了羡慕就只剩下佩服了。虽然猎鹰不惧任何风雨雷电，但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几黎也会让猎鹰别来基地找他，雨水打湿羽毛会不舒服。尽管踏风觉得无所谓，但仔仔说的话鹰都会听。准备外出打怪的雷霆小队看见女孩子身旁的猎鹰，打了个招呼：领主大人又带踏风去钓鱼啊。杜兴泽看向体型巨大的 S 级猎鹰，羡慕坏了，他凑上前也不怕猎鹰啄他。踏风，你还缺主人吗？不缺的话，介不介意多一个？猎鹰盯着面前的2脚兽叫了声猎，不要。杜兴泽痴心妄想，你答应了。宋真无语，毫不留情打击。大白天你没睡醒吧？杜兴泽。孟欣噗呲笑出声，兴泽哥，你看到踏风嫌弃的表情了吗？哈哈哈哈哈哈。杜兴泽看向猎鹰，就见猎鹰把脑袋埋在他们领主大人的脖梗里，都不带瞅他，扎心了。杜兴泽胖脸委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也想要一只变异动物，怎么没有变异动物喜欢我？呜。他真的做梦都想有只变异动物，那家伙带出去多拉风。几黎眨眨眼，试图安慰，说不定以后会遇到。杜兴泽瞪大眼睛，真的吗？领主大人？他也不敢保证啊。一直没出声的秦杰开口，行了，你们去把车开过来。孟欣知道他们队长应该是有话要和姐姐说，于是拉住杜兴泽，兴泽哥，我们去把车开过来吧。走了。宋征也抬步离开，临离开前朝季黎点点头，约时间下回一起打怪。好啊。等他们走了，季黎也准备带踏风去钓鱼吃。秦队，我这给你。话被打断，秦杰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制作好的信号枪递过去。季黎有些懵，啊，给我这个干嘛？秦杰垂眸注视着面前的女孩子，解释，你是基地的领主，保护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他顿了顿，继续说，这把信号枪有3发信号弹，只要你打出去，我这里就能接收到具体位置信息。季黎握着这把小巧的信号枪，仰起脸看向面前的男人，谢谢你啊，秦队。不用谢。秦杰诞生，他今天穿了件黑色皮夹克，内搭着件无袖背心，古铜色皮肤肌肉鼓起绷紧，超过1.9米的身高，压迫感十足。2个人身高差过于悬殊，每回说话，季黎都要扬起脖子，时间久了，总归有些不舒服。然后他就下意识地抬手揉了揉酸疼的脖梗。秦杰见状，弯下腰来，一张眉眼凌厉，显得几分凶狠的脸放大。领主大人，这样就不需要仰头了。他说。女孩子睁着双乌黑清澈的杏眸看他，似乎愣了愣，才温吞出声：秦杰薄唇微勾，双手撑在膝盖处，直勾勾盯着女孩子瓷白漂亮的面容，随意问了句：领主大人，你看着年纪不大，有成年吗？怎么都这么问他？季黎很是疑惑，我19了，怎么突然问这个？才19岁啊。秦杰有那么一瞬间心被扎了下，他都27了，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秦杰思绪收回，转移话题，领主大人生日是什么时候？季黎想了想，2月份吧。他也搞不清楚时间了，川叔前正式放暑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7月中旬，川叔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线是1月，现在是11月份，算算时间，他已经在这个世界待了快1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滴滴，杜兴泽把车从停车场开了过来，
按着喇叭滴滴2声，从车窗探出头，老大，上车。他看向纪离打了声招呼，领主大人，我们走了。拜拜。纪离挥了挥手，带着踏风去钓鱼池。秦杰打开车门，坐在副驾驶，等车开出基地。听到杜兴泽好奇问，老大，你和咱们领主大人刚才在说什么？秦杰靠在椅背，闭着眼睛歇息，好好开车，不该问的别问。啊？什么不该问？杜兴泽实在是好奇，大胆猜测，老大，你喜欢领主大人啊？秦杰睁开眼睛，看向杜兴泽，一言不发。杜兴泽被看得心里发毛，老大，你别这么看我，怪瘆人的。他求饶，是我说错话了，老大，你当我刚才啥也没说。孟欣也来掺一脚，老大，你真的喜欢姐姐吗？杜兴泽，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孟欣不服，我才不是小孩。兴泽哥，你好好开车，我们一车人的性命都握在你手里了。杜兴泽握着方向盘，嘿，小看我是吧？今天哥就让你瞧瞧我秋名山车神的厉害。这边接连不断钓了几十条大鱼，等踏风吃饱，纪离放下钓鱼竿，跑去洗干净手，洗完出来，对等在门口的猎鹰说：“我们走吧。”好的，仔仔。猎鹰低伏下巨大的身躯，等仔仔坐稳，扇动翅膀飞向湛蓝的天空，来到先前打怪的地方，开始勤勤恳恳打怪。与此同时，追踪猎鹰的黑熊停在一处河水边，咕噜咕噜喝水，喝完水环顾四周嗅闻。猎鹰飞行的速度很快，它紧追不舍，还是比不上 S 级猎鹰飞行的速度，但是没关系，熊一定会找到那个散发甜甜气息的人类的。就这样，黑熊一路边跑边嗅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它重新嗅闻到了那股甜甜像它最喜欢的蜂蜜气息。嗷呜！黑熊兴奋，迈着粗壮的四肢朝着密林里奔跑，直到越来越靠近才减缓速度。它躲藏在一棵十分高大茂密的树后，探头探脑观察那个散发甜甜气息的人类，听见那只臭鹰叫这个人类仔仔。嗷呜！它喜欢仔仔。熊巧咪咪观察仔仔对那只臭鹰好好，还给它梳理羽毛，它也想要仔仔给它梳毛。熊羡慕点 JPG。 黑熊自以为自己躲藏得非常好，殊不知早就被猎鹰发现了。但猎鹰没有动作，他才不管这只蠢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只要他不打扰鹰和仔仔就行。重点是这只蠢熊打不过他。猎鹰骄傲点 JPG。 纪离并不知道有只黑熊出现，他仔细给踏风梳理完凌乱羽毛，又拿出几十斤生肉给猎鹰补充消耗的能量，自己则坐在毯子上编织新的花环。黑熊觉得自己再不出现，以后就见不到仔仔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从树后挪出自己庞大的身躯，靠近。他叫得超级小声，生怕仔仔被吓到。在黑熊叫第2声的时候，纪离听到了，他目光循着声音看向不远处的黑熊，先是一愣，然后猛逼，这不是青城基地的那只黑熊吗？好像叫大黑。纪离试探性出声，大黑。黑熊听到仔仔叫他名字，立马激动地撒开四肢跑过去。仔仔还记得他，嗷呜！熊好开心。就在他兴奋激动地扑上去时，一抹身影遮挡在面前。猎鹰冲着黑熊警告似的叫了声，翅膀扇动，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作为一只 B 级变异黑熊，它自然打不过 S 级踏风猎鹰，但这不代表它会因此退缩。黑熊朝着猎鹰大吼一声：“可恶可恶可恶！这只臭鹰总是在基地欺负它就算了，还阻止它和仔仔相见。”猎鹰表示无辜，明明是这只蠢熊整天在基地里翻腾惹事，他看不下去才揍它。再说他也没有下狠爪，顶多让黑熊变秃。踏风，纪离担心两只毛茸茸打起来，忙不迭阻止：“你们不要打架。”听到仔仔的话，猎鹰背起翅膀，转过身，低头用鹰喙啄了啄颈。不打架，仔仔。黑熊哼了声，顶着笨重的体型蹭过来，一双黑色小眼睛满是欢喜。仔仔，熊终于找到你了。纪离看着有些憨憨的黑熊，你是从青城基地一路跑到这里的？这么远，一路跑过来？对啊，仔仔。黑熊一股脑儿把自己怎么来到这里的给仔仔说了遍。纪离听完，心情有些复杂，他抬手摸摸黑熊的大脑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几十斤生肉，累不累？吃点东西休息下。大黑不觉得累，他就想见到仔仔。他晃了晃自己的脑袋，埋头干饭。彼时，方池得知自家的熊不见了，都快急疯了。他和10几个异能者去黑熊经常捕猎的地方寻找，然而一无所获。要是以前，他压根不担心大黑，因为大黑在外面玩够了，自己就回来了。这不是前2天大黑突然发狂暴动，这让他变得很是担心。现在黑熊突然不见，方池更焦急了，生怕自家熊出了什么意外。林清月本想让踏风去寻找下黑熊的，结果1个2个的都不在基地。踏风估计又去兰江市了，对此林清月表示十分无奈。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叫声响起，是踏风。他走出房屋，就见穿着蓝色卫衣的女孩子抱着一只黑熊从踏风背上下来。你们，他目光落在女孩子怀里的那只黑熊，神情复杂极了。大黑用后脑勺对着他，不搭。很明显，熊还在记仇。林清月，纪离抱着黑熊，眨了眨眼睛，组织语言。那个，如果我说我是在回来的时候碰见大黑了，然后把他带了回来，你信不信？林清月嘴角一抽，是吗？我们的人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看见大黑。请问季小姐，你是从哪里遇见大黑？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黑熊竟然愿意被人类抱着。作为主人的方池想抱都不行，因为大黑真的会咬他。在兰江市？什么？纪离解释，我是在兰江市碰见大黑的。至于大黑为什么会出现在兰江市，林清月在等下文。结果女孩子摇了摇脑袋，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主打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纪离其实并不担心林清月知道些什么，在《末日危机》这本书里有提及过林清月这个人，他和男主裴寂的目标都差不多，努力活下去，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安全基地，拯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的幸存者们。后期林清月也实现了这个目标，和男主裴寂还成为了朋友。林清月也没有追根究底，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内心深处相信面前的女孩子没有任何坏心思，值得信。那谢谢你了，季小姐。
林清月补充：“谢谢你把大黑带回来。”他看向黑熊的后脑勺，让大黑去找方池，估计方池快急疯了。黑熊还是在乎方池的，听到这话呜了声，不舍和仔仔道别。仔仔，熊等会儿再来。说完，迈着粗壮的四肢，哒哒哒奔跑出院落。天色渐晚，纪离准备回去了，我要回基地了，天快黑了。林清月看了眼天色，这个时间回去有点晚了，要不留在我们基地休息一晚，明天再让踏风送你回去。猎鹰听到这话叫了声，他亲昵蹭了蹭纪离，白色脑袋埋在纪离脖梗处。鹰也希望仔仔留在这里住一晚。林清月看着自家鹰年后的模样，不免有些好笑。他把目光重新移到女孩子脸上，踏风也希望你留下来，只是住一晚而已。纪离没有犹豫，那打扰了。林清月摇摇头，不打扰，我让人收拾出房间，等会儿先去吃晚饭。好的。林清月离开院落，派人去收拾房间，顺便准备好晚饭。猎鹰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从自己的窝里叼来果子。仔仔，吃果子。鹰好开心，仔仔今晚不走了，鹰要和仔仔一起睡觉。等天色彻底黑下来，院落里的灯开，暖黄色的光线洒在周围，照亮了这一方昏暗的天地，给夜色镀了层柔光。纪离和猎鹰并排坐在软乎乎的窝里，仰起脸看向天空。夜色很浓，一轮圆月闪着银色清辉，悬挂在天空，几颗明亮的星星点缀。纪离轻吸了口凉气，不知不觉间思绪飘跃。贺金州来到院落就看到这一幕，女孩子单手托腮，暖黄色光线映在少女瓷白漂亮的脸上，细碎朦胧。他吹了声口哨，唤醒思绪飘远的少女，迈着长腿走过去，吊儿郎当问了句：“小纪离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没什么。”纪离托腮回答。贺金州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坐姿懒散，盯着对面的女孩子：“小纪离，你是怎么让踏风喜欢你的？”他实在是好奇，和猎鹰认识这么久，这家伙都不让他摸下翅膀。纪离当然不能实话实说，他主打一个一问三不知，我也不太清楚。或许他想了想，踏风是指好鹰，是好鹰。猎鹰配合仔仔叫了声，转过脑袋低头啄了啄仔仔。贺金州，他看起来像傻子吗？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贺金州也不会刨根问底，他也配合转移话题。听说桃园基地有好几只变异动物，这是真的假的？真的。贺金州眉梢轻挑，来了兴趣，都是些什么变异动物？黑豹、狮子、棕熊、雪狼。纪离一一回答，没有隐瞒。这件事早晚都会传遍整个兰江市，无所谓隐不隐瞒。贺金州闻言眸色微沉，有时间他去桃园基地瞧瞧，真是越来越好奇了呢。纪离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单手托腮盯着对面的人，眨了眨眼睛。你大晚上戴墨镜能看清楚东西吗？真奇怪。贺金州轻身凑近，大半张脸都被墨镜遮住，只露出了流畅的下颌线和绯色薄唇。他故作神秘，小纪离，你相信透视眼这种东西吗？透视？纪离杏眸睁大，诧异，你可以透视？原文里也没提及过。贺金州轻笑出声，逗你呢，我要真有透视的话，那岂不是？他语气听着非常不正经，意有所指。小姑娘秀眉微拧，没有吱声。贺金州恢复正常，双手举起，歉意开口，抱歉，开个玩笑，小纪离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小的生气啊。他轻咳两声，解释，我的眼睛之前受过伤，不能见光。纪离哦了声。贺金州挑眉，盯着女孩子，不会真生气了吧？要不我把墨镜摘下来给你看。他顿了顿，补充，不过看了之后，小纪离你得对我负责。负责？负什么责？似乎看出了女孩子的疑惑，他神情忽然变得认真起来，声音都染了几分阴森森，因为看过我眼睛的人都死了。他说完这句又变回了不正经，小纪离你是特别的，所以要对我负责哦。纪离三连拒绝，摇了摇头表示不用了，我不看，谢谢。真的不看吗？贺金州语气听着还有些失望，真的不看。他不想负责，他们又不熟，就算熟了也不想负责，别问，问就是智者不入爱河，建设美丽家园。那好吧。贺金州耸肩靠坐回椅背上，我也有只变异动物叫踏云。他说，小纪离你猜猜是什么变异动物？纪离猜不到，随意蒙了一个雪豹，不是。猛禽，不是。再猜猜，就快接近答案了。贺金州鼓励，猜不到。纪离抱着膝盖，把下巴搭在双膝间，慢吞吞回了句。贺金州公布答案，是只蜜獾。蜜獾？纪离抬起脑袋，有些惊讶。平头哥？是啊。贺金州勾唇轻笑，你想不想去看一下？踏云这个时候也该回来了，不过踏云脾气不太好，咱们只能远远的看一眼。不知道其他蜜獾的领地意识怎么样，反正他们家踏云的领地意识十分强悍，他会每天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对任何入侵者毫不留情，当然不包括他。他毕竟和踏云是作战伙伴，踏云对他还是手下留情的。但有一点，在踏云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能招惹，这家伙是真护食，路过看一眼都要被打的程度。贺金州也不会在踏云吃饭的时候打扰他，除非他不想活了。蜜獾是一种非常记仇的动物，并且有仇当场就报，就算不能当场报仇，过后也会寻找机会给对方致命一击。踏云完全符合以上描述，打架都不带怕的，眼神里透露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嚣张挑衅义务。纪离只在电视上看过蜜獾，他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选为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号称非洲一霸。至于在末世，他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蜜獾，而且是变异。现在去看吗？他问。贺金州站起身，当然可以啊，走吧，看完我们就回来吃饭。仔仔，鹰也要去。贺金州看向猎鹰，小踏风，你出现的话就得打起来。踏云和踏风两只互不干扰，打怪也是分开的，就怕他们打起来不好劝架。纪离看向准备一起去的猎鹰，抬手抱抱猎鹰，踏风，你在这里等我好不好？我一会儿就回来。好的，仔仔。鹰很听话，仔仔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鹰在这里等仔仔回来。纪离跟着贺金州来到住处，隔着一段距离看见了从外面回来的蜜獾，和末世前的蜜獾一模一样，只是比较大只。远处
蜜獾打怪结束，悠悠闲闲从外面回到领地。他先是埋头在盆里酷喝水，喝完水从窝里翻出一块蜂蜜吃。忽然，一股甜甜的气息蔓延。蜜獾吃蜂蜜的动作停顿住，他耸动黑色的鼻子，仔细嗅闻，身体跟着左转右转，前转后转来确认气息的方向。最终，他看向贺金州所在位置，迈着锋利的爪子过去。糟糕，快走！贺金州一把握住女孩子手腕，往来时的方向跑。几离被拽着，被迫往前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猛跟着对方狂奔。凉风吹散了气息，蜜獾停在原地转了一圈，努力嗅闻。可是却嗅闻不到那甜甜的气息了，甜甜的味道又没了。蜜獾烦躁地叫了声，锋利的爪子划拉地面，又不甘心往前跑了2步，最后气呼呼回去捧着蜂蜜快酷吃。这边跑到远处，贺金州往后看了一眼，见踏云没有跟上来，松了口气。没想到踏云鼻子这么灵，这都能发现。几离有些不解，他深呼吸口气，稳住呼吸。基地的人路过也会被踏云攻击吗？不然他们只是远远望一眼就要跑。贺金州松开手，解释原因，那倒也不会。踏云熟悉基地每个人，但不熟悉你的气息，我担心他会攻击你。几离恍然，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吧。回到院落里，林清月正好也回来了。你们去哪了？他回来的时候，只有踏风一只鹰待在窝里，问猎鹰也白问，他又听不懂鹰话，全靠猜和蒙。带小几离去见了下踏云。贺金州迈着长腿走到屋里，倒了杯水喝了2口，差点就被踏云发现了，搞得我们跟做贼似的。先吃饭吧。林清月招呼，拉开椅子示意，季小姐请坐。几离坐在椅子上，礼貌性道了声谢谢。餐桌摆放着各种炒菜，还有一盘清蒸螃蟹，螃蟹很大只。几离拿着筷子夹了一块土豆片尝了口，味道挺不错。回锅肉拌米饭安静吃着，碗里突然多了一块蟹肉。季小姐尝尝这个清蒸螃蟹。林清月包了一整只蟹，蘸料弄好，夹到了女孩子碗里。小季离多吃点，别客气啊。贺金州也跟着用公筷夹了一块糖醋排，搁在他碗里。一顿饭吃完，季离捧着林清月递来的苹果汁，慢慢喝了口。这回他学聪明了，在送黑熊回青城市的时候，他特意先回桃园基地，留了纸条给护卫队，7点没回来，就把纸条交给曲靖。曲靖接过护卫队送来的纸条，看完把这件事告知给了几阳。几阳也不像前几次那么心急如焚了，他知道妹妹有自保能力，身边还有变异动物保护，出不了什么意外，只要妹妹没事就行。几阳收起纸条，来到隔壁找裴记。裴哥，咱们明天去哪？裴记刚洗完澡，穿了件黑色短袖和长裤，墨色碎发还滴着水，他拿着毛巾随着擦了擦，就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听到敲门声才睁开眼睛，起身去开门。听说沙河区出现了 S 级异化值，明天去瞧瞧。他坐回沙发上，拿起一罐冰镇过的碳酸饮料单手打开喝了口。S 级异化值，几阳惊讶过后又很兴奋，太好了，明天咱们就和寻哥一起去看看。又闲聊了会儿，几阳就离开了。他现在也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没有电子产品，晚上不睡觉还能做什么？只能睡觉了。青城基地，黑熊兴冲冲来到院落里，看到几离嗷呜呜叫出声，崽，他来了。缩小到幼年时期的黑熊迈着粗壮的短腿朝着几离扑过来。几离抱起扑过来的黑熊，大黑，你吃过饭了吗？吃过了，崽。大黑，贺金州看见这幕，难得有些诧异，你和大黑什么时候认识的？不是这么快就已经认识到能让黑熊主动缩小被抱着了吗？这才多长时间？林清月坐在椅子上，把今天的事情大致说了遍。季小姐在兰江市遇到大黑，好心把大黑送了回来。贺金州的关注点明确，大黑去兰江市做什么？踏风去兰江市是因为小几离，大黑去兰江市难不成也是因为他？贺金州沉思，隔着墨镜看向抱着黑熊的女孩子，神情复杂。小几离，你和大黑关系不错啊。大黑都不让方式抱，唯独对面前的女孩子特殊，就连踏风也如此。这真让他不得不怀疑有问题。但众所周知，被精神控制的变异动物脾气都很暴躁，压根不是踏风和大黑这种。大黑眼底的喜欢都快藏不住，见到女孩就迫不及待扑过去，疯狂贴蹭，简直没个熊样。大黑表示，什么熊样？他就是熊，要什么熊样？崽是最重要的，他好喜欢崽。烈！踏风挤过来，一双金色眼睛凶神恶煞盯着这只赖在崽怀里的蠢熊。要不是崽在这里，他早就把这只蠢熊给揍哭了。当然，凶神恶煞只是在黑熊眼里是这样。嗷呜！仗着崽撑腰，黑熊这回都敢对着比他高2级的猎鹰挑衅。崽就是喜欢熊，熊是最可爱的。踏风现在就想把这只蠢熊揍哭。他眯了眯眼睛，危险盯着他，用一种崽听不懂的语言对黑熊说：“你死定了，你死定了。”黑熊听到这话，扭头就向几离告状，嗷呜，把猎鹰威胁要揍他的话说了遍，一双黑色小眼睛满是可怜巴巴。猎鹰，贺金州看得稀奇，他忍不住问：“大黑这是怎么了？好像在告状。”不得不说，他真像。几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自己自制的牛肉干给黑熊，转移注意力。踏风下找有分寸，肯定不会真的伤害大黑，顶多就是吓唬。黑熊果然转移了注意力，他2只爪爪拿着牛肉干啃，一脸幸福。嗷呜，崽给的东西香香的，好好吃。没有厚此薄彼，几离也给了猎鹰一个，2只毛茸茸因为牛肉干暂时停止了敌对行为，各自埋头吃。季小姐，早些休息。林七月看了眼时间，说明天吃完早饭再让踏风送你回去。踏风吃完牛肉干，把自己埋到崽脖梗里不动弹，鹰要和崽一起睡觉。贺金州眉梢轻挑，手欠摸了把猎鹰的翅膀。小踏风，你这是在做什么？猎鹰没有吱声。贺金州有些惊讶，真稀奇啊，踏风竟然没有啄他。就在他还想手欠摸一下猎鹰的翅膀，踏风转动小脑袋，一双金色眼睛莫得感情盯着贺金州，扇动翅膀呼了他一。贺金州抬手扶住被扇歪的墨镜，语调拔高，装作受伤：“阿月，
你家踏风也太双标了，凭什么你和小几黎都没事，就我一个人被删？林清月无语凝噎，谁让你手欠，踏风没啄你就不错了，活该。估计也是因为女孩在，不然踏风早啄他了。猎鹰确实不喜欢被摸翅膀，这会让他有一种被束缚压制的感觉。作为空中霸主的猎鹰，翅膀对他极其重要。当然了，主人和仔仔可以摸他的翅膀，鹰就是双标鹰。等黑熊啃完牛肉干，几黎摸摸黑熊的脑袋道别：“大黑，你回去睡觉吧。”呜，黑熊呜了声，两只爪爪抱住几黎蹭了蹭。熊回去了，仔仔明天见。听那个两脚兽说，仔仔明天就走了，他明天要来送仔仔。几黎也去睡觉了，来到林清月准备好的房间里，简单洗漱完。猎鹰没有回自己的窝，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缩小体型，收好翅膀，就这么缩在仔仔身边，陷入沉睡。次日，几黎是被一阵爆吼声惊醒的，他睁开眼睛坐起身，脑袋一团浆糊，还没从睡梦中彻底清醒，缓了缓才穿好鞋子，来到盥洗台洗漱。匆匆洗漱完，他推开门，踏风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循着声音，他见到了林清月，小跑过去，他问：“出什么事情了？”林清月紧皱着眉头，脸色不太好说。大黑不知道怎么又突然发狂暴动，这回比上次还严重。几黎诧异：“我去看看。”林清月，我带你去，但别离太近。大黑现在神志不清，他也没有想到黑熊会再次发狂暴动，明明先前没有检查出什么异。黑熊被重新关押在了特制的铁笼里，这回黑熊的情况并不好，浑身都是血，趴在铁笼里剧烈喘息，眼睛发红。尽管已经将黑熊制服在铁笼里，但他并没有昏迷过去，还在试图破笼而出。方池作为黑熊的主人，都快急死了，见到自家熊伤痕累累的模样，又心疼又担忧。黑熊是猎鹰帮忙制服的，他就站在铁笼旁边，背着翅膀鹰，脸面无表情，盯着铁笼里挣扎的蠢熊，歪了歪脑袋。他能明显感觉到这只蠢熊现在非常暴躁，已经神志不清醒了。仔仔，猎鹰见到几黎，立马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上前。几黎抬手摸摸猎鹰的翅膀，目光落在被关在铁笼里的黑熊身上，秀眉微拧。他走到铁笼边，蹲下身，看向剧烈喘息的黑熊，试探性出声：“大黑。”黑熊一双黑色小眼睛盯着面前的人类，有短暂的清明，然后又瞬间被内心的狂躁覆盖。他朝着铁笼外的人类低吼一声，张开嘴巴，熊掌对着铁笼砸下去，狰狞的视线盯着出现在面前的人类，还试图从栏杆缝隙里把嘴钻出来去咬。猎鹰毫不留情，一爪子呼过去。蠢熊竟然敢对仔仔大吼大叫，他简直不要熊命了！踏风，几黎站起身拦住猎鹰，继续教训黑熊的动作。大黑是生病了才会变成这样的，没事没事。猎鹰收回利爪，鹰会轻轻啄了啄季黎。黑熊被猎鹰的利爪划伤了，他变得更加愤怒狂躁，表情狰狞，对着铁笼外的猎鹰和这个人类暴吼，挣扎着爬起身。大黑，季黎轻声喊了句黑熊的名字，不着痕迹用净化异能在黑熊全身治疗了一遍。这回发现黑熊的精神识还很乱七八糟一团，比上回严重太多。他试着用异能清理，还在挣扎的黑熊突然倒回铁笼里，他闭上眼睛陷入了昏睡。大黑，方池一惊，以为自家熊出事了，扑过去焦急查看。大黑你怎么了？他心急如焚，看向林清月，基地长，您快看下大黑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昏迷了？林清月冷静说，你先别急，先把大黑送到实验室，让白玉检查下。白玉，几黎微怔，脑海里浮现出一段文字。白玉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医学天才，他在末世爆发初期就加入了青城基地。原文里提及过，他一直在研究如何消灭病毒，研究变异的动物以及异能的觉醒。后期他的确是研发出来，但是他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一个恶名在外的组织搅和在了一起。他没有拯救人类，还把人类推入了深渊。后期他研发出的东西不仅提升了异化兽和异化人的战斗力，还找到了控制怪物的办法，将男主重创林清月都差点被他弄死。他可是《末日危机》这本书里最大的反派 BOSS。几黎思绪飘远，现如今白玉还没有研究出毁灭世界的东西，还有机会改变。至于怎么改变，小姑娘垂眸陷入思考，该怎么办呢？把这件事说出去，谁也不会信，说不定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而且白玉基本不出实验室。季小姐啊！几黎回神。林清月看向回神的女孩子，我们走吧，吃完早饭就让踏风送你回去。好的。几黎跟着他往回走，犹豫几秒问了句，林基地长，你刚才说的白玉是谁啊？他能治疗好大黑吗？林清月只当女孩子好奇，她解答，白玉是青城基地专门研究怎么消灭病毒的医学博士，他对于变异动物很有了解，肯定能治疗好大黑。哦，几黎哦了声。林清月偏头看向若有所思的少女，季小姐家的经文蟒如果有哪里不舒服，也可以来我们青城基地治疗啊。真的吗？小姑娘杏眸睁大，双手合十，谢谢你啊，林基地长，你是个好人。被发好人卡的林清月，她笑了笑，季小姐，你是第一个给我发好人卡的。几黎懵，林清月目光对上那双澄澈干净的杏眸，摇了摇头说，在这末世，好人很难长命的，相反祸害1000年。他顿了顿，玩笑般补充，我也不算什么好人，所以这张好人卡我不配。几黎瞅着他，我觉得只要不伤害无辜之人，就不算是坏人吧。而且你创建了青城基地，接收了这么多幸存者，也没有压榨他们，我觉得你是一个好领主。原文里，林清月确实是个好领主，他靠自己的努力创建了一个安全基地，拯救了那些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就是吧，看人的眼光不怎么好，竟然把反派 BOSS 招到了基地。林清月勾唇轻笑，难得放松下来。按季小姐这么说，那我算是好人，这张好人卡我就收下，谢谢你颁发给我。几黎摆摆手，不用谢。跟在几黎身边，迈着六亲不认步伐的猎鹰叫了声仔仔好，仔仔好啊！几黎错愕，他怎么就好了？吃完早饭，几黎本来是打算离开的，但大反派的出现让他有些担心黑熊，想等大黑从实验室出来再离开。
他担心白玉对黑熊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虽然现在他还没有彻底黑化，对了，趁着反派还没有彻底黑化之前，不如想想该怎么感化他。可是该怎么感化呢？太难了，太难了，太费脑细胞了。QAQ， 几离陷入苦恼。不对啊，他怎么突然担负起拯救世界的责任了？这好像不是他的责任啊！他起初就想摆烂，咸鱼躺平来，结果还没摆烂几天，就被这个末日法则认定为了基地领主，莫名其妙承担起了保护基地的责任。几离抬手抱住猎鹰，把脸埋在猎鹰羽毛里。大风，你说我还有机会回家吗？或许这只是一场梦，只是这梦未免太过真实了吧。猎鹰低头啄了啄仔仔，他以为仔仔想回居住的地方。仔仔，鹰送你回去。几离抱着猎鹰蹭了蹭，呜呜，大风你真好，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猎鹰。仔仔也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仔仔。猎鹰亲昵贴贴。几离没有离开青城基地，他要等黑熊从实验室里出来再说。上午10点和踏风外出打怪结束后，下午3点返回青城基地。季小姐，林清月见到和踏风一起回来的女孩子，有些诧异。几离解释，我想等大黑从实验室出来再回去。林清月应声，嗓音温润，季小姐对变异动物可真好，难怪踏风会喜欢你。后者点点脑袋，绷着小脸认真说，因为他们都很可爱，世界上不能没有毛茸茸。毛茸茸这个词汇让林清月愣了下，随即笑道，对，不能没有毛茸茸。话音落下，他又问，季小姐中午没吃饭吧？我让人去，吃过了。季离摆摆手，林记得找你去忙吧，不用管我。好的，那我先去忙了。待林清月离开，季离看向猎鹰，小声避避，踏风，你知道实验室在哪吗？知道。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就在附近看一下，估计想进去也进不去，实验室外面肯定有人把守。他就是想确定一下实验室的位置。好的，仔仔。猎鹰伏低下身子，等仔仔坐稳，扇动翅膀，带着仔仔来到了实验室上空。季离没有让猎鹰下去，他从上面暗自观察。这是一栋6层楼，白色建筑外几10个人不停巡逻，除了从正门进去，其他地方根本进不去，而且从外也看不到实验室的具体位置。这6层楼总不会都是实验室吧？观察了会儿，几离对猎鹰说：“踏风，我们走吧。现在就希望大黑赶紧出来。”回到院落里，猎鹰从窝里叼出新采摘的果子，搁在桌面上。仔仔吃果子。鹰这2天好开心，仔仔没有回去，鹰想每天都和仔仔待在一起。谢谢踏风。坐在椅子上，季离拿起一颗葡萄，剥皮慢吞吞啃了口。小几离，一道散漫的声音响起。不用看都知道是谁。几离抬起眸，你找灵基地长？他不在。贺金州挑眉，阿月去哪了？不知道。贺金州闻言并没有离开，他自顾自坐下来，想拿颗葡萄吃，结果猎鹰一下子就把装果子的布袋给叼走了。贺金州哎了声，小踏风，做鹰不能这么小气，吃你颗葡萄都不行。猎鹰不搭理，他把布袋叼到仔仔怀里，仔仔都给你吃。贺金州，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吉里眨了眨眼，捧着半颗葡萄无言几秒，从布袋里拿出一颗新的葡萄递给贺金州，给你，顺便给猎鹰证明踏风不小气，就是你总招惹踏风，他不想给你吃。没错，鹰才不小气。贺金州无辜，我哪有总招惹他？他接过葡萄，剥皮2、3口解决完。小踏风，带你去个地方。什么地方？带你去抓蛇，去不去？猎鹰对抓蛇非常感兴趣，但他没有动，而是看向仔仔。仔仔不去，鹰也不去。抓蛇？吉利拿着布袋摇摇头，婉拒。踏风，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贺金州眉梢轻挑，看向女孩子，你不去，踏风也不去，一起去吧。西郊有条异化蝰蛇，不去解决会出事。几离纠结2秒，那好吧。猎鹰不知道仔仔怕蛇，他要是知道，就不会让仔仔一起去。驱车前往，到达目的地，几离推开后排车门下来，和贺金州一同步行，来到这片出现异化蝰蛇的地方。盘旋在高空的猎鹰俯瞰大地，展开的翅膀仿佛能遮天蔽日，一双锐利的金色眼睛定在一处，随即俯冲而下。进入战斗状态的踏风简直酷毙了，尖锐的利爪狠狠勾住蝰蛇的7寸，与异化感染的蝰蛇缠斗在一起，一套招式行云流水。贺金州和几离2个人小跑赶过去准备帮忙，然而意外陡然发生，也不知道踩到了什么东西，根本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他们便掉落到了地下。黑漆漆的环境，啥也看不见。几离缓了缓，才撑着地面爬起来，又试着活动了下身体。竟然不疼，可喜可贺。想到这儿，他从储物空间里翻出手电筒照亮，环顾四周，视线落在不远处那道人影上，起身快步过去。贺金州蹲下身握着手电筒，几离喊了2声，贺金州没反应。不会吧？几离呼吸一滞，手指探了下对方鼻息，没有呼吸。几离愣住，不可置信，再次抬手按住对方心脏处。贺金州。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握住他的手腕，紧接着熟悉的声音响起：嘿，小几离，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你刚才是装的。几离错愕。贺金州松了手，撑着地面起身，看向女孩子，勾唇轻笑：怎么样，我装的像不像？几离无言，握着手电筒起身，默默观察着，这是掉到哪里去了？贺金州愣了下，跟着站起身问了句：小几离，你生气了？女孩子专心致志寻找出口，压根不搭理他。小几离，贺金州感觉自己玩脱了，他凑过去弯腰：小几离，我错了，我不该吓唬你，别生气啊。贺金州诚恳道歉，哭丧着脸：我真的知道错了，理我吧，小几离，求你理我吧，我保证下回不这样了。我们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温软清甜的声音响起。贺金州愣住，听见女孩子继续说：得想个办法从这里出去。小几离，你不生气了？贺金州试探问，然后就见女孩子抬眸看向他，刚才是有点，现在没事了。说完，抬手拍拍他的肩膀，一本正经补充：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贺金州松口气，配合：是，小几离，你大人有大量，不跟小的我计较。他语调恢复正常，咱们先出去再说吧，这里都不透光，
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位置掉下来。贺金州也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手电筒照亮，隔着墨镜环顾，这好像是个地下防空洞，但怎么会建造在这里？纪离拿着手电筒往上照，平整石壁严丝合缝，不用想都知道这里肯定没办法出去，只能往里面走了。洞很深，他们沿着甬道往前，洞里四通八达，站在分岔路口停顿住，会不会迷路？贺金州觉得这个地方有些怪异，他蹙眉，褪去了往日嬉皮笑脸的样子，神情绷紧，进去看看。话音未落，他抬手握住女孩子手腕，一起走，这个地方有问题。四周很寂静，只有脚步声轻微落起的声音。纪离缩了缩手，握紧了手电筒，害怕了。贺金州出声安抚，别怕，不会有事的，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你先跑。纪离内心的不安消散了些，他温吞说，我们一起跑。他自己跑也太不仗义。贺金州听到这个回答有些意外，他应声，那好，我们一起跑。七拐八绕也不知道到了哪里，突然一阵嘶嘶嘶的声音传入耳畔。纪离握着手电筒下意识的查看，就见密密麻麻的小蛇来回滑动，不等多想，一条体型无比粗壮的黑红蝰蛇出现。蝰蛇冰冷冷的树瞳盯着他们，吞吐蛇信，发出嘶嘶嘶声。这是一条 S 级异化感染蝰蛇，完蛋了！卧槽，快跑！贺金州瞳孔骤缩，握住纪离手腕，转身大步往回跑，而那条异化蝰蛇也犹如闪电般朝着他们袭来。幸好由于这条蝰蛇体型太大，在七拐八绕的洞口里施展不开，他似乎也发现了这点，停下滑行的动作，发出嘶嘶嘶声，下一秒密密麻麻的小蛇出洞，向着这几个岔路口迅速游动。这边七拐八绕不停奔跑的，一直跑到尽头，他们才发现这是条死路。就在想要换条甬道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小蛇已经围攻过来。纪离深呼吸口气，根本来不及多想，就下意识的用异能铸建出一道冰墙来阻挡围攻过来的小蛇。贺金州稳住呼吸，看向女孩子，小纪离，你没事吧？没事。后者摇摇头，秀眉微拧，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和他们耗下去。贺金州面色冷静，分析结果，必须把那条异化蝰蛇给解决，否则我们根本出不去。那条 S 级异化蝰蛇能打过吗？不太能。贺金州没开玩笑，他也不能保证打不打得过，主要是他第一次遇见 S 级的异化兽 ，A 级的都不太容易打，更何况 S 级的。被阻挡在冰墙外的小蛇没有离开，他们发出嘶嘶声，在召唤那条大蛇。贺金州表现很淡定，他注视着冰墙外的小蛇，说着惊悚的话语，情况不太好啊，他们在召唤那条异化兽。纪离没朝冰墙外面看，他陷入思考，还有其他办法吗？有啊，贺金州从储物空间里掏出 C4，把这里炸开就能出去了。他从哪里弄的 C4？纪离杏眸瞪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炸完的确可以出去了，但确定还能完整的出去吗？小姑娘忙不迭阻止他，意图按下爆炸按钮的动作。你来真的？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别冲动。哇擦！这炸完画面太美，不敢想象。贺金州听劝收起炸药，对于目前的处境丝毫不慌，唇角勾起招牌式笑容。那小纪离，你还有什么办法？我想想，办法还没有想到，那条 S 级异化蝰蛇就来了。他抬起蛇尾，重重地砸向冰墙，两三下冰墙就裂开了一道缝隙。哦豁，这下真的难办了。贺金州说。彼时解决完这条 B 级蝰蛇的猎鹰正准备向仔仔求夸夸，结果仔仔不见了。猎鹰在半空扇动翅膀寻找，一双金色的眼睛探查。仔仔去哪了？猎鹰疑惑，对着地面叫了两声，逐渐变得有些焦躁不安。他盘旋在半空寻找半天，最后朝青城基地飞去。踏风。林清月见到独自回来的猎鹰，还以为踏风已经把人送了回去，但猎鹰表现得很焦躁，用鹰会不停啄他。林清月猜测，踏风，你是说季小姐遇到危险？林清月心惊，立马召集了10几个异能者，跟随猎鹰前往出事地点。刚走到这里，就听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林清月神情绷紧，带着10几个异能者迅速跑过去查看，见到了从爆炸的烟雾里跌跌撞撞跑出来的女孩子季小姐。她上前扶住跌跌撞撞跑过来的人儿，季小姐，你受伤了？面色惨白的女孩子用力推她，快去救贺金州，快去救她！什么？林清月诧异，立刻对10几个异能者说，快去救人！仔，你受伤了。猎鹰焦躁不安，扇动翅膀，一双金色眼睛满是担忧。在他的认知里，受伤就会流血，流血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没事。纪离想要安慰踏风，他只是异能消耗过度而已。但话还没说完，就因为消耗异能过度，被迫陷入了昏睡。仔，林清月安抚焦急的猎鹰，踏风，季小姐就是累了，睡一会儿就没事了。说着，他从储物空间里拿出金盒，喂到女孩嘴里。10几个异能者将浑身染血昏迷的贺金州从烟雾里抬出来。基地长，找到贺哥了，贺哥没事，还活着，虽然但是活着就行。林清月懒腰抱起同样昏迷的人，往车里走，先回基地。经过一番检查，他们两人都是因为异能消耗过度才陷入昏睡。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异能消耗过度带来的伤害还是挺大的，至少这几天都不能再使用异能，必须调养休息。贺金州是在昏迷后的第2天就醒了，他恢复不错，此刻正靠在床头和林清月说那天发生的事情。小姐姐怎么样了？他问。还没有苏醒，不过生命体征都正常。林清月坐在椅子上，你们去那里做什么？你去就算了，还把季小姐也带上。贺金州摊手表示，我也没想到那个地下空洞里竟然还有条 S 级异化蝰蛇，我和小纪离都差点没出来。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踩到了什么东西，就掉进了那个地下空洞。阿月，你是不知道，那个洞里全是蛇。林清月听完沉默了话，会不会是有人把那些蛇饲养在地下空洞？也有这个可能。贺金州端起水杯喝了口，不过是谁有这么大本事，竟然敢把一条 S 级异化兽养在那？这是不要命了。要知道，被感染的异化兽都是疯魔失常，嗜血成性，想控制起来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相比之下，误闯进了异化蝰蛇的蛇窝更容易令人相信。对了，小踏风呢？
踏风一直守在季小姐身边，这回也多亏踏风及时来基地找我。林清月站起身，你好好休息，我先去忙了。哎，还没说完呢，就走了。林清月去忙也是去看女孩醒没醒。她来到房间，见到一直守在床边的猎鹰，踏风，你去休息吧。猎鹰已经1天1夜没睡觉了。不要，鹰要等仔仔醒。猎鹰低头用鹰喙轻轻隔着被子啄了啄，鹰好担心仔仔。林清月见劝不动，只好作罢。她也坐在床边，又喂了2颗金核。半晌，陷入昏睡的人眼睫颤了颤，迷迷糊糊醒来，慢慢睁开眼睛。仔仔，你醒了。猎鹰扑棱翅膀，把脑袋凑过去。季小姐，你可算是醒了。林清月松了口气，探身把女孩子扶起来，渴不渴？喝点水再说话。她倒了杯温水递过去，纪离接过杯子喝了2口，声音有些软绵绵。林基地长，我昏睡了多久？1天1夜。林清月问，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纪离摇摇头，喝完水把杯子搁在床头柜上，抬手摸摸猎鹰，踏风，你没受伤吧？没有，仔。林清月看向情绪明显高涨的猎鹰，踏风，你现在能去睡觉了吧？他补了句，踏风在床边守了1天1夜。纪离听到这话，忙叫猎鹰去休息。再厉害的毛茸茸也是要补充睡眠的，否则会影响精神力，降低体能。猎鹰听话，迈着步伐回了自己的窝里。林清月哽住，合着他先前说的都是废话是吧？他无奈摇头，季小姐，你好好休息，我派人去准备午饭。这2天麻烦你了，林基地长。不麻烦，季小姐不必这么客气，谁让踏风喜欢你呢？最后一句，纪离听出了几分柠檬酸了的味道，他眨了眨眼睛，没有吱声。此时，在基地里溜达的蜜獾突然再次嗅闻到那股甜甜的气息，他整只獾停在了原地，鼻子耸动，分辨气息方向，是这里。蜜獾大摇大摆来到了林清月的院落里，站在门口耸动鼻子嗅闻，那股甜甜的气息更浓郁了，就是这，他可算找到了。蜜獾迫不及待冲到门口，抬起锋利的爪子挠门，试图破门而入。这个甜甜的气息比蜂蜜还好闻，他要叼回窝里，谁也不能阻挡他。林清月听到挠门的动静，从隔壁房间出来，当看见是踏云在挠门，立马不淡定了。他忙不迭上前，踏云，你在做什么？蜜獾冲着冒出来的2角兽凶巴巴叫唤声，叫完继续挠门。屋里本来有些犯困的纪离打算再眯一会儿，意识模糊间听到异响，他睁开眼睛，撑着床铺起身看向门口，迟钝几秒，穿好鞋子走到门口，把门打开，目光落在是平头哥蜜獾。纪离愣了愣，而此时当看见打开门出现的人类，蜜獾的眼中瞬间迸发出了强烈的喜悦光芒。天哪，他活了这些年第一次见到如此让獾心动的人类，他好喜欢啊！仔，蜜獾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就站立起身，想要过去抱抱。林清月瞳孔地震，以为踏云要伤害女孩子，他立马伸手阻拦。被隔开的蜜獾瞪着双圆溜溜的黑色的眼睛，龇牙咧嘴冲着林清月叫：可恶的2角兽，你挡着本獾做什么？纪离眨了眨眼睛，抬手扯住挡在面前的人，探头探脑看了眼气呼呼的蜜獾。林基地长，他就是踏云吗？蜜獾激动，没错，仔，我就是踏云，踏云就是我。林清月不懂欢言欢语，他蹙眉让女孩子去里屋。季小姐，踏云脾气不太好，当心他会伤到你。被说脾气不好的蜜獾炸了，他脾气哪里不好了？可恶的2角兽竟然当着仔仔的面污蔑他，太可恶了。纪离没有去里屋，他温吞说：林基地长，踏云好像没有恶意，不信你看。说着，他对着蜜獾摊开掌心。蜜獾停止内心的咆哮，像变了一只獾，乖乖把自己的爪爪搁在仔仔手心里，锋利的爪子小心翼翼地缩着。碰到仔仔了，獾好开心。林清月诧异看着这一幕，许久才挪动身体，退到旁边问了句：季小姐，你是不是觉醒了预授能力？踏风是这样，大黑是这样，现在就连脾气暴躁的踏云在女孩面前都如同变了一只獾似的。对了，还有那条经文马，或许不止这些。不得不说，他真像。纪离没有继续刻意的隐藏自己莫名吸引变异动物这件事，他只是答非所问。林基地长，你猜呢？林清月没有追问，他目光对上那双澄澈的杏眸，无论是与不是，我都希望你别在其他人面前展现这个异于常人的能力，当心被有心之人觊觎。纪离瞅着他，认真问：林基地长，你会觊觎吗？林清月摇头，我不会。那不就好了？后者拍拍他的肩膀，林基地长，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好吧？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书里就这么设定。林清月笑了笑，谢谢季小姐再次给我颁发的好人卡一张。被忽略的蜜獾不开心了，他张嘴叫唤了声，等纪离的目光重新落在他身上，又变得开心了。仔，獾有好吃的给你，你在这里等獾回来。蜜獾想起来自己保存的蜂蜜块，立马迈着4只噔跑走。林清月忽然想到什么，他没有离开，而是坐在藤条编织的木椅上。季小姐，今天还要留宿吗？他说完这句，担心女孩子误解，又解释没有要赶人的意思。季小姐想在青城基地住多久都行。纪离坐在对面的木椅上，大黑怎么样了？我等大黑从实验室出来就回去了。大黑的情况好的差不多了，估计今天下午就可以出来。到时候我带季小姐你去看看大黑。林清月说。麻烦了。小姑娘点点脑袋，拿出10几颗金核给你。我昏迷期间用了多少金核？这些够吗？林清月没有收，也是多亏季小姐，荆州她才没有大碍，金核用多少都无所谓，只要人没事就行。这边蜜獾兴冲冲回到自己的窝里，翻出保存起来的蜂蜜块，叼着布袋就往回跑。贺荆州刚好撞见他，只来得及喊了句踏云，蜜獾就跑远。这么心急火燎是去哪？他抬步跟上去，带着好奇来到好友的院落里，满脑子问号。踏云来这里做什么？他迈着2条大长腿走到屋里，就见自家的变异兽晃着尾巴，把叼在嘴里的布袋搁在小纪离身上。你们？贺荆州诧异。林清月坐在木椅上，有些幸灾乐祸，安静看好戏。
仔仔，吃蜂蜜，这是欢最喜欢吃的蜂蜜块，他要送给最喜欢的仔仔吃。嘿嘿，欢开心，欢高兴，不开心不高兴的贺金州面色复杂。小几黎，你和踏云什么时候认识的？关键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踏云，就像只舔狗，不对，是舔欢。刚认识。林清月替女孩子回答，语气透着几分笑。踏云似乎很喜欢季小姐。贺金州，他眼睛不瞎，看得出来，就是看得出来才震惊，没有拒绝毛茸茸的好意。几黎打开布袋，拿起蜂蜜块咬了一小口，纯正的蜂蜜十分甜香。啊，仔仔，好吃吗？你喜欢吃的话，欢每天都给你去摘蜂蜜。蜜獾皮糙肉厚，百毒不侵，压根不担心什么蜜蜂会不会蛰它。谢谢你，踏云。几黎抬手摸摸蜜獾头顶的白毛，把剩下的蜂蜜快喂给他。我今天就要回家了，等下次我们一起去摘蜂蜜。蜜獾听到仔仔要回家了，瞬间觉得蜂蜜都不甜了。几黎小声安慰，我有时间就来找你玩，别不开心了。啊！欢舍不得仔仔，他才见到仔仔。蜜獾把自己埋到仔仔怀里，叫唤2声。看戏结束，林清月把话还了回去。你要是心里难受，想哭就哭吧。贺金州，他回想起先前跟踪踏风时说的话，你还是担心下你家踏云吧，万一被拐跑了看你怎么办？不可能。贺金州信誓旦旦，我们家踏云绝对不可能被拐跑。真的，有时候话不能说太满，因为容易被打脸。就比如现在，他扯了扯嘴角，往前迈了2步，喊了句踏云，得，压根不搭理他。贺金州难得无语，内心默默吐槽踏云这只重色轻友的家伙。被吐槽的踏云不为所动。下午2点多，大黑终于从实验室里出来了。白玉是真的有些本事的，他把黑熊给治疗好了。这是几黎用净化异能给黑熊全身检查一番得出的结论。仔仔，黑熊见到来看他的仔仔，十分开心，晃了晃自己，然后又可怜巴巴嗷呜呜。仔仔，对不起，熊不是故意吼你的。对于失控暴动发生的事情，黑熊还记得，也记得他对仔仔大吼大叫。没事没事，我知道大黑你是不舒服才这样。几黎摸摸黑熊垂下来的脑袋，大黑没事就好。仔仔，你还喜欢熊吗？当然喜欢啊。大黑睁着黑色的小眼睛，原本不安的情绪一扫而光。仔仔，熊也喜欢你。黑熊亲昵蹭蹭。大黑没事，几黎就准备回桃园了。临离开前，单独找林清月说了几句话，关于黑熊3番2次暴动的原因，具体是因为什么？不可能无缘无故就突然这样。林清月对此也表明会暗中调查。下午5点，几黎回到了桃园基地。踏风，拜拜，抱了抱猎鹰。几黎目送踏风离开后，才走到基地。领主大人，您回来了。领主大人，您可算回来了。太好了，领主大人回来了。基地的人见到他们领主大人终于回来，很是高兴。高兴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几黎不在，生活在基地里的几只变异动物变得无法无天了，在基地里到处翻腾，又开始撵着人跑。这里特别指出丧彪、小黑、棕熊和花豹。花豹完全是被丧彪和小黑给带坏的，棕熊是觉得有意思，他们都觉得撵人跑好玩，但这可苦了基地的居民们。天知道被一只比房子还大的狮子追在后面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又或者被巨蟒穷追不舍，还故意张开血盆大口吓唬他们。尽管他们心知肚明，这些变异动物不吃人，也不会伤害他们，但就是克服不了恐惧，就是从心底里害怕。他们去找区副长，可是曲靖也管不了这些精力旺盛又爱玩的变异动物们，只能等领主大人回来才能管得了。于是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领主大人给盼回来了。从居民们的口中得知这件事的几黎沉默了会儿，认真说：“抱歉，是我没有管好他们，让大家受惊了。”不，领主大人，这不是你的错。几黎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他们纷纷摇头表示：“领主大人，我们没事啊。领主大人，我就是被追得有些累。其实变异动物们都挺可爱的。对啊，他们也没有伤害到我。领主大人不用道歉。”曲靖得知几黎回来，立马从事务中心出来：“领主大人，许副长，这几天基地里都还好吧？”曲靖在女孩子面前站定，都挺好的。他顿了顿，又说：“就是那些变异动物们在基地里玩闹，我有些管不过来。”话音未落，远处顶着浓密黑色鬃毛的狮子跑过来。丧彪嗅闻到仔仔的气息，别提有多开心了，立马撒腿就奔跑过来。仔仔，狮子庞大的体型冲过来，原本围在周围的居民全部躲得远远的，生怕被狮子给顶飞。丧彪急刹住自己，他甩了甩尾巴，嘶哈嘶哈看向几黎，嗷呜！仔仔，我好想你啊！几黎绷着脸，抬手推开蹭过来的大毛脑袋，你回去待着。丧彪愣住，仔仔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过话。丧彪顿时变得不安起来。仔仔，你生气了？几黎深呼吸口气，你先回去待着，等会儿我去找你。3岁的狮子被仔仔冷漠的语气给伤到，他睁着一双棕黄色兽瞳，委屈呜呜。仔仔真的生气了，仔仔会不会不喜欢他？丧彪哭唧唧，转身迈着爪爪往回走，他走得很慢，期待仔仔能喊他回去，但走了好久，仔仔都没有喊他。丧彪好难过，难过的快要死掉了。呜！丧彪哭唧唧回到宠物广场，把自己缩在角落里。仔仔不喜欢他了，仔仔不喜欢他了。待在树上捕菊的小黑见到小伙伴哭唧唧跑回来，有些疑惑。小黑从树上游动下来，滑动过去，嘶，丧彪，你怎么了？丧彪被这么一问更难过，仔仔不喜欢我了，仔仔生气了。小黑愣住，仔仔回来了。他的关注点是仔仔终于从外面回来了，小黑兴奋，小黑激动。小黑滑动出门，兴冲冲来到事务中心。他挤进屋里，看见几黎很开心，尾巴尖拍打地面，嘶，仔仔你回来了。他激动的想要贴蹭蹭，结果听到仔仔说：“小黑，你先回去。”小黑愣住，紫色树瞳扩大，仔。小黑是哭唧唧回到宠物广场的，他把自己缩在角落里，和小伙伴一起痛哭。仔也不喜欢他了，呜！蛇好难过，好伤心。丧彪见到哭唧唧回来的小黑，内心好受了点。你也被仔凶了？小黑超级委屈，仔是不是生气了？蛇做错了什么，惹仔生气了？丧彪不知道
小黑也不知道。棕熊和花豹从外面吃饱喝足后回来，嗅闻到熟悉的气息后，直接冲到了事务中心里。仔仔，然后被同样冷漠的话语伤到了，哭唧唧跑回住处，四只一起抱团痛哭。事务中心这2天不在基地的时候，基地陆陆续续又接收了800多名幸存者，但人口还是太少，根本不够升级基地的。和曲靖商议办上，最后打算让跑商小队去各个基地跑商的时候宣传一下，他们桃园基地正在招收，欢迎加入。另外还打印了几万张传单，让他们沿途顺便发一下。传单上简明扼要写了招新流程，避免大家一遍一遍询问介绍。对了，五哥他们还没回来吗？都6点半了，按理来说外出打怪、采集的这个时间点都该回来了。曲靖摇头，沙河区出现了 S 级异化值，裴队他们前天就出发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说完，赶忙又安慰，不过领主大人您别担心，去之前秦杰队长给了他们一把信号枪，要是有什么意外，秦队会立刻带人前去营救。前天就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几黎秀眉微睨，有些担心。明天上午我去趟沙河区。晚上7点，几黎乘坐公交车来到了宠物广场，打开门，他走进去就看到4只整齐划一缩在角落里，脑袋对着墙壁哭唧唧，尤其是狮子，嚎得最大声，恨不得把天花板都嚎炸。几黎深呼吸口气，抬不过去，站在他们后面轻咳了声。4只猛地顿住，齐刷刷转过身。丧彪也不好了，睁着水汪汪的棕黄色兽瞳，委屈呜呜。仔仔，他都不敢凑过去贴贴。小黑盘踞在原地，蛇脑袋垂落，一副做错事的模样。棕熊张了张嘴巴，又闭上。仔仔好像真的生气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仔仔用这么冷漠的语气跟他们说话，那冷漠的态度让熊不知所措。花豹小心翼翼地看着几黎，老老实实蹲坐在地，整只豹透着不安。仔仔不会把他赶出去吧？豹不想离开这里。面对可怜兮兮望着他的4只，几黎绷着脸问了句：“你们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吗？”4只互相看了看，丧彪委屈呜呜：“仔仔，你是不是不喜欢本狮子大王了？时好难受呜。谁说我不喜欢你了？”几黎神情严肃，指出原因：“我这几天不在，你们就到处翻腾，还撵着人跑。”几黎说着，抬手指了指，尤其是你们3个，丧彪、小黑还有小熊，你们3个，我是不是说过不许在基地追着人跑？话音落下，他看向花豹，花花被你们都给带坏了，也跟着一块在基地翻腾。你们知道自己错了没？呜，棕熊呜了声。仔仔，熊知道错，熊以后不会这样了。仔仔不要生气了。嘶嘶嘶，小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仔仔，蛇也知道错，蛇不会追那些2脚兽跑了。丧彪大王明显也认识到了自己哪里惹仔仔生气了，他哭唧唧说自己知道错，睁着水汪汪的兽瞳，可怜巴巴。仔仔，你不要讨厌本狮子大王，师不欺负那群2脚兽。几黎也是不准备继续说了，毛茸茸偶尔调皮捣蛋也很正常，他们正是精力旺盛又爱玩的年纪，就这样吧。好啦好啦，我是不是吓到你们了？没事了没事了。几黎抬手摸摸他们，改天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丧彪撑不住了，一脑袋扎到几黎怀里，疯狂蹭蹭，委屈爆发。仔仔，你刚刚好凶，本狮子大王好难过，难过的要死掉了。嗷呜呜！仔仔没有喊住他的那一刻，丧彪感觉天都塌了，他今后不会再快乐，他成为了一个没得感情的狮子大王。但是仔仔说还喜欢他，仔仔原谅他了，时又快乐，他还是那只无忧无虑的狮子大王。嘿嘿嘿嘿嘿嘿。这是中二狮子的内心想法。几黎费劲抱住狮子的大脑袋，疑惑：我刚才很凶吗？好吧好吧，是我语气不太好。丧彪大王别难过，奖励你罐罐吃好不好？嘶嘶嘶！小黑把自己的脑袋贴到几黎脸颊侧，悲伤情绪一扫而光。仔仔，蛇也要吃罐罐，吃罐罐，你们都有罐罐吃，吃完陪你们玩游戏。几黎摸摸小黑冰冰凉凉的脑袋，又抱了抱棕熊。小熊也吓到了吗？对不起，是我的语气不太好。呜，棕熊蹭了蹭几黎，仔仔，都是熊的错，熊明天给你摘果子吃。仔仔不要生气了，我已经不生气了。几黎抱住小熊，捏了捏他半圆耳朵。小熊不用给我摘果子，你想吃的话，待会儿给你吃。还有花花，花花喜欢吃什么呀？几黎又抱住乖乖站在棕熊旁边的花豹，狠狠搓了搓豹脸。豹子好像不喜欢吃素，那就吃牛肉干可以吗？花豹小心翼翼地伸出粉红色舌头，舔了下几黎手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咕噜声。仔仔，你不会赶豹走吗？他还是有些怕。当然不会。几黎认真注视着花豹，永远不会赶你走的，除非哪天你自己想离开基地，到时候我想拦也拦不住。花豹忐忑不安的心终于落地了，豹永远不会离开仔仔你的，豹要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几黎差点就哭了，呜呜，毛茸茸，果然是世界上最可爱，还是小黑，小黑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蟒蛇。好了好了，大家吃罐罐。几黎给他们每只发了3个罐罐，然后环顾四周。闪电和大白还没回来，等他们回来一起玩游戏。7点半，外出捕猎的2只踏着夜色回到宠物广场，当看见几黎的时候，顿时眼睛亮起。闪电大白，你们回来了！几黎小跑过去，黑豹迈着轻巧的步伐挤下来到几黎面前，伸出粉红色舌头对着几黎舔了舔，喉咙里发出愉悦的呼噜呼噜声。仔仔，黑豹绿油油的兽瞳注视着几黎，鼻子轻轻蹭了蹭，嗅闻几下。大白迈着沉稳的脚步和黑豹并排站在一起，湛蓝色兽瞳一眨不眨看着仔仔，感觉好久没见，仔仔是不是瘦了？大白，几黎抱住雪狼，把脸埋在雪狼厚实柔软的皮毛里蹭了蹭，深呼吸口气。大白，我好想你啊，等过段时间我们一起去爬雪山好不好？雪狼来基地这段时间都没有下雪，几黎就想着带他去雪山玩一天，到时候也把闪电小熊他们带上，都带上，一起去雪山游玩，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给黑豹和雪狼也分了3个罐罐，等他们吃完后，几黎陪毛茸茸们玩了会儿日常找冻干的小游戏。这种小游戏玩得最开心的就属丧彪大王了，兴奋的嗷呜呜，找到冻干一口吃掉，就迫不及待把自己的脑袋凑过去等仔仔亲亲。
得到亲亲的丧彪大王嘶哈嘶哈，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后面排队，顺便朝小伙伴嘚瑟：仔仔又亲本狮子大王了，本狮子大王是仔仔唯一的心尖宠。小黑拍打尾巴间，重重哼了声：仔仔的心尖宠是蛇，仔仔说过最喜欢我了。哼！丧彪大王瞪眼：不可能，仔仔说过最喜欢本狮子大王的。小黑甩头：你不信就算了，反正在仔仔心里面，蛇才是最可爱的。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丧彪和小黑对谁才是仔仔的心尖宠这件事开始争执起来。争执的声音引起了几黎的注意，他站起身过去：怎么了？丧彪嗷呜撒娇：仔仔，你说本狮子大王和这条臭蛇谁才是你的心尖宠？小黑吞吐蛇信：仔仔你说过最喜欢小黑了，蛇和这只臭狮子谁才是你的心尖宠？几黎噎住，心尖宠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这是又从哪里学来的新词？小姑娘无言半晌，才说：你们两个都是行不行？丧彪大王瞪眼：仔仔你喜欢这条臭蛇？小黑嘚瑟：仔仔就是喜欢蛇，嘶嘶嘶。几黎生怕两只打起来，忙不迭各自把他们带到另一边，连哄带骗啊，不对，没有骗的哄着，哄完又抱抱，最后两只重归于好。玩到9点半，几黎乘坐公交车回到了木屋，洗漱了一番，然后打着哈欠关掉灯，带着软乎乎的宝贝陷入沉睡。第二天上午8点，几黎准备驱车去找哥哥几阳他们，刚来到基地大门口，就听站在瞭望塔的异能者汇报：几阳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几黎惊喜，小跑过去把门打开，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而来，在大门口处稳稳停住。几阳从车内下来：黎黎，哥哥你们终于回来了，这回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几阳脸色不太好：黎黎，这件事等会儿我再和你细说。他转身来到车子后排，寻哥他受伤了，为了救我们，独自去引开异化兽，差点救。后面的话几阳没有说，但也清楚会有什么状况。那快把他带回房间。不用说，裴寂也已经打开了后座车门，和几阳一起搭手把昏迷的谢寻从车内抬了出来。青年面色苍白，气息十分微弱，银白色碎发衬得面色更加苍白，衣服破损，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几道乌黑的伤口触目惊心，伤口已经凝固，乌黑发青的颜色明显情况不容乐观。将谢寻抬到房间，几阳急切说：我给寻哥喝了瓶那个生命修复液，但还是不见管用。黎黎你快看看这怎么回事。几黎坐在床边，抬起手，暖白色光芒覆盖住青年伤口处，净化了半天，乌黑发青的颜色明显淡了，但也只是淡了一点。几黎杏眸瞪圆，询问他是被哪种异化受伤的。裴寂嗓音沉闷：红螯蛛。红螯蛛本就是一种剧毒蜘蛛，异化后体型不仅变大，毒性也加强了好几倍，遇到这种异化毒株只能说看命。谢寻被红螯蛛咬伤，现如今毒素没有蔓延全身，完全是因为生命修复液的效果，要是几阳没有给他喝，估计已经凉了。而现在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几黎慢慢用异能将毒素净化干净。哥，你们去洗漱休息吧。几黎看向疲惫不堪的两人，谢寻哥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我今天会给他清理毒素，估计明天就没事了。几阳当然相信妹妹的能力，他应声：那好，我和裴哥午饭的时候再来。他说完又叮嘱句：有什么事直接喊我。临离开房间前，裴寂从储物空间里拿出10几颗金核搁在桌面，莫尘的眼瞳望向女孩子：记得保留些异能，过度消耗会有生命危险。对，黎黎你可不能勉强自己啊，咱们循序渐进。几阳连连点头，也从储物空间里把金核拿出来。我知道了，放心吧。等他们离开房间，几黎重新集中精神力，调动异能给青年清理毒素。半晌，他收回异能，靠坐在沙发上，拿起2颗金核，慢吞吞吃掉。就这样，如此反复，经过1整天的净化，青年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全部清理干净。几阳抱住妹妹：辛苦我们家黎黎了，累不累？赶紧去休息休息，裴哥专门给你炖了玉米排骨汤，喝点补补。哥，我不累。几黎摇了摇脑袋，眉眼弯弯：谢寻哥没事就行。是，但也辛苦黎黎你了。几阳拉着妹妹坐到餐桌前，多喝点，等会儿还有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小姑娘捏着勺子喝了2口排骨汤，杏眸睁大，真心实意夸赞：队长，你厨艺好厉害。裴寂眉梢轻挑，盯着对面夸赞他的女孩子：喜欢，汤好好喝。上回其实就想夸了，但没有，今天必须补上。那多喝点。裴寂嗓音轻慢：想吃什么跟队长说，下回做给你吃。几阳举手：裴哥，我想吃烤羊排、烤猪蹄、麻辣小龙虾。没有。裴寂面无表情拒绝。几阳瞪眼：裴哥你偏心，黎黎想吃就有，为啥我没有？裴寂似笑非笑：你说呢？几阳默默啃了一口排骨。谢寻是晚上9点多醒来的，他缓缓睁开眼睛，暖黄色的光线映在青年冷白精致的面容上，绯色薄唇微抿，撑着床铺坐起身，额前碎发凌乱遮了眉。他脑海里回忆起先前发生的事情，他独自去引开红螯蛛被咬伤之后就昏迷失去了意识。咔嗒，门从外打开，他缓慢抬起眼看过去，淡然如水的眼瞳落在女孩子身上，呆愣几秒。几黎见到青年醒来很开心：谢寻哥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他快步过去，伸出手指晃了晃，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见青年不说话，几黎心下一紧：不会吧，难不成又失忆了？不会这么狗血吧？谢寻哥，几黎试探性出声，一眨不眨瞅着青年：你还认识我吗？可不要再失忆了，阿伟。黎黎，清冷低哑的嗓音响起。谢寻注视着面前担忧的女孩子：我没失忆。那就好，吓死我了。几黎松了口气：谢寻哥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弄些吃的，你都昏迷1天了。说着哒哒哒跑出木屋。这个时间点食堂都关门了，几黎就简单煮了碗玉米粥，又煎了7、8个牛肉煎包，盛到碗里返回木屋。谢寻去浴室简单清洗了一番，他换了件黑色连帽卫衣和长裤，银白色碎发贴着前额，身高腿长，踩着拖鞋出来。几黎坐在餐桌前，眼睛亮亮盯着青年：谢寻哥，要在末世前，你这长相完全可以去当偶像练习生了，绝对能 C 位出道，丝毫不夸张。不仅如此，还能爆火出圈。
谢逊不了解这些东西，他表情疑惑。C 位出道，纪离简单解释了下，解释完后起身，我回去了。谢逊哥，你吃完早些休息，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到点就犯困了，可能是反复使用异能的缘故，今天感觉格外疲惫。回到自己房间，纪离迅速洗漱完就倒在床上，盖着被子睡着了。这一觉直接睡到中午，还是敲门声把他给唤醒的。纪阳见妹妹一直没出来，很担心。平常这个点都起床了，今天这都12点半了，妹妹还没有从房间出来。离离，你在房间吗？纪离踏着拖鞋把门打开，顶着炸毛的头发出现，刚睡醒，声音软乎乎的。哥哥，我在房间，怎么了？刚睡醒。纪阳抬手摸摸妹妹的额头，没生病吧？昨晚几点睡的？我没事，可能是异能消耗太多，有些累，睡一觉已经没事了。纪阳收回手，放心下来，没事就行，去洗漱吧，哥给你去食堂打饭。吃完饭还有一堆事情要忙，招新的事情也要抓紧了。彼时，楚潇潇带领跑商小队从桃园基地出发，来到了初心基地。办理完赞助手续，跑商小队就来到划分出的区域摆摊，出售各种商品以及食物，还拿着一个大喇叭吆喝：土豆泥1盒2颗紫阶晶核，烤饼1个5颗紫阶晶核。有人不可置信，什么？一个烤饼只要5颗紫阶晶核？是啊，烤饼数量不多，大家想要的赶紧来买啊！现如今物价贵得离谱，单说烤饼就要20颗紫阶晶核，他们竟然卖这么便宜！一瞬间，周围的人全部涌上来，我要10张烤饼，我要20张烤饼，还有土豆泥，土豆泥给我来10盒，这个我都要了。有人疑惑，不是等一下，你们咋卖这么便宜？这个问题让周围激动不已的人们瞬间冷静下来，他们看着这些食物，该不会有问题？别到时候花钱找罪受。楚潇潇拿着喇叭，大家别多想，我们带来的东西进货价都很便宜，我们不会吃亏，东西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怎么可能？再便宜还能便宜到哪里去？烤饼才要5颗紫阶晶核，你们进价不会才1颗吧？你当我傻啊？这吃的绝对有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对，这都啥时候了，上哪去弄这么便宜的东西？到时候吃出问题可咋办？没有，绝对没有问题。楚潇潇耐心解释，进货价真的很便宜，我们进货的那个基地物价本来就不高，像玉米、西红柿之类的，1颗紫阶晶核就能买到。那你把基地名字说出来，我们有时间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啊，你倒是说哪个基地物价这么低，跟不要钱似的。楚潇潇假装犹豫，有人催促，你快说啊，说不出来这些东西就是有问题，快说啊，我们又不会跟你们抢生意，就是好奇而已。楚潇潇眼见时机成熟，立马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桃园基地？我们就是从桃园基地来的，桃园基地除了驿站的住宿费，其他都不贵，而且成员还不用上缴物资，税收也很低。不用上缴物资，人群中发出惊叹。如果说物价低让他们很震惊，那不用上缴物资简直令人羡慕嫉妒。真的假的？不用上缴物资？天哪，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领地吗？不上缴物资拿什么发展？初心基地的成员们议论纷纷，他们基地有规定，每7天都必须上缴一定数量的物资，上缴不达标的人将会被驱逐出基地。因此，生活在初心基地的幸存者们每天睁眼就要冒着生命危险外出搜寻物资，卡在最后的时间点交付。楚潇潇拿起传单分发，这是我们桃园基地招收成员传单，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基地。围在周围的幸存者看着宣传单，十分惊讶，你们基地还能种田？当然能了，不然土豆玉米从哪里来的？楚潇潇没有说太多，另外我保证东西没有任何问题，想买的就排队购买。众人如梦初醒，买，给我来20盒土豆泥。经过跑商小队连续多日的宣传以及发放传单，桃园基地的人口总数终于突破8万。录入完全部信息的纪离立马把基地升级了，桃园基地等级17级，人口86000120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110，居民楼22层14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养牛场、养鸡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食品加工厂、医院、警局、鱼塘、田地32036。任务1，升级18，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30，居民楼9层30，休闲广场、公园。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9999，土地面积1米，金币6万。任务2，桃园基地人口达到10万，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6666，土地面积1米，金币10万。纪离单手托腮，盯着任务2叹息，漫漫长路，任重道远啊！领主大人，基地升级了，您不开心吗？曲靖忙完，抬起眼看向唉声叹气的女孩子，出什么事了？纪离啪嗒倒在桌面，还要继续招新，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满级，感觉还要好久，几年、10几年都有可能。曲靖起身，倒了杯鲜榨的西瓜汁，搁在他们领主面前，低声说：“不论需要多长时间，我们都会和您一起努力建设基地。”纪离坐起身，端起西瓜汁喝了口，看向俯身说话的曲靖：“我知道，我就是小小的吐槽一下，我们一起加油。”曲靖笑了笑，直起身应声：“一起加油。对了，我打算后天带闪电他们去雪山玩，曲副长你去吗？”一起啊！纪离想到这儿，询问对方还没有带他们集体出去玩过，趁着这段时间不忙了，带他们去雪山滑雪游玩一趟，也顺便消耗下他们的精力，不要在基地里撵人到处跑了。曲靖犹豫几秒，我就不去了，基地得有人在，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去。那好吧，反正以后也有机会。纪离站起身往门口走，我去把这件事跟队长说声，问下他们去不去。打怪回来的纪阳听到妹妹说后天要带变异动物们去雪山玩，立马兴奋答应，去，咱们都一起去。末世过了这么久还没放松下，难得有机会必须去啊。纪离看向坐在旁边的裴寂，眼巴巴望过去，队长你去吗？
裴寂靠坐在沙发上，刚打完怪回来，满身戾气还没有消散干净。他对上那双水润润的眼睛，收敛起戾气，嗓音轻慢：“去啊，领主大人都开口邀请了，怎么能不去？”纪离又看向独自站在柜子旁的青年：“谢逊哥，你去吗？”好像谢逊不太喜欢热闹，平常没事都待在房间里也不出来。谢逊闻言抬起眼瞳，盯着女孩子没有说话，但点了点头。那说好啦，后天一起去。纪离拍拍手心，很开心。我再去问问其他人。说完，又哒哒哒跑去问了秦杰、梁景、灵光宗，他们几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去，必须去，肯定去。约定的时间很快到来，早早起床洗漱完吃了早饭，纪离就乘坐公交车来到了宠物广场。昨晚就把要去雪山玩的事情跟毛茸茸们说了遍。丧彪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到直接对着纪离疯狂舔。仔仔要带他们出去玩，嗷呜！狮子大王好开心，转圈开心。来到宠物广场，打开门，纪离就见6只整齐划一蹲坐在门口。仔仔，丧彪把自己的大毛脑袋凑过去贴，知道要和仔仔去雪山玩后，丧彪整晚都兴奋的没睡好，和小伙伴不停哗哗。纪离抬手撸了撸狮子的头，好啦，我们要出发了。带着6只来到基地大门口的时候，裴寂等人已经整装待发。等一下，踏风还没有来。是的，昨天猎鹰来找他打怪的空隙，纪离也问了踏风要不要去。猎鹰当然不会拒绝，他一大早就从青城基地出发了。林七月见状还有些疑惑，踏风今天这么早就去蓝江市了，平常9点多才出发。他摇了摇头，真是鹰大不中留。约莫等了7、8分钟，猎鹰俯冲而下，稳稳停在地面。踏风，纪离小跑过去，后面的6只同时看向出现的猎鹰。大白、小熊、小黑见过踏风，其余3只是没有见过的。面对出现的猎鹰，丧彪大王歪了歪脑袋，睁着一双棕黄色兽瞳好奇打量。黑豹碧绿的兽瞳盯着这只陌生猎鹰，不动声色伏低下身，呈现一种预备攻击的状态。花豹蹲坐在地面，尾巴轻轻甩动2下，豹脸面无表情。纪离抱了抱猎鹰，带他向身后的3只简单介绍了下。踏风，这是闪电；丧彪、花花。又看向3只，这是踏风，你们不要打架。黑豹收敛起杀气，进攻的姿势也缓了下来，变得懒洋洋，平静地蹲坐在地面上，伸出舌头舔了舔胡子。丧彪带完核心伙伴打了声招呼：“你好，踏风，我是丧彪。”花豹沉默，安静听着。你们好。猎鹰和他们也打了声招呼，然后用鹰喙啄了啄起。仔仔，鹰出发了。作为天空霸主的猎鹰不太喜欢坐车里，所以他准备独自飞到雪山。纪离应声，等踏风展翅飞向天空，他挥挥手：“我们也出发吧。”6只自觉缩小至幼年时期，排队跳到越野车里。小黑轻车熟路缠绕在纪离手腕处，冰冰凉凉的鳞片紧贴。纪离坐在后排和哥哥纪阳聊天闲谈：“离，咱们是不是得在雪山上住一晚？”纪阳提前就把该带的都带上了，反正大家都有储物空间，能装下。是啊，我带了几条加热毛毯，晚上不会冷的。加热毛毯是从便利店购买的，加热非常智能，只需要按下开关就能自动加热，简直就是冬天必备神器。驱车到达目的地，众人下车。纪离深呼吸了口冷气，仰头看向白雪皑皑的山峰，和之前一样没变。大白，他转身抱了抱雪狼，回雪山了，你开心吗？雪狼亲昵蹭了蹭纪离，表示开心。离，纪阳招呼妹妹，出发，开爬。他看向裴寂，裴哥，比赛不？谁先到达山顶就答应对方一个要求。裴寂想说无聊不，但忽然想到什么，嗓音懒散答应。好啊。话音落下，裴寂抬步往前，纪阳赶忙跟上，胜负欲瞬间燃起，他绝对不能输，绝对不能。就这样，一行人沿着雪山爬行，除了雪狼和黑豹，其他5只都是第一次来雪山。丧彪撒欢往前跑，跑到远处又跑回来，嗷呜，非常兴奋。仔，本狮子大王背你上去。狮子喷洒出热气，大毛脑袋凑过来拱了拱纪离，不用了，丧彪大王你去玩吧。纪离抬起手摸了摸狮子的大脑袋，让他和黑豹、棕熊几个去玩。雪山这么大，够毛茸茸们释放精力了。踏风比他们这些人提前到达，在空中盘旋几圈，他俯冲下来，背着翅膀站稳。仔，踏风你饿不饿？我们吃点东西吧。猎鹰来回消耗了不少体能，得补充下。说着，他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生肉。莉，我们一起走吧。乔倩背着一个挎包过来，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们2人渐渐熟络，称呼也从领主大人改为了名字。乔倩看向埋头干饭的猎鹰，下意识地往纪离身边靠近。他知道变异动物不会轻易伤害人类，但近距离接触还是有些害怕。不夸张，猎鹰一翅膀能把他扇飞。纪离见他害怕，安抚：踏风不会伤害你。乔倩点了点头，好奇看着这只 S 级猎鹰。我知道，但我就是有点怕的。莉你真厉害，竟然能驯服这么多变异动物。还好吧，其实他根本不晓得该怎么驯服，但这话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你要喂踏风吃东西吗？乔倩想喂，但不敢。我不敢，我怕踏风啄我，这啄一下手就直接废了。乔倩抱住纪离的胳膊，对了离，他小声花花，你有喜欢的人吗？啊！纪离猛同样小声询问，你有喜欢的人了？是谁啊？乔倩有些害羞，南萧哥。吕南萧？纪离眨眨眼，他知道吗？乔倩摇头，不知道，我怕他知道了会尴尬，毕竟我们都在事务中心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万一他不喜欢他，那你可以试探一下。怎么试探？纪离想了想，找他假意问其他人的情况，观察下他什么反应。这个办法好。乔倩眼前一亮，莉谢谢你，等我回去就问他，这样子就不会尴尬了，嘿嘿。吕南萧没有跟他们来雪山，所以乔倩打算回去找个时间问问。踏风补充完消耗的体能，重新抬起白色的脑袋，对纪离叫了声莉，仔，鹰带你飞。纪离再次拒绝了毛茸茸的好意，他抱了抱猎鹰，我还不累，等累了再说。踏风你也去玩吧。走在前面的灵药组看向撒花在雪地上奔跑的狮子和棕熊，忍不住手欠就想撸一把。
趁着他哥和其他人不注意，他快步且大着胆子挪过去，摸了把狮子的屁股。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其实狮子的也摸不得。丧彪猛然转过身，棕黄色兽瞳盯着摸他屁股的两脚兽。林耀祖嗖的一下把手缩回去，被吓一跳，下意识的往后退了2步，与面前这只体型庞大的狮子对视。好！丧彪张开大嘴，朝这个胆大不要命的两脚兽吼了一声。林耀祖只感觉耳朵都差点聋了，下一刻他就被狮子整个叼起来。救命啊！哥，快救救我！林耀祖在狮口挣扎，惊喊大叫的声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纷纷看过去。杜兴则围观了全程，一脸佩服，伸出大拇指。好家伙，耀祖兄弟竟然敢摸狮子的屁股，他胆子真大啊！林光宗看着自家傻弟弟被狮子叼着往前跑，先是一愣，然后听见杜兴泽的话，瞬间无语。好端端的他去招惹狮子干嘛？梁景挑眉，不去救。林光宗冷漠无情，不用，让他手欠，活该。反正狮子又不会真的伤害他，顶多就是吓唬吓，也让他尝尝记性。丧彪叼着两脚兽跑到了几离面前。林耀祖在狮口里挣扎中见到他们领主大人，喜极而泣。漂亮妹妹，快救救我！救救我啊！把我放下来！几离杏眸睁大，绷住笑。丧彪大王，你把人放下来吧。狮子听话，把叼在嘴里的两脚兽放在了地面上，跑过去嗷呜告状。大胆的两脚兽竟然敢摸他丧彪大王的屁股，不可饶恕！好了好了，吃个牛肉干。几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牛肉干塞到狮子嘴巴里，哄了哄，别气了，我们丧彪大王是只宽宏大量的狮子，对不对？对，没错。丧彪大王一口吃掉牛肉干，挺起胸膛，他就是只宽宏大量的狮子。本狮子大王决定原谅这只两脚兽的冒犯。狮子冲林耀祖低吼一声，然后又撒开四肢，精力旺盛跑远。林耀祖被吼得一脸茫然。漂亮妹妹，丧彪刚才是不是在骂我？这可冤枉狮了。几离替自家狮子洗脱冤屈，丧彪没有骂你，他的意思是原谅你刚才的，想了想，换个词，冒犯。那就好，那就好。林耀祖发誓再也不手欠了。被狮子叼着跑真的不太好受，比坐过山车还刺激，也庆幸衣服质量不错，竟然没有撕烂。林耀祖凑过去，十分殷勤。漂亮妹妹，你就是我唯一的姐。他认真说，你收我为徒吧，可以吗？几离懵逼，收徒？他能教什么？林耀祖是认真的，他双手合十，神情虔诚，教我学怎么驯服变异动物。漂亮妹妹，求你了，收我为徒吧。几离哽住，迟疑。林光宗过来一把薅住弟弟，看向女孩子，领主大人，您别搭理他，这家伙又犯病了，我这就把他给带走，快走。林耀祖挣扎，哎，哥你别薅我，我话还没说完呢。漂亮妹妹，救命啊！闭嘴！林光宗捂住傻弟弟的嘴，把人带到另一边，苦口婆心说，大佬那么忙，哪有时间收你为徒？还有，就算真教你如何驯服变异动物，你觉得自己能行？林耀祖瞪眼，大声反驳，我行，男人不能说不行。林光宗闭了闭眼睛，无奈叹气，随便你吧，总之你不许麻烦大佬，至于其他的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变异动物其实那么容易就能被驯服的，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林光宗也不管了，等他碰壁，死心就不响了。越往上温度越低，几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了白色毛线帽子戴上，手套也重新戴好，踩着雪地靴和乔茜往前爬。离，谢寻迈着长腿走到女孩子身边，她穿了件黑色棉服和长裤，笔直修长的腿踩着双黑色马丁靴，银白色碎发下眉眼清冷。她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保温杯，拧开盖子递过去。几离疑惑接过，什么呀？捧着保温杯尝了一口，浓郁的巧克力味蔓延口腔，小姑娘杏眸瞪圆，湿热可可。谢寻哥，你从哪里弄的？便利店。青年诞生。乔茜左看看右瞅瞅，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她咳了2声说，离，我去前面找宋征姐问点事儿，你们聊哈。好的。几离没有多想，捧着杯子应声，又喝了2口热巧克力。几离把杯子给他，仰起脸道谢。谢寻哥，你怎么不和队长他们一块爬山啊？我还以为你们都在前面呢。谢寻接过保温杯，拧紧盖子收回空间里，嗓音轻了，不想去。哦，几离也只是问问而已。他点了点脑袋，哦了声，踩着厚厚的积雪往前。小黑和丧彪他们玩了会儿，又滑行回来，宰。几离秒懂，他伸出胳膊，小黑缩小体型缠绕上去，把自己贴在几离手腕处。不去玩了？几离问。小黑想和仔一起玩。临近中午，抵达山顶，搭建好帐篷，大家围坐在一起准备午饭，各自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蔬菜肉类，杂七杂八一大堆，还有一提碳酸饮料。杜兴则架起2口锅，胖脸满是高兴。咱们谁是火系异能来着？帮忙点个火。今天中午咱们吃牛肉火锅。裴寂点了火。几离和哥哥几阳坐在一起，他捧着杯子喝了口热水，好奇问了句，哥哥，你和队长比赛爬山谁赢了？几阳哭丧着脸，心有不甘，裴哥赢了，哥就差几步。几离拍拍他的肩膀，安慰，没事，我们下次一定会赢的。几阳听到妹妹这话，重新燃起了信心。离，你说的没错，哥这回就是没有发挥好，下次一定能赢。裴寂坐在旁边一字不落全听到，他扯了扯唇，看向俩兄妹，有些好笑。你们说这些也不背着我点。几阳丝毫不心虚，我们又没说裴哥你坏话，干嘛背着？是吧，离。几离配合哥哥重重嗯了声。裴寂轻笑，行，下回争取让你赢。几离好奇，那你们赌约是什么？几阳双手合十，裴哥手下留情，往后还是好兄弟。裴寂对输赢什么的压根无所谓，他嗓音懒带，那包1个月早餐没问题。几阳比了个 OK 的手势，大家聊天的空隙，米饭蒸好，火锅也煮好了。杜兴则大声招呼，开饭。火锅咕噜咕噜冒着热气，香味蔓延在周围。火锅有2个口味，番茄和牛油麻辣，能吃哪个吃哪个。几离喜欢吃辣，盛了碗米饭，他坐在防水垫上加了1筷子香菜，火锅配香菜绝子，还有小白菜豆腐皮和金针菇必吃。咱们吃完来打雪仗不？杜兴则提议。好啊。林耀祖兴奋，漂亮妹妹，你打吗？我们组一队。
几黎扒了2口饭，闻言摇了摇头：“你们玩吧，他等会儿还要投喂毛茸茸们。”远处，狮子和棕熊在雪地里翻滚，它们皮毛厚实，压根不怕冷。黑豹和雪狼还有花豹各自趴在雪地上，懒洋洋把脑袋搭在2只前爪上，闭着眼睛似乎在睡觉。微风吹拂着它们的毛发。踏风，踏风不知从哪里抓了只兔子，把它给搁在了雪地上。兔子没有死，它躺在地面一动不动，然后趁着猎鹰梳理羽毛的空隙，迅速迈着小短腿往前逃命。逃着，逃到了狮子和棕熊翻滚玩闹的方向。丧彪翻滚起身，居高临下看着闯入者，歪了歪脑袋。棕熊坐起身，2只脚晃了晃，黑色小眼睛看向面前的食物，轻轻呜了声。兔子控制不住叫了声，瞪大眼睛看向面前2只庞然大物，被吓傻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改变方向逃命。好巧不巧，逃到了闭眼假寐的3只地盘上。黑豹缓缓睁开绿油油的兽瞳，盯着面前吓得瑟瑟发抖的兔子，没有动怒。雪狼只看了眼，又重新闭上眼睛，丝毫不感兴趣的模样。花豹舔了舔胡子，故意朝下破胆的可怜兔子低吼了一声：“鸡！”兔子被吓得到处逃窜。丧彪玩心大发，追着可怜的兔子到处跑，轻易就把逃窜的兔子逮住，按下爪爪下，脑袋凑近喷洒热气。丧彪不打算吃掉爪下的兔子，这么点都不够塞牙缝，他就是玩。逮住兔子又把它放跑，玩追逐游戏。棕熊也加入了这场追逐游戏。小熊是打算待会儿饿了拿这只兔子加餐。没错，他就是只邪恶的小熊。熊骄傲点 JPG。2只庞然大物对着可怜弱小的兔子展开了一场名为追逐的游戏，把兔子吓得边叫边跑，但就是怎么逃都逃不掉。踏风沉浸式梳理羽毛，压根不管自己抓来的兔子会怎样。直到几黎出现，吃完午饭，几黎来到了毛茸茸们玩闹的地方，就见狮子和棕熊在追逐一只兔子。2只见到几黎，立马放弃了追逐游戏。狮子轻而易举叼起这只兔子，撒腿跑到几黎面前，把兔子放在地面，用爪爪摁住。仔仔，给你吃。小熊也跑过来，仔仔吃。他不加餐了，他要留给仔仔吃。几黎蹲下身，从狮子爪爪下救出了那只可怜的兔子。兔子瑟瑟发抖，一动都不敢动，只从嘴里发出微弱的叽叽声。抬手安抚了下，几黎摇了摇头，婉拒了毛茸茸们的好意。我们把兔子放了好不好？给你们吃罐罐，也不缺食物，还是放过这只可怜的兔子吧，都快被丧彪和小熊吓破胆了。小熊同意。仔仔说什么就是什么，熊不会反对，狮也不会反对。丧彪甩了甩尾巴，把自己的大毛脑袋凑过来贴贴。仔仔吃罐罐，等一下给你开罐罐。几黎抱着兔子走到另外一边，蹲下身把兔子放到地面上。没事了，回家吧。兔子呆愣在原地几秒钟，叽叽2声，然后迈着小短腿迅速朝家的方向跑，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天。重新站起身，几黎从储物空间里拿出罐罐，给每只都分了2个。等他们吃完，又拿出一大堆生肉投喂。几黎拍了拍手心，蹲下身闲着没事玩雪，玩着玩着捏了个雪球朝黑豹扔过去。正中吃完饭，懒洋洋清理自己的黑豹脑门上。黑豹停下舔毛的动作，绿油油的兽瞳看向几黎，明显呆了呆，然后知道仔仔是在和他玩，于是爬起来陪玩。丧彪见状，饭也不吃了，甩着尾巴就蹭过来，嗷呜！仔仔，本狮子大王也要玩。毛茸茸玩闹的动静吸引来了众人。几阳来到这边，就见到妹妹和变异动物们在玩扔雪球，7只跑来跑去。林耀祖恍然大明白，难怪漂亮妹妹不和我一起组队打雪仗，原来是要和他们玩啊！我也想去玩。林光宗瞥了眼自家傻弟，你也想去？那你去吧。林耀祖一反常态，算了，我怕又被叼着跑。杜兴则胖脸羡慕，看着变异动物围着他们领主大人玩闹，酸溜溜道：老大，你说怎么没有变异动物喜欢我？秦姐冷漠脸，你心里没点数？这话也太扎心了吧。杜兴则瞪眼，这话没法说了，他选择闭嘴，默默看向玩耍的动物。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团了个雪球，也和他们领主大人一样朝远处扔过去，正好砸在了奔跑的棕熊身上。棕熊以为是仔仔砸的，还挺开心，但当看见是其他两脚兽，瞬间就不乐意了，从嘴里发出吼声，迈着粗壮的4肢向两脚兽跑过去。卧槽！杜兴则立马转身就跑，这回轮到他喊救命了，老大救命啊！秦杰、几黎见状忙不迭喊住棕熊、小熊。棕熊的脾气可比狮子暴躁多了，刚才棕熊是真想去咬杜兴泽，这被棕熊咬一口得遭老罪了。棕熊停住奔跑的步伐，转过去回到几黎面前，呜了声仔仔。几黎双手捧起棕熊的大脑袋，别人只是在和你玩，怎么还生气了？棕熊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亲昵蹭了蹭几黎，坚决维护自己在仔仔心目中的形象，他是只脾气超级好的熊。熊才没有生气。熊否认，好吧，小熊没有生气。几黎捏了捏棕熊的耳朵，我们小熊是全世界脾气最好的小熊，对不对？对。那小熊不可以伤害人类，能不能做到？能。小熊真棒。没错，小熊真棒。棕熊抬起自己的熊掌，小心翼翼地抱了抱仔仔。仔仔，熊不会伤害人类。几黎应声又补充，坏人除外，小熊遇到坏人就直接揍他。棕熊乖乖点头。好啦，我们继续玩吧。被吸引来的众人也都纷纷离开，没有打扰他们领主大人和毛茸茸们玩耍，主要是他们怕被奔跑的变异动物误伤。和毛茸茸们玩了1个小时，几黎有些累了，就抱着皮毛厚实柔软的雪狼歇息，把自己埋在雪狼身上。大白，你好暖和。雪狼蓬松的尾巴甩了甩，一双湛蓝色兽瞳注视着几黎。雪狼话也不多，如果说黑豹是只高冷神秘的豹子，那雪狼就是金贵优雅的狼王。没错，就是狼王。大白之前说过，他曾经是一个族群的狼王。至于为什么会脱离族群，身受重伤倒在雪地上，雪狼没有说，几黎也没追问。盘踞在雪地上的小黑嘶嘶嘶，仔仔，蛇也暖和。
啊！纪离眨了眨眼睛，对上小黑那双紫色树瞳，没有吱声。丧彪偏头看向小伙伴，实话实说：“小黑，你不要骗仔仔，你都不暖和。”小黑睁着紫色树瞳，卡词了：“蛇不暖和吗？”纪离抱着暖乎乎的雪狼，闭眼歇息，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七只互相瞅瞅，又同时看向仔仔。丧彪凑过去，仔仔睡着了，这回不用提醒。丧彪就压低声音说：“本狮子大王知道不能吵醒仔仔。”他们默契没有出声，只是悄咪咪挪过去，围成一圈。小黑吞吐蛇信，尾巴尖尖，想要缠住仔仔贴贴，结果被一只黑色的爪子拦截。黑豹摁住蛇尾，绿油油的兽瞳盯着巨蟒，压迫感很重。小黑默默把自己的尾巴尖缩回去。哼！七只安安静静趴在雪地上，直到纪离醒来才睁开眼睛。仔仔！小黑立马蹭过来，冰冰凉凉的鳞片贴在了纪离侧里，残留的几分睡意瞬间消散。纪离抬起手摸摸小黑的金色脑袋，我们回去吧。日落西山，余晖染红了半边天。晚饭吃的也是火锅，吃完晚饭后，大家围坐在火堆前闲聊，心情放松。这雪山上风景真不错，除了有点冷，其他都挺好，难得放松一下。自从这末世降临，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是啊，好像又回到了末世前。纪离坐在防水垫上，双膝抵着下巴，手里拿着哥哥几阳给他的桃子，桃子非常大一颗，被切分成6块，呆呆凝望着火堆。纪离嚼着桃子，思绪逐渐放空。领主大人，咱们明天上午几点回去？领主大人啊！纪离回神。杜兴泽，咱们明天几点回去？我好提前准备早饭。明天9点吧。好，晚上睡觉，纪离是和毛茸茸们一起睡的。他躺在睡袋里，被7只包围，狮子的大毛脑袋凑过来，嘴里嗷呜呜，仔仔晚安。其他几只也异口同声，仔仔晚安，晚安大家。纪离缩在睡袋里，闭上眼睛，慢慢陷入沉睡。次日9点，收拾好东西，大家准备下山。下山比上山轻松多了，灵药组还弄了几块木板，踩着滑行。半路和踏风道别，目送猎鹰渐行渐远。纪离才来到停放车辆的地方，打开后座车门，和其余6只上车，回到桃园基地已经是下午2点。领主大人回来了。曲靖从事务中心出来迎接，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告知。昨天阳光基地的人来了，从我们基地购买了100斤大米和100升汽油。阳光基地，曲靖接着说，他们还想和我们基地长期合作，购买大米和面还有汽油这几样东西。阳光基地产出很少，你同意了？暂时没有。我说要等领主大人您回来才能决定。他们说什么时候再来了吗？说是下周。纪离没有犹豫，直截了当。那等下周来就跟他们说我们同意合作。彼时，阳光基地内，前去谈合作的顾达将在桃园基地见识到的全部说了遍。研修听完沉思，莫非他们基地也被游戏选中了？沉思半天，他道：既然如此，我们下周带着诚意前往，争取谈下合作。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见一下桃园基地的基地长。洪伟歇举着2只巨大的钳子出现，从嘴里发出滋滋声。莫风，你捕猎回来了。研修上前，洪伟歇用自己的大钳子戳了下他，表示自己安全回家了。顾达围着洪伟歇转了一圈，语气带着惊讶：基地长，莫风真的好了。自从那天过后，就再也没有发疯暴动。这段时间，洪伟歇每天都会和研修驱车外出打怪，超级敬业。没错，这是一只敬业蝎。而且莫风脾气真好啊，和别的变异动物不一样，他竟然不咬我。顾达伸手摸了摸蝎子的敖足，蝎子一动不动，乖乖让摸。基地里的灰毛垂耳兔和奶牛猫简直就是基地里的2只小霸王，整天上蹿下跳，双方主人都快管不住了。打又不能打，骂又骂不过，只能眼睁睁看着这2只小霸王在基地里闹。好在他们还有分寸，知道不能伤害基地内的居民，哪里像莫风听话懂事不闹的，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血。顾达也想有一只莫风这样脾气超级好的变异动物。研修打断了他的幻想，好了，没什么事就出去吧。好的，基地长。顾达回神，走出会议室。研修看向洪伟歇，莫风，你去休息吧，后天带你去趟桃园基地。为什么突然去桃园基地？根本原因是绑定的建设系统让他去。是的，没错，他被游戏选中，绑定了基地建设系统。这个系统会派发任务，只要完成任务就能获得相应的奖励，奖励以大转盘的形式抽取。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今天听到顾达所说，他猜测桃园基地也有人绑定了游戏系统，至于是谁的，见了面才能知道。后天很快到来，一大早他们便驱车出发，上午10点多顺利抵达桃园基地。接到护卫队传来的消息，曲靖来到基地大门口。研修下车，抬步上前伸出手，你好，我是阳光基地的基地长研修。曲靖也伸出手，你好，我是曲靖，桃园基地的副基地长，欢迎来到桃园基地，有什么事大家到里面说。洪伟歇从车上下来，体型恢复至原来，血红色尾部翘起，2只锋利的大钳子举着就朝他们迈着8条腿走过来。研修解释，这是洪伟歇墨风，不会伤人的。我听说桃园也有几只变异动物，就想着带墨风来交个朋友。曲靖还是第一次见到变异洪伟歇，他暗自观察了下，点头，去事务中心说吧。研修此次来桃园基地就带了2个异能者，他踏入基地内，尽管早就听顾达描述了桃园基地的内部景象，但亲眼目睹还是有些惊讶，难怪能被游戏评分为65分。是的，桃园基地升级过后再次刷新了评分，地图显示桃园基地评分中级营地65分，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到高级营地，估计要达到100分吧。洪伟歇踏入基地就嗅闻到了熟悉的气息，他扁平的复眼微微睁大，透着几分激动，是仔仔的气息，在哪呢？洪伟歇迈着8条腿往前。莫风，研修拦住自家歇，你去哪？先在门口等一下行不行？洪伟歇口气蠕动了下，停住脚步。研修和曲靖来到事务中心里谈合作，他不知道自己刚走进事务中心，待在外面的洪伟歇就迈着8条腿溜了。他好久没见到仔仔了，有些想念。嗅闻着那股甜甜的气息，洪伟歇来到了宠物广场。
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忙采集的采集，外出打怪的外出打怪，即便有步行的居民见到这只巨大的蝎子，也都纷纷避开。基地时不时就出现变异动物这件事，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基本没事。宠物广场里，上午几黎没有外出打怪，而是忙完就来到了宠物广场给毛茸茸们梳理皮毛。这回他特意准备了4、5把专门梳理毛发的工具，几只乖乖排队。丧彪排在大白后面，甩了甩尾巴，棕黄色兽瞳染着兴奋。仔仔又要给他梳理鬃毛了。本狮子大王就是世界最幸福的狮子，哈哈哈哈！狮子狂笑，笑完看向旁边的小伙伴，说出一句扎心话语：小黑，你又没有鬃毛？不是，你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你挤过来干嘛？盘踞在地面上的金色巨蟒睁大紫色树瞳，瞅瞅小伙伴，又瞅瞅自己，他真的没有毛吗？仔仔怎么给他梳理皮毛啊？小黑疑惑，小黑伤心，小黑想和仔仔贴贴亲亲。仔仔，蛇没有毛吗？小黑伤心欲绝，看向给黑豹梳理皮毛的仔仔，嘶嘶嘶出声。几黎闻言抬起脑袋，没事，我可以给小黑擦擦鳞片，擦干净。仔仔你真好。小黑伤心的情绪一扫而光，尾巴尖尖轻轻拍打地面，又朝小伙伴嘚瑟。仔仔说给蛇擦鳞片，仔仔好爱蛇。丧彪难得没有回怼，仔仔也爱本狮子大王。等梳完毛毛，我们去给仔仔摘果子吃，仔仔喜欢吃果子。小黑好，他要多摘点。黑豹体型变小，乖乖蹲坐在地面，两只爪爪并拢，绿油油的兽瞳看向给他认认真真梳理皮毛的几黎，拿着毛茸茸专属梳子将浮毛清理干净，从头部到背部、腹部、尾巴梳理完，捧着黑豹的脑袋吧唧亲了口。好了，完事了。黑豹眯起眼睛，心情愉悦，他伸出粉红色舌头舔了舔季黎，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声。谢谢仔仔，不客气，去玩吧。接下来是大白。大白的毛发厚实柔软，比较难清理，但几黎依旧耐心仔细清理。大白，你的尾巴好蓬松，从背面看就像一只，想了想，像一只萨摩耶，超可爱。在族群里，只有刚出生的幼崽可以用可爱这种形容词，雪狼作为狼王不能，也不允许用可爱这种词。对于狼王而言，这是一种挑衅、侮辱。但是仔仔说他可爱就是可爱，雪狼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还很开心。仔仔夸他可爱就是喜欢他，他也喜欢仔仔。雪狼呜了声回应。半晌，好了，大白也好了，照常在雪狼脑门吧唧亲了口。几黎又示意我们的丧彪大王。丧彪大王迈着嘚瑟的四肢走过来，先是把自己的大毛脑袋扎到几黎怀里狂蹭，才顶着凌乱的鬃毛嗷呜。仔仔，造型，弄造型。自从上回几黎问他给你弄个造型好不好这句话后，狮子就把编辫子叫成弄造型。新语言成功 get。几黎应声，拿起工具开始给大狮子梳理皮毛。狮子皮毛很容易清理，毛茸茸们也不用做驱虫什么，没有蚊虫敢往它们身上爬。变异动物们由内而外散发的强大气场，让那些蚊虫压根不敢靠近。给狮子梳理完鬃毛，几黎捧着大狮子脑袋吧唧亲了口。好啦，丧彪大王，玩去吧。狮子嘶哈嘶哈舔了口季黎，嗷呜，仔仔香香，满足。下一个轮到小熊了。小熊一屁股坐在地面，朝着几黎呜了声，让抬爪就抬爪，让转身就转身，是超级乖的小熊一只啊。给小熊梳理完皮毛，接下来就是花豹了。花豹安安静静蹲坐在地面，昂首挺胸，自觉抬起爪爪，尖锐的指甲缩起。几黎也会定期给他们修剪指甲，不用再靠他们自己磨指甲。捧着花豹的脑袋吧唧亲一口，又狠狠撸了把豹子头。好了，我们花花也弄干净了，和小熊他们玩去吧。到我了，到我了。焦急等待的小黑迫不及待上前，蛇脑袋凑过来，蛇信吐出舔了口几黎。仔仔，到小黑了。小黑擦擦，擦擦鳞片，将毛巾打湿凝干水。季黎仔细擦着鳞片，擦到尾巴尖尖的时候，小黑打了个哆嗦，尾巴尖尖下意识地缩了下。怎么了？季黎不知道蟒蛇的尾巴尖是非常敏感的部位，尤其是它动作很轻，对于金蚊蟒而言实在是有些刺激。小黑尾巴尖蜷缩，蛇脑袋埋在季黎脖梗处蹭了蹭，吞吐蛇信，声音都变了。仔仔，不能摸尾巴尖，会难受的啊。季黎担忧，很难受吗？那怎么办？没事，仔仔。小黑悄咪咪伸出蛇信，舔了舔几黎脖梗处的皮肤。我不知道，下次不擦尾巴尖了。几黎抬起手抱了抱蟒蛇，担心询问，还难受吗？不难受了，仔仔。叩叩叩，敲门声突然响起。几黎站起身，拿着毛巾来到门口，打开门，就见一只巨大的蝎子举着自己的钳子停在半空，发出滋滋声。仔仔。几黎微愣，突然想到什么，研修来桃园了，你的伤都好了吗？几黎捧起红尾蝎举起的钳子，用异能检查了遍。红尾蝎呆呆的扁平的眼睛看着几黎，仔仔，都好了。六只围过来，探头探脑，这是谁？丧彪忍不住问，仔仔，他是谁？几黎问红尾蝎，你有名字吗？他还不知道红尾蝎叫什么名字。仔仔，我叫莫风。几黎看向围过来的六只，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莫风，我新认识的朋友。又看向红尾蝎，挨个介绍，这是闪电，指了指黑豹，这是大白。全部介绍完，几只就这样互相认识。小黑睁着紫色树瞳，问了个对于剩下5只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仔仔，他也要住进来吗？莫风有主人，不住在这里。六只听完，集体暗自松了口气。仔仔已经有他们了，他们不想有新的动物住进来。变异动物的占有欲其实很强，但仔仔只有一个，根本不够分，只能和睦相处，共同拥有，不然怕是要争个你死我活。好啦，你们去捕猎吧，我带莫风去事务中心。仔仔，上。出了宠物广场，几黎听到红尾蝎的话，先是一愣，而后爬到了大蝎子的背部，稳稳坐好。好啦，出发。红尾蝎听到指令，迈着8条腿往前。来到事务中心的时候，研修和曲靖已经谈完，从红尾蝎背部爬下来。几黎推门而入，目光看向他们。曲靖起身，领主大人，关于阳光基地和我们的合作已经谈完了。什么？研修看向站在面前的少女，一整个震惊住。
你是桃园基地的领主。纪离眨了眨眼睛，表示疑惑，我看起来不像吗？还真不太像。但这话不能说出来，严修也明白女孩隐瞒自己身份的原因，万一别人知晓后，肯定会招惹一堆麻烦，毕竟人心难测，更别提现在是末世。严修想着，从储物空间里拿出10颗黄阶金核，搁在桌面上。上回还没来得及感谢，就听顾达说你离开阳光基地了，这10颗金核你一定要收下，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合作的事情谈完，纪离问，时间还早，要不要在基地内逛？好啊。红尾蝎乖乖待在门外，严修都没有发现自家蝎刚才溜走不见了。季小姐，我听说桃园也有几只变异动物，就想着带墨风来交个朋友。严修抬手摸了下蝎子的鳌足，也谢谢季小姐救了墨风。纪离装傻，我救了墨风。严修一愣，随即笑道，是我搞错了，但还是要谢谢季小姐的救命之恩。纪离摆摆手，不客气，然后又说他们都去捕猎了，等下次吧，下次带墨风交朋友。纪离摸摸红尾蝎的脑袋，好不好呀，墨风？呲呲，红尾蝎配合应声，带着墨风在基地溜达一圈。严修更加确信了先前的猜测，8、9不离十是面前的女孩子绑定了游戏系统，但现在不能问，时机未到。参观完基地就准备回去了。临离开前，严修伸出手，认真说，随时欢迎季小姐你来阳光基地玩，希望我们2个基地合作愉快，发展越来越好，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愿。纪离重重点了点头，伸出手与对方握了下。平稳期即将过去，当天傍晚，纪离就发布了公告，告知非异能者这2天不要外出，等危险解决之后再说。当然了，你如果非要外出，也不会阻拦，就是出了事基地不会负责。能活到现在的人都是听劝的，大家收到公告内容，只是感叹一句平稳期过得真快，然后就各自忙碌，不能出基地也有很多事情要做，闲不住，根本闲不住。纪离在基地待了2天，次日下午 SS 级异化值出现的消息在整个兰江市不胫而走。得知这个消息后，纪阳就兴冲冲来到事务中心。离，我和培哥他们打算去瞧瞧，这可是承接金河，估计会有很多人。什么时候去？等会儿就出发，培哥去开车了。纪离想了想，哥，我和你们一起去。这趟外出打怪，小熊是跟着一起的。纪阳和小熊配合挺默契，重点是小熊不排斥纪阳他们，毕竟相处了一段时间。离，有牛肉干吗？上车前，纪阳悄悄问妹妹要了一根牛肉干，揣在口袋。等上车出发的路上，纪阳拿出牛肉干递给了靠坐在中间的棕熊嘴边，还故意晃了晃。小熊吃不吃？棕熊也没跟他客气，2只熊爪抓住牛肉干，嗷呜就是一口。纪阳趁机撸了把熊脑袋。棕熊抓着牛肉干冲着低吼了声，然后蹭挪到纪离身边，转身用背影对着他，继续专心致志啃牛肉干。纪阳，好，感情淡了。纪离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青皮橘子，剥皮掰开分给纪阳，见状替小熊解释了句，小熊不太喜欢吃东西的被打扰。纪阳看破真相，离你摸一下它。纪离眨了眨眼睫，抬手捏了捏棕熊毛茸茸的耳朵。崽，小熊停下啃牛肉干的动作，一下子倒在纪离身上蹭了蹭。纪阳看向妹妹，表情说明一切，看吧，这就是一只双标熊。哈！纪离卡词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纪阳受伤的心灵。想了想，又掰了一半橘子递给前面的人。谢寻哥，是橘子吗？坐在副驾驶座的青年睁开眼睛，黑色连帽衫下的眉骨轻了，他抬手接过递来的橘子，薄唇微起，谢谢。不客气，吃完还有。纪离重新靠回去吃剩下的橘子。根据得到的消息 ，SS 异化值出现在北郊附近，驱车抵达的路上看见了好几辆车，估计也是冲着承接金河来的。将车寻了个地方停下，下车去瞧瞧。裴寂率先开路，纪离抱着小熊和纪阳、谢寻并排走。穿过杂草丛生的道路，纪离就听到几道惨叫声传来。近距离查看，只见远处高大挺拔的树木好像活了般，伸出长长的树枝，无差别攻击闯入这片领地的人类。刺啦一声，一棵食人树树枝猛地扎穿了来不及逃跑的人，棕色的枝干很快被血色染深，紧接着那人血液飞速流失，只短短10几秒钟就被吸干了。这就是 SS 级异化食人树。面对承接金河，所有异能者都想要拿到，但他们低估了 SS 级异化值的杀伤力，如今想要逃跑都来不及。裴哥，咱们还去吗？纪阳心惊，打起了退堂，不是他怂，是从心而看情况，没有贸然行动。裴寂目光落在远处，观察这些食人树，试图找出弱点。树木怕火，但也会因此激怒他们。前面就有人用火系异能攻击食人树，后果可想而知，几乎是瞬间就被搅成肉泥。观察半晌，裴寂神情绷紧，将作战计划说了遍。金河肯定要弄到，不管多难。离，待会儿你小心，别受伤了。纪阳不担心自己，他就担心妹妹。纪离抿唇应声，深呼吸了口气，抬步往前。战斗一触即发。不止兰江市出现了 SS 级异化值，其他市区也相继出现。傍晚有时，曲靖站在瞭望塔，拿着望远镜朝远处望去。距离他们领主大人离开基地已经过去1整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曲靖不免有些担心。护卫队的人安慰曲副长：“您不用太担心，领主大人是和裴队一起出去的，绝对不会出事，兴许过会儿就回来了。”曲靖放下望远镜，等领主大人回来，立刻去事务中心汇报。好的。时间缓缓，晚上9点多，一辆黑色越野车朝基地飞速行驶过来，是他们领主大人回来了。负责看守基地的人员忙不迭跑到事务中心汇报这个消息。曲靖得知后，快步来到基地大门口，就见裴寂懒腰抱着他们领主往这边走。快去叫治愈异能者过来！来不及多问，曲靖立马派人去叫乔倩。等乔倩给他们领主治疗完，凝重的气氛才被打破。乔倩皱眉说：“离他异能消耗太严重，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很大，这段时间绝对不能再使用异能了。这是怎么回事？”纪阳脸色很不好，低垂着头：“都怪我，离是为了救我才会这样。”纪阳蹲在床边，握住妹妹泛凉的手：“我太没用了，都怪我。”
10人数的确很难对付，作战计划实行的并不是很顺利。他们打怪打到一半，意外发生，竟然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2只被感染的 S 级异化豪猪。豪猪体型巨大，全身长满了尖锐的刺，睁着猩红色眼睛向他们冲过来。纪阳躲闪不及，被他给咬住，差点就命丧豪猪之口的时候被纪离所救。纪阳都惊呆了，他没想到妹妹竟然这么厉害，一个人就把那2只 S 级异化兽给解决了。就当他想问妹妹有没有受伤，话还没出口，人就昏迷了。从纪离昏迷就步步不离的棕熊趴在床边，一双黑色小眼睛里满是担忧。他能听懂这些两脚兽的话，仔仔没有生命危险，但仔仔受伤了。熊很担心，但熊好像做不了什么。棕熊轻呜2声，内心有些焦躁。熊真没用。曲靖开口，让领主大人好好调养休息吧，我们出去说。都围在木屋里，空气都不流畅。纪阳起身给妹妹盖好被子，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出了木屋。裴哥，离离会没事的，对吧？裴寂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知道女孩异能消耗过度突然昏迷的事情吓到了纪阳，安慰道，不会有事，放心吧。站在一旁的谢寻沉默半晌，也说了句不会有事。这回异能是真消耗过度，纪离昏迷了整整3天3夜。期间毛茸茸们从棕熊嘴里知道仔仔受伤了，立马就冲到了木屋里。6只围在床边，狮子睁大棕黄色兽瞳，很不开心。仔仔怎么会受伤？你怎么保护仔仔的？丧彪大王很生气，怒瞪着棕熊。仔仔要带上他，绝对不可能受伤。棕熊没有反驳，他趴在纪离身边也很自责，是熊没有保护好仔仔。小黑也加入这场批斗大会，就是，你怎么能让仔仔受伤呢？仔仔好可怜。其他的毛茸茸们没有指责，黑豹凑近嗅闻，等确认没有血腥味才作罢。他轻呜了声，原地趴下，一双绿油油的兽瞳注视着纪离。雪狼趴在枕头边，缩小到幼年时期的体型，看起来小小一只，2只前爪搭在脑袋下方，就这么安静不语，守护在仔仔身边。花豹沉默，嗅闻着这股甜甜的气息，他暗自做下决定，以后去外面打怪，他都要跟着一起。仔仔如果拒绝，他就悄悄跟随保护。狮子没有再指责，他看向金温莽，小黑，我们去给仔仔摘果子吧，等仔仔醒了就能吃了。小黑，好。他们不能让仔仔立马好起来，但能给仔仔摘好吃的果子。狮子和蟒蛇当即出发。纪离醒来的时候天微微亮，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他呆呆盯着天花板看了会儿，才想起来先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安全回基地了，也不晓得他这回昏迷了多长时间。撑着床铺坐起身，纪离想掀开被子去倒杯水喝，刚抬起手，动作猛然停住。这谁的衣服，袖子这么长？等等，好像哪里不太对劲。纪离慢腾腾把衣袖撸到露出手指，他神情复杂，瞅着这双肉嘟嘟短短的手指，杏眸瞪圆，这是什么情况？纪离猛然掀开被子，看向被睡裤完完全全包裹起来的小短腿，思绪彻底混乱。他把睡裤脱掉，站在床铺上转了2圈，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他怎么变矮了？不敢置信的纪离跳下床，噔噔噔跑到盥洗台，踩着板凳打开灯，看向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女孩子大概3、4岁，穿着不合身的羊绒睡衣，圆嘟嘟的脸蛋白白嫩嫩，乌黑的眼睛睁大，蓬松细软的发丝披散在肩膀。真的变矮了？不对，是变小了。这他妈有3岁吗？纪离瞪大眼睛看向镜子里的自己，只感觉晴天霹雳，眼前发黑。卧槽，这什么情况啊？他怎么变小了？不是吧，不是吧，被毛茸茸天天喊仔仔，然后真的变成幼崽了？我擦嘞！纪离不敢置信掐了把自己，不是在做梦，是梦吧？是吧？是疼的，不是做梦啊！纪离皱着圆嘟嘟的包子脸，站在板凳上思考了整整10分钟，最后深呼吸口气，安慰自己，只是变小而已，没事没事没事。虽然搞不懂为什么会变小，但传输这么离谱的事情都发生了，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说不定哪天他又恢复了。对，没错。想明白后，纪离就站在板凳上洗漱了一番，洗漱完回到床上，抱着被子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得先做几件衣服，其次这件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早上7点多，纪阳照常来看妹妹有没有醒，已经昏迷3天3夜了，他越来越担心。推门而入，纪阳来到卧室门口，先敲了敲门，离离哥哥。卧室里传来温温软软的声音，纪阳没有察觉不对劲，他闻言惊喜万分，推开门，离离你终于醒了，这几天我……话音顿住，纪阳看向缩小版的妹妹，愣在原地，半晌才不可置信问，离离你怎么变小了？纪离抱着被子坐在床上，表情茫然。我也不知道，一觉醒来就变成这样。他也很懵逼。纪阳瞪着双狗狗眼，走到床边，抬手捏了下妹妹圆嘟嘟的脸颊，不是幻觉，离离你真的变小了。他说完，又想起什么，慌忙问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纪离摇摇头，他没有不舒服，就是身体变小了，不太适应。没有就好，没有就好。纪阳放心下来，然后猜测，难道是因为异能消耗过度才变小的？等过段时间就能恢复了。我也是这么想的。纪阳新奇看着缩小版的妹妹，怎么都想不到有天还能出现这种情况。哥，你帮我去裁缝店订这几件衣服吧，我现在的衣服都穿不了，容易拖地。纪阳应声，好，哥现在就去。纪阳不仅给妹妹定制了10几套衣服，还有鞋子、袜子。等妹妹换完衣服从卧室里出来，纪阳控制不住捏了捏那圆嘟嘟的脸蛋，被萌得心脏乱颤。离离你现在太可爱了。纪离绷着小脸挣脱魔爪，哥你别闹了。来到茶几前倒了杯水，双手捧着杯子喝了2口，喝完瘫倒在沙发上，表情生无可恋。我现在变成这样都不想见人了。纪阳不解，怎么不想见人了？他坐在沙发上，对外咱们就说离离你去其他基地了，这件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纪离皱着包子脸，非常苦恼，我还怎么去打怪啊？好麻烦。纪阳不赞同，你异能消耗过度，这段时间不能再用，正好咱们在基地慢慢调养，打怪的事情不急，知道了吗？哦，后者乖乖应声。一整个上午他都没有出门，主要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突然变小都不晓得该怎么面对其他人。QAQ 到了午饭时间，纪阳去食堂打饭了。
他就坐在沙发上思考人生。思考半天，纪阳提着饭盒回来，纪离回神看向门口，裴寂和谢寻踏入木屋，两个人的目光准确无误落在他身上。纪离沉默，都愣着干嘛？快来吃饭了！纪阳把饭盒挨个打开，见队友站在原地招呼。裴寂在来的路上就听纪阳说了这件事情，但亲眼目还是有些诧异，怎么变得这么小？有3岁吗？裴寂面色复杂，脱口而出：还能恢复吗？纪离眨了眨眼睛，先是怔了下，然后认真回答：能，肯定能，必须能。恢复不了他就怎么样呢？只能认命了。天煞的！从沙发上跳下来，迈着小短腿来到餐桌前，纪离刚想坐下，整个人就被抱起，稳稳落在椅子上，紧接着头顶上方响起惊悚发言：离离，你能自己吃饭吗？要不哥喂你吃饭。纪离绷着白白嫩嫩的包子脸，一本严肃说：我能自己吃。他补了句：我是变小了，不是变傻了。虽然因为手指短，握筷子不太适应，但丝毫不影响他干饭。纪阳还特意准备了勺子，搁在妹妹碗里，扶着碗边加了一筷子青椒炒肉。纪离开始认真干饭，两耳不闻窗外事。午饭吃完，纪离靠在沙发上歇息了会儿，思考着下午要做什么，也不能一直待在木屋啊。哥，你们下午出去打怪吗？他问。纪阳把碗筷洗干净，随意擦着手，去，和秦队他们一起组队去，待会儿就出发。好不容易出现 SS 异化值，得趁着这段时间多弄点晶核。那你们小心点，放心吧。下午2点多，纪离出了木屋，迈着小短腿来到事务中心。曲靖在忙，听到动静抬起头，他目光落在穿着蓝色背带裤、踩着小白鞋、扎着丸子头的女孩子圆嘟嘟包子脸上，有些疑惑起身：小姑娘，你找谁？曲靖搜索了下记忆，他好像没有见过面前的小女孩，是刚来基地的。我找你。有些稚嫩的奶音响起。天煞的，变小就算了，声音也变奶了，就算刻意严肃讲话，也改变不了一口稚嫩的奶音。QAQ， 找我？曲靖蹲下身，让自己显得和蔼可亲。找我有什么事吗？纪离握住他的手，你跟我来。曲靖不明所以，被面前的小女孩牵着来到2楼的房间，把门关上。纪离转身仰头看向满脸疑惑的曲靖，深呼吸口气，绷着小脸重新自我介绍：曲副长，我是纪离。什么？曲靖瞳孔地震。领主大人。纪离走到沙发上坐下，你先坐，我慢慢跟你说。曲靖听完十分担忧：领主大人，您还能恢复吗？当然能了。纪离拖着下巴表示：我觉得过几天就能恢复了，所以不用担心，对外就说我去其他基地暂住。好的。和曲靖又说了些关于基地的发展后，纪离又回了木屋。这几天不能打怪，就摆烂吧。洗了个桃子，纪离费劲巴拉切开，拿着一块慢吞吞啃着吃。吃完桃子，洗干净手指，纪离打算去宠物广场。不晓得毛茸茸们看见他变成这样会是什么反应呢？该不会不认识他了吧？胡思乱想一通的纪离独自乘坐公交车来到宠物广场，打开门，他迈着小短腿走到里面，就看见狮子四仰八叉的豪放睡姿。他环顾四周，小熊和闪电跟着裴寂他们一起去打怪了，雪狼和花豹在外面捕猎还没有回来，狮子在睡觉，还剩下小黑。小黑呢？巨蟒盘踞在粗壮的树干上，它没有深入睡眠，在纪离踏入后就睁开了紫色树瞳，蛇性吞吐，嗅闻到熟悉的气息。是仔仔。仔仔醒了。金文蟒滑动身躯从树上下来，迅速游动过去，当看见缩小版的仔仔，紫色树瞳扩大，蛇陷入了疑惑之中。仔仔怎么变小了？小黑游动过去，蛇脑袋凑近，仔仔也和蛇一样，能自由变大变小吗？不，他不能。纪离见小黑还认识自己，放心下来，抬起肉嘟嘟的手摸了摸巨蟒的大脑袋。我不能，这只是暂时的，等过段时间就恢复了。小黑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过几天仔仔就会变回原来的模样，不管仔仔变成什么模样，蛇都会永远喜欢仔仔，守护仔仔。小黑吞吐蛇信，蛇尾滑动缠住了纪离。仔仔，蛇带你去外面玩吧，他前几天捕猎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地方，那里有好多果树，仔仔肯定喜欢。好呀，反正闲着无聊。变异动物们出基地也是从大门走，金文蟒游动的速度很快，快到负责看守基地的人员都没发现蛇尾中间的人。纪离被包裹在其中，只能感受到冰冰凉凉的鳞片。来到目的地，金文蟒停住，仔仔到了。将纪离放下来，小黑用蛇尾摘了一个青皮橘子，仔仔吃果子。纪离双手接过那颗青皮橘子，谢谢你小黑，我等下再吃，你先别摘了。他刚吃完一颗大桃子，吃不下，把橘子收到储物空间里。纪离环顾四周，这里是一整片橘子树，青色橘子挂满在树上，鼻尖一股橘子皮的气味弥漫。小黑自己摘了个青皮橘子，连皮带果肉一起吃掉，吃完嘶嘶嘶出声。仔仔，蛇带你去里面，那里有好玩的。什么好玩的？纪离有些好奇，被小黑带到所说的地方。清澈见底的溪水流动，五颜六色的花草遍地。小黑喜欢玩水，他游动到水里，尾巴尖拍打水面，邀请仔仔一起玩。纪离没有下水，而是坐在溪流边和他玩，双手捧起水泼向巨蟒。小黑也不躲，任由仔仔朝他泼水玩。在几十米开外，一只毛发红棕色的动物低伏在草丛里，注视着溪流处。它眼睛是深黄色的，眼角到鼻子上有条细细的黑线，一双大耳朵竖立起，耳朵尖上两簇黑色毛发，外貌凶狠。这是一只 B 级变异狞猫，它恶狠狠盯着溪流边的金文蟒，锋利尖锐的4颗牙齿显露。这里是他圈中的地盘，就在前几天，领地内闯入了一条蛇和一只狮子。狞猫很生气，他想将闯入者驱赶，但也知道自己实力不允许，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只狮子和蛇在他的地盘上摘果子，等他们离开后才现身。他重新标记地盘，以此想要警告对方不许再来，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不要脸。狞猫愤怒，怒瞪着远处的金文蟒。忽然，他的目光落在溪流边的人类身上。
宁猫想到办法，他打不过那条蛇，但对付一个弱小的人类还是能行的。今天他必须给这条蛇一个教训，让这条臭蛇知道他刀疤也不是好惹的。玩了会儿泼水游戏，几里有些累了，就这么平躺在草地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发起了呆。圆嘟嘟的包子脸微微鼓起。小黑在溪水里游来游去，时不时用尾巴尖拍打水面，溅出水花，还把自己埋在水下，都没有注意到危险即将来临。找准时机，宁猫迈着修长的四肢飞速朝溪流边靠近，他眼准嘴快叼起躺在草地上面的弱小人类，转身就跑。几里只感觉眼前一黑，下一秒就腾空而起，身体晃来晃去。什么情况？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叼起来了。几里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只觉得衣领勒住脖颈，有些呼吸困难。他抬起手试图扒拉开衣领，但根本扒拉不动。救命！宁猫把猎物叼回自己的窝里，居高临下盯着面前的弱小人类，一脸凶狠，让他想想该怎么教训那条臭蛇，要不然直接把这个人类杀掉。总算解脱的几里巴拉开衣领，咳嗽了2声，才扬起脑袋看向面前的宁猫，是吧？动物世界里见过，但比动物世界里的宁猫大了好几倍，是一只放大版的凶狠猫猫。是的，宁猫此刻的表情非常凶狠，他深黄色的兽瞳盯着面前的人类，凶狠的表情夹杂着3分疑惑。奇怪，太奇怪了，分明物种不同，可宁猫就是觉得面前的人类幼崽超级可爱。宁猫疑惑，宁猫震惊，宁猫不自在地冲着面前的人类叫了声：“你认识那条臭蛇吗？快说不认识！”说了他就勉强放过眼前的小家伙。对于变异动物散发出的善恶，几里能清晰地感知到，面前这只宁猫虽然凶巴巴的，但没有丝毫伤害他的意思，那就安心了。几里紧绷的情绪放松，听到宁猫的问话愣了下，暗自分析，这语气怕不是宁猫和小黑有什么恩怨情仇。你和小黑认识？宁猫哼了声，这里是我的地盘，那条臭蛇天天来，今天我要给他一个教训。几里杏眸瞪圆，替自家小黑解释，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你的地盘，我们现在就走行不行？你们不要打架。宁猫盯着面前眼巴巴看着他的小崽崽，佯装思考，勉勉强强说，行吧，不打就不打。当小黑从水里面出来，发现崽崽不见了，蛇都傻了。他的崽崽呢？也是这一刻，他才嗅闻到宁猫的气味，崽崽被那只宁猫偷走了。小黑瞬间暴怒，游动庞大的身躯追寻过去。等找到宁猫的藏身处，二话不说，张开血盆大口就冲着宁猫咬去。小黑，几里忙不迭拦住，站起身挡在了宁猫面前。小黑冷静冷静，金文忙猛地刹住车，硬生生拐了个弯，紫色树瞳扩大，吓死蛇了，差点就把崽崽一口吞了。小黑心有余悸，合上嘴巴看向几里，崽崽你没事吧？说着，他又阴森森扫过这只不要命的宁猫，非常不理解，他怎么敢的？一个区区 B 级。其实蟒蛇和狮子第一次来到这里就知道了宁猫的存在，但那又如何？宁猫又打不过他们，而且他们只是摘点果子而已。是的，变异动物之间也存在强者为尊，弱者求存，他们会为了扩充地盘争夺打架，会毫无顾忌闯入弱者地盘，肆意横行。变异动物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在自然界这很正常。我没事，你们不要打架。几里摸了摸巨蟒的大脑袋，又说，这是宁猫的地盘，我们误闯了，现在回去吧。宁猫不太想让面前的小崽崽离开，他从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叫声，那些果子我吃不完，你以后想来就来。宁猫是独居动物，这片地方只有他一只猫，每天的任务就是巡视领地、捕猎、睡觉。真的吗？谢谢你。宁猫心情愉悦，晃动了下耳朵。小崽崽，你叫什么？我叫刀疤。刀疤？几里眨了眨眼。你好，刀疤，我叫几里。就算知道名字，也不影响宁猫喊这个让几里有些哽住的称呼。小崽崽，这个给你吃。宁猫从窝里叼出被树叶包裹起来的东西，几下拆开，是被晒干的鱼肉。我现在不饿。几里婉拒了毛茸茸的好意，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几十斤生肉和几根牛肉干，这些给你吃。毛茸茸见面了。宁猫先是震惊了一下下，然后更喜欢面前的小崽崽了。小黑收敛起了攻击性，对于宁猫把崽偷走的行为表示原谅，没有急着回去。几里和小黑、宁猫玩了会儿，等天色渐晚才回去。几里回了木屋歇息，小黑独自回到宠物广场，其他几只还没有回来，只有狮子睡醒了，活力满满，问小伙伴：小黑你去哪了？小黑放出一个重大消息：崽崽醒了，下午蛇带着崽崽去玩了。什么？狮子瞪大棕黄色兽瞳，质问：你带崽崽出去玩，怎么没叫本狮子大王？当然是因为不想叫，蛇想和崽崽一起。你在睡觉。丧彪大王噎住，随后撒腿就往外面跑。本狮子大王要去找崽崽。狮子一路狂奔到木屋门口，抬起爪爪敲了敲门。几里听到敲门声，起身来到门口，开门。丧彪大王你来了。崽崽。狮子歪了歪脑袋，棕黄色兽瞳满是疑惑，崽崽怎么变得这么小了？进来再说。狮子迈着四肢走到木屋里，围着几里转了一圈。崽崽你好小啊。几里简单解释了下，撸了把狮子的大毛脑袋。丧彪大王好像不开心。狮子把自己贴向几里，嗷嗷呜有些委屈。崽崽，你和小黑出去玩，怎么不叫本狮子大王？因为你在睡觉呀。狮子不想睡觉，错过和崽崽出去玩好难过。呜呜！狮子大王猛地扎到几里怀。崽崽，本狮子大王也想去玩。可以啊，明天好不好？端水大师的称号可不是白获得的，反正这段时间不用外出打怪，就和毛茸茸们出去玩吧。狮子今晚没有回宠物广场，他赖在崽崽床边安稳入睡，摆烂了7、8天，直到平稳期来临。几里发现自己还是没有恢复，躺在床铺上，几里道心破碎，搞不懂，根本搞不懂。他异能都已经完全修复了，模样还是没有变回，不会真的变不回去了吧？不会吧，不会吧！几里翻身抱着抱枕，长叹一声，好烦呐，好累啊！就这吧，也不能一直摆烂哇，任务还要做，基地也要努力建设升级。奋起！经过这段时间跑商小队的宣传，基地新增加了不少幸存者，距离任务目标还差，调出透明面板看了眼，还差3000多人。
几黎觉得可以去其他城市扩招，至于发传单就请金雕帮忙。说干就干，几黎把这件事和曲靖说了下，就准备出发。这时，负责看守基地的人员来到事务中心，向曲靖汇报说猎鹰来，踏风来了，真是来得太及时了。几黎当即迈着小短腿噔噔噔跑到大门口，就见熟悉的毛茸茸背着巨大的灰黑色翅膀，鹰脸面无表情站在门口。踏风，猎鹰歪了歪脑袋，金色圆溜溜的眼睛看向几黎，明显有些困惑。仔仔变小了。几黎到猎鹰面前，张开胳膊抱住面前的猎鹰，超级小声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过一段时间应该就恢复。”猎鹰低头用尖锐的鹰喙啄了啄几黎扎起来的丸子头。仔仔受伤了？没有啊，我一点事都没有。几黎仰起脸看向能把他整个遮住的猎鹰，开始办正事：“踏风，我们走吧。本来打算去找金雕们帮忙的，现在踏风来了，就不用了。”几黎坐在猎鹰背上，向着远处飞行。一共去了3个城市发传单。等3个城市都发完传单，已经傍晚了。寻了个避风的地方，几黎打算在这里休息一晚，明早再回兰江市。踏风，今天辛苦你了。几黎抱了抱猎鹰，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堆生肉，快吃饭吧，多吃点。猎鹰丝毫不觉得辛苦，能和仔仔待在一起，鹰很开心。猎鹰埋头干饭，几黎捡了些树枝生火，坐在火堆前，拿出肉松面包吃，吃完又喝了瓶牛奶。晚上不冷，几黎躺在睡垫上，看向渐晚的天色，吹着微风，有些出神。猎鹰补充完消耗的体能后，就贴着几黎坐下，白色头颅左转右转，观察四周，一双锐利的金色眼睛满是警惕。今晚在陌生地方住，他要守护好仔仔。踏风作为一只 S 级猎鹰，听觉视觉都非常敏锐，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强大气场，让生活在周围的小动物压根不敢靠近。当然了，几黎是感受不到这种气场的。时间缓缓，天色彻底黑了，只有火堆在夜色里燃烧。起身又添了些树枝，几黎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个青皮橘子，慢腾腾剥皮，掰开咬了口。踏风，你吃橘子吗？几黎掰了半橘子递过去，猎鹰一口叼到嘴里咽下。仔仔，你喜欢吃这个果子？喜欢。他喜欢吃各种水果，除了榴莲。猎鹰默默记下。吃完橘子，几黎简单洗漱了下，就准备睡觉，明天早起回去。躺在睡袋里，把自己贴向猎鹰柔软的羽毛里。几黎说：“晚安，踏风。”晚安，仔仔。踏风展开翅膀，将几黎整个罩住，呈现保护姿态。彼时，一支由4人组成的小队正步行朝这个方向走来，他们有些狼狈，衣服沾染血污。这支队伍来自荣城基地，他们遭遇了高等级异化人，拼死解决掉后，异能都消耗了不少，车辆也被异化人破坏。现在天黑了，没办法找车，就打算寻个地方落脚歇息。老大，要不咱们就在这里歇吧。圆脸男生气喘吁吁，抬手抹了把脸上的血迹。他们都走了大半天了。为首的男人身穿统一的黑色作战服，深邃的眉眼冷然，汗水划过锋利的喉结，在小麦色的皮肤上留下浅浅的痕迹。往前走走，他道。啊！圆脸男生痛苦面具，还往前啊？队伍里的老二开口，这地方连个遮挡物都没有，你不怕有怪物半夜把你吃了？不怕的话就留在这儿吧，咱们明早会合。圆脸男生是队伍里最小的，听到这话立马就不累。老大说的对，咱们往前走走。一想到今天遭遇到的那个高等级异化人，他就瘆得慌。那家伙又臭又恶心，被那种怪物吃了他死不瞑目。哎，前面有火光。圆脸男生定睛一看，老大，前面是不是有其他队伍？咱们还过去吗？兴许脚步微顿，思考2秒，继续往前，过去看看。当靠近火光的时候，飓风小队4人集体停在了原地。一想，也就是圆脸男生瞪大眼睛，那是 S 级猎鹰。老二说：“你们看那只猎鹰翅膀下面好像有个人。”一翔顺着视线看过去，只能看见铺在地面的睡袋，至于人影都被猎鹰的翅膀给遮挡住了，完全看不见。但可以确定睡袋里有人，而且不出意外的话，那人就是这只 S 级猎鹰的主人。老大，咱们……话音未落，一翔就看到那只猎鹰转动白色头颅，金色眼睛准确无误看向他。卧槽，他发现我们了！老大咋办？这周围只有那一片地方是个凹出的岩石面，能遮风挡雨。兴许没有说话，只是迈步往前。猎鹰全程盯着他，在几十米开外停下脚步。兴许看向猎鹰，说了句：“我们只是借地方注意我，不会伤害你和你的主人。”变异动物都很聪明，猎鹰自然能听懂两脚兽的话，只要不打扰到仔仔，一切都好商量。猎鹰没有驱赶出现的两脚兽，他坐在地面继续安安静静守护。兴许抬手示意队友们过来，一翔小跑过去，老大，那只猎鹰竟然没有驱赶我们，太不可思议了。变异动物们的领地意识很强的，他们一般情况下对出现的人类或者动物都会进行驱逐。当然了，还有2般情况，就是目前这种。兴许没有想那么多，他靠坐在岩石壁上睡吧，明天去找车。老二也靠坐下来，我守前半夜。老三 OK， 我守后半夜。一翔笑嘻嘻，辛苦哥哥们了，明天我和老大去找车，你们白天补觉，在外面露宿必然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天蒙蒙亮，飓风小队4个人就都吃上了早饭，准备吃完出发去找车。他们吃的是用粗粮做的饼，饼有点硬，但非常抗饿，这也是他们荣城基地必备的食物，几乎顿顿都吃。荣城基地有种植农作物，但产量很低，而且价格高的离谱，一盘猪肉炒白菜就要6颗黄阶金核，普通人压根吃不起。像异能者也得有多余的金核才会打牙祭，吃点好的犒劳自己。末世生存环境本就十分恶劣，对于他们而言，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就已经挺不错，至于水果倒是不花费金核就费命。几黎迷迷糊糊醒来，伸出手指揪住猎鹰的翅膀晃了晃，踏风早呀，猎仔仔早。一整晚没有休息的猎鹰精神状态依旧很好，见到几黎醒来，他收起来翅膀，听到那句踏风，这飓风小队齐刷刷把视线转向那边，
就见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从睡袋里出来，顶着有些炸毛的头发，圆嘟嘟的包子脸，几道明显睡觉压出的红印。易翔瞳孔地震，那只猎鹰的主人是个小孩子？不是，重点是这小女孩竟然敢一个人待在外面，她不害怕吗？家里大人呢？就放心孩子独自在外面睡觉。其他3个人也被震惊到。纪离察觉到什么，偏头看过去，对上震惊的4人，他也惊讶道：他们是谁？什么时候出现的？他竟然不知道。易翔率先开口：小妹妹，你别怕，我们不是坏人。他安抚受惊的人，我们只是借住一晚，待会儿就准备走了。刘聪，也就是队伍里的老二，觉得稀奇：小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你家大人呢？看样子他们不是坏人。纪离对于他们的问话有些无奈，谁让自己现在才3岁？稚嫩的奶音响起：就我自己，我们待会儿也要走了。就你自己？易翔瞬间升起同情心，孩子年纪这么小，父母就没了，真可怜。但在这末世又很常见，只不过面前的小女孩是他见过最小的一个，幸亏有变异猎鹰保护，不然恐怕都活不到现在。易翔想着，看向他们老大：老大，要不然咱们把这个孩子带回基地吧。前者还没有开口，后者就拒绝了：不用了，我有地方住。纪离绷着小脸从睡袋里爬出来，把东西收拾起来，打算离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条体长10几米、体型粗壮、头部椭圆形、全身布满黑褐色鳞片的变异眼镜王蛇突然出现。他同样黑褐色的树瞳看向纪离，吞吐蛇信，发出嘶嘶嘶声。小崽崽。他从睡眠里感受到一股香甜的气息，那股气息让他很喜欢，喜欢到从深度睡眠里醒了过来。他还以为是吃的，没想到竟然是崽崽。他盘踞在地面，蛇脑袋想要靠近，却猛地被主人遏制住。麒麟，兴许以为蛇要攻击女孩和猎鹰，连忙制止住。麒麟不可以伤害人类。嘶嘶嘶，蛇不满，蛇生气，诽谤，纯属诽谤。他怎么会伤害小崽崽呢？他就是想贴贴，香香崽崽，蛇要萌萌舔。不懂蛇语的兴许看向明显吓到的女孩，你别怕，麒麟不会伤害你。纪离是被吓到，除了小黑，他依旧害怕其他蛇类，包括面前这条眼镜王蛇。眼镜王蛇不知道崽崽怕他，也不知道自己吓到了崽崽，要是知道肯定会伤心的。蛇是好蛇，不会伤害崽崽。小崽崽，你怎么在这里？你跟蛇回窝，蛇养你。纪离看向这条巨大的眼镜王蛇，想不明白为啥变异动物们都想养它。它看起来很好养吗？不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特殊能力，他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软软糯糯嗯了声，抬起肉乎乎的手揪住猎鹰。从眼镜王蛇出现就做出预备攻击姿态的猎鹰亲昵回蹭纪崽崽不怕。眼镜王蛇好像意识到了他吓到了小崽崽，蛇有些心慌。崽崽，你讨厌蛇？不，他只是害怕而已。但看见眼镜王心慌的模样，纪离不是那么害怕。他对眼镜王蛇摇了摇脑袋，就打算离开。他疯，我们走吧。猎鹰低伏下身躯，等崽崽上来，展开翅膀就朝天空飞去。嘶嘶嘶，眼镜王蛇睁大树瞳，崽崽就跟那只鹰飞走了。蛇有些难过，崽崽好像不喜欢他。麒麟这是咋了？易翔看向径直倒下去的眼镜王蛇，或许是蛇太难过，散发出的低落情绪都感染到了其他景。刘明忍不住问：老大，麒麟他没事吧？怎么看上去？他想了想，该用什么词语形容，就跟失恋一样。刘聪对于弟弟的这个形容表示无语。你在说什么鬼话？麒麟失恋？亏你想得出来。失恋？失哪门子的恋？兴许检查了一番，担心询问自家蛇：麒麟，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蛇哪里都不舒服，尤其是心脏。他被自己心仪的崽崽讨厌了，蛇好难过，崽崽都没有跟他说话。眼镜王蛇体型缩小，他自顾自爬进兴许的口袋里，让蛇独自伤心一会儿，谁也不要来打扰他。呜呜呜，可能麒麟还很困。兴许猜测，这一路上奔波劳碌，麒麟可帮了他们大忙。但麒麟有个爱好，那就是睡觉。是的，没错，别的蛇不晓得一天睡多久，但麒麟每天24小时，20个小时都在睡觉，简直就是蛇界最强睡王。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睡觉的路上。连续发了3天传单，基地人口数量终于突破了10万。当天晚饭吃完，纪离就调出面板，将桃园基地给升级了。桃园基地等级18级，人口1130002000000，税率10，可调整。建筑：事务中心、木屋6、高级仓库、电厂、净化水厂、交易大厅、居民楼9层140，居民楼22层170，裁缝店、便利店、养猪场、牧羊场、养牛场、养鸡场、烘焙房、饲料厂、鞋厂、停车场、加油站、食堂、超市、汽车修理厂、食品加工厂、医院、警局、鱼塘、田地48701。任务1，升级19。基地所需建筑：居民楼22层30，居民楼9层30，商场、游乐场。任务完成即可获得田地9999，土地面积1米1米，金币10万。任务2，安全回归。任务完成，奖励高级生命修复液石，金币100万。纪离看向任务2，满脑子问号。什么安全回归？也就在这时，游戏面板弹出，冰冷的机械音在耳畔响起。末日法则公告：苍冥大陆极限求生挑战正式开启，请各位玩家提前做好准备，3天后将随机抽选幸存者加入本次挑战。本次挑战需穿行沙漠、雨林，最终抵达终点的幸存者将会获得无属性金盒1枚，仅限前10。愿各位玩家努力活到最后，取得胜利。纪离杏眸瞪圆，生存挑战等等，随机抽选幸存者参赛，他还需要随机抽选吗？看任务2，也许大概不需要。与此同时，整个苍冥大陆都炸锅了。极限求生挑战什么意思？去他的生存挑战，这不是让我们大家都去送死吗？现在生存都够艰难了，这破游戏还整这出，这是想毁灭人类啊！只有我的关注点是无属性金盒吗？
桃园基地事务中心，众人围坐在会议桌前，面色严肃讨论着这个公告内容。梁景收到公告后，脸色就变了。很明显，游戏正把他们往死路上逼，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前准备好物资，等待抽选。杜兴则胖脸惆怅，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就3天时间，也不知道谁会这么倒霉，被这破游戏选中。纪离，他就很倒霉。QAQ， 坐在会议桌前，纪离抿唇思考2秒，看向他们，如果我被游戏选中，桃园就麻烦大家帮忙守护了。离，纪阳打断妹妹的话，你肯定不会被选中，别乱说。对啊，领主大人，您肯定不会被游戏选中的，万一呢？纪离绷着白白嫩嫩的包子脸表示，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沙漠和雨林肯定很危险，要带够水和食物，另外高温防护服等会儿大家记得。纪阳沉默，是啊，万一呢？但纪阳还是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妹妹平平安安，不要被游戏选中。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代替妹妹去往沙漠雨林。会议结束，时间有限，曲靖开始忙碌起来，安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无形之中，紧迫感加重，整个桃园基地整个苍冥大陆都萦绕着一股沉闷的气息。纪离坐在窗户边，单手托腮，望向被晚霞染红的天边，思绪飘逸。这回升级，基地变化挺大的。首先是最为重要的围墙，特殊材质建造的围墙，坚不可摧，折射出的光线明亮而耀眼。黑金色大门悬挂着一块牌匾，上面龙飞凤舞，写着4个大字“桃园基地”。另外还新解锁了各种4轮汽车，这下子不用去外面找车了。花费10万金币购买了10台越野车，纪离将车辆安置在了停车场内。晚上9点，纪离早早洗漱完，准备睡觉。次日，纪离是被热醒的。迷迷糊糊掀开被子，停顿10几秒，忽然察觉到什么，猛地睁开眼睛，坐起身，低头看向自己，唇瓣微张，满脸震惊。哇擦，他恢复了，他终于恢复了。纪离倒回床上，开心翻滚几圈，还以为要顶着3岁的身体生活一辈子，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了。困意彻底消散，纪离起身换了件衣服，来到盥洗台，看向镜子里的自己，再次确认是真的恢复后，他轻呼了口气。待会儿洗漱完，就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哥哥纪阳。纪阳见到妹妹终于恢复，也很高兴，但高兴的同时又有些不安，怎么这个时候恢复？万一离离你被选中去挑战怎么办？哥，女孩子认真说，就算真的被游戏选中，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安全回归。是啊，不能改变，也无法改变。倒计时最后一天，纪离将生命修复液分给了哥哥纪阳，修复液只有6瓶，他想了想，把剩余的4瓶给了裴寂、谢寻、曲靖、乔倩。倒计时6小时，大家一起吃了顿热热闹闹的晚饭，畅所欲言，谈论未来。倒计时1小时，纪离坐在客厅内，怀里抱着黑豹，毛茸茸们都围在周围，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乖乖趴在地板上，也不闹腾。漂亮妹妹，你说游戏会选谁呢？灵药族打破沉默，纪离摇了摇头，开玩笑吧，我也不知道，看谁倒霉。大家都待在客厅，等待最后的结果。离，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金盒够不够？哥还有。随着倒计时，纪阳愈发不安，万一真被选中，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放心吧。秦姐给每个人分发了一把信号枪，危机时刻肯定能用到。倒计时半小时，杜兴则忍不住站起身，在客厅走了2圈，吐槽：我这3天都没睡好，这游戏搞什么鬼的挑战，真服了。倒计时最后10分钟，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他们看向搁在茶几上的闹钟，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时间1分1秒过去，随着指针走向12点01秒，眼前一阵刺目的白光闪过。等白光散去，依旧待在客厅的人纷纷看向周围。卧槽，老大和领主大人都不见了。杜兴则大惊失色，离竟然被游戏选中了。乔倩震惊担忧的情绪瞬间涌入心头，他们现在是不是被带到沙漠？还有裴对他们。而毛茸茸们当发现仔仔不见了，6只都傻眼。仔仔呢？仔怎么不见了？而此时纪离只感觉眼前一阵刺目的白光闪过，和车祸发生的那一刻相似。他下意识地抬起手捂住眼睛，等再次睁开，早已换了地。热浪扑面，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零星点缀着几块石头。这是到沙漠了。他环顾四周，目光所及之处连个人影都没，所以就他自己被游戏选中了，还是说都被分散到了各个地方？应该是后者。重点是现在是白天，先前还是晚上呢，这什么情况？想不通就不想了。纪离尝试着调出游戏面板，面板可以调出地图，也能查看。从储物空间里翻出一顶遮阳帽戴在脑袋上，纪离划拉地图查看方向。他目前所处于沙漠的中心位置，要徒步走出去，估计要走好久。不过他有车，储物空间里装不下，但仓库可以啊。整理物资的时候，他还顺便把一辆越野车装进了仓库。把越野车从仓库里挪出来，纪离打开车门，坐在驾驶位研究了下路线，准备驱车往前。不晓得还有谁也被游戏选中，希望哥哥他们没有。戈壁沙漠当前的天气十分炎热，地表温度达到了70摄氏度，生活在沙漠里的动物也都藏身于沙子，只等傍晚才会出来活动捕猎。因此纪离一路上都很安全，没遇到什么危险。直到傍晚有时，温度慢慢降下来，纪离寻了个地方停下车子，推开车门，爬到车顶，从空间里拿出望远镜，查看周围有没有人影。半个人影都没。奇怪，收起望远镜，纪离从车顶跳下来，踩着金黄色的沙子看向远处。微风吹拂，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他自己，莫名有些孤独。吹了会儿微风，他回到车里，拿出2袋吐司面包，撕开包装，慢慢咬了口。随着沙漠气温慢慢降低，藏匿于沙子里的动物纷纷出现。在距离越野车100米外，一只体长2米的变异荒漠巨蜥出现，它全身呈灰黄色，带着些褐色的斑纹。巨蜥牙齿尖锐，背部鳞片细小而光滑，颈部两侧的鳞片呈锥形，尾巴扁平。饥饿的巨蜥探出分叉的舌头，辨认着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忽然，它定格在某处，
迈着粗壮的四肢往前爬行，分叉的舌头不停吞吐，那股甜甜的气息也越来越浓郁，让他忍不住加快了脚步。最后，荒漠巨蜥停在了越野车附近，暗自观察。几黎还不知道自己被盯上了。他吃完面包，喝了半瓶水后，推开车门下来，活动了下略微乏累的身体。日渐西落，几黎打算原地休息，等后半夜继续开车，争取早点走出这片沙漠。蹲下身，他抓了把沙子，沙子非常柔软细腻，根本握不住。荒漠巨蜥睁着一双深棕色眼睛，看向玩沙子的人类，分叉的舌头吞吐，最后确定那股甜甜的、让他很喜欢的气息就是从这个人类身上散发出来。荒漠巨蜥没有动，他怕惊吓到在他看来极其弱小的人类，只是待在原地，近乎贪婪地吸着这股甜甜的气息，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等人类回到车里，他才转身离开，去捕猎填饱肚子。荒漠巨蜥的性格凶悍，能打架绝不吵架，他们有一种相当好斗的动物性格，变异的荒漠巨蜥更不用说了，性格可谓是十分暴躁。填饱肚子后，荒漠巨蜥又再次返回到先前的地方，他想要靠近，但又担心自己会吓到弱小的人类，巨蜥陷入纠结。最后，他迈着粗壮的四肢，悄咪咪来到车前，发出了嘶嘶嘶声，把座椅放下。躺在车里的几黎听到动静，猛地坐起身，往车窗外查看，目光落在车门外的荒漠巨蜥身上，有些错愕。迟疑几秒，他降下车窗，探出脑袋，与这只巨蜥目光对视。巨蜥嘶嘶嘶，仔仔你好，他非常有礼貌地打招呼。几黎没想到在这片沙漠里还能碰见叫他仔仔的爬行动物。你好，几黎眨了眨眼睛，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来。仔仔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里很危险。荒漠巨蜥一直生活在这片戈壁沙漠里，自然了解情况。仔仔这么弱小，独自待在这里肯定会被其他不长眼的动物欺负。巨蜥有些担心。几黎打开车门下来，我休息一会儿就打算离开了。坐在巨蜥面前，几黎从储物空间里拿出牛肉干递过去。你吃牛肉干嘛？见面礼。巨蜥当然不会拒绝，他张开嘴巴一口吃掉牛肉干，吞咽下去。吃完，好奇询问仔仔你要去哪？蜥可以送你去。不用了，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反正也不困。几黎就坐在沙漠里和巨蜥说了会儿话，他快无聊死了，自己独自待在这片沙漠真的很无聊。天色彻底黑下来，沙漠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地表温度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夜晚则降至零下，真是应了那句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毛绒外套穿上，几黎打了个哈欠。仔仔你困了？巨蜥白天睡觉，晚上活动，压根不困。擦了擦沁出的眼泪，几黎嗯了声，对巨蜥说我要去睡觉，你也回家吧。好的，仔仔。巨蜥假装回去，等几黎上车后，他又停留在了原地。这里很危险，巨蜥当然不放心仔仔待在这里，他要守护仔仔，等天亮再回家。巨蜥没有丝毫困意，他吞吐着分叉的舌头，认真辨认周围有没有不长眼的动物敢来打扰仔仔睡觉。蜥今晚要保护好仔仔，谁也不能来打扰。清晨5点多，几黎醒来，在车里没怎么睡好。几黎抬手敲了敲有些刺痛的脑壳，打开车窗，探出脑袋，深呼吸了凉气，冷风扑面吹了会儿，才彻底清醒过来。仔仔，你醒了。巨蜥迈着粗壮的四肢走过来。几黎微愣，你没回家吗？没有，蜥要保护仔仔啊。几黎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呜呜，好像遇到的所有变异动物都对他很好，从小熊开始，最后到荒漠巨蜥。推开车门，几黎跳下车，伸出手摸了摸巨蜥的脑袋，谢谢你啊，小蜥，你饿不饿？不饿，仔仔。巨蜥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捕猎。几黎蹲下身，双手托腮，看向面前的荒漠巨蜥，问了个一直好奇疑惑的问题：小蜥，你为什么叫我仔仔？包括小熊他们，虽然已经听习惯了。荒漠巨蜥对于这个问题表示，仔仔就是仔仔啊。几黎茫然，算了，就这样吧，他们开心就好。对了，突然想到什么，几黎问小蜥，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类？这么大的沙漠，总不会就他自己吧？其他两脚兽没有看到过，仔仔要找其他两脚兽吗？蜥帮你找，怎么找啊？荒漠巨蜥没有回答，而是伸出分叉的舌头舔舐空气中的分子。巨蜥的舌头分布着敏感的神经，这是它们的嗅觉器官，和蛇吞吐蛇信一样，吞吐舌头捕捉外界的信息，确定猎物的所处位置。变异的荒漠巨蜥嗅觉十分敏锐，它们可以嗅到几10公里以外的任何气味。忽然，它发出嘶嘶嘶声，仔仔，你跟蜥来。几黎把越野车收回仓库里，抬步跟着巨蜥往被风的方向。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几黎终于看见了黑色人影晃动，那人似乎也看见了他，径直快步而来。几黎觉得有些眼熟，直到对方越走越近，抬手晃动，声音不太正经，打了个招呼：嗨，小几黎，是贺金州。贺金州看起来状态挺好的，他穿着件黑色皮质外套和工装长裤，笔直长腿踩着双军靴，依旧戴着副墨镜，把脸遮了大半。你也被游戏选中了，看来我们真有缘啊。贺金州走到女孩子面前，薄唇勾起笑，你说是不是？几黎有些好奇，就你自己吗？贺金州眉梢轻挑，眼神疑惑，你想看见谁啊？林清月那个家伙。不是，几黎摇了摇头，解释，我的意思是你被游戏选中来到沙漠，周围没有其他人吗？没有，怎么了？看来猜测没错，游戏把人分散到了各个地方，哥哥他们不会也被选中了吧？几黎有些担忧，但现在也只能往前走，尽快出沙漠，完成挑战，回到基地。嘿，在想什么呢？贺金州打了个响指，唤回了女孩子的思绪，只听温软清甜的声音响起，没什么，我就是想游戏随机抽选，把我们给分散了。贺金州也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他扯了扯唇，表示无奈，这游戏真狗啊，我刚被投放到沙漠，就碰见了一只异化兽，幸亏哥命大，没死。异化兽？这片沙漠还有异化兽？几黎有些诧异。对啊，怕不怕？贺金州弯腰凑近，隔着墨镜看向表情诧异的女孩子，紧接着目光落在了女孩子身旁，虎视眈眈盯着她的荒漠巨蜥身上。不用想，这只变异荒漠巨蜥和他家踏云一样，被轻而易举给驯服了。啧啧，他怎么没有这种本事？老天不公啊！
贺金州看向这只对他虎视眈眈的荒漠巨蜥，抱紧自己，戏精附体。小几离，你管管他，我感觉他快要把我吃了。几离偏头看向荒漠巨蜥，抬手摸了摸巨蜥的脑袋。小蜥，你回家吧，天都亮了，再等会儿温度升高你会难受的。巨蜥是冷血动物，沙漠过高的温度让它根本受不了，所以白天都会待在阴暗的地方睡觉，等晚上温度降低才会出来觅食。好的，仔仔。巨蜥有些不舍，但也知道得回去了。仔仔，蜥会想你的。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仔仔，但巨蜥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有缘的话，我们还会再见的。几离抱了抱这只荒漠巨蜥，和他道别。回家吧，再见，再见，仔仔。终有离别的时候，荒漠巨蜥一步三回头，迈着粗壮的四肢往家的方向。贺金州站在一旁围观全程，不禁有些唏嘘感叹：小几离，你是不是给那些变异动物下了什么迷魂药？不然怎么解释那些变异动物都表现得很喜欢女孩？踏风是这样，踏云也是如此。自家踏云的脾气暴躁极了，见到女孩竟然是把自己珍藏的蜂蜜块都拿出来送给对方吃，他都没有吃过自家踏云采的蜂蜜块。记得上回他抢了踏云的蜂蜜块，好家伙，踏云追着他咬，护食可严重。哪曾想面对少女，他是一点都不护食啊，那副舔欢的模样看得他牙酸。扯远了，回归正题，贺金州问小几离，你打算往哪边走？咱们一起呗，做个伴。几离没有拒绝，终于见到活人了，而且还是认识的，总算不无聊了。沿着地图走，说着他看向面前的男人，你有车吗？什么？贺金州瞪眼，我看起来像有车的人吗？好吧，我空间里装不下，不过哥带了一辆自行车，但自行车在沙漠里压根不能用，所以等于没车。几离也只是问问而已，他点了点脑袋，哦了声，然后挥了下手，黑色越野车凭空出现。这操作把贺金州惊住。小几离，你空间能装下车？贺金州是真的惊讶到他空间也能装下车，但这回带的物资太多，车辆占用空间太大，基本上没有人会选择把车装进空间里，除非空间很大。但空间很大的前提条件是异能阶级不低于 SS。想到这一点，他眼神都变了。小几离，你异能阶级突破 S 加了。后者答非所问，你猜？上回消耗过度导致陷入深度昏迷，等醒来，几离就发现自己异能突破。人物属性：姓名：几离，觉醒异能：冰系 S 级，进化 S 级，生命值100。但距离 S 加还很遥远，往后异能阶级会非常难以突破，过度消耗只会缓慢恢复。到目前，突破是不太容易突破的，除非意外发生。贺金州没有追问，他只是笑了笑，语气似开玩笑般。那小几离，你可要保护好我，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气温逐渐升高，他们回到车内，总算不用靠自己2条腿走路的贺金州主动坐在驾驶位开车。沙漠里并不好开车，不小心还会陷到沙子。时间缓缓，中午气温升至了50摄氏度，穿好高温防护服，几离爬到车顶，拿出望远镜环顾远处，还是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收起望远镜，他坐在车顶上滑溜下来。小几离，你在找人吗？贺金州身穿着几离给他的高温防护服，整个人懒懒散散靠在车门上。这沙漠很大，鬼知道游戏把人投放到哪里去了，咱们就按路线图往前，说不定能遇上。几离鼓了鼓腮帮，听到对方的话长叹，也只能这样了，走一步看一步吧。饿了没？吃点东西。贺金州拿出2袋自热米饭，热好递给面前的女孩子，吃完咱们继续赶路。谢谢。几离接过自热米饭，打开袋子，拿起勺子舀了口吃掉，是咖喱牛肉的，味道还可以，在沙漠里能吃到自热米饭已经很不错了。贺金州吃饭速度很快，几离才吃一半，他就已经把整袋自热米饭吃完了。喝了2口水，他清了清嗓子。小几离，游戏说的无属性晶核你知道是什么吗？大家来挑战，不就为了这无属性晶核吗？虽然都是被迫来的，但来都来了，肯定不能死在这儿，必须活到最后。别说，还真有部分人不想挑战，被投放到沙漠后就试图寻找出去的办法，有的人甚至直接摆烂，打算跟游戏抗争到底，结果就被突然冒出来的异化兽给解决了。被游戏选中来挑战的幸存者还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就在这时，面板自动弹出新的公告出现：末日法则公告，欢迎各位玩家来到戈壁沙漠，本次极限求生挑战人数共计10万人次，请玩家记住以下规则：1. 末日法则将会每隔7天刷新播报一次剩余人数。2. 穿行沙漠期限仅为15日。3. 请仔细排查身边的同类。4. 请努力活下去，活到最后。几离看着公告内容，目光落在第3条，秀眉微拧，仔细排查身边的同类，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就好像身边出现的有可能不是人类，那会是什么东西？怎么事情往诡异方向发展？脑壳痛。贺金州眸色微沉，他忽然俯身凑近问了句：小几离，你是人吗？几离面无表情瞅着他，有些无语凝噎。你觉得呢？隔着墨镜，贺金州注视着面前的女孩子，勾唇轻笑，确认完毕，我们都是人。他笑了笑，下一秒恢复正经，这第3条的意思不会是有怪物冒充人类吧？以此骗取他们的信任，然后找机会暗杀。越想越有可能，再次吐槽，这末日法则真他妈太狗了，搞出末日就算了，现在又整出什么求生挑战，不把人类毁灭誓不罢休啊！这是有可能。几离眨了眨眼，想了想，那我们怎么分辨对方是不是同类呢？万一怪物装的太像怎么办？贺金州眉梢轻挑，不如这样，我们弄个暗号。什么暗号？西瓜西瓜，我是土豆啊！几离轻啊了声，唇瓣微张，表情茫然。那我呢？土豆土豆，我是西瓜。行，就这样决定了。贺金州举起手，小姑娘停顿几秒，默默伸出手和他击了个掌。吃完午饭，继续开车。几离坐在后排，有些犯困，昨晚没有睡好，现在昏昏欲睡，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困了就睡，到地方我叫你。贺金州都听小姑娘打了好几个哈欠，估计昨晚没睡好。几离擦了擦眼泪，嗯了声，抱着靠坐在椅背上补充睡眠。
沙漠天气变化多端，贺金州开着车，突然感觉风变大，他皱了皱眉，看向远处，漫天黄沙，尘土飞扬。糟糕，是沙尘暴！他立马停下车，叫醒沉睡的人。小几黎，醒醒，醒醒！几黎从睡梦中惊醒，怎么了？沙尘暴来了，我们快下车，找个地方躲起来，待在车里会被沙子掩埋住的。啊好，来不及多加思考，几黎立马推门下车，把车收到仓库里，和贺金州往反方向跑。这次的沙尘暴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几黎从沙堆里爬出来的时候，沙尘暴已经过去。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沙子，总算结束了，我们走吧。贺金州看向远处的天空，走吧，咱们得在15天以内走出沙漠，要是走不出去会怎么样？游戏没有说明，但肯定不会好过。几黎把车重新从仓库里拿出来，我来开车吧，你休息。不用，我不困。贺金州昨晚睡得还挺好，他打开驾驶位车门，小几黎，你继续睡吧。这回没有再遇到恶劣天气，驱车一路行驶。傍晚有时停下车子，打算休息调整，顺便看下周围有没有其他人。而此时，在他们所处位置后方的灌木丛里，一条黑曼巴蛇正游动而来。它体长超过了8米，头部呈棺材状，深黑色的鳞片，深黑色的树瞳，体型异常粗壮。它游动的速度极快，在捕猎一只野兔。野兔当然逃不过，黑曼巴蛇轻轻松松就将野兔缠脚，毒牙毫不留情刺入。只过了2-3秒，野兔就没了气息。黑曼巴蛇慢悠悠张开黑色的血盆大口，将野兔吞入腹中。天色渐晚，将高温防护服脱掉收回空间里。几黎坐在车前剥了的青皮橘子慢慢吃着。也不知道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毛茸茸们会不会在基地里翻腾？还有哥哥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游戏选中？有些担忧。同样担忧妹妹的几阳，此刻刚刚与好友裴寂会合。裴寂开着越野车，碰巧遇见了闷头往前走的几阳，鸣笛2声。裴哥，你也被选中了！几阳激动坏了，跑过去打开车门，一屁股坐在副驾驶，开始哗哗。裴哥，你还把车弄来了？我咋没想到？光靠2条腿走了2天，差点累死。也不知道黎黎有没有被选中，千万不要啊！他双手合十，默默祈求。裴寂重新启动车子，神情绷紧，还剩13天，我们得提前走出这片沙漠。几阳也知道时间紧迫，裴哥，咱们换着开车，白天你开，晚上我开。他又想到什么？对了，裴哥，汽油你带够了吗？裴寂应声，先前提过，车辆占用空间太大，基本上没有人会选择把车装进空间里，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沙漠地形，光靠2条腿走出去会很艰难。裴寂的异能阶级是 S 级，权衡利弊之下，他减少了部分食物和其他不必要的东西，将车子和汽油收入了空间里，少吃点饿不死，但长时间待在沙漠肯定不好受，更何况还有时间限制。哎，寻哥他是不是也中大奖了？几阳把随机抽选挑战叫做中大奖，只是这个奖不太好罢了。天色彻底黑下来，贺金州搭了顶帐篷，坐在帐篷里，看向坐在车内，胳膊搭在车窗外吹风的女孩子。小几黎还不睡吗？明天咱们得早起赶路。我睡不着，可能白天睡多了，晚上反而不困了。你睡吧，我等会儿再睡。他说。贺金州眉梢轻挑，睡不着啊？那来打会儿牌。打什么牌？扑克牌啊？会不会？当然会了。几黎眨了眨眼睛，你带扑克牌了？贺金州慢悠悠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副扑克牌晃了晃，之前收集的，闲着无聊就和阿月他们打会儿，也不知道那家伙是不是也被选中了。几黎推开车门下来，就我们2个人也能玩吗？贺金州理直气壮，怎么不能玩？斗地主2个人也能玩。来，坐这儿。贺金州把帐篷拉链拉严实，就这么席地而坐，开始洗牌发牌。帐篷里挂着一盏暖黄色夜灯，夜晚气温骤降，但帐篷里并不冷，披着条加热毛毯。几黎拿起分发的扑克牌，此时的贺金州还不知道女孩子运气逆天，直到几黎炸弹不要，他继续出牌，对2，要不起。小姑娘捏着最后2张牌，王炸。贺金州他们已经玩了1个小时了，这期间小姑娘就没输过，贺金州都怀疑是牌出了问题。他盯着自己手里的纸牌，表情一言难尽。小几黎，这回你来洗牌发牌。胜负欲瞬间燃起，他就不信今天晚上赢不了。帐篷外夜色凉凉，黑曼巴蛇悄无声息游动到亮光处，它吞吐着黑色蛇信，冰冷的树瞳盯着搭建在沙漠里的帐篷，树瞳里泛着明显的疑惑。它是嗅闻到一股香甜的气息才来到这里的。黑曼巴蛇庞大的身躯在沙子里游动，蛇身立起，围绕着帐篷绕圈。那股香甜的气息就在这里面。黑曼巴蛇不知道是什么，但想吃。饥饿感让它试图冲破这个碍眼的东西，尖锐的毒牙显露。待在帐篷里的几黎屏住了呼吸，杏眸睁大看向那黑色身影，是蛇吧？不晓得是感染的异化蛇，还是其他什么爬行动物。几黎有些紧张。贺金州能感觉到帐篷外面的家伙不好对付，他眸色微沉，隔着墨镜看向那黑色身影。外面那家伙明显不耐烦了，开始用蛇尾拍打，紧接着庞大的身躯缠住了整个帐篷。黑曼巴蛇想要吃掉那格外吸引他的东西，也就是在这时，一道金色光刃袭向他，光刃打在了蛇身上，让他吃痛后退。趁着这个时间，贺金州拉住身侧的人从帐篷里出来，脱口一句卧槽，不是吧，这沙漠里竟然还有黑曼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眼前这只黑曼巴蛇是条 S 级变异黑曼巴。黑曼巴蛇竖立起身，冰冷黑色的树瞳盯着面前的2个人类，发出嘶嘶嘶声。几黎握紧了用异能凝结而成的长剑，看向这条黑曼巴蛇，整个人神经紧绷。这条黑曼巴蛇的危险程度比之前见过的任何蛇类都要厉害，它和小黑完全不一样，是一条真正冷血的爬行动物。黑曼巴蛇目光落在香甜气息格外浓郁的几黎身上，就是这个气息，它吞吐蛇信，目光锁定住，游动庞大的身躯冲过来。它很聪明，变异的动物都很聪明，尤其是面前这条黑曼巴蛇。他知道要先解决贺金州，才能吃掉散发甜甜气息的人类。
是的，几黎身上散发的气息令黑曼巴蛇饥饿感加重，而他自己对此丝毫不知情，只感觉这条蛇的目标好像是他。贺金州，他的目标好像是我去把他引开吧。不行，太危险了。贺金州难得没了从容，这条蛇还挺难对付，他亦能消耗不少，但这条蛇却依旧攻击迅猛。小心！黑曼巴蛇尾重重拍打下来，几黎及时拉住他，往后退了2步。也就在这时，黑曼巴蛇再度甩尾，将阻挡他的贺金州给拍飞。见阻挡自己的两脚兽被拍飞，黑曼巴蛇恢复平静，尾巴尖尖缠住散发甜甜气息的食物，流动庞大的身躯往自己窝里滑行。他要把食物带到窝里慢慢吃。黑曼巴蛇滑行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瞬间就消失在了黑夜。贺金州爬起来，重重咳嗽2声，面色变得冷然。该死的臭蛇！他当即抬步走到越野车前，驱车追赶。一切发生的很突然，几黎被面前这条黑曼巴蛇带到窝里，就被迫与他大眼瞪小眼。双方对视半天，谁也没动弹。几黎也搞不清什么情况，他试探性出声：“你能听懂我说话吗？”话音落下，黑曼巴蛇瞳扩大，发出嘶嘶嘶声。能，好高冷的一条蛇。几黎看向面前放大版的黑色脑袋，暗自凝聚异能。你要吃我吗？黑曼巴蛇沉默。他本来是打算吃掉散发甜甜气息的人类，但现在他不想了。不吃。停顿几秒，黑曼巴蛇吞吐蛇信，舔了舔季黎，嘶嘶嘶，不吃。崽崽，你刚才那么凶，现在又变了。季黎属实搞不懂，他收回凝聚的异能，拍了拍缠在身上的蛇尾。你可以把我放下来吗？现在距离太近，他都能清晰看见蛇信吞吐的模样，总感觉下一秒就被一口吞掉了。黑曼巴蛇听话，将季黎放在地面，然后又趁机舔了舔女孩脸颊。不能吃，但舔舔可以吧？黑曼巴蛇默默在心里面想，舔舔也能解馋。你是饿了吗？季黎真怕这条喜怒无常的黑曼巴蛇会改变主意把它吃了，想着从储物空间里拿出生肉塞给他。吃这个，我不好吃。黑曼巴蛇一口吃掉生肉，嘶嘶嘶，崽崽，好吃。到底是什么好吃？你说清楚啊喂！季黎无言，又从储物空间里拿出10几斤生肉，等你吃完，能不能送我回去？也不白送，他会付费。黑曼巴蛇并不是真的想要吃掉季黎，他嗅闻到喜欢的气息后，误以为是好吃的，所以才会想要吃掉，但内心深处又下不了口，好吗？误把喜欢当食物，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喜欢吧。黑曼巴蛇当然不会拒绝，他吃完生肉，尾巴尖熟练缠住季。崽崽，蛇送你回去。黑曼巴蛇表现呆呆的，和先前凶狠的模样简直天差地别。贺金州驱车追赶的路上，碰见返回的黑曼巴，踩住刹车，目光落在蛇尾中间的少女身上。季黎朝他挥了挥手，我没事。贺金州怀疑人生，怎么一会儿不见这条黑曼巴蛇，就跟换了条蛇似的。回到地面，季黎转身对上那双冰凉的树丛，谢谢你送我回来。黑曼巴蛇没有吱声，他只是甩了甩尾巴尖，又保持高冷转身离去。贺金州推门下车，不太确定问，这是刚才那条黑曼巴蛇？如果没有中途换蛇，那就是他了。是啊，怎么了？贺金州低眸看向女孩子，实在是好奇。小季黎，你和那条蛇发生了什么？这么快你们就认识了？这黑曼巴蛇先前还很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此快？后者眨了眨眼睛，说了2个字：密。算了，没事就好。贺金州回车里，没事就行，回去睡觉吧，折腾半宿，这下困了吧？是困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驱车回到原地，季黎放下座椅，盖着加热毛毯，陷入深度睡眠。次日上午，吃完早饭，驱车继续赶路。开了1/4路程后，一辆黑色面包车行驶到他们面前，车内下来4、5个大汉，这些大汉明显也是被游戏选中的幸存者。这场求生挑战游戏其实很残忍，仅限前10的公告一出，杀戮也会越来越重，毕竟他们都想得到无属性晶核。虽然还不知道无属性晶核具体是指什么，但游戏出品肯定有大作用，或许这是能将异能提升到 SSS 的晶核呢。把物资都交出来！领头的大汉态度挺嚣张。贺金州刚想说些什么，又一辆黑色越野车行驶而来，越野车在他们面前停住。季黎听到熟悉的声音，黎黎，是哥哥季阳，他竟然也被游戏选中了。季阳无视掉那几个大汉，径直跑向妹妹。黎黎，这2天你没受伤吧？没有，哥哥你呢？你哥是谁啊？当然没事了。季阳摆摆手，目光看向妹妹身侧的人，小声花花，黎黎，他是谁啊？青城基地的。被无视的大汉不爽了，我们老大跟你们说话呢，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季阳冷笑，叮嘱妹妹不要乱跑。这罚酒我就不喝，怎么着吧？季阳的语气充满了挑衅，这可把大汉们给惹恼了，纷纷破口大骂着，冲过来想要抢夺物资。裴哥，救命啊！季阳大喊。裴季扯了扯唇，冷着脸上前。贺金州也出手了，和他们一起解决完这几名大汉，没有杀他们，而是绑起来搁在沙漠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坏人解决完，季黎介绍他们认识，这是我哥季阳，这是我们队长裴季。贺金州伸出手，你们好，我叫贺金州，来自青城基地，有时间来我们基地玩啊，随时欢迎。双方简单认识了下后，继续赶路。哥，谢巡哥他没和你们一起吗？他想起来询问。我们在路上没瞅见巡哥，或许巡哥他没被游戏选中呢，或许吧。靠坐在后排座椅上，季黎调出面板查看地图，估计还要开很久，我们轮流开车吧。黎黎不用，你负责好好休息，开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3个吧。贺金州不太正经开口，对啊，小季黎，你好好睡觉就行。哦。季黎哦了声，又和哥哥聊了会儿天。季阳把来到这里遭遇了什么，全部说了遍。虽然有夸大其词的部分，但说的也都是真。3个人轮流开车，季黎就靠坐在椅背上昏昏欲睡，颠簸轻晃。终于到了午饭时间，午饭吃的依旧是自热米饭。吃完自热米饭，季黎躲在车里不想动弹，外面太热了，像一个巨大的火炉，都快把人给蒸熟，好焦了。黎黎，你脸怎么这么红？季阳发现不对劲，抬手按住妹妹额头，滚烫一片。他大惊，黎黎你发烧了。他慌忙下车，裴哥，黎黎生病了，你带药了没？
纪离自己也没想到会突然生病，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感冒，也不晓得怎么了，就觉得脑袋晕晕的，提不起精神。更糟糕的是，都没有带药。哥，我没事。他缩在座椅上，扯住纪阳衣袖，黏黏的，过2天就好了，别担心。纪阳怎么可能不担心？但目前也没有办法，只能给妹妹喂些热水喝，补充流失的水分。一路上昏昏沉沉，直到暮色降临，纪离才感觉好多了，至少脑袋不晕乎了。天又黑了，爬起来隔着车窗看向远处，纪离都不知道来沙漠几天了，时间过得好慢，想回基地。胡思乱想一通，车门忽然打开，好点没？裴寂拿着饭盒，里面是煮的玉米排骨粥，他把饭盒递过去，目光落在女孩子嫩白的小脸上，吃点东西。谢谢队长。纪离接过饭盒，闻到香味，下意识地问了句：“是队长你煮的吗？”纪阳插嘴：“对啊，裴哥见离离你不舒服，专门用异能煮了锅粥。”他说着，又抬手按住妹妹额头，松了口气，不发热，吃完再睡一觉应该就没事了。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啊！小姑娘鼻尖有些发酸，蹭了蹭纪阳的手，眼睛亮亮的看向他们：“哥，你对我真好，还有队长，我爱你们。”裴寂微怔，对上女孩子泛着水雾的杏眸，半天都没有说话。纪阳还是第一次听见妹妹说这种话，他满眼宠溺：“你是我妹妹，我们是这个世界是最亲近的人，哥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好了好了，快喝粥吧。喝完玉米排骨粥，又睡了一觉。等第2天，纪离恢复了精神，感觉现在能围绕沙漠跑2圈，好吧，夸张了，真跑还是不行。距离游戏规定的期限还剩下10天，他们加快了行程，白天夜晚轮流开车，直到游戏播报剩余人数。末日法则公告：本次极限求生挑战，剩余幸存者6万人，才过了7天就死了4万人了。公告发出后，剩余的幸存者心情都变得格外沉重压抑，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下一次的播报。沙漠的危险程度不高，白天基本不会有任何意外，晚上大家轮流守夜，也没发生什么危险。纪阳都忍不住感叹，他们运气真好。如果他细想，就会发现是从遇到妹妹那天，一切都开始变得顺利。不止纪阳没有察觉，纪离自己也没有发觉哪里不对劲。最后一天，终于出了沙漠，车辆也耗尽了燃油。而在他们出了沙漠的瞬间，熟悉的白光闪过，下一秒，他们回到了桃园基地。我们回来了。纪阳睁大狗狗眼，回来了。裴寂诞生。话音未落，面板弹出，末日法则。恭喜完成第1轮挑战，第2轮挑战3天后开始，请提前做好准备。末日法则，期待与各位玩家下次相遇。不，还是别遇了。抗拒归抗拒，但依旧改变不了3天后还得去雨林挑战的事实。纪阳哀嚎一声，这3天我要大吃特吃，把失去的东西全部回来。各自回到木屋，纪离踩着拖鞋，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洗完吹干头发，换了身衣服，忙完这些才去事务中心。离，乔倩冲过去，一把抱住纪离，你终于回来了，怎么样？沙漠里是不是很危险？你没受伤吧？一连串的问题让纪离都不晓得先回答哪一个，还是趋近出声。领主大人辛苦了。顿了顿，他补充了句，好像瘦了，有吗？纪离拍了拍乔倩，我没事。他一一回答完，又问，对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基地没出什么事吧？没有，领主大人放心。趋近说，莉莉，你刚回来肯定累坏了，先好好休息。乔倩拍着胸脯说，晚饭我来准备，咱们吃大餐，庆祝你安全回归。好呀，吃大餐。又和他们聊了会儿，纪离乘坐公交车来到了宠物广场。现在是下午4点钟，也不晓得毛茸茸们都在不在呢。打开门，走到里面，仔顶着浓密鬃毛的狮子扑过来，直接把纪离给扑倒在地面，巨大的脑袋对着纪离就是一顿狂蹭，嘴里发出哼哼唧唧。他都好久没有见过仔了，狮真的好想仔。丧彪大王，你要把我压死了！纪离费劲巴拉抱住大狮子的脑袋，这份沉重的热情他有些扛不住，呼吸都变得不顺畅。先让我起来好不好？狮子顶着被蹭乱的鬃毛起身，4只爪爪撑地，嘶哈扭动屁股。仔，本狮子大王好想你。纪离站起身，抬起手抱住狮子，我也很想丧彪大王啊。听曲靖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表现很乖，我们丧彪大王真棒。曲靖说，狮子没有闹腾，每天除了外出捕猎就是回宠物广场里睡觉，包括其他几只毛茸茸和小黑也都没在撵人跑。狮子听到仔夸他，非常骄傲，他蹲坐在地上，昂首挺胸，本狮子大王是最棒的。对，你是最棒的狮子大王。纪离双手搓了搓狮子的大毛脑袋，毫不吝啬夸他。宠物广场里就丧彪自己在，其他几只外出捕猎还没有回来。纪离就坐在地垫上给狮子梳理凌乱的鬃毛，重新扎了几条辫子，一边等其他几只回来。狮子乖乖蹲坐在地面，一双棕黄色兽瞳一眨不眨看着纪离。看了半晌，他忽然嗷呜猛兽撒娇，仔要亲亲。纪离捧着狮子的大毛脑袋吧唧亲了口。我们丧彪大王快4岁了吧？再过几个月狮子就4岁，纪离打算到时候给狮子举办一场生日宴，毛茸茸也可以过生日啊。丧彪大王喜欢什么？他问。喜欢仔。狮子毫不犹豫回答。纪离眨了眨眼，除了我以外，丧彪大王还喜欢什么东西？罐，吃罐，这是狮子喜欢吃的东西。我知道啦。纪离默默记下。傍晚5点多，外出捕猎的其他几只纷纷回到宠物广场，黑豹和雪狼最先回来。2只见到纪离，先是呆愣了下，紧接着一下子窜到了女孩面前。仔，异口同声，闪电大白。纪离抱住黑豹的脖颈，把脸埋在黑色皮毛里蹭了蹭，蹭完又抱住等在一旁的雪狼，手指捏了捏雪狼的耳朵。雪狼乖乖蹲坐在地面，任由搓扁揉圆，一双湛蓝色兽瞳注视着纪离。大白，你想不想我呀？雪狼轻呜了声，想仔。